三位仙子，求求你们放了我吧，我对你们来说没有任何利用价值，我只是一个被夺走了霸体的废物啊！古老而混沌的神秘空间内，陆长生心中惊惶不已。他面容俊朗，剑眉星目，但却穿着一身满是补丁的破烂衣服，头发杂乱，好似一个乞丐。而在他对面是一位白衣女子，左边是一位紫衣女子，右边是一位红衣女子。三名女子把他围堵在一处角落，虎视眈眈。最让他惊讶的是，这三名好似仙女一般容貌绝伦的女子竟然长得一模一样。聒噪！白衣女子气质清冷，仿佛高高在上的九天玄女。不要害怕，我们三姐妹没有恶意，只是想与你双修，修补本源道伤。紫衣女子眉心有一道紫月印记，温柔笑着说道：你叫什么名字啊？长得可真好看啊！快来快来！红衣女子热情活泼，眉心有一道红莲印记，说话间竟然已经开始宽衣解带。而后是紫衣女子，最后白衣女子也悠悠叹了一口气，也是缓缓解开了束腰。诱人的春光乍现，陆长生瞬间瞪大了眼睛。等等，双修，我还是个孩子啊，你们不能这样！哈哈！陆长生拼命挣扎，但却无力回天，全身衣物顷刻化作齑粉，露出精壮的身体。他竟然被轮了！不知道过去多久之后，陆长生悠悠醒来，只感觉身体无比的虚弱。面前三名女子都已经穿好了衣衫。我名琉璃女帝，3年之内，你必须达到5王境，否则下次双修，你必死无疑。白衣女子自称琉璃女帝，竟是一位女帝，帝境强者。而更让陆长生惊讶的是，琉璃女帝这意思是还有下次双修。不要啊，我已经一滴都没有了。我来给你解释一下吧，我是紫月女帝。眉心有着紫月印记的紫月女帝开口，温柔对陆长生说道：我们三姐妹为了夺得这炼仙鼎，被对手重创，受到本源道伤，无奈之下必须躲在这鼎内才能活下去，并且还需要陷入漫长时间的沉睡。已经过去有3100年的岁月了。3100年，这是什么概念？陆长生顿时脑瓜子嗡嗡的，有些不敢置信。女大3000亿，徒手干爆9天10地，想要修复我们的伤势，就必须要寻找到一位够资格让炼仙鼎认主的人，与之双修。3000亿年，我们趁着苏醒的时间走遍3000世界，终于找到了你，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紫月女帝露出温柔的笑容，但她说出的话语当中却蕴含着庞大的信息量。等等，我凭什么让炼仙鼎认主啊？我曾经的确是一名天骄，但我的盖世霸体已经被我的未婚妻柳如烟给夺走了。我现在只是一个无法修行的废物，连丹田都……说到这里，陆长生突然顿住了，因为他感觉到自己那破损的丹田竟然是已经恢复如初。不仅如此，在他的丹田内居然还闪烁着一种神秘的混沌色光彩，玄奥绝伦。这是怎么回事？在双修的过程中，我已经助你觉醒混沌仙魔体，比你那个破烂霸体强多了。得到炼仙鼎之后，我们三姐妹发现，只有传说中的混沌仙魔体才可以让炼仙鼎认主，这是9天10地3000世界万古最强体质，配合炼仙鼎，可炼天、炼地、炼诸天仙魔。紫月女帝继续解释着，而陆长生则是已经被巨大的惊喜给冲击的有些晕乎乎的，就连被掏空的身体内仿佛也生出了无穷的力量来。他握紧了拳头，目光仿佛穿透了这一处混沌的古老空间，看到了2道身影：柳如烟、秦天命。你们这对狗男女，你们夺我霸体，却想不到我觉醒了万古最强体质！哈哈哈！陆长生仰天大笑起来，一股惊人的杀意喷涌而出。他觉醒出盖世霸体，本是绝世天骄，年仅15岁就已经越过了淬体境，成为了一名武者。但没想到，一直以来在他面前都好像一朵柔弱白莲花的未婚妻柳如烟，背地里竟然早已爬上了秦家少主秦天命的床，背叛了他。不仅是背叛这么简单，他们还设计用阴毒的秘法夺走了陆长生的盖世霸体，打碎了陆长生的丹田，让陆长生沦为无法修炼的废物。陆长生早已立誓，此仇不报誓不为人，而现在终于等来了机会。相公，我是红莲，我们这一次苏醒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快要沉睡了。有了和你这一次的双修，我们的状态都好了很多，时不时就可以透过炼仙鼎与你交流。你在武道上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心里问我们哦。还有啊，琉璃姐姐她是外冷内热，其实她也已经认可你了，把你当成相公了哟。红衣女帝、红莲女帝看得出来，她性格最为活泼可爱。这会，她已经来到了陆长生的身旁，搂住了陆长生的胳膊，一股香风扑面来。说完了，就让他离开吧。我们需要赶紧沉睡，消化这一次双修的收获，争取修复更多的道伤。琉璃女帝脸色一红，终于多说了2句：等一下啊，姐姐。相公，这道红莲业火是我蕴养1000亿年的本源地火，里面有我毕生炼药传承，你收下它，就是我的人了。红莲女帝突然凑了过来，吻住了陆长生的嘴巴，瞬间一股灼热无比的能量汹涌澎湃，
灌注到了陆长生的四肢百骸。下一刻，他看见红莲女帝脸色变得苍白下来，似乎受到的影响不小。紧接着，琉璃女帝挥了挥手，她眼前的一切都如同镜花水月般破碎掉。眼前一闪，陆长生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自己的破烂茅草屋当中，但唇边残留的温度，充满混沌色彩的丹田，丹田内一尊充满神异的三足两耳小鼎正在缓缓沉浮，以及体内炙热的火焰温度，都在提醒着他，这一切都是真的。炼仙鼎、混沌仙魔体、红莲业火，三位女帝双修，没想到竟有如此际遇。柳如烟、秦天命，准备好恐惧了吗？陆长生坐在破旧的床榻之上，握紧了拳头。砰！而也就在此时，房门被一脚踢开，碎成了木屑。陆长生，你这个废物，身为我陆家的杂役，日上三竿，居然还躲在这里偷懒！赶紧给我跪下磕头，从我胯下钻过去学狗叫，要不然今天我非要打断你的狗腿！一道刺耳的声音响起，来人是掌管陆家所有杂役的管事，名为陆大有。在陆长生出事之前，这个陆大有见到陆长生，恨不得跪下磕头来讨好陆长生。但陆长生不喜欢这种趋炎附势的小人，所以一直对他不予理睬。而陆长生现在成了一个不能修炼的废物，沦为杂役，陆大有立刻就换了一副嘴脸。你聋了吗？听不懂人话？废物！我让你跪下磕头学狗叫，赶紧的！陆大有发出怒喝，他迈步走入茅屋当中，握紧了拳头。在他的拳头上竟然涌动着一层微薄的白色光芒，散发出一丝丝的波动来。淬体境、三重天，在这五道为尊的灵域大陆之上，修炼的境界被分为淬体境、武者境、武师境、武将境、武王境、武皇境、武尊境、武圣境、武帝境，一共9大境界，每个境界又分9重天。轰！陆大有迈出一步，挥拳狠狠砸向陆长生，拳风呼啸而至。陆长生一眼便看出，这是陆家的2品武学鸿剑拳法，乃是陆家当代家主陆鸿剑所创。打断你的腿，抢走你的天玄令，陆阳少爷定有重赏。陆大有眼神兴奋，拳头已经来到了陆长生的面前。但也就在此刻，他看到陆长生豁然起身，一拳挥出，与他对轰。来不及错愕，陆大有就感觉到一阵剧烈的疼痛传来，让他眼前阵阵发黑。咔！这是骨骼断裂的声音。陆长生这一拳居然直接将他的手臂打断，断骨森然，刺破了血肉，显得十分狰狞。狗仗人势的东西！陆阳让你来夺我天玄令！陆长生一脚踏在陆大有的胸口，踩断好几根肋骨，让陆大有发出哀嚎。怎么可能？你的丹田已经破碎，就是一个废物啊！你凭什么能够拥有这样的力量？陆大有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回答我的问题！陆长生飞起一脚，踢在陆大有的肚子上，把他踢飞出去。整座茅屋都在他的身后倒塌，激起烟尘。我说，是陆阳少爷和陆伟老爷吩咐要你的天玄令，还有如烟小姐也提过，和你有过婚约是他的耻辱，我想折磨你，来讨好如烟小姐。陆大有满嘴是血，眼神惶恐，他感觉陆长生的实力起码有淬体境6重天。陆阳、陆伟，还有柳如烟这个恶毒的女人。陆长生冷笑一声，摘下陆大有腰间的储物袋，在这储物袋内有一些丹药和钱票。淬体丹、劣品丹药。陆长生摇了摇头，他已经得到了红莲女帝的毕生炼药传承，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丹药内充满了杂质，药效极差，属于最差的劣品丹药，吃多了对武道修行反而有害。他打算扔掉这些丹药，用钱票去购买药材，自己炼丹。但也就在此刻，丹田当中的炼仙鼎居然颤抖了一下，然后就有一股神秘莫测的能量快速涌动到了他的掌心之上，灌注进入那劣品淬体丹当中。嗡嗡，淬体丹震动起来。陆长生看到这丹药当中的杂质居然被凭空炼掉，丹药浑圆，闪烁着微弱的白光，居然顷刻间变成了一枚上品丹药。劣品、次品、下品、中品、上品、极品、地品、天品、圣品，这便是丹药的等阶。且不说陆家所在的白云城，就算是放眼整个东域，上品丹药也都是极为珍贵的丹药，并不算多见。只有一些真正的大势力、大家族才能拥有这样的丹药。陆长生没想到，这炼仙鼎仅仅颤动一下，就让一枚劣品丹药一跃成为珍贵的上品丹药。这只是炼仙鼎最微不足道的作用，它真正的作用就是为了你的混沌仙魔体而生，炼化诸天仙魔，成就无上。陆长生的心中响起一道清冷的声音，仿佛不带任何感情。琉璃女帝，你不是沉睡了吗？陆长生赶紧问道。我没想到你的处境如此糟糕，先不说3年内达到武王境，你现在需要尽快达到武者境，这样才能够发挥出混沌仙魔体最微末的力量。琉璃女帝说完，
就彻底没了动静，应该是进入了沉睡的状态。武者境，整个白云城也都不超过双手之数，但这对于混沌仙魔体来说，却只能够发挥出最微末的力量。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质？陆长生握紧了手中的丹药，心中期待不已。陆长生，你在干什么？就在这时，一道惊呼声响起，一名小眼睛、鹰钩鼻的少年快步走来，看向陆长生。他就是陆阳，陆家的三少爷，淬体境九重天。而在他的身后，还有一名背负双手的中年男子，两鬓斑白，神色阴翳。陆阳的父亲陆伟，陆家的三老爷，武者境一重天。少爷救我！看到陆阳和陆伟到来，瘫在地上的陆大友赶紧求救，但下一刻他又喷出一口鲜血来，两眼一翻，竟然当场毙命。陆长生，你打死了陆大友！陆阳瞪大眼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陆长生分明已经被夺走了霸体，打碎了丹田，成为了一个废物啊！难道说他已经可以重新开始修炼了吗？孽畜！陆大友在我陆家勤勤恳恳几十年如一日，你竟然下此毒手！立刻交出天玄令，自断双臂，否则别怪我无情！陆伟迈出一步，属于武者的气势爆发而出，针对向陆长生。没错，天玄令这样的宝物，岂是你这种废物能够拥有？整个陆家只有我陆阳才能够持有天玄令，进入天玄圣学府。有陆伟撑腰，陆阳也是开口叫嚣起来。见状，陆长生眯起了眼睛，他从怀里掏出一块巴掌大的白色玉制令牌，上刻天玄二字，气势磅礴，龙飞凤舞。陆阳，想取我天玄令，你还不够资格。10日之后，我与你生死对决，只要你能赢我，我的命和天玄令都是你的。陆长生手持天玄令，一字一句，掷地有声。一瞬间，陆阳的心中竟然有些惊慌，他仿佛看到了当年那个气势无双的霸体天骄，有盖压一世之姿。但下一刻，他就回过神来，发出冷笑：好好好，这生死对决我接了。陆阳眼神炙热，盯着陆长生手中的天玄令。忘了告诉你，我现在距离武者境只有一步之遥，明天我就可以从天龙宝行买到一枚筑基丹，10天时间刚好够我炼化药力，闭关破入武者境。所以陆长生，哪怕你能够重新开始修炼，10天之后也必死无疑。陆阳狰狞说道。10天之后，陆阳就会是一名武者。陆长生在这个时候与他立下10日之约，生死赌斗，正合他意。曾经，陆长生是整个陆家、整个白云城最强大的天骄，光芒万丈。他还有一枚天玄令，可以进入天玄圣学府深造。陆阳一直活在他的阴影里，但现在一切都不同了。陆长生被夺走霸体，哪怕可以重新修炼，但也是从头开始。而陆阳则是即将成为一名武者，达到武者境。好好珍惜剩下的日子吧。陆阳冷笑一声，转身离去。月色如水，坍塌的茅草屋旁边有少年席地而坐。陆长生吞服一枚上品淬体丹，炼化药力。这就是上品淬体丹的药力吗？果然强横。感受着体内雄浑精纯的药力，陆长生心中一阵惊喜。曾经他贵为白云城的骄子，也都没有用过上品淬体丹，只用过中品的，因为在白云城根本就买不到上品淬体丹这种珍贵的丹药。此时陆长生本想运转功法来引导药力在经脉当中运转周天，但下一刻他丹田当中炼仙鼎发出震颤，一道道奇异的蝌蚪形文字在鼎身之上涌动游走，紧接着尽数汇聚到陆长生的脑海当中。轰！陆长生只感觉脑中一阵轰鸣，居然多出了大量繁杂晦涩的讯息来。混沌仙魔诀，这竟然是一部功法。按照这功法记载，原来在每一重境界当中还存在着一个传说当中才有的境界，那就是极境。混沌仙魔诀是专为混沌仙魔体而生的功法，也只有这种体质才可以修炼。真没想到，原来在9重天之后还有极境存在。陆长生心中震撼莫名，他没有迟疑，立刻开始运转混沌仙魔诀，飞快炼化上品淬体丹的药力。咔！不多时，陆长生全身一震，体内似乎有一声轻响传开。淬体境2重天，短短时间他就已经达到了淬体境2重天的境界。曾经的我拥有盖世霸体，修炼极快，但达到淬体境2重天也消耗了足足10天的时间。现在这还不到1炷香，陆长生感觉到自己的心跳都在加快。他终于明白为什么紫月女帝说他的霸体是破烂了，的确没有可比性，差距太大。只是这淬体丹的药力消耗的也非常快。陆长生皱起眉头来，他的手里只剩下5枚淬体丹。本来他以为从陆大友的手中得到一共6枚淬体丹，全都被炼仙鼎变成了上品丹药，应该够用。毕竟那可是上品丹药，药力精纯。
甚至有可能帮助他修炼到武者境界。但现在他明白自己太天真。现在他有一种感觉，那就是自己的身体仿佛化作一个无底洞，疯狂吸收着天地间的一切能量。丹田之内更仿佛有着神魔般的嘶吼声若隐若现。明天去天龙宝行购买药材炼丹。陆长生做出决定，然后继续吞服淬体丹修炼。一夜时间眨眼便是过去。晨光熹微，红日初升，陆长生睁开眼睛，结束一夜的苦修。他一共吞服6枚上品淬体丹，一夜之间将境界提升到了淬体境4重天。感受着久违的力量感，陆长生站起身来，迈步走向天龙宝行方向。天龙宝行是灵域大陆上最大的宝行，发行钱票，售卖修炼物资，强大无比。就连白云城这种偏远的地方都有天龙宝行的分布存在，由此可见一斑。据说曾经有一名5黄境的强者在天龙宝行买了东西之后不给钱就逃跑，结果第二天他的头颅就被挂在了那一处天龙宝行分布的门口。小时候陆长生第一次听到还不太相信，毕竟他连5黄强者都没有见到过。但现在他信了，因为他丹田内的炼仙鼎里就有3位女帝。走出陆家大门，陆长生恰好遇到了陆阳一行人。陆阳、陆伟还有一名仆役名为陆康。这陆康正用无比仇视的眼神看向陆长生，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一般。因为他是陆大友的儿子，而现在陆大友尸骨未寒，始作俑者陆长生却满面红光。阿康，别着急，我会为你报仇的。陆长生这个废物已经活不了多久了。陆阳看到陆长生发出冷笑，看向陆长生的眼神仿佛看向一个死人，因为他很快就可以买到筑基丹。陆长生没有理睬他们，只想尽快买到药材。他快步走向天龙宝行白云城分部。陆长生也要去天龙宝行。呵呵，我明白了，他想为生死决斗做准备，要去购买丹药修炼。陆伟看出了陆长生的想法，脸上露出笑容。爹，他很可能真的已经可以重新修炼了，我们拦着他，不能让他买到淬体丹。陆阳有些急了，因为他始终活在陆长生的阴影里。放心，阳儿，你难道忘记了天命少爷姓什么了吗？陆伟哈哈大笑，摸了摸陆阳的脑袋。闻言，陆阳恍然大悟，秦天命姓秦，而这天龙宝行白云城分部的管事人也姓秦，正是秦天命的父亲秦万金。此时在天龙宝行的门口，陆长生已经被拦了下来，2名淬体境2重天的门卫挡住了陆长生的去路。天命少爷有令，陆长生与狗不得入内。一名门卫带着戏谑的笑容看向陆长生，一个废物，莫要脏了天龙宝行的门槛，快给我滚，要不然老子打死你。另外一个门卫挥动手中的棍棒，作势要打陆长生。陆长生握紧了拳头，眉头紧锁。怎么办？他想在生死决斗当中击败陆阳，就必须要有足够的丹药才行。可现在他哪怕兜里有钱，也都进不去天龙宝行，硬闯肯定行不通，因为天龙宝行内有武者守护。哈哈哈哈！这是我陆家的家丑，让天龙宝行看笑话了，丢人现眼的东西。这样吧，你如果现在跪下来给我阳儿磕头恳求，我倒是可以施舍给你1瓶烈品淬体丹。陆伟的笑声传来，1瓶烈品淬体丹共有10枚，的确可解燃眉之急。但如果要跪下磕头恳求，那陆长生宁死都不会这么做的。男儿当有傲骨，膝下有黄金。烈品淬体丹，那可是狗都不吃的东西啊！对于炼药师来说，烈品丹药就是耻辱，炼出来就要直接扔掉的。天龙宝行内传出一道高傲的笑声，一名身穿白袍的中年男子迈步走出。秦河大师，您怎么还亲自出来了？陆伟见状急忙迎了上去。这秦河不仅背靠天龙宝行，更是一位货真价实的2品炼药师，可以炼制2品丹药，在整个白云城也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陆伟兄，我听到门前有犬吠，特来查看。原来是被天命少爷打断了脊梁的陆长生。哈哈，我这里正好有一些烈品淬体丹，本来打算用来喂狗的，就发慈悲送给你了。这里面可还有1枚炼废了的筑基丹，也一并赏你。说话间，秦河从储物袋里取出2个瓷瓶，扔在地上，瓷瓶碎裂，里面的丹药滚了一地。好多丹药啊，陆长生，快捡起来啊！秦河大师真是仁慈，居然连筑基丹也都送给你了。我突然好害怕啊，你吃了这些丹药，突破成武者，把我给打死了怎么办啊？哈哈哈哈！陆阳放声大笑起来，他身后的陆康也咧起了嘴，而陆长生却恍若未闻，而是仔细捡起了每一粒丹药，收入储物袋内。最后是1枚黑色的龙眼大小丹药，表面坑坑洼洼，散发出一股难闻的臭味。这就是筑基丹，不过被秦河炼废了。烈品丹药狗都不吃，但对于杂役之类的底层人来说还是会吃的。但废丹是真的不能吃，不仅没法用来修炼，反而还有毒。筑基丹炼成这样，你也好意思穿着身袍子？
陆长生看向秦河，摇头说道：“陆长生，你就是一条狗，一个废物，你懂什么？任何炼药师都不可避免会把丹药炼废，只有经过一次次的尝试，才可以熟练掌握一种丹药的炼制。秦河大师，我说的没错吧？”陆阳瞪着陆长生骂道：“孺子可教也！”陆阳贤侄，狮子不因犬吠而回头，不必理睬此人。他只不过是天命少爷崛起途中微不足道的一粒小石子罢了。秦河说完，邀请陆阳和陆伟进入天龙宝行。仆役陆康也沾了光，踏进天龙宝行的门槛，临走之前还对着陆长生吐了一口唾沫。陆长生没有停留，直接转身离去。这些人全都要死。当日从天龙宝行回到陆家之后，陆长生就开始了苦修。而当天晚上，陆阳也正式调整好了状态，服下筑基丹，开始突破武者境。这一枚筑基丹乃是中品层次，是秦河用尽全身解数才炼制出来的。一枚中品筑基丹能够帮助淬体境9重天的武者将突破武者境的概率提升到70%，所以说陆阳信心满满，只等成为武者再巩固一番，就可以在生死决斗当中彻底杀死陆长生。转眼之间就过去了5天的时间，陆长生服下一枚枚的上品淬体丹，苦修不辍，终于将境界提升到了淬体境7重天。快，太快了！陆长生自己的心里都有些不敢置信。特殊体质的确可以加快修炼，有诸多妙用，但我的盖世霸体已经在天下间体质排行榜上位列第18，极端强悍了。可这混沌仙魔体修炼的速度、强度、特殊程度都是盖世霸体的100倍不止，但在灵域大陆的特殊体质排行榜上却并没有这种体质的名字。陆长生猜测应该是混沌仙魔体太过罕见导致。其实他不知道的是，古往今来9天10地3000世界，具备这种体质的人也都不会超过1只手的数量，而其中每一位都是震慑寰宇的惊天巨擘。时间再度过去3天，陆长生耗尽了所有的淬体丹，将境界提升到了淬体境9重天。淬体境9重天，原本到了这个境界，服用筑基丹之后就可以尝试突破武者境，但现在我既然知道存在极境，那就必须冲击一下。陆长生取出那枚废丹筑基丹，只见这枚丹药之内药力混杂紊乱，已经变成了剧毒之物。但得到了红莲女帝的药道传承之后，陆长生一眼就能看出这废丹内该有的药力全都有，一点都没浪费。不知道炼仙鼎能够将这枚丹药提升到什么品质？陆长生心中生出猜测来，或许会高于上品。嗡！下一刻，在他的丹田之中，炼仙鼎发出震颤，一股奇异的能量涌动，灌注到这枚废丹当中。顿时，这枚废丹发出嗡鸣，爆发出耀眼的白光。但紧接着，白光尽数内敛，化作一道道的云纹，在丹药的表面流淌。丹药表面生出云纹，这是极品丹药的特征。一枚极品丹药，极品筑基丹。陆长生惊喜不已，握紧了这枚丹药，竟然成就极品丹药。白云城上一次出现极品丹药，据说还是80年前的事情。放眼整个东域，极品丹药也都极为难得，希望这枚丹药能助我破入淬体极境。陆长生深吸一口气，吞下这枚极品筑基丹。轰！雄浑而滚烫的药力立刻在他的4肢百骸之内流淌起来。陆长生运转混沌仙魔诀，向着淬体极境发出冲击。转眼之间，时间已经来到了第9天。当天晚上，在陆阳的房间内，他发出一声爆吼，全身鼓荡出气浪来。陆阳睁开眼睛，发出大笑声：“我成为武者了！武者境！”放眼整个白云城，都不足双手之数的武者境。陆阳握住拳头，感受着前所未有的力量，满脸都是笑容。曾经的霸体天骄被称作盖世无双，明日我就斩了你！陆阳突破到武者境的消息传遍了整个白云城。天龙宝行秦河大师登门道贺，还送来不少丹药作为贺礼，其中有疗伤丹药、恢复灵气的丹药，以及有助于武者修炼的聚灵丹。柳家、赵家、孙家、纵虎武馆白云城内大大小小的家族势力全都来祝贺。与此同时，关于陆长生与陆阳生死决斗的消息也快速传开，传遍了整个白云城。陆长生，他不是被天命少爷给废了吗？哼，这是谁不知道啊？陆长生的未婚妻柳如烟并不想嫁给他，这陆长生就想做一些禽兽的事情，结果被天命少爷遇到，路见不平，英雄救美。天命少爷是天命所归，注定是天上神龙一般的人物，而且天命少爷还十分仁慈，留了陆长生一条狗命。没错，柳如烟就此爱上了天命少爷，一见钟情。现在2人都在咱们东域最强的学府道元圣学府当中修行，真是一对神仙眷侣。坐等明天，我要看陆长生被打死在擂台上。整个白云城都传出阵阵议论之声，而此时的陆长生则是已经进入到极为关键的时刻。
极品筑基丹的药力不断推动着他的境界，向着那传说中的极境进发。隐隐之间，在他的血肉深处，竟是有着星星点点的金光亮起，如同在呼吸一般，忽明忽灭。我能感受到那股无形的臂障。只差一点，陆长生心中又回想起被夺霸体的那一幕。柳如烟趴在秦天命的怀里，两人一起看向全身是血的陆长生，神色冷漠，高高在上。霸体被夺，丹田被破，那种抽筋拔骨一般的疼痛，陆长生从未有一刻忘记。吼！就在这时，在炼仙鼎内居然传出一道愤怒的吼声，仿佛来自远古洪荒，跨越无穷岁月。陆长生的眼前浮现一幕幕的画面。浩瀚的宇宙星空当中，一头顶天立地的巨猿横行，星辰在他手中如同尘埃般渺小。莽荒、古老、神魔般的气息涌动，巨猿所过之处，星辰陨灭，虚空成尘。但也就在下一刻，一道神秘的身影出现，站在了巨猿头顶。不错的神魔血脉，收。话音落下，他的手掌按在巨猿头顶之上，刹那间，凶狂无比的巨猿竟是一瞬间身躯开始崩塌，而陆长生眼前的画面也就此消散掉。在他的体内，仿佛有一道无形的枷锁被打开，传出咔的一声。陆长生睁开眼睛，瞳孔当中有金光闪动不止。淬体极境，轰！狂猛而霸道的力量在陆长生体内疯狂流淌，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大感觉。淬体极境，竟然比武者境还要更强悍。陆长生握紧了拳头，心中惊喜不已。直到此刻，他才明白了极境的含金量。他有把握秒杀曾经身为武者的自己，而要知道的是，他曾经可是盖世霸体，在武者境内几乎无敌。所以说，陆阳今日必死无疑。对了，那巨猿。陆长生回忆起突破极境之时看到的巨猿身影，那究竟是什么级别的存在？掌心托举星辰，脚踏宇宙虚空。陆长生怀疑，这巨猿只要吹一口气，整个灵域大陆都会灰飞烟灭。至于那一掌拍死巨猿的存在，就更加难以揣测了。三位女帝，可否为我解惑？陆长生在心中问道。可惜，三位女帝全都在沉睡，一点回应都没有。陆长生，10日之期已到，陆阳少爷正式突破武者境，你马上就要去给我父亲陪葬。这时候，陆康到来，伸手指着陆长生大喝。见状，陆长生皱起眉头，卑微的蝼蚁也敢对巨龙咆哮。陆长生冷笑一声，迈出一步，砰！下一刻，一声爆响传开，只见陆长生居然直接出现在了陆康的面前，一拳挥出，打爆陆康的头颅。好快的速度，好强的力量！陆康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就被一拳打死。他的无头尸体摇晃了2下，这才倒在地上，流淌出一滩血泊。陆长生迈步向前，看都没有看他一眼。陆家大宅后院，演武场之上，此时已经人声鼎沸。陆阳与陆长生的赌约吸引了整个白云城的目光。陆长生怎么还没来？不会是逃跑了吧？哈哈，还真有可能。他现在就是个废物，狗都不如，怎么与陆阳少爷战斗？我纵湖武馆提前恭喜陆阳少爷进入天玄圣学府，前途似海。可惜秦河大师闭关炼丹未能到场，我也想向他求一枚筑基丹。陆阳少爷如此年轻就成为武者，陆家出了一条真龙啊！咱们白云城可真是人杰地灵，先有柳如烟和秦天命这一对神仙眷侣，现在又出了一个陆阳少爷，未来成就不可限量。一道道夸赞声当中，陆阳站在擂台上，面露得色。我终于成为武者了，杀死陆长生，去往天玄圣学府进修，正式开启我的武道之路。陆阳幻想着美好的未来，心情激荡不已。哒哒，这时一阵脚步声传来，人群散开一条道路。陆阳抬眼看去，正看到陆长生迈步而来。只见陆长生的衣衫上竟然沾染了大量的鲜血，看起来尤为可怖。阿康！陆阳立刻想到了陆康，他让陆康去把陆长生喊来，没想到陆长生竟然杀死了陆康。陆长生，你杀了陆康！陆伟豁然站起，伸手指着陆长生，一个奴才敢对主人犬吠，杀了就杀了，你有什么意见吗？陆长生笑着说道。狂妄！你早已不是陆家的少爷，而是一个最底层的杂役，陆康的身份地位还要在你之上。陆长生，你先后残忍杀死陆大友和陆康父子，整个陆家再容不下你，你死后将不得入陆家祠堂。陆伟大骂不止。闻言，陆长生冷笑起来，摇了摇头。今日之后再无陆家。他话语冷酷，声音斩钉截铁，竟是早已想好要灭掉陆家。狂妄！陆长生，上来领死！陆阳站在擂台上，属于武者的气势全面爆发。这就是武者的气势吗？好强！陆阳少爷天纵之姿是陆家的麒麟儿，可笑！这陆长生真以为他还是曾经的霸体天骄吗？如此凶徒，
其罪当诛。陆阳少爷，把他打死，打死他！一道道呼喝之声响起，而陆长生并未理睬这些人，而是迈步走上了擂台，站在陆阳的对面，背负双手。陆长生，今日就是你的死期，我要拿你尸体喂狗！陆阳面色狰狞，挥拳冲击而来。武者境，一重天，红剑拳法，大成境。5学分1到9品，根据掌握程度的深入划分为入门、小成、大成、圆满、化境。陆阳将红剑拳法修行到了大成境，对于普通武者来说，却算是有天赋。蚍蜉撼树，陆长生摇摇头，依旧背负着双手。只见他抬腿一踢，砰的一声，陆阳的拳头被他踢爆，化作一团血雾。陆阳发出凄厉的惨叫，躺倒在地，不断打滚。牙儿！陆伟瞬间眼睛通红，不顾一切冲了过来。陆阳，我知道你很记恨我，因为你一直活在我的阴影里。别人只会说陆家天骄陆长生，而从来不会记得陆家第2天才陆阳。从此以后，你解脱了。陆长生说着，抬脚踏向陆阳头颅。不要杀我，陆长生，饶我一命，我知道错。砰！陆阳惊恐无比，拼命开口求饶，但陆长生的动作很辣，没有丝毫停顿，直接踩爆他的头颅。一大滩鲜血炸裂开来，陆阳身死。昨夜刚刚突破成为武者，第2天就死了。牙儿，牙儿，你不能死啊！陆长生，陆长生，我要杀了你！陆伟气急攻心，吐出一口鲜血来。他双眼通红，如同一只恶鬼，飞扑上擂台，攻向陆长生。去跟你儿子作伴吧！陆长生挥出一拳，与陆伟对轰。一刹那，陆伟的整条右臂爆碎，碎骨碎肉飞溅开来。他大口喷血倒在地上，他不可思议看向陆长生，这是无敌之姿啊！恍惚间，他仿佛又看到了曾经那个盖世霸体，光芒万丈。当初那个无敌的陆长生回来了，他不仅没有被废，而且变得更强了，这怎么可能？陆伟的心中满是疑惑，但他没有时间去想明白了。陆长生一脚踢爆了他的头颅，让他们父子团聚，接连碾压杀死陆阳、陆伟父子。陆长生出了一口恶气，他站在擂台之上，目光环视全场。刚才这些人叫的都挺欢啊，而直到这时，在场众人才算是反应了过来。炎炎夏日，他们却遍体生寒。陆长生竟然可以秒杀武者境，这怎么可能？他不是已经被废掉了吗？居然可以重新修炼！快跑！他要灭掉陆家，还要杀我们！逃出白云城！此人在白云城内已经没有对手。纵虎武馆杨纵虎在此，陆长生受死！一道道呼喊声不断响起，在场之人全都开始逃跑，场面十分混乱。而这时候，却有人高呼杨纵虎之名。陆长生看到那杨纵虎的背后，一名老者伸手狠狠推了他一把，瞬间，杨纵虎成为了距离陆长生最近的人。赵太老！杨纵虎吓得脸都白了，他扭头就跑，一把抓住了那老者的后脖子，把他揪了起来，反手扔向陆长生。不要！赵太大惊失色，但却掌控不住自己的身体。砰！陆长生随手一拳，把赵太的脊柱都给打断掉，整个人反向弯折过来，倒在地上惨叫。紧接着，他迈出一步，身形化作一道残影，已经来到了杨纵虎的身后。长生少爷，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别杀我，我纵虎武馆愿意归顺你。杨纵虎吓得肝胆俱裂，急忙求饶。闻言，陆长生冷笑连连，他可没有忘记自己被废之后，这杨纵虎还嘲讽过他，说在陆长生小时候他就看出来了，此子注定是个废物云云。砰！陆长生都懒得跟他多说什么，一拳砸了过去，把杨纵虎的脑袋打爆掉。随后他眼前一亮，看到人群当中有一名穿戴华丽的妇人。这妇人容貌姣好，风韵犹存，但此刻却是面容金黄到了极点。柳如烟的母亲，名为邹兰香。陆长生，你不能杀我，你杀了我，如烟不会放过你的。她可是天命少爷的女人，并且进入到元圣学府求学，拜入一位武将导师门下修行，如今已经是一名武士境强者。邹兰香回头，正对上陆长生的杀机凛然的目光，她惊慌失措，不慎被裙摆绊倒，摔了个狗啃屎。看着步步紧逼而来的陆长生，她声音尖锐喊叫着，但陆长生的杀意不减反增。陆长生，你这种废物，给如烟提鞋都不配，婚约就此作废，当年你父亲给的彩礼也不退，而且你还要赔偿如烟这么多年的青春和在你身上花费掉的心思。你父亲在白云城还有一处宅院，现在也是我的了，不过这只能算是利息，明白吗？陆长生回想起邹兰香曾经说过的话，那狰狞丑恶的嘴脸仿佛要吸干他的血，就连骨髓也不放过。呵呵，陆长生低头俯瞰着邹兰香，脸上露出冷笑。
见状，邹兰香害怕到了极点。此时的陆长生双手染血，就仿佛是一尊从地狱当中走出的杀神。长生啊，你听我解释，其实这一切都不是我和如烟的本意，是秦天命逼迫的。我们母女俩也是没有办法，根本就不敢违逆他的意思，冤有头债有主，你应该去找秦天命报仇才对。邹兰香急忙改口，想要哄骗陆长生。陆长生摇了摇头，根本懒得理睬这个势利又恶毒的女人。他早已看清邹兰香和柳如烟母女二人的真面目。下一刻，陆长生抬脚欲要踢爆邹兰香的脑袋。住手，你这个畜生，我陆家怎会养出你如此歹毒的人，活该你被夺走霸体。兰香别怕，我这就杀了这个小畜生。就在这时，一声怒喝传来，紧接着一道中年人的身影冲击而来，挡在陆长生和邹兰香之间。一股属于武者近4重天的气势爆发开来。陆家的二老爷陆雄，他早已和邹兰香苟合，这事儿白云城里不少人都知道，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陆雄到来，给邹兰香带来了极大的安全感。他瞬间又变了一副嘴脸，雄哥，快杀了这个小杂种！不，别直接杀了，打断他的四肢，拔下他满口的牙齿，狠狠折磨。邹兰香躲在陆雄身后，面容狰狞，眼神凶恶，盯着陆长生。陆雄这么着急来送死？陆长生笑了，区区武者近4重天，也敢大言不惭，要杀自己？轰！他迈出一步，直接挥拳，爆发出恐怖的破风声。如果细看的话，就会发现，在陆长生拳头之下，血肉当中正有一层金光在不断涌荡。见状，陆雄冷哼一声，调动体内的灵气，施展拳法应对。他进入武者境多年，达到了4重天的层次，更是将陆家的红剑拳法给修炼到了圆满的境界。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何能够重新开始修炼，但这一拳之下，你会再一次废掉。陆雄怒吼，仿佛已经看到了陆长生被他打倒在地的场景。但是下一刻，他就猛然感受到一股洪荒般的巨力狠狠冲击而来，顺着他的拳头和手臂蔓延全身，紧接着就是难言的剧痛。砰！爆响炸开，陆雄的拳头被打爆掉，整条右臂所有的骨骼瞬间碎掉，变得绵软无力。他喷出一大口鲜血，身形直接倒飞了出去，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怎么可能？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仅仅一拳，自己就败了。陆雄的身体重重落地，在地上翻滚了好几圈，这才停下。他挣扎着想要爬起来，却发现五脏六腑全都传来剧烈的疼痛，张口又喷出一大口鲜血。啊！邹兰香彻底傻眼了。陆雄的实力他是知道的，放眼整个白云城也都能够排名前列，绝对不是陆阳、陆伟那种初入武者境的人能比。可是面对陆长生，居然一拳被打到重伤垂死。这一次不等他再废话，陆长生干脆利落，抬脚一个飞踢，直接把邹兰香给踢飞出去。恐怖的力道狠狠炸开，邹兰香的身体还在半空当中，整个人就断裂成了2截，天空洒下血雨，滴在陆雄的脸上。陆雄的视线渐渐模糊，意识陷入黑暗当中。柳如烟，先把你妈杀了，收点利息，下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是你的死期。陆长生吐出一口戾气。此时这陆家大宅的演武场之上，之前那些来看热闹的人基本都已经逃跑，许多人连滚带爬逃出陆家，一刻也不敢耽搁，一路逃出白云城，也都不敢安心，时不时就要回头看上一眼，生怕陆长生追上来。整个白云城震动。你在放什么狗屁？你告诉我说陆长生大开杀戒，一拳就能打死一个武者？陆阳、陆伟、杨纵虎他们全都死了。天龙宝行内，秦河看向面前一名管事，脸上的表情非常精彩。秦河大师，这是我亲眼所见，此事千真万确。你看外面大家都在逃跑。这名管事大口喘着粗气，双腿还在颤抖，做不得假。这一刻，秦河的心中突然生出了一个荒诞的念头。他想到10天之前自己扔给了陆长生一堆劣品淬体丹和一枚废丹筑基丹，当时陆阳还嘲讽陆长生，说让陆长生吃了这些丹药修炼成为武者。难道说陆阳竟然一语成谶？等等，今天邹兰香也去了陆家吧？他有没有事？秦河突然想到了什么，急忙看向面前的管事，开口问道。我不知道啊，我最后只看到陆长生杀了杨纵虎。管事说道。秦河心中惴惴不安，看向陆家方向。其他人可以死，陆家灭了也无所谓，但邹兰香不能死啊！她可是柳如烟的生母，天命少爷的岳母。天命少爷和柳如烟一起前往道元圣学府修行，临走之前特地叮嘱了他，一定要照顾好邹兰香才行。当时秦河可是拍着胸脯保证的，并且心里很高兴，还生出了一些其他的心思。这邹兰香保养得很好，是个风姿绰约的美妇人，很是勾魂。如果能拿下此女，他秦河岂不是摇身一变就能成为天命少爷的岳父，直接一步登天？
也就在此时，秦河突然听到陆家大宅那边涌动出一股可怕的气势，伴随着一声尖锐的怒吼传遍整个白云城。陆长生，你这个孽畜，你竟然杀死自己的2位叔叔，还杀了邹兰香！听到这道声音，秦河眼前一黑，天塌了！陆家大宅后院演武场内，一道老者身影出现，气得全身颤抖。此地尸横遍野，血气冲天，整个陆家的根基都废了，并且最重要的是，就连邹兰香也都死在了这里。就算今日杀了陆长生，但也弥补不了柳如烟和秦天命的怒火。未今之计只有一招，孽畜，今日我就废了你，打断4肢，交给如烟小姐和天命少爷处置。陆家家主陆鸿渐双目通红，盯着陆长生说道。他身材比较高大，没有胡须，声音也非常怪异。这在白云城不是秘密，大家都知道，陆家家主陆鸿渐是一名阉人。据说是他年少时背负大仇，为了修行某种功法，所以自宫。得报大仇之后，他来到白云城，并且收养了3名义子，建立了陆家。大儿子陆天，也就是陆长生的父亲；二儿子陆雄，三儿子陆伟。只不过在陆长生还很小的时候，陆天就离开了陆家，离开了白云城，不知所踪。他只给陆长生留下了一枚天玄令，便不告而别。所以说，陆长生和整个陆家其实都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在他被废之后，陆家也没有为他做任何的事情，反而将他踩踏到了尘埃里，沦为最底层的杂役。这个所谓的爷爷更是罪魁祸首。陆家人落井下石，自然也有他默许的成分在。我8岁那年觉醒盖世霸体，成为白云城第一天骄，为陆家挣来数不清的荣耀与资源。10岁，我与孙家赌斗，为陆家赢下8处方神。14岁，我拒绝了一位云游炼丹师的邀请，执意留在陆家，还把他赠我的丹药分给陆家所有人。16岁，我只身一人进入苍茫山脉，不惜身受重伤，找到一处灵石矿脉，给你这个爷爷祝寿。陆长生看着对面的陆鸿渐，笑容冷酷。我被废之后，陆家本该是我最后的依靠，我是怎么对陆家的，可陆家又是怎么对我的？今日之后再无陆家。陆长生的眼中有一抹金光闪过，隐约之间，陆鸿渐仿佛听到了一声仿佛自远古洪荒传来的兽吼之声，震慑人心。这本就是你应该做的，现在就为陆家做出最后的贡献吧。陆鸿渐声音尖锐，体内灵气爆发开来，冲击向陆长生，一股阴狠的气势笼罩全场。武者境7重天，鸿渐拳法化境。这陆鸿渐的确强大，乃是整个白云城明面上的第一强者。就连天龙宝行的秦万金，秦天命的父亲，也只有武者境5重天而已。据说在天龙宝行内还有一位武者境9重天的存在坐镇，守护天龙宝行，但从未有人见过。轰！此时陆鸿渐已经冲到了陆长生面前，一拳砸下。他双臂展开，身形如同一只大鸟飞起，双拳舞动之间画出一道道残影，笼罩陆长生周身。陆长生挥拳迎敌，第一次爆发出全力，淬体极境的力量爆发而出，他的拳锋之上裹挟着一缕缕金芒，煞是耀眼。砰！两人对轰一拳，各自退开。陆长生能够感觉到一股阴冷的灵气暗劲冲入体内，但顷刻间就被他的淬体极境化解掉。他甩了甩手臂，咧嘴一笑。对面陆鸿渐大惊失色，因为这一拳之下，他整条右臂都在剧痛，险些抬不起手来。并且最关键的一点是，他并没有在陆长生的身上感受到灵气的存在。也就是说，陆长生并不是武者境，只有武者境才可以在丹田内容纳天地灵气，这是常识。可一个连武者境都不是的人，又怎么会如此的强大？这已经超出了陆鸿渐的认知。你就这点本事？陆长生迈步而出，主动攻向陆鸿渐。顿时陆鸿渐感受到极大的压力，他不敢怠慢，咬牙再度出手。但他已经不敢跟陆长生硬碰了，而是想要躲避陆长生的攻击，寻找机会下手。轰！可陆长生的速度也极快，超出他想象。陆鸿渐勉强避开陆长生的拳头，但紧接着陆长生居然飞起一脚踢在他右腿膝盖上。砰的一声，陆鸿渐膝盖粉碎，一截小腿飙飞出去。他发出一声惨叫，身形跌倒在地。长生，我是你爷爷，你不能杀我。当年父亲还是个婴儿，是我把他养大，要不然他早就死了，也就没有你。这份恩情你父亲要还的。陆鸿渐发出尖锐的嘶吼，神色惊惧万分，全身不断颤抖。父债子偿，我已经替他还了。陆长生没有任何犹豫，直接一拳打爆了陆鸿渐的脑袋，整个陆家被灭掉，死的死，逃的逃。从此白云城再无陆家。陆长生搜刮了一番，把陆家的修炼资源全都收入一个储物袋内带走，然后一把火烧了陆家。他也没想到红莲女帝赠给他的红莲业火，第一次使用居然是火烧陆家。
在陆长生的身后，浓烟滚滚，火焰冲天而起，整个陆家付之一炬，化作尘埃。紧接着，他一不做二不休，冲向天龙宝行。10天之前他说过，这些人都要死。现在还有一个秦河活着，他能突破到淬体极境，还多亏了秦河的那枚废丹，必须好好感谢一下秦河才是。不过，当陆长生赶到天龙宝行的时候，却发现这里早已人去楼空，而且所有的物资都是存放在一处宝库之内，必须要用特定的秘钥才可以打开。所以，陆长生当机立断，直接离开白云城。秦河肯定会逃往苍茫山脉，而陆长生也正好要进入苍茫山脉，因为他想要去往天玄圣学府，就必须要穿过这一段山脉。天玄圣学府是整个东域排名第2的学府，在整个灵域大陆之上，各种学府如同漫天星辰般繁多，而其中能够冠上一个圣字的却是凤毛麟角，只有顶尖学府才可以称为圣学府。陆长生要去的天玄圣学府就是其中之一。想要去往天玄圣学府，从白云城出发就必须穿过苍茫山脉，这对于陆长生来说也是一个新的考验。这苍茫山脉十分凶险，可以说遍地都是危机，不过也隐藏着诸多的资源，比如说一些天材地宝、灵石矿脉，甚至是强者传承。陆长生离开白云城，闯入苍茫山脉当中，在重重山林当中疾行。而与此同时，在山林深处有一座矿脉，临近矿脉有一座村庄倚靠。这村庄里居住的并不是村民，而是一些矿工以及监工等人。村庄当中一处住房内，秦河正在大口喘着粗气。秦河大师，发生什么事了？在他对面是一名监工，恭敬问道。没你的事儿，去给我盯紧了，有任何人靠近都立刻通知我。秦河吆喝道。这监工连连点头，退了出去。该死的陆长生，他怎么敢？他怎么能？我给他的丹药都是劣品淬体丹，狗都不吃，还有一枚废丹筑基丹，吃了会死人的，不可能是因为我让他成为武者的，绝对不可能。秦河念叨着，率先排除掉了正确答案。毕竟他做梦都不可能想到，陆长生拥有炼仙鼎，可以把劣品丹药和废丹变成上品丹药乃至极品丹药。这种事情如果传出去，整个灵域大陆都会震动。轰！陆长生迈出一步，身形画出残影来，出现在一只妖兽的身后。他飞起一脚，直接把这只妖兽给拦腰踢断。2品妖兽火纹豹，相当于人类的武者近10力。陆长生摇了摇头，走到妖兽尸体面前。妖兽的等级从低到高分为1到10品，对应人类武者10重大境界。这只火纹豹的实力在陆长生看来和陆阳差不多，弱得可怜。他迈步来到这只火纹豹的尸体旁边，伸出手掌，哗！顿时在他丹田当中的炼仙鼎涌动出一股狂猛的吸力来。只见这火纹豹的尸体上竟是有着一丝丝凝练的红色血迹，被吸纳进入炼仙鼎之内。隐约之间，陆长生再次听到那远古般的咆哮声。此时距离陆长生进入苍茫山脉已经过去了足足半个月的时间。在这半个月当中，他一路前行，虽然没有遇到秦河，但却斩杀了大量的妖兽，并且还收集了不少的药材，可以用于炼丹。这个过程中，他意外发现炼仙鼎可以吸收这些妖兽的精血。陆长生怀疑这和他突破极境时候看到的巨猿有关。陆郎，你这是在哪里？你突破成为武者了吗？不对，这难道是极境？也就在这时，陆长生突然听到了紫月女帝温柔的声音。紫月女帝，你苏醒了。陆长生一阵惊喜。他现在虽然掌握炼仙鼎，觉醒了混沌仙魔体，但毕竟出身白云城这种小地方，没什么见识，尤其是很多关于炼仙鼎的事情都需要请教3位女帝。你我已经有了夫妻之实，以后叫我紫月就好。听到紫月女帝的话，陆长生仿佛又想起了当初炼仙鼎内荒唐的事情。紫月，我有很多疑问。陆长生把这段时间的事情全都说了一遍。竟然真有极境。紫月女帝十分惊讶。你看到的巨猿是太古魔猿，那神秘身影应该是炼仙鼎的初代掌控者，名为混沌。传说混沌将各种太古仙魔的力量熔炼在了这炼仙鼎内，可供后来者继承太古仙魔之力。陆长生虽然早有猜测，但心中还是狠狠震动了一下。太古魔猿给他留下的印象无比深刻，虽然被混沌秒杀，但那不是他弱，而是混沌太强。呼吸间，星辰生灭。紫月，我该怎么做？继续猎杀妖兽吗？陆长生急忙问道。陆郎别急，你想要激活这只太古魔猿的力量，就需要不断收集太古仙魔的血脉。妖兽精血、特殊体质拥有者、魔族等特殊种族都是原材料。你收集到的太古仙魔血脉越多，所能得到的太古魔猿之力也就越强，直至最后彻底重现这只魔猿生前的巅峰。紫月女帝耐心讲解着。
你也可以意识进入炼仙鼎当中查看进度，而且我还在炼仙鼎内给你构筑出一处修炼武学之地。”紫月女帝话还没说完就没了动静，还能查看进度？修炼武学之地，难道有紫月留下的武学？陆长生心念一动，迫不及待勾连丹田之中的炼仙鼎。下一刻，他的意识再一次来到那混沌古老的神秘空间内，大量的混沌气流散开，显露出一副巨大的躯体，仿佛可顶天立地，傲立在星海之中。赫然便是那只上古魔猿。只不过陆长生看到这只上古魔猿身形十分虚幻，几乎呈现出透明的色彩，仅仅右手的一根小手指不太一样，有一个指尖略微凝实一些。这进度也太慢了吧！陆长生啧舌不已。看来想要重现这太古魔猿的辉煌，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不过这也给了他巨大的动力。别的不说，如果能杀死柳如烟，夺回自己的盖世霸体，以霸体的强度，起码可以凝聚出魔猿的一只手掌吧。陆长生继续迈步，走入仿佛无边的混沌当中，冥冥之中仿佛有一股指引在引导着他，那是紫月女帝的气息。正如同紫月女帝所说，二人之间已经有了夫妻之实，这也导致他们彼此生出一股奇妙的感应来。不多时，前方豁然开朗，竟是出现了一大片的碑林，道道黑色石碑拔地而起，场面蔚为壮观。而在每一道石碑之上，居然都铭刻着大量的文字。陆郎，这是我精挑细选出来的武学，由浅入深，你可挑选自己喜欢的修炼。每一部武学都富有我的心得，以你的资质，应该可以很快掌握。紫月，这嫁妆我喜欢。陆长生眼前一亮，看向第一道石碑之上铭刻的武学，这也是所有武学当中级别最低的一门。五品武学魔猿撼地拳，此拳法乃是一名武王境强者偶然观摩到一只上古魔猿战斗的影像之后，心有所悟创造而出。用紫月女帝的话来说，仅仅只有一丝魔猿神韵，所以别看名字霸气，但却屈居五品。可对于陆长生来说，五品武学已经是传说之中的武学了。在这一道石碑之上，不仅有图形刻画，还有文字注解，非常详尽。陆长生眼神火热，立刻开始修行起来。混沌空间内，陆长生彻底沉浸在魔猿撼地拳的修炼当中。他站在石碑前方，不断挥拳练习。不对，这里错了，原来如此，是发力的技巧有问题。不愧是五品武学，以我在武学之上的天赋，现在才算是入门而已。随着不断的修行，陆长生心中愈发惊喜。曾经他修炼鸿剑拳法，一天一夜的时间就达到大成境。当时陆鸿剑惊为天人，说陆长生有武王之姿，但陆长生却觉得那拳法太简单了，并且似乎还有很多地方都有错误，施展起来有些放不开手脚，只是他没好意思说出来而已。而现在的魔猿撼的拳却给陆长生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这才是拳法，这才是武学啊！紫月用心了，这拳法明显是为了配合那一道上古魔猿之力，而特地为我挑选的。各种注解也都事无巨细，帮助我尽快入门。陆长生抬眼，目光越过碑林，看向前方的混沌。他知道三位女帝就沉睡在这空间的最深处，只有偶尔才能醒来。陆长生没有选择过去打扰，而是心念一动，离开了这里。现在去了也没用，什么忙都帮不上，只有尽快修炼，提升境界才是正道。接下来的日子里，陆长生白天赶路，猎杀妖兽，收集药材，晚上则是进入炼仙鼎内修炼武学。转眼之间又是半个月的时间过去，药材只差一种就可以开始炼制筑基丹，尝试突破到武者境。魔猿撼地拳也已经达到了小成境，进度喜人，这也让陆长生非常满意。唯有那魔猿的虚影，他仅仅凝聚出一个小指肚来，相当缓慢。但这件事本就难度极大，急不得。夜色如水，陆长生坐在一处篝火旁，正欲继续修炼武学，却突然听到一阵脚步声传来。都给我走快点，谁敢掉队，当心我抽你！嘿嘿，你们有福了，能为我道元圣学府本事，这可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机会。除了脚步声之外，陆长生还听到了一些话语声，他顿时心中一凛。道元圣学府，整个东域排名第一的圣学府，无边强大，同时也是柳如烟和秦天命进修的学府。算算时间，这一对狗男女现在应该已经进入了道元圣学府当中。本来以陆长生的速度，如果不是需要猎杀妖兽、收集药材，他现在也已经抵达天玄生学府了。萧哥，那边有火光，哈哈，肯定又是一个侏罗。这时候，一道轻蔑的声音响起，紧接着已经有一道身影冲了过来，出现在了陆长生的面前。淬体境九重天，不错啊，小子，你是哪家学府的？此人张头鼠目，穿着一套道元圣学府的衣袍，盯着陆长生问道。他看不出陆长生的淬体极境，只当是九重天。阿超，不用问了，
他身上没有任何学府的标识，直接抓住他。就算他是某个学府的学员又能如何？此番探索古洞府机会难得，我不容许出现任何差错，明白了吗？一名马脸青年走了过来，目光阴冷说道。古洞府。陆长生心中一喜，这算是苍茫山脉当中的顶尖机缘。古洞府顾名思义就是古代强者的洞府，因为岁月变迁，沧海桑田而被埋葬到了地下。那里面通常可以找到许多的资源、宝物，甚至是古代强者留下的传承。在很多传说故事当中，都是有人进入了古洞府，机缘加深，成就强者。陆长生目光看去，心中有数，在场就只有2名道元圣学府的学员，一个獐头鼠目的阿超，修为在武者近2重天，一个马脸青年萧哥，修为在武者近6重天。除此之外，还有一群俘虏，他们衣衫破烂，面容憔悴，每个人的手都被一种藤条束缚住，眼神当中写满了恐惧。陆长生发现，居然还都是熟面孔呢，正是他灭掉陆家当天前来观看他和陆阳生死战的那些人。他们逃入苍茫山脉，没想到居然被道元圣学府的人抓住。道元圣学府的人抓你们做什么？陆长生好整以暇问道。是你，陆长生。陆长生快杀了他们，救救我们，大家都是白云城的。这几人连连惊呼，还有人求救。秦河跑到哪里去了？你们知道吗？陆长生问道。秦河秦大师也跑了吗？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陆长生，这些道元圣学府的人想利用我们进入古洞府探路送死，求求你出手，我认识你爹，还跟你爹喝过酒呢。他们继续喊叫着。陆长生，白云城，什么无名小卒，你们指望一个淬体进来救命，真是可笑。李超冷笑起来，完全没有把陆长生放在眼里。等等，这个名字我似乎有些印象，我想起来了，是霸体，天下间特殊体质排名第18的盖世霸体。刘潇惊呼一声，看向陆长生。我师尊曾经还想将这名霸体收为弟子，但后来据说霸体已经收下了天玄令，要加入天玄圣学府，所以作罢。前些时日传来消息，说霸体想染指柳如烟，被天命少爷废掉了。刘潇知道的还真是不少。哼，道元圣学府的学员也这么推崇柳如烟和秦天命这2个畜生吗？听到这2个名字，陆长生冷笑起来。你已经被废了，还敢如此猖狂？如烟小姐是天尊转世，天命少爷更是天命之人，你只能是他们的垫脚石而已。阿超，把他捆起来带回学府。刘潇冷声说着，下令让李超出手。李超从储物袋内取出一根藤条绳索，欲要捆缚陆长生。老实点，别逼我动手。李超对陆长生呼喝道。陆长生抬起一只手，李超顺势要把绳索缠绕上去，还挺配合的，哈哈哈。啪！下一刻，陆长生随意一掌扇在了李超的脸上，随着一声清脆的爆响，李超半张脸直接被打烂，他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当场气绝。什么？看到这一幕，刘潇大惊失色。一个淬体境秒杀了一名武者近2重天，如果是霸体，那没有任何问题，反而非常合理。可霸体不是被废了吗？难道传闻是假的？此刻刘潇来不及多想，就看到陆长生已经挥拳而来，拳风呼啸之间，竟然仿佛有一头暴躁的魔猿在狂吼，恐怖的凶威让他肝胆俱颤。这是什么武学？刘潇只感觉仿佛有一头来自远古的狂躁凶兽正在对着自己嘶吼。砰！还不等他做出任何反应，陆长生就已经欺身而进，一拳袭来。关键时刻，刘潇赶紧双臂交错进行抵挡，但随着一声爆响，恐怖的痛楚瞬间席卷全身，刘潇的身形倒飞出去，直接撞断了一株大树。他双臂尽断，张口喷血，神情惊骇欲绝。这不可能！一个淬体境仅仅一拳就打断了自己双臂，将自己打成重伤。陆长生，你不能杀我！我大哥刘承玉是特殊体质，他的师尊更是半步武皇境的超级强者，你杀了我，他不会放过你的。刘潇像是一条死狗般趴在地上，开口对陆长生喊道。特殊体质。陆长生迈步走到刘潇面前，居高临下俯瞰着这位道元圣学府的天骄。对，他拥有天下间特殊体质排名第93的焚炎体，在灵域大陆榜上有名的特殊体质共有100种，而这个焚炎体仅仅排名93，是垫底的层次。没听说过。相比于这个狗屁焚炎体，我对古洞府更感兴趣。陆长生弯腰在刘潇面前蹲下，摘走他腰间储物袋。不愧是道元圣学府的天骄，好东西还不少。运灵花，终于找到你了。陆长生的手中出现了一只奇异的花朵，花朵呈现出纯洁的白色，在花瓣当中蕴含着浓郁的灵气波动，这正是他想要炼制筑基丹所缺少的最后一味药材。有了这运灵花，
陆长生就可以炼制筑基丹，突破武者境。而除了这运灵花之外，还有一些疗伤丹药、恢复灵气的丹药，以及武者境修炼所需要用到的聚灵丹和不少灵石。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一幅古老斑驳的地图，这赫然就是古洞府的地图。在这张地图上，刘潇还做出了一道道标记，方便判断方位。他们此时所在的位置距离古洞府已然不远。对于这个古洞府，你还知道多少？陆长生问道。刘潇闭着嘴不说话。见状，陆长生皱起眉头，欲要挥拳。我说，这古洞府地图是我在道元圣学府兑换到的，后续我又查阅了诸多资料，我怀疑这应该是一位武将境强者留下的洞府，其中有一处机缘名为万兽血池，是他熔炼上万只妖兽精血而成，进入血池浸泡，可脱胎换骨。刘潇怕了，急忙开口喊道：真是天助我也，刘潇，你帮了我的大忙。陆长生忍不住笑了起来，这可真是瞌睡来了就有人送枕头。他正愁没有足够的妖兽精血来凝练魔元之力，刘潇就把一个蕴藏着万兽血池的古洞府给送到了他的面前。那你就快去古洞府吧，迟则生变，万一有别人发现了古洞府怎么办？刘潇赶紧催促陆长生离开，是应该快些赶过去，但是你的恩情我也不能不报啊。陆长生冷笑了一声，然后挥动拳头。你不能杀我，不能杀我啊！刘潇发出一声惊呼，但却戛然而止。陆长生一拳就打爆了他的头颅，而后那几名俘虏他也没有放过，而是全都杀了个干净。否则的话，这些人一旦逃跑，扭头就会把他杀死到元圣学府天骄的事情给泄露出去。哪怕他们苦苦哀求，但陆长生却没有半分心慈手软。简单处理了一下尸体，陆长生决定开始炼丹，炼制出筑基丹，尽快突破武者境，得到红莲留下的炼药传承。我还没有开始炼丹呢，不知道我第一次炼丹能够炼制出何等品级的丹药。陆长生挥手从储物袋内取出一个药鼎，这一尊药鼎是多年以前一位云游到白云城的炼药师赠予，他说这尊药鼎足够3品以下炼药师使用。当时他看中陆长生的天资，认为陆长生在炼药一道上很有天赋，想要收徒将陆长生带走。可陆长生执意要留在陆家，他只好离去。这么多年过去，这尊药鼎终于派上了用场。药鼎面前，陆长生盘膝而坐，取出一株株的药材，然后双掌向前平推，心念一动之间，他的眼瞳当中闪过一道红莲光影，炙热的火焰涌荡而出，灌注到药鼎之内。只见陆长生的动作如同行云流水一般，那鼎中的红色火焰仿佛化作了一只只的手掌，抓住药材投入鼎中。好快的速度！陆长生心中惊讶不已。他发现在这红莲业火的焚烧之下，每一株的药材内蕴含的药力都在顷刻间被炼化出来，虽然还未成丹，但一股浓郁的药香已经飘散开来。陆长生压住心头的激动，双臂舞动之间，打出一套套的手法，操纵鼎中的火焰。最终，只见那鼎中的红莲业火居然凝聚成一朵红莲的模样，所有的药力尽数汇聚到了红莲的莲心之处，随着红莲的旋转，快速凝聚融合。药鼎内部，一道道白色的气流不断流淌着，最终竟是凝聚在了丹药的表面，形成一道道云纹。云纹，极品丹药。陆长生惊喜无比，没想到自己第一次炼丹就能炼制出极品丹药来。但这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罢了。他变换手势，红莲旋转的速度下降，而后双手拍击向药鼎，一枚浑圆的丹药飞出，被他一把捞在了手里。嗡！丹田当中，炼仙鼎发出嗡鸣，一股奇异的伟力再度释放而出，灌注到丹药当中。一瞬间，陆长生感觉到手中的丹药变得非常沉重，小小一枚丹药竟仿佛有1000钧之重，重若千钧，地品丹药。随着炼仙鼎的加持，这枚丹药居然超越了极品的层次，达到了传说中的地品。浓郁到化不开的丹香宛若实质，疯狂流淌开来，天地间也都生出异象来。夜空当中有一枚丹药的光影显化流转，神异非常。在传说当中，地品丹药成型会引发天地异象，而天品的丹药则是会引来天劫。地品筑基丹，吃下这枚筑基丹，我必然可以突破成为武者。陆长生眼神炙热，没有任何的迟疑，直接吞下这枚刚刚出炉的筑基丹。轰！丹药入口即化，恐怖的药力瞬间爆发开来，流遍全身。陆长生盘膝而坐，紧闭双眼，运转混沌仙魔诀，开始冲关。一夜时间悄然而过。当天色将明之时，东方既白，陆长生的体内爆发出一阵阵的爆响之声，有一股强悍的气浪以他的身体为中心，向着四面八方冲击开来，激起大量的烟尘。下一刻，陆长生睁开眼睛，吐出一口浊气，他眼神欣喜不已，握紧了双拳，感受着体内那澎湃到无处宣泄的力量。
武者境，一重天，终于又重新回到了武者境。我在淬体极境的时候就可以做到武者境无敌，如今正式突破成为武者，就算是遇到武师境也能战上一场。陆长生取出地图，按照地图的指引迈步而去。接下来只需要赶往古洞府所在，得到那古洞府当中的万寿血池，就可以赶赴天玄圣学府参加新生分院考核。而也就在陆长生离开之后不久，这里突然出现了一道身影，观察着四周围的情况。就是这里了，地品丹药便是在这里诞生。究竟是何人炼制出地品丹药？他开口，不知道在跟谁对话。万金老爷，丹香已经散去，应该是3品以下的丹药。在他身后的阴影当中，突然有一道声音响起，此人正是秦天命的父亲秦万金，一名武者境5重天的强者。而与他对话的则是一位影子。在天龙宝行内，每一个分部当中都会有一名影子坐镇，除了这一处分部的负责人，谁都无法见到这位影子。这一次，秦万金与影子2人负责护送柳如烟和秦天命去到元圣学府报道。将人送到之后，他们就赶回白云城。而在半路之上，却发现有人炼制出地品丹药，所以过来查看一番。哪怕是3品以下的丹药，但那也是货真价实的地品丹药。正好我早就看那个秦河不顺眼了，仗着他是白云城唯一的2品炼药师，作威作福。如果能够请到此人，我就可以赶走秦河。秦万金见猎欣喜，竟是想要招揽陆长生加入天龙宝行。万金老爷，随着天命少爷崛起，你迟早可以离开白云城，到时候就算是想要进入天龙宝行总部，也都不是难事。影子开口，阴恻恻说道：我儿乃是天命之人，进入天龙宝行总不算什么，他早晚可以站在这片大陆的巅峰。提起秦天命，秦万金大笑起来，心中畅快不已。走，顺着足迹过去看看。秦万金迈步顺着陆长生离开的方向而去，他是真的想要招揽这位炼药师，好生培养起来。虽说这位炼药师现如今只是炼制出3品以下的地品丹药，但如果他砸出大量资源，假以时日，必然可以成就高品炼药师，炼制出更加高级的丹药，到时候也可以炼制出丹药供给秦天命使用，这才是秦万金真正的目的。而陆长生此时还不知道，秦天命的父亲竟然想招揽他来给秦天命炼丹。他在丛林当中穿行，越来越靠近古洞府的所在。这古洞府定然有凶险，必须小心为上。陆长生已经来到了一处隐蔽的山洞入口处，按照地图的指引，这里便是古洞府的入口了，竟是藏在了一处崖壁之上，并且还被大量的植物藤蔓覆盖住，如果不是有地图的话，根本就找不到。陆长生走入山洞，一股古老的气息扑面而来。起初这山洞十分狭窄，仅仅能容一人通过。陆长生向前走了几十步之后，这才豁然开朗。但随之而来的则是一股重压之力，仿佛凭空出现，应该是阵法之力。陆长生继续迈步前进，压力越来越重，但还在他的承受范围之内。这是古代强者的洞府，岂能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哪怕洞府的主人早已死去，但洞府当中往往会留下诸多的机关陷阱，以免死后受到打扰。吼！也就在陆长生进入洞府深处的时候，突然有兽吼之声传开。这里竟然有妖兽生存至今吗？陆长生警觉起来，体内灵气涌动，随时准备出手。当修为达到了武者境之后，在武者的丹田当中便是可以容纳天地灵气，举手投足之间都有灵气的加持，力量更加强大。啪嗒！下一刻，一只灰色的猛虎出现在了陆长生的面前，身上散发出一股浓郁的死气来，绝非活物，是兽魁，有出入武师境的实力。在这世间有一些特殊的手段，可以将妖兽炼制成为兽魁，具备生前一定的实力，可用于战斗、守护洞府等等。据说还有一些邪法，可以将活人炼制成傀儡，十分凶残。看向面前的灰色猛虎兽魁，陆长生心中战意勃发。突破武者境之后，正想着检验一下目前的战力。嗷吼！兽魁发出咆哮声，一股凶威扑面而来。但对于陆长生来说，他却毫无波动。虽然说这兽魁生前应该是一只3品乃至4品的妖兽，但他可是见识过上古魔猿凶威的，二者相比宛若云泥。轰！下一刻，陆长生直接出拳砸向猛虎头颅。唰！这猛虎兽魁非常敏捷，直接跃起，不仅避开了陆长生的攻击，同时还飞扑了过来。的确很强，足以碾压秒杀那到元圣学府的刘萧了。如果刘萧来到这里，必然会死在兽魁的利爪之下。但陆长生丝毫不慌，体内灵气鼓荡之间施展出小成镜魔元汉的拳，拳风呼啸不止，凶煞的气息瞬间压制住猛虎兽魁。砰！陆长生一拳击中兽魁腹部，将其打飞出去，撞在岩壁之上，体内的骨头都断了不少。这兽魁虽然具备武师境实力，但终究没了灵智，只是行尸走肉。
不如真正的武士境。陆长生摇摇头，见那兽魁还想挣扎爬起，他飞起一脚踢爆兽魁头颅，帮助他解脱。而在干掉了这只兽魁之后，陆长生继续前行，一路畅通无阻。前方出现了一处被掏空的山腹，在这里赫然有一方血池正在咕噜噜冒泡，散发出浓烈的血腥气。血池的前方则是有着一道枯骨身影盘坐，这应该就是那位古代强者万寿战将了。武将境的强者。陆长生迈步向前，对着枯骨行了一礼。晚辈陆长生机缘巧合之下来到此地，多谢前辈留下这万寿血池，遗泽后人。他迫不及待想要进入血池当中吸纳妖兽精血，甚至能够感受到那炼仙顶内的巨大魔元虚影都已经蠢蠢欲动。但也就在这时，陆长生却突然看到这万寿战将的枯骨手指竟是以一个隐晦的角度指向岩洞的顶部，那里有什么东西藏着。这万寿战将的枯骨所指十分隐蔽，如果不是靠近前来弯腰行礼，是绝对无法看到的。想到这里，陆长生笑了起来，看来这万寿战将还是留了一手，恐怕这万寿血池都并非他真正留下的馈赠，只有真正心诚对他抱有感激之心，才可以得到他真正的遗泽。陆长生抬起头来，看向那枯骨手指之处，他敏锐发现那里的岩壁有些突兀，绝对是藏着什么东西，高度并不算高，找些东西垫脚就可以拿到。陆长生在这山洞之中开始搬运石块，据说当武者达到了武王境的时候就可以飞行，就不需要这么的麻烦。武王境，我需要在3年之内达到武王境才行。我与3位女帝已经有了夫妻之实，她们都是我的女人，我不帮忙谁帮忙？陆长生义正辞严想到。接下来他站在一处石堆之上，伸手触摸到了岩洞的顶部，咔嗒一声脆响传开，在山洞内回荡。陆长生竟是直接摘下了一块石头握在手中，他细细查看，发现这石头内部是空的，可以打开。开启之后，里面有一副卷轴以及半块玉佩。小辈，你既诚心拜我，我便赐予真正馈赠。这卷轴乃是我毕生修行心得，并且还记载着一门炼制兽魁的秘法。玉佩则是疑似与一位武皇境强者留下的宝库有关。我也正是因为这玉佩招来杀身之祸，被仇家重创之后逃到此地。武道之路布满枯骨，这是一条登天之路，亦是埋葬了无数天骄。陆长生收好这2样东西，感慨不已。万寿战将说的没错，而他陆长生则是要埋葬无数天骄，踏上这条路的顶点。万寿战将的毕生修行心得可以简单参考一下，不过现在还是先吸收万寿血池。陆长生迈步走向万寿血池，他心中期待不已。这一次吸干万寿血池内的妖兽精血，能够让太古魔元的虚影释放出多少力量呢？竟然是一处古洞府，这里还有一只死去的兽魁，快走，这洞府内很可能藏有炼制兽魁之法。秦万金兴奋的声音不断靠近，陆长生听到之后觉得有些耳熟，他回过身看向来人，秦万金。一瞬间，陆长生眼中爆发出金芒来，脸上也露出了笑容。真是太好了。陆长生看到陆长生，秦万金还以为自己看错了，他是一路追着那位炼制出地品丹药的炼药师而来，怎么会遇到陆长生？秦万金立刻四下看去，想要寻找那位炼药师，但这里只有陆长生一人。那么答案已经呼之欲出，陆长生，是你炼制出地品丹药，而且你还成为了武者，这怎么可能？你分明已经被天命给废掉了，你的霸体被如烟夺走，丹田也被打碎，不可能重新修炼，这绝对不可能。秦万金发出惊呼，心中涌出巨大的疑惑。哈哈哈哈！秦万金，我已经杀了邹兰香，现在再把你给杀了，将人头送给柳如烟和秦天命。陆长生说着，体内灵气暴涌，已经直接冲了过来，直取秦万金，杀意凛然。一瞬间，秦万金心中泛起惊涛骇浪。陆长生已经杀了邹兰香，他临走之前特地叮嘱过秦河，要照顾好邹兰香，绝对不容有失。这该死的秦河，就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吗？老爷小心，此子有古怪，你先离开这里，如果一炷香之后我还没有出来，你就赶紧逃命。唰的一声，在秦万金的影子里居然走出来一道黑色的人影，挡在秦万金面前。秦万金二话不说，扭头就跑。对于影子，他是无条件信任的，因为天龙宝行的规矩如此，影子与他性命相连，如果他死了，影子也活不成，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影子毫无保留保护主人。什么鬼东西？陆长生皱起眉头，这道黑影赫然是有着武士境2重天的实力。小子，虽然不知道你是如何做到这一步的，但只需要抓住你，就能得到你身上的秘密。而且我感觉你会是成为影子的上好人选，这可是加入天龙宝行的机会，无数人梦寐以求啊！
所以你还是乖乖束手就擒，免得皮肉之苦。影子开口，声音阴冷无比。区区武士进二重天，也敢大言不惭。陆长生二话不说，直接挥拳砸了过来。可笑！影子怒笑起来，一名武者竟敢瞧不起武师，反天了！要知道，在整个白云城当中，这位影子也都是独一无二的武师境强者。一瞬间，二人狠狠对撞在了一起，出拳对轰砰砰砰。这山洞内不断回荡起激烈的爆鸣声，拳拳到肉。陆长生终于有了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这是一个合适的对手，与他旗鼓相当。怎么可能？影子发出惊呼，不敢相信，一名武者进一重天，居然与他不相上下，甚至他隐隐被压制，因为对手的拳势太过凶悍，仿佛化身成了一头狂躁的凶兽。哈哈哈，再来！陆长生大笑，再度挥拳，小成劲的魔元汉的拳疯狂出击。这是什么武学？影子越打越是心惊，甚至已经开始节节败退。他感觉全身都在疼痛，每一次与陆长生对碰都会受伤，可陆长生却面不改色。下一刻，影子毫不犹豫，转身就想要逃跑。但也就在这时，陆长生的身形居然在这山洞内跃起，紧接着凌空挥拳砸落而下。顷刻间，影子仿佛看到了一尊来自太古的魔猿，挥动着巨拳，欲要撼动大地。轰！随着一声爆响炸裂开来，整个山洞都在不断的摇晃，有碎石簌簌落下。陆长生的拳头狠狠击打在了影子的头颅之上，直接将其头颅打爆。我现如今已经可以正面作战，击杀武师进二重天。混沌仙魔体太强大，甚至超越了那些专修炼体的武者，并且这门五品武学也功不可没。陆长生吐出一口浊气，没有去管影子的尸体，他回过身，快步走向万寿血池。影子说的是一炷香时间，现在才过去半炷香而已，所以陆长生想要先把血池内的妖兽精血给吸纳干净，再去追击秦万金不迟。他直接跃入血池当中，盘膝坐下，根本不需要他去做任何事情。丹田当中炼仙鼎已经爆发出恐怖的吸力，在这血池内制造出一个漩涡来，疯狂吸收着妖兽精血的力量，灌注到魔元虚影当中。陆长生再一次听到了魔元的咆哮声，仿佛可以撼天动地。万兽血池当中，妖兽精血正在快速减少，水平线在不断下降，恐怖的吸力将所有的妖兽精血全部吞噬掉，丝毫不剩。这血池很快就空了，干干净净。陆长生的意识进入炼仙鼎内，查看魔元虚影的进步。只见无边的混沌当中，那巨大的魔元虚影已经有一根完整的小手指彻底的凝实。一根手指，现在的我再去对付那个影子，应该可以做到一击秒杀。陆长生能够感受到那股磅礴的凶威之力呼之欲出，他心中喜悦，退出了炼仙鼎，快步走出这个古洞府。据说有人曾经被困在五黄境强者留下的洞府内10多年，还有传闻称有5圣境强者的洞府，其中自成一个世界。相比之下，这位万兽战将的洞府规模就要小得多，但对于现如今的陆长生来说，却帮了不小的忙。陆长生一路疾驰追杀秦万金，可是在山洞外部，他却并未发现秦万金的踪迹，因为他不知道的是，秦万金与影子之间性命相连。秦万金死了，影子也得死，影子死了，秦万金则是立刻就会有感知。所以在陆长生杀死影子的时候，秦万金就知道大事不妙，立刻开始逃亡。此地距离白云城比较远，但距离道元圣学府比较近。秦万金第一时间向着道元圣学府的方向逃去，而此时的秦万金则是如同一条丧家之犬般，心中充满了惊惶恐惧。陆长生不仅重新开始修炼，成为了武者境，还能杀死影子。这才过去多久，影子就死了，并且他还能炼制出传说中的地品丹药。秦万金想不通这是为什么，但他明白绝对不能让陆长生追上来。要说在这世上，陆长生最为仇恨的是谁？那当然就是柳如烟和秦天命。现在柳如烟的母亲邹兰香都已经被陆长生杀死，下一个就是他秦万金。陆长生可是说了的，要把他的头颅送给秦天命，只要逃到道元圣学府，我就能活下来。天命出手，陆长生必死无疑，更何况天命背后还有整个道元圣学府撑腰。秦万金回头看了一眼，并未看到陆长生，稍微松了一口气。3天之后，茂密的山林当中，陆长生一路前行，跑得还挺快。他冷笑一声，继续迈步前进。其实他早就可以追上秦万金，但他并没有这么做，因为时机未到。而此时，随着陆长生翻过一座山头，看到了远处出现的巨大建筑群之后，他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只见前方那磅礴大气的建筑群依靠群山而建，绵延不绝之间，就仿佛是云雾之上的天宫一般。即便隔着遥远的距离，依然有一股强大的震撼力扑面而来。那便是道元圣学府。
整个东域最为顶尖的学府，而前方则是有着一道身影，快步疾驰。终于要到了，该死的陆长生，待我天命出手，你必死无疑。秦万金咬牙切齿，看向前方的道元圣学府，他能够感觉到，在这3天的时间里，陆长生就一直跟在他的身后，随时都可能会追上来。他这一生都从未受过如此屈辱，等抓住了陆长生，绝对不能让他轻易死去，不仅要拷问出他身上所有的秘密，并且还要狠狠的折磨，让他后悔出生。秦万金，受手吧！也就在此时，陆长生陡然加快速度，身形宛若离弦之箭，从山巅俯冲而下，转瞬间便是已经来到了秦万金的背后。什么？秦万金回过头来，正看到陆长生出拳。吼！在他耳畔仿佛有魔猿爆吼，恐怖的力量炸开，疯狂倾泻。只听一声爆响，秦万金大口喷血，上半截身体直接飞了起来。他在空中看到自己的下半身正在飙血。陆长生这一拳轰击在他腰间，竟然将他整个人直接拦腰打断。你难道真以为你能逃到道元圣学府？陆长生冷笑，割下秦万金的头颅拎在手中。秦万金面色惊恐，瞪大了双眼，死不瞑目。随后陆长生将秦万金的人头与邹兰香的人头装在了一个木箱子里，放在一个储物袋中。他继续向着道元圣学府的方向而去。10天之后，道元圣学府之内，一处雕梁画栋的楼阁当中，灵气浓郁化作白雾涌动，环绕在一对男女的周身。这一对男女正是秦天命与柳如烟。楼外正有一名道元圣学府的学员手持一个储物袋求见。原来是程昱师兄，快请进。秦天命起身迎接，将刘程昱迎入楼阁当中，让侍女泡茶待客。天命师弟，前2日我外出完成任务，意外遇到一位少年，说是你在白云城的老乡，他托我送一些土特产给你，就在这储物袋当中，我并未打开。刘程昱说着，将手中的储物袋递给了秦天命。说来也巧，陆长生遇到的道元圣学府学员正是刘萧的大哥刘程昱，拥有天下间特殊体质排名第93的焚炎体。当时陆长生有一种冲动，那就是灭了这个刘程昱，用他的特殊体质当作养料来浇灌给魔元虚影。但想想还是算了，这里距离道元圣学府太近，不能冒险。老乡，土特产。秦天命接过储物袋，不知为何，心中突然生出一股不祥的预感。他从5岁起天命觉醒，骑鹤进入一处古圣洞府内，早已不在白云城，3个月前才回到白云城，顺手废了一个陆长生。他在白云城能有什么老乡？总不能是天龙宝型的秦河吧？可刘程昱都说了，那是一个少年。秦天命打开储物袋，发现里面是一个箱子，在箱子上面还有着斑斑血迹，更让他眉头紧锁起来。下一刻，秦天命打开了箱子，2颗大好人头映入眼帘。轰！短暂的沉默之后，一股恐怖的气势冲天而起，让这座华丽的楼阁都在颤动不止。天空之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映出一双布满猩红血丝的眼睛，杀意惊天。而后则是一声充满了怨毒的尖叫声，来自柳如烟。陆长生。与此同时，在一处山岭之上，陆长生也终于是看到了远处的天玄圣学府。只见这天玄圣学府竟是开山而建，硬生生在绵延不绝的山脉当中开辟出一座座的雄城来，气势恢宏，仿若与天相接。而在一座座雄城之内，赫然是有着一尊尊的塔楼拔地而起，有冲天之势。相比之下，那道元圣学府虽然贵为东域最强学府，可却是依山而建，在气势上就已经落了下乘。天玄圣学府终于到了。陆长生吐出一口浊气，身形如游龙赶赴天玄圣学府。道元圣学府之内，到处都在谈论秦天命与柳如烟。据说是发生了某件事情，让这2人暴怒，杀意狂飙。秦天命显露出一双天命圣瞳，映照虚空，那眼瞳当中的每一道血丝都具备恐怖的杀伐之力。柳如烟更显露出盖世霸体来，紫金色的血气冲天而起，盖世绝伦。而后这2人便离开了道元圣学府，杀入茫茫群山之中，谁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而当时唯一在场的刘程昱也讳莫如深，一个字都不肯透露。而此时的陆长生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是赶到了天玄圣学府的山门之外。站在此处，抬眼之间已经不见那雄城与塔楼，全都被云雾遮盖住，只有当一阵山风吹拂之时，隐约可见塔楼一角，就仿佛是天上宫阙一般。陆长生，这名字怎么有些耳熟？在这一处迎新点，有几名学长学姐负责。陆长生取出天玄令，报上姓名。我好像也曾听过。等等，我想起来了，这不是霸体的名字吗？一名学长发出惊呼，瞪大眼睛看着陆长生。没错，早些年据说出了一个盖世霸体，那可是天下间特殊体质排名第18，有盖世之资，还是素心院长亲自走了一趟，
给出天玄令，招揽了霸体。可前阵子我听闻霸体被废，消息是从到元圣学府传出，沸沸扬扬，不像是有假，可能是重名吧。世上总不能只有那位霸体才能起名陆长生吧？应该是巧合。好了，长生学弟，这天玄令上已经记录了你的信息，你滴血之后便可让天玄令正式认主。走吧，我带你去集合。说起来，你是最后一个到来的，只差一点就要错过新生考核。众人不断议论着，而后一名身材窈窕的学姐带着陆长生离去，步入前方的一道巨大青铜门内。陆长生并没有多说什么，他现在也的确不是霸体了，而是混沌仙魔体。哗！跟着这位学姐步入城内，瞬间便是有一股浓郁的灵气扑面而来，让人感觉像是泡在了温泉当中一般，舒适无比。陆长生深吸一口气，只感觉身心舒畅，甚至就连境界也都有些松动，隐隐间有一种要突破到武者境二重天的感觉。学弟，我叫许木子，你可以称呼我木子学姐。咱们天玄圣学府有天上白玉京，12楼5城之称，据说曾有仙人在此居住。5城代表5座分院，从1星到5星，分别代表着从武者境到武皇境的学员。许木子为陆长生介绍着。武皇境学员，多么小众的词汇。陆长生啧舌不已，不愧是东域顶尖的学府。要知道，别说武皇境了，就算是武皇境之下的武王境，其实也都已经具备了开宗立派的资格，而在天玄圣学府内却还只是学员而已，这就是底蕴啊。木子学姐，那12楼呢？陆长生问道。12楼其实是12个团体，你可以理解为学府内部的学员们成立的组织。对于新生来说，基本都只能进入1星院，并且能够加入12楼的也凤毛麟角，那需要极高的要求。目前最强的是摘星楼，然后是听雨楼、天荒楼，以及专注炼药的天药楼等等。除了好奇楼之外，都是让每一届的学员趋之若鹜。许木子为陆长生介绍着。为什么好奇楼不行？难道好奇楼最弱吗？陆长生有些疑惑。而许木子正要解答的时候，在陆长生的身旁却突然响起了一道柔美的嗓音。因为如今的好奇楼已经荒废了。陆长生心中一惊，他竟是没有发现自己身旁不知何时多出一道身影来。只见这是一名看不出年纪的女子，容貌生得极美，穿一身紫衣，那看向陆长生的目光中带着感慨、柔和以及几分幽怨，十分复杂。素心院长，许木子也发出一声惊呼，这让陆长生心中一动。刚才他听闻是素心院长亲自走了一趟，赠予霸体一枚天玄令，可他从未见过这位素心院长。木子你去吧，我带他过去。素心院长对许木子说道。许木子行了一礼，这才离去。同时他的心中生出一丝疑惑，素心院长居然亲自来带这个陆长生，难不成这个陆长生就是传说中的霸体陆长生？可霸体不是已经被废了吗？而这位学弟却分明具备着武者境的修为啊，搞不懂，难道真是巧合？陆长生长得和你爹真像。素心院长笑着对陆长生说道。你没有见过我，我却见过你，你的天玄令就是我亲手交给你爹的。他眼神中满是追忆。素心院长，您知不知道我爹去了哪里？陆长生急忙问道。这里面肯定是有故事的，或许这位素心院长能够知道父亲的去向。我哪里有资格知道呢？不过我倒是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你爹在好奇楼当中给你留下了线索，你想找到他，就必须在新生考核当中拿下第一，入主好奇楼。素心院长笑着对陆长生说道。陆长生还有很多话想问，但前方已经来到了一处广场之上。只见这广场磅礴恢宏，甚至给陆长生一种比整个白云城都要更加巨大的感觉。而在这广场之上，则是布满了一道道的青石擂台，整齐排列。去吧，这一届的新生考核采取的是擂台战的模式，昔日霸体自当盖压一试。我在3星院等你。素心院长说完这句话，迈出一步，身形竟是凭空消失在了陆长生的眼前，出现在了空中，脚踏一朵祥云而立，如同谪仙人。是素心院长，我的女神。素心院长太美了，好像仙女一般。我的目标是进入摘星楼，12楼中最强。新生前10可入2星院，新生第1可入3星院。我要一步踏入3星院，拜入素心院长门下。咱们这一届新生好像有不少武士境，更有人接近武将境，据说还有2名特殊体质拥有者。一道道的惊呼议论声如同山呼海啸一般响彻全场，大量的新生汇聚在此，还有数不尽的老生前来观战。下一刻，随着素心院长宣布新生考核正式开始，全场每一位新生的手中那一枚天玄令全都微微亮起。陆长生低头看去，发现自己的天玄令之上显现出一个数字来，6，这代表他的第一站在6号擂台。刷刷刷，紧接着一道道的身影争先恐后冲入场中，密密麻麻如同雨点，
落在一处处擂台之上。陆长生抬眼发现6号擂台之上，此刻已经站立着一名壮硕如铁塔般的少年，一双虎目环视，战意惊人。快看，6号擂台，那不是赵降龙吗？据说此子乃是天生的体修，有降龙伏虎之力，走肉身成圣之路。不知道是哪个倒霉蛋，第一回合就碰上了他，直接被淘汰掉。我听闻这一届天荒楼主4星院的池吞海学长已经点名要他。快看，9号擂台上的好像是个特殊体质。道道惊呼声当中，陆长生迈步走向6号擂台。那擂台之上的赵降龙看到陆长生之后，忍不住皱起了眉头。一看这细胳膊细腿，就知道不是个能打的。没意思，慢吞吞的，赶紧上来受我一拳。赵降龙开口，声音沉闷，一身肌肉如同金刚浇铸，在阳光的照耀下反射出幽幽的光芒。他握紧双拳在胸前对碰，竟是发出金铁交错的声音，极为惊人。而在看到陆长生登上6号擂台之后，有不少人甚至捂住了眼睛。武者境异重天，太弱，这家伙真是倒霉，第一轮就遇到了赵降龙。赵降龙可是有着前10之资，很多2星院的老生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再看看，说不定会有奇迹发生。不可能的，你难道还能指望这个家伙是个黑马？人群当中，许木子的目光也定格在了6号擂台上，他总感觉事情没那么简单，或许这一战未必就是赵降龙获胜。木子，你快看，19号擂台上的2个学弟都好帅啊！呀，106号擂台上的那个学妹真漂亮。你在看哪个擂台？6号擂台。在许木子的身旁是一位丹凤眼学姐，眉目含情。我可不喜欢体修，太糙了些。不过那个赵降龙对面的少年生的倒是好看，只可惜他注定要被淘汰掉了。丹凤眼学姐看向陆长生，眼神有些怜悯。那可不一定，许木子鬼使神差说道。而此刻在6号擂台之上，不用害怕，我会控制好力道，只是将你打飞出擂台，而不会伤你。赵降龙向前迈出一步，仿佛整个擂台都在颤动。闻言，陆长生笑了起来。我建议你用全力，要不然我怕你死了。听到陆长生的话，这赵降龙顿时怒目圆睁，全场也响起了一连串的嘘声。谁都没想到陆长生竟敢大放厥词，顿时就有大量的目光纷纷汇聚到了6号擂台之上。这少年究竟是嘴硬，还是真有把握？海哥，降龙遇到对手了。此时，在一座高耸的塔楼当中，正有几人盯着面前的光幕，这便是12楼当中的天荒楼。那为首的一名青年盘坐在地，体内隐隐响起潮汐之声，竟有吞海之势。他便是4星院的学员，武王境强者，当代天荒楼主持吞海，也是整个天玄圣学府当中最为强大的一名体修学员。要是降龙在第一轮被淘汰，他还能进天荒楼吗？我感觉他要输了，对手明显不简单。哈哈，你们几个在这里胡言乱语什么呢？降龙这小子的实力是海哥亲自检验过的，在这一届学员当中，不说夺魁，至少也是前10之资。人家都说了，让降龙用全力，要不然怕把他打死呢。嘿嘿，这小子待会被打下去之后，恐怕就要在天玄圣学府内丧失择偶权了。那可不一定，他实力可能不行，但长得确实细皮嫩肉，很多女孩子就好这一口啊。天荒楼当中，不少人都在嘲讽陆长生，把他说的话当作笑话来看。轰！也就在此时，赵降龙动了，刹那间，一股狂猛的力量自他全身涌荡而起，掀起烈烈风声，同时还有阵阵虎啸声传出。见状，陆长生眼中迸发出金芒来，他沉腰拧身出拳，与之对轰。丹田炼仙鼎内，那庞大的魔元虚影发出咆哮声，一股恐怖的伟力从那根已经凝实的小手指上涌荡而出，灌注到陆长生的拳锋之上。魔元撼地拳，魔元一指之力，这是陆长生第一次动用这股力量，他的心中无比期待。下一刻，两人的拳头狠狠对撞在一起，顿时有恐怖的气浪席卷开来，向着四面八方浮散开来，甚至波及到了相邻的几处擂台，险些把上面的人掀飞。咚！沉闷的撞击声如同擂鼓，响彻在每一个人的心头。紧接着，所有人就全都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只见擂台之上，陆长生依旧保持着出拳的姿态，纹丝不动，而他对面的赵降龙却是一瞬间面色惊骇欲绝。众目睽睽之下，他直接被打得倒飞了出去，人在半空吐出一口鲜血来，右臂的骨骼也都传出碎裂的声响，让人头皮发麻。他竟然被陆长生一拳打飞了出去，落地之后又在地上连续翻滚不止，根本就停不下来。全场一片哗然，人群当中，许木子瞪大了美眸，不可思议地看着擂台上那道少年身影。他就是霸体。许木子的心中笃定，此陆长生便是比陆长生，他就是传说中的霸体。什么霸体被废，那全都是经不起推敲的谣言罢了。
也只有霸体才可以一拳击败赵降龙，是真的很像啊。天际之上，肃心院长看到这一幕，眼神追忆，此人我天荒楼要了。天荒楼当中，池吞海豁然站起，眼神火热，看向光幕当中的陆长生。此时陆长生这才缓缓收拳，吐出一口浊气，走下擂台。他感觉这个赵降龙还是有些弱了，若非最后关头他及时收住力道，恐怕赵降龙的那条手臂就别想要了，会被生生打爆掉。原来他不是在说大话，他是谁，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啊。这一次前10的热门人选当中都没有他，这是一匹黑马，绝对有前10之资，甚至可以争夺前3。竟然也是一名体修，肉身之力比赵降龙更强，那池吞海估计脸都要笑歪了。他也不一定会加入天荒楼吧，我觉得摘星楼也可能要他。反正除了已经废弃的浩气楼，还有专攻炼药的天药楼，其他的10楼都可能对他抛出橄榄枝。全场一道道议论之声不断响起，一时间陆长生成为当之无愧的焦点。而直到现在，这些人都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没过多久，便是有着一则消息传出，此人名叫陆长生，乃是传说当中的盖世霸体。这消息自然是许木子说出来的，但他只是告诉了身旁的丹凤眼学姐孙小丹，没想到孙小丹转头就把消息给传了出去。顿时在陆长生的身上又多了一层光环。盖世霸体，那可是天下间排名第18的特殊体质，竟然是盖世霸体。据说霸体的血液都是紫金色，有帝王之相。可前阵子不是说霸体已经被废了吗？难道消息是假的？明显是假的，被废掉的霸体又怎么能有如此威力？这下有好戏看了，足足3名特殊体质角逐，鹿死谁手还未可知。另外2名特殊体质的新生，他们的特殊体质排名都在霸体之下，肯定不是对手。我感觉陆长生还是留守了，否则赵降龙会被废掉。今天的喧哗声当中，赵降龙已经被抬走治疗，有专门的导师负责治疗伤员，旁边还有几名天药楼的学员打下手，大量的丹药给灌进了赵降龙的嘴里，他的伤势稳固下来。而此时的陆长生则是在等待着下一场战斗的同时，也在观看着其他擂台上的战斗。他的目光落在了9号擂台之上。长生学弟，你没有生气吧？我不是故意把你霸体的消息传出去的。许木子凑了过来，没有，我不是霸体。陆长生摇摇头说道。闻言，许木子撇了撇嘴，还不承认。9号擂台上的特殊体质名为沈傲天，他拥有排名第32的特殊体质，细命圣瞳，能够克敌先机，预判对手的攻击。他为陆长生介绍道。原来如此，谢谢学姐解惑。陆长生恍然大悟，只见在9号擂台之上，这沈傲天一袭白衣，背负双手，不像是在打擂台，更像是闲庭信步。无论对手如何攻击，他都能提前避开。战斗到如今，对手用尽了全身解数，都没能沾到他的衣角。他早就可以击败对手，却一直在戏弄。沈傲天已经提前被摘星楼预定了，无论在新生考核当中取得什么样的名次，都可以加入摘星楼。长生学弟，你应该也会加入摘星楼吧？许木子语气羡慕说道。入我摘星楼，手可摘星辰。10年来，在12楼当中都是摘星楼占据首位，长生学弟肯定是要加入摘星楼的，到时候可别忘了你木子学姐哦。一旁的孙小丹调笑道。许木子闻言脸色一红，赶紧掐了孙小丹一下。而此时在9号擂台上，那沈傲天的对手已经认输。沈傲天面色傲然，依旧是背负双手走下擂台，同时他还向着陆长生这边看了一眼，两人目光对视，都从彼此眼中看到了浓浓的不喜。霸体不值一审。沈傲天对陆长生很不满，因为在他战斗的时候，陆长生一拳败敌，引发激烈的议论，抢了他的风头。本来他才是这一届学员当中最强的特殊体质拥有者，谁曾想竟然冒出来一个排名第18的霸体，压了他一头。但没关系，在之后的战斗当中狠狠羞辱他一番即可，到时候所有人都会知道，霸体在他沈傲天的面前照样不值一提。而陆长生则是非常厌恶沈傲天的战斗方式，明明早就可以击败对手，却一直在羞辱对方，不讲武德。木子学姐，另外一名特殊体质在哪个擂台？陆长生询问道。他自然是会对于特殊体质更感兴趣一些，在那里168号擂台。不过这一位的特殊体质仅仅排名81。许木子指向81号擂台说道。陆长生目光看去，发现81号擂台上的战斗竟是格外激烈，同样引发了大量的关注。其中一人手持双剑，赫然是一位剑修，而对面之人则是举手投足之间有圣象嘶鸣之声响起，在他的背后更是有着2道虚幻的光影显化而出。陈龙象拥有排名81的龙象体，这种体质虽然排名靠后，但一旦成长起来，
却极为可怖。据说曾有大成龙象体聚集九龙九象之力，威力强悍无匹。这位陈龙象现在仅仅凝聚2道象影。孙小丹抢着说道：“他难道生下来就觉醒了龙象体吗？否则为什么会叫做陈龙象这个名字？”陆长生问道：“那倒不是，他是10岁觉醒的，本来不叫这个名字，但觉醒龙象体之后就改名为陈龙象了。”许木子笑着说道：“很多特殊体质的拥有者都改过名字的。”原来如此。陆长生点点头，继续观看战斗。这陈龙象的特殊体质虽然还没有彻底养成，但2道象影也尤为强悍。不过他的对手也不简单。剑修向来主杀伐，攻势很猛，剑气纵横之前，陈龙象的1道象影都已经支离破碎。这剑修也来历不凡，名为萧万剑，他这个名字也是在修剑之后改的。他已经被听雨楼内定。许木子为陆长生介绍道：“剑修。”陆长生想起了琉璃女帝。3位女帝当中，紫月女帝精通各种武学，红莲女帝精通炼药，而琉璃女帝似乎则是一位剑修，是剑帝。因为陆长生回忆起来，当初双修的时候，在琉璃女帝眉心曾显化出1道淡淡的剑形印记。紫月和红莲教我武学和炼药，不知道琉璃什么时候教我练剑。陆长生心中想着。擂台上则是已经分出了胜负。一番缠斗过后，萧万剑斩灭1道象影，但却也力竭，含笑认负。这一场战斗打得酣畅淋漓，极为过瘾，观赏性也非常强，全场响起了大量的掌声。萧万剑虽然止步第1轮，但所有人都清楚他的实力有前10之资，并且他早已被听雨楼内定，所以虽说有些惋惜，倒也还可以接受。此时第1轮战斗已经彻底结束，接下来便是要开启第2轮，一轮轮打下去，直到决出前10。前10名都可以直接进入2星院，获得的资源和天玄币也都更多，直接赢在起跑线上。长生学弟，如果不是你境界有些低，我觉得你可以竞逐一下第1名，那可是能够直入3星院的，还可以加入12楼当中任意1楼。历代楼主或是最终能够进入5星院，以5黄进修为毕业离开学府的，基本全都是新生第1。许木子对陆长生说道：“天玄币是什么？”陆长生对于天玄圣学府的很多事情都一窍不通，但直觉告诉他，这个天玄币或许极为重要。天玄币可以说是一位学子在天玄圣学府当中最重要的东西，因为在天玄圣学府，几乎做任何事情都需要用到天玄币。许木子有些无奈，这位长生学弟对于天玄圣学府的事情还真是两眼一抹黑啊。我来说，长生学弟，平日里呢，大家可以通过完成任务、彼此赌斗等方式来获取天玄币。在天玄圣学府内购买修炼资源，去听某位导师的课，进入一些特定的地点修炼参悟等等，则都是需要用到天玄币。甚至就连想要居住在5城当中，也都是需要缴纳天玄币的。一旁孙小丹抢着给陆长生解答道：“原来如此。”陆长生点了点头，拿下新生第1，有1万天玄币的奖励。长生学弟加油！许木子握紧拳头为陆长生打气。而他不知道的是，哪怕不是为了天玄币，陆长生也要拿下新生第1。此时陆长生的手中那天玄令已经亮了起来，上面显现出一个新的数字9。他的下一场战斗在9号擂台。陆长生迈步走上9号擂台，但等了好久也都没有人登上这一道擂台。对手竟是弃权了，开玩笑，专修炼体的赵降龙都扛不住陆长生一拳，寻常人上去那就是找死，谁还敢应战？而在其他的一些擂台上也是有着同样的情况出现，比如那沈傲天所在的擂台上，对手同样弃权，不战而败，因为他很清楚与沈傲天作战最终只能是自取其辱。霸体，我天荒楼向你发出邀请。这时候一道魁梧的身影来到陆长生的身旁，开口说道。还不等陆长生回应，又是一人出现。霸体，入我摘星楼，手可摘星辰。摘星楼也派人过来邀请陆长生加入，任由是谁都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好苗子，必须要抢。除了专攻剑修的听雨楼和炼药的天药楼以及废弃的好奇楼之外，其他的9楼全都想要陆长生。这般待遇极其罕见，因为很多人都是早就被预定了的。比如说赵降龙，他的一位堂哥就在天荒楼当中，他还未曾进入天玄圣学府就已经是天荒楼的人。萧万剑更是上一任听雨楼主的儿子，还有沈傲天，据说早在8年之前就确定会进入摘星楼。只有陆长生来自偏僻的白云城，与这玄圣学府内的人基本没什么瓜葛。我不是霸体。陆长生摇头笑着说道，不是霸体怎能一拳击败赵降龙？难道传闻是真的，霸体已经被废？可被废掉的霸体如何具备此等战力？没有关系，就算不是霸体，
也可以加入我天荒楼。长生学弟，来我天香楼，这里全都是漂亮的学姐。木子，快说2句。竟还有一位妖娆多姿的学姐，吐气如兰，已经拉住了陆长生的胳膊。一瞬间，陆长生感觉到丹田当中炼仙鼎内仿佛传出3道危险的气息，他头皮发麻，赶紧抽回手臂。多谢诸位学长学姐的好意，我暂时并不想加入这酒楼。陆长生的回答让众人全都皱起了眉头。长生学弟，想要在天玄圣学府内更好的修行，是一定要加入12楼之一的，你好歹选一个。12楼成员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更多的机会。许木子连忙劝说道。足足9楼邀请全都拒绝，此子竟如此狂妄，难道说他是一名剑修或者炼药师？他总不能是想进入好气楼吧？这绝对不可能。难不成长生学弟是一名炼药师？那天荒楼的魁梧学长忍不住问道。排除这9楼，就只剩下听雨楼和天耀楼，而陆长生看起来并不像是一名剑修，所以就只剩下炼药师这一个选项。顿时，众人看向陆长生的眼神都是一变。一直以来，炼药师的战斗力都不算强，但也偶尔会出现能打又能炼药的选手。天耀楼真是好运，没想到长生学弟竟然是一位炼药师。平日里天耀楼除了不缺天玄壁之外，在其他方面表现弱势，可如果有长生学弟加入，恐怕会出现一些变化了。长生学弟，我天荒楼依旧为你敞开大门，以往也不是没有天骄同时加入2楼的。是啊，长生学弟，你可以来我们天香楼要一个位置，平时也不需要做什么的。此刻众人已经笃定陆长生是一名炼药师，当然他们也并没有猜错，陆长生的确是炼药师。陆长生本想解释2句，但这时候第3轮已经开始。他迈步走上擂台，看到了自己的对手。如果没记错的话，此人名为陈玄武，是一名精通防御的天骄。在第1轮和第2轮战斗当中，他什么都没有做，硬生生站在原地挨打，就让对手精疲力尽，完全无法破防，真是另辟蹊径。有意思，陆长生对上了陈玄武，那赵降龙也不一定能够破开陈玄武的防御啊，有好戏看了。据说陈玄武体内有一丝微薄的古神兽血脉，虽然不是特殊体质，但也差不多。陆长生就像是一柄长矛，而陈玄武则是一面盾牌，究竟是长矛更锋利，但是盾牌更坚固。一道道的议论声不断响起，大量的目光汇聚在这一处擂台之上。霸体，早就耳闻盖世霸体，强悍绝伦，来吧，让我见识一下。只见对面的陈玄武扎起一个马步，双臂于胸前交错，全身的皮肤上竟是都在此刻闪烁起道龟甲般的纹路，给人一种固若金汤的感觉。我只出一拳，你能挡住，便算我输。陆长生已经懒得解释了，他已经说了很多次自己不是霸体，可却没人在意。一拳。听闻此言，陈玄武皱起眉头，不愧是霸体，竟如此猖狂，这一届新生当中恐怕都没人能够做到这一步。他冷哼一声，体表的龟甲纹路更加凝实起来，使出了全部的力量来进行防御。在他对面，陆长生握紧了拳头，吼！一时间仿佛有魔猿嘶吼，震慑寰宇，恐怖的凶威在此刻爆发而出，令人侧目。陆长生仿佛在一瞬间化身成为人形的太古凶兽，他迈出一步，一拳轰出，炼仙鼎内的魔猿虚影挥舞双臂捶打着胸口，仰天咆哮，恐怖的力量加持而来，灌注到陆长生的拳头上。下一刻，只听一声轰鸣巨响自擂台之上传开，所有人全都看到那陈玄武面色惊骇，全身的龟甲纹路在顷刻间全部断裂。此时的陈玄武心中的震惊简直难以用言语来形容，他只感觉自己仿佛变成了汪洋大海当中的一叶小舟，正遭遇狂猛的海啸，这股力量无可抵挡，仅仅一个照面，他引以为傲的防御力便全面崩盘。霸体竟然恐怖如斯！下一刻，陆长生收回拳头，站在原地。陈玄武嘴角溢出一丝鲜血来，他面色复杂，对着陆长生拱手认负，多谢手下留情。说完，他转身走下擂台。他能够感觉到最后关头陆长生留手了，收回一部分力量，否则的话他的下场不会比赵降龙好多少。一拳又是一拳败敌，天耀楼的人呢，还没来邀请陆长生吗？该死，恐怕10年之内天耀楼都要崛起了。得到陆长生，短时间内天耀楼的名次起码会上涨2-3名，这一次的新生第一恐怕非陆长生莫属，谁能是他对手？现在说这话还太早，别忘了还有沈傲天、陈龙象、莫雨、徐智慧。大量的议论声响彻全场，直冲云霄。天际之上，素心院长看着陆长生挺拔的身影，暗暗点头。天耀楼来人了，是3位副楼主之一的李青囊，来自炼药世家。这时候，一道惊呼声响起，人群散开，一位青衫男子迈步走来，站在了陆长生的面前。
长生学弟，我是天耀楼的李青囊，我代表天耀楼邀请你的加入。李青囊好似一位书生，身上有一股书卷气，同时还有阵阵药香气飘散。他说着，从腰间储物袋内取出几个药瓶，递给陆长生。这是一点见面礼，请长生学弟收下。陆长生得到红莲女帝的炼药传承，仅仅闻到丹香就知道这是什么丹药。一枚归元丹可帮助武者境突破成为武师境，并且还是上品丹药。还有一瓶上品聚灵丹，一瓶上品回春丹，全都是上品丹药。这如果放在白云城，仅仅存在于传说当中，偌大东域也都不算多见，绝非常人能够使用，足以见得天耀楼的诚意。但在一道道火辣的目光当中，陆长生却摇了摇头：对不起，青囊学长，我无意加入天耀楼，这丹药我也不能要。闻言，李青囊全身一僵，全场响起一连串道吸凉气的声音。陆长生并不想加入天耀楼，难道长生学弟是一名剑修？你的剑呢？李青囊忍不住问道。我现在还不是剑修。陆长生再次摇头，但所有人都忽略了他话语里的现在还不是这几个字。不加入天耀楼也不是剑修，那么就只剩下最后一个答案，也是最不可能的一个答案。你想重开浩气楼？李青囊面色瞬间变得无比严肃，在场所有人也全都是呼吸一致。浩气楼三个字仿佛无比的沉重，如同一座山岳压来。浩气楼究竟为何废弃？陆长生的心中满是疑惑。而这时，天际之上有一道温婉的声音响起：10年前，浩气楼学子遭遇到元圣学府狙击，又赶上魔窟之变，伤亡惨重，十不存一。江上院长迫不得已封印浩气楼，镇压魔窟，更是杀上到元圣学府，怒斩了2位武皇境。时至今日，浩气楼已经蒙尘足足10年，是时候重开了。素心院长的话语如同一道惊雷，响彻在每一个人心头。居然真的要重开浩气楼！一旦激起千层浪，所有人的目光全部汇聚到陆长生的身上。陆长生，你想重开浩气楼，我摘星楼在前10考核内将会全力对你进行围剿，拿下新生第一，重开浩气楼，好大的野心！我听雨楼很期待你的表现。我天荒楼也一样。有意思，这一届的新生考核总算出了一件有意思的事。自求多福吧，陆长生，没有横压一世的本事是不可能服众的。一时间战意沸腾，陆长生咧嘴笑了起来，这才有些挑战。而此时所有人都没注意到，在人群的后方一处阴暗的角落当中，正有一人手持玉符暗暗通讯。天玄圣学府之外，横跨山岭，遥远而偏僻的白云城当中，在那天龙宝行当中，秦河正跪在秦天命的面前，双腿全部被打断，宛如一条败犬，全身颤抖不止。天命少爷饶命啊！那陆长生极有可能去了天玄圣学府，因为陆阳与他生死对决就是为了他手中天玄令。事发当日，我正在闭关炼药，谁能想到陆长生竟然大开杀戒，我根本来不及保护邹兰香啊！秦河拼命叫喊着，在他对面，秦天命和柳如烟面色冷厉，杀意惊人。这时候，秦天命似有所察，从储物袋内取出一块玉符。良久之后，他的嘴角扬起了一个残忍的弧度。得到消息，陆长生现身天玄圣学府，欲要拿下新生第一，重开浩气楼。闻言，他身旁的柳如烟立刻瞪大了眼睛，这废物好大的野心！天命，事不宜迟，我们即刻出发。柳如烟的眼瞳当中有紫金色光芒流淌不止，这是来自陆长生的盖世霸体之力正蠢蠢欲动。先回到元圣学府一趟，浩气楼不可能重开，此事会得到道元圣学府的全力支持。这一次，我要陆长生死无葬身之地。秦天命冷声说道，他伸手轻轻拍了拍秦河的头颅，然后带着柳如烟离开白云城。两人身后，秦河瞪大了眼睛，七窍流出鲜血，暴毙而亡。天玄圣学府内，随着重开浩气楼的消息传开，整个天玄圣学府都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沸腾当中，甚至就连一些五星院的老生，本来在闭关当中也都被惊动。盖世霸体重开浩气楼，天玄圣学府终于要热闹起来了。霸体确实不错，有横压一代之姿，但这一代道元圣学府那边却有天尊加天命，极难应对。我已经得到准确的消息，陆长生的霸体现如今在柳如烟身上，他如何能是对手？难！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不知陆长生能否重现浩气楼的辉煌？先等他拿下新生第一吧，否则一切都是空谈。废反迎天当中，一轮又一轮的比拼结束，最终决出新生前10。前10名已经拥有了直接进入2星院的资格，虽然全都是武者境，但其中任何一人都具备与武士境战斗的能力。而在决出了前10名之后，下一步便是脱离了擂台战的模式，进入专属于前10名的排序考核。
考核的地点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素心院长的带领下，陆长生等10人一路来到了代表2星院的城池当中。随之而来的还有除了好奇楼之外，其他的11楼派出的足66名武士境学长学姐，他们全都是2星院的学员，已经在天玄圣学府内修行了1年的时间，绝非寻常武士可比，并且他们的注意力几乎全都集中在了陆长生的身上，死死盯着他。这小子看起来平平无奇，也想重开好奇楼。阿翔，你没有观看擂台战，所以不清楚，他的确很强，盖世霸体，当盖压一世。不过这个陆长生明显还嫩了点，不知道进了魔窟之后会不会吓尿了裤子。待会进了魔窟，全力围剿陆长生，想重开好奇楼必须过了这一关。我倒是希望他可以重开好奇楼，这10年来我天玄圣学府可是一直被到元圣学府压得抬不起头来，太憋屈。感受着这一道道充满战意的目光，就连陆长生也都有些头皮发麻。这可是足足66名武士境，而且还全都是有资格加入天玄圣学府的天才人物，每一个都比他杀死的那个天龙宝星影子更加强大。毕竟白云城太过偏僻弱小，在白云城当中的天龙宝星分布能有什么厉害人物？陆长生站在了一处高耸的塔楼之下，塔楼下的广场上飘散出浓郁的药香来，时不时有人进进出出，基本全都是身穿月白色衣袍的炼药师。这便是12楼当中的天药楼，前10的排序站便在这天药楼之下的魔窟当中。天玄圣学府12楼镇压着12处魔窟，魔窟当中存在着魔族，凶残嗜血，是我人族大敌。所以我必须要说清楚的一点是，这和之前的擂台比武完全不一样，而是会有着生命的危险。所以现在想要退出还来得及。素心院长目光扫过面前10名新生，开口说道。从素心院长严肃的面色来看，这必定极为凶险，但退出是肯定不可能退出的。无论如何，他都一定要拿下新生第一，重开好奇楼，只有这样才可以得到父亲留下的线索。看到10名天骄全都没有退出，素心院长满意点头。下面我说一下规则。考核地点在天药楼之下的魔窟当中所画出来的一块安全区，虽然说是安全区，但里面也特地留下了一些魔族生灵，共计100名。素心院长说道，每击杀1名魔族生灵可获得100天玄币，同时你们10人彼此之间也可互相掠夺他人的天玄币。然后是66位武士境，来自11楼，每楼派出6人对你们进行围剿，一旦被擒便算是失败。当然你们也可以反过来擒拿这些武士境的学长学姐，每制服1人同样可以获得100天玄币。考核时间一共10天，10天之后结算天玄币来进行排名。最后当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及时触发天玄令当中的一道阵法，便可以传送到一处安全点，那也是10天后的集合点，但那也相当于弃权。都听明白了吗？规则并不算复杂，众人全都点了点头。能进入新生前10的都不是泛泛之辈，此时心中全部生出战意来。陆长生的心中开始逐渐火热起来，因为他记得紫月女帝曾经对他说过，魔族是可以作为凝聚魔元虚影的养料的。那么这一次就更要努力猎杀魔族了。走吧，10名新生先行进入魔窟。3天之后，66名老生入场。素心院长带着陆长生一行人进入了眼前的天药楼。这天药楼高耸入云，却不曾想在其下方也别有洞天。穿过一段布满了玄奥阵法的廊道，眼前出现了一个被重重把守住的黑色幽暗洞口。洞口极大，可同时容10人穿行。陆长生细看着黑色洞口，只感觉无比的扭曲混乱，充斥着一股让人极度不适的气息，耳边也响起了一阵阵嘈杂的低语声，让人心烦意乱。吼！这时一道魔猿的吼声响起，守住心神。陆长生收回目光，心中忌惮不已。光是一个洞口就造成如此影响，这就是勾连我灵域大陆与魔域大陆的魔窟。去吧，这也是每一位天玄圣学府学子所必须经历的事情。素心院长让开位置，前方那黑色扭曲的魔窟入口仿佛化作了一张巨口，择人而噬。但陆长生毫不迟疑，便是迈出一步。与此同时，那沈傲天也迈步而出，与陆长生一同步入了魔窟当中。他们的身形被魔窟入口吞噬，消失不见。见状，其余8人也不再犹豫，纷纷鱼贯而入，进入魔窟。希望你们全都能够活下来，尤其是你，陆长生。我等待好奇楼重开已有10年光阴。素心院长呢喃着，迈步离开此地。接下来，在武城当中，天空之上全都出现了一道光幕，光幕上显现出10个名字：陆长生、沈傲天、陈龙象、莫雨、徐知慧、张明阳、盛旭、苏柔、谢荣飞、李明卫。一名明天玄圣学府的学子全都抬头看向这10个名字。新生前10已经进入最终的考核。我听一位学长说，
他们进入了魔窟。传闻当中天玄圣学府镇守的魔窟，据说其中凶险莫测，步步杀机。浩气楼之所以废弃，便是因为浩气楼学子在魔窟当中死伤惨重，没能镇得住那一处魔窟。可惜了赵降龙和萧万剑，他们二人的实力比前10当中某些人要强得多。排名已经出现了变化，沈傲天第1名，他的名字后面出现了一个数字100。大量的议论之声冲霄而起，整个天玄圣学府的注意力都被这光幕之上的排名所吸引。可以想见，接下来的10天时间里，所有人都会时不时抬起头来看看排名的变化。而此时陆长生则是已经置身在了一片灰暗的天地之间，阴冷而邪恶的气息从4面8方袭来，让人全身不适。目之所及，没有任何的生命迹象，整片大地都是一片死寂。其余9人并未出现在他身旁，应该是被传送到了其他的地方。陆长生屏气凝神，意识勾连炼仙鼎。嗡！炼仙鼎颤动起来，为陆长生指引出方向，已经锁定了一名魔族生灵。很好，炼仙鼎果然妙用无穷，先去杀一个魔族练练手。陆长生眼中金芒闪现，快步向前冲去。陆长生一路疾驰，顺着炼仙鼎的指引前行。很快他就看到了一道黑影，呈现出狼的形态，只不过通体黑色，生满黑色鳞片，边缘十分锋锐。原来魔族生灵也不一定是人形，这应该叫做魔兽吧，应该也有人形的魔族生灵。陆长生心中生出猜测，他还是吃了出身偏僻的亏，从未听闻过关于魔族的消息。3位女帝肯定可以为他解惑，但现在全都在沉睡当中，一点动静都没有。哦！在陆长生看到这只魔兽的同时，他也发现了陆长生。一声嚎叫之后，直接冲了过来，全身的气势涌荡，散发出一股邪恶的凶威，应该是武者境层次的实力。陆长生感受了一下，然后迈出一步，直接出拳。魔元撼地，上来就是最强的一拳，直接轰击在了这只魔狼的脑袋上。恐怖的力道倾泻而出，只听砰的一声，魔狼的头颅当场炸裂开来。陆长生的天玄令颤抖了一下，上面多出了100天玄币的标识。外界光幕排行榜上，陆长生的名字一跃来到了第2名。他和沈傲天一样，全都是100天玄币，但沈傲天比他快一点，应该是刚刚进入魔窟就遇到魔族生灵贴脸。当天玄币一样的时候，就要看谁更快。不过此时的陆长生肯定不会在意排名，他看向眼前的魔狼尸体，伸出手掌，哗！这只魔狼尸体内顿时有着一丝一缕的黑红色精血，被吸入炼仙鼎当中，灌注到了魔元虚影内。魔族精血比妖兽精血更管用，猎杀100名魔族就能凝聚出第2根手指来。陆长生感受着魔元虚影的变化，眼睛顿时亮了起来。魔族精血是上好的养料，魔族，他要猎杀大量魔族。在他的眼中，这危机四伏的魔窟顿时变成了一块宝地。这片被划分好的区域内只有100名魔族生灵，我要尽可能多杀一些。一念及此，陆长生立刻跟随炼仙鼎的指引，快速离开了此地，展开一场狩猎。2天之后，陆长生看向面前的一具尸体，伸出手掌吸走精血。这是一名魔族的人类，并且还是一名女性。她体型高大，足有3米，身材非常爆炸，并没有穿衣服，只是全身同样有黑色鳞片包裹。在她的胸膛之上被打出一个大洞，生机断绝，死不瞑目。不过陆长生的身上也出现了伤势，有好几处被鳞片划破，鲜血流淌，竟然用了2拳才打死。这魔族人类的实力很强，相当于武士境的9重天层次，并且身体比灵域大陆人类更加强悍，手段也更加诡异。先调整一下状态，陆长生盘膝坐下，取出丹药服下。2天时间，他几乎没有停歇，一直在疯狂猎杀魔族，足足击杀了26名魔族生灵，获得2600天玄币。现在是时候休整一番了，因为他察觉到了突破的契机。不仅仅是修为境界即将提升，并且魔元汉的拳在一次次的施展当中也生出更多感悟，即将踏入大成境。灰暗的天地间，陆长生盘膝而坐，呼吸吐纳，气势缓缓攀升。而在外界，关于陆长生的讨论也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陆长生第1名2600天玄币，第2名沈傲天只有1200，差距太大。已经有人弃权了，是苏柔。我有印象，是一位漂亮的学妹，小家碧玉，我见犹怜。她在擂台上表现的就有些软弱，在我看来不适合走武者的道路，因为这是一条布满荆棘和鲜血的道路，不是性格软弱的人可以承受。没事，她长得漂亮，我愿意保护她。陆长生的天玄币疯长，稳居第1。很多新生还不明就里，但诸多老生却很清楚这其中的含金量。第一次进入魔窟会感觉很不适应，魔族的生灵不论是魔兽还是魔族人类也都非常恐怖强悍，而陆长生却能够快速适应下来，并且展开杀伐，极为难得。并且
根据他获得的天玄币来看，他绝对是一直在主动寻找魔族生灵击杀的，可以说相当凶残。天玄圣学府12楼5层，陆长生成为焦点，遮盖住其他天骄的锋芒。盖世霸体欲要重开浩气楼，入魔窟大杀四方，层层光环加深。咔！也就在此时，魔窟当中的陆长生全身一震，他的武道修为在此刻得到了突破，步入武者境2重天。魔元嘶吼传开，他的魔元撼地拳也彻底达到了大成境，威能更甚以往。继续，陆长生站起身来，顺着炼仙鼎的指引，继续猎杀魔族生灵。转眼间又是1天时间过去，3天时间已过，66名武士境学长学姐入场，快，寻找陆长生。楼主说了，抓住陆长生可以获得1枚玄灵丹。短短3天时间，陆长生猎杀了足足37名魔族生灵，他是怎么做到的？不愧是霸体，直接镇压了沈傲天，我还以为这一届新生第一是沈傲天无疑呢。现在说排名还太早，万一沈傲天击败陆长生，夺走他的天玄币呢？我倒是希望陆长生能够继续创造奇迹，重开浩气楼，重现往日的辉煌。66名武士境出现在这一片区域当中，快速分散开来，主要目标就是寻找到陆长生。66位学长学姐已经入场，谨慎一些，最好不要被发现，我要优先猎杀魔族。陆长生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那就是至少猎杀超过50名魔族生灵。毕竟素心院长都说了，整个区域只有100名魔族生灵而已，能击杀超过半数已经算是相当逆天了。如果没有炼仙鼎的指引，就只能靠运气来寻找魔族。陆长生的成绩顶多也就和沈傲天差不多，有炼仙鼎指引，陆长生才敢定下这样的目标。而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也就在此时，却有一道身影隐匿前行，仿佛一道青烟来到了这一处区域的某处角落。他现出身形，从储物袋内取出一个小瓶子，打开瓶塞，里面赫然是有着浓稠的黑红色液体，散发出浓烈的腥臭味。这是魔族的精血，极为浓郁。随后他将瓶中精血尽数倾倒而出，快速离开此地。灰黑色的地面之上，浓稠的魔族精血流淌，渗透进入泥土当中。很快，在这一处区域之外传出一道邪恶的怒吼声。只见一道魁梧的身影，双目猩红，看向此地。我感受到了无儿精血的气息，他脚掌狠狠一跺地面，踩踏出一个深坑来。随后就有大量的嚎叫声响起，一名冥魔族魔兽、魔族人类快速汇聚到他身后。开胃菜来了，一名武将境魔族加上他麾下的魔兵即将闯入这片区域。那倾倒魔族精血之人用最快的速度逃离，因为太过紧张和激动，身体正在不断的颤抖着。坑杀陆长生还有沈傲天和陈龙象，足足3名特殊体质。新生前时66名武士境，这是颇天的功劳，更能让这天玄圣学府元气大伤。哈哈哈哈！这身影仿佛化作青烟，展开急速，心中更是狂笑不止。而也就在他离开之后不久，陆长生的身形出现在了此地，皱起眉头四下看去。魔族呢？怎么没有？陆长生是顺着炼仙鼎的指引过来的，绝对不会有错。可是这里竟然没有魔族存在。他四下查看，最终发现了端倪。只见前方存在着一处无形的壁障，虚空当中涌动着大量神异的阵纹，蔓延开来。这片专用于前10排序战的区域就是这么划分出来的。区域之外的魔族无法进入其中，而在这壁障边缘之处，泥土当中渗透着魔族的精血，十分浓郁。奇怪，是谁杀了这个魔族，把尸体都毁掉了吗？不过精血确实还在，可以收走。陆长生伸出手掌，利用炼仙鼎把渗透到泥土当中的魔族精血给吸走。吼！炼仙鼎当中魔元虚影发出吼声，再次凝聚不少力量。这些精血相当于我斩杀10名魔族生灵。陆长生惊喜不已，这或许是这片区域当中最强大的一名魔族吧，可能是沈傲天或者陈龙象击杀了这名魔族。取走精血，陆长生离开此地，顺着炼仙鼎的指引继续搜寻魔族生灵猎杀。但这一次他在半路上就遇到了2名武士境的学长。陆长生，哈哈，陆长生速速束手就擒。两人先是一愣，然后就大笑了起来，眼神喜悦无比，看向陆长生。运气真好啊，这才刚刚进入魔窟就遇到了陆长生。只见两人全都是肌肉遒劲有力，穿着天荒楼的服饰，明显是来自天荒楼的体修。速战速决，陆长生着急猎杀魔族，二话不说就冲上前去，一招魔元撼的拳砸出。大成境的魔元撼的拳更加的凶猛无仇，当先一人还没有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就已经被一拳轰飞出去。他身形还在半空，嘴角溢出鲜血来，腰间的天玄令一闪，一股奇异的力量迸发而出，裹挟着他的身体消失在了此地。与此同时，陆长生的天玄令上多出来100天玄币。
击败一名武士境学长，收获100天玄币。而这位武士境学长则是被判定为失败，被天玄令裹挟着传送到了集合点。剩下的7天时间里，他都只能在集合点等着了。此时另外一人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看向陆长生的眼神如临大敌。糟糕，刚才高兴得太早了。长生学弟，他一边脚步后退，一边开口喊着，但陆长生没给他说话的机会，一拳袭来把他送走。再次收获100天玄币，然后继续前行，向着炼仙鼎指引的方向而去。陆长生越过一处山丘，正看到有一道身影轰杀了一只魔兽。第5只魔兽，66名学长学姐已经进入魔窟，接下来必须小心一些，可千万不要撞见他们。李明卫心中想着，同时四下看去，正对上了陆长生虎视眈眈的目光。不好，是陆长生！李明卫顿时大惊失色，他转头就跑，因为他有自知之明。李明卫能够进入前10名，其实全靠运气好，每一次匹配到的对手都比较弱，这才混进了前10。真要论起来，他的战斗力在这一届新生当中，其实只能排到20名左右。遇到了陆长生，岂能不跑？可他没跑2步，陆长生就已经追了上来，随意一拳把他打飞出去。李明卫被他淘汰掉，传送回了集合点。他的500天玄币也自动给了陆长生。李明卫的名字变成了灰色。他被淘汰了，是被学长学姐们抓住了吗？不对，李明卫的500天玄币消失，而陆长生突然增加了500天玄币。是陆长生淘汰了李明卫，抢走了他的天玄币。很正常，李明卫是混进前10的，一旦遇到陆长生，必败无疑。前10当中已经有2人淘汰，接下来还会更多。外界众人全都在不断议论着。而淘汰了李明卫之后，陆长生快速取走魔兽精血，继续前进。只不过他明显感觉到了变化，那就是在这一片区域当中，魔族生灵的数量正在锐减。往往他走到一半的时候，指引就变了，这意味着之前指引的那名魔族生灵已经死亡，炼仙鼎做出了新的指引。陆长生顺着新的指引前行，可很快指引又变了。魔族生灵本就剩下不多，现在66人涌进来，僧多粥少，距离我猎杀50名魔族生灵的目标还差13名。陆长生感觉很难完成这个目标了，更别提凝聚出魔元第2根手指。算了，以后肯定有的是机会进入魔窟猎杀魔族，现在的话还是先淘汰掉其他人，收获天玄币吧。陆长生不再跟随炼仙鼎的指引前行，而是开始寻找其他的天才，寻找武士境的学长学姐。他们想狙击陆长生，陆长生也想淘汰掉他们。新生第一，重开好气楼，谁都拦不住。外界众人看着天空之上的光幕，脖子都要酸了。他们看到陆长生名字后面的天玄币数量时不时就上涨100，上涨200，遥遥领先，一骑绝尘。此时在这片区域的中心，有一层悬浮着大量阵纹的光照倒扣，笼罩着一片广场。在这广场之上，正有一道道身影，无不是脸色懊恼，并且时不时就会有新人出现在这片广场上。我被陆长生淘汰了，竟然一拳都扛不住。唉，我们2个都被陆长生击败，真是丢人啊。你们也遇到了陆长生？我也是，我是被沈傲天给击败了，他有细命圣瞳，根本没法打。咱们可都是2星院的老生，却被新生打成这样。他们都是新生前10，本就可以直接进入2星院的，我们是天才，他们是天才中的天才。苏柔学妹，不要害怕了，这里是集合点，有阵法守护，绝对安全，而且还有我在呢。集合点这里居然已经汇聚了13名老生，其中有足足8人都是被陆长生淘汰。不过此时的陆长生也终于是遇到了麻烦，他被5名老生围攻。随着时间的推移，终于开始有一定数量的老生汇聚在一起，毕竟他们也很清楚，他们要围剿的可是新生前10。历代新生前10当中，很多天骄最终都进入了4星院、5星院，也就意味着他们将来成就了5王境、5皇境，这是很多人终其一生也都遥不可及的梦想。尤其是这一代的新生前10内，有足足3名特殊体质：盖世霸体、细命圣瞳、龙象体。其中霸体陆长生更是要重开好气楼，不是说他们不愿意看到好气楼重开，而是这个重开好气楼的人必须要拥有足以服众的能力才行，否则即便是重开好气楼，到头来也只能是沦为笑柄。此时的陆长生面对的就是5名集合在一起的老生，其中有1名来自天香楼的学姐，1名天荒楼的体修，1名听雨楼的剑修，还有2名摘星楼的强者。摘星楼最强，这是共识。能够进入摘星楼的学子都是同辈当中的佼佼者，加入摘星楼之后，获得的资源也更加的多，更加的高级。强者越来越强，形成良性循环。在好气楼废弃之后的10年期间，摘星楼已经彻底巩固了王者的地位。陆长生
束手就擒吧。来自天荒楼的学长大笑着说道。闻言，陆长生皱起眉头。天荒楼的体修好像都不太聪明的样子，他们说的话也都差不多，就会说一句束手就擒。长生学弟，正常来说1对1的对决比较公平，但你既然想重开浩气楼，那可就不一样了，不要怪我们以多欺少。天香楼的学姐轻声开口说道，语气十分温柔，但她体内不断涌动着的灵气波动，却在昭示着她并不会手软。听雨楼的剑修学长没有多言，只是拔出了背在背后的剑，最后则是2名摘星楼的学长学姐并肩而立，身上鼓荡着的气势在告诉陆长生，这2人都是武士境8重天的强者，有硬仗要打了。但陆长生反而却咧起了嘴，笑了起来，露出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他清秀俊逸的脸上充满了战意，这才有意思啊！他也想要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就像是一头猛虎来到了一处新的山林之间，他就必须要把这里的猛兽全都打一遍，来看看自己在食物链当中处于什么位置。轰！陆长生全身的灵气在此刻狂涌而出，血肉深处隐隐闪耀出金色的光芒来。他虽然已经成为武者境，但淬体极境的加持当然还在。随后，陆长生迈出一步，径直轰击向天荒楼的体修。这体修最冒进，离他最近，首当其冲。什么？天荒楼体修学长发出一声惊呼，在陆长生的拳头上，他感受到了一股不可抵挡的力量。看擂台战的时候没觉得有多强，自己亲自经历才能感受到这一拳的恐怖。在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之前，陆长生已经一拳轰飞了这位学长，将他淘汰掉。不！他发出一声不甘的怒吼，身形消失。都还没开打就被淘汰了，太憋屈，并且接下来的战斗他也看不到了。不愧是霸体，这一拳竟然直接击败武士境4重天的实力。天香楼的学姐轻声细语说道，这声音当中仿佛有着一股奇异的力量在干扰着陆长生的心神，并且同时还有香气阵阵扑面而来，让陆长生心猿意马。一起出手！听雨楼剑修陡然出剑，刺向陆长生的腋窝。这一剑很刁钻，可以说是阴险。另外还有2名摘星楼的学长学姐各自施展出武学，从2侧攻向陆长生。虽然少了一个天荒楼的体修，但4个人合力围攻依旧很强。长生学弟，如果只有这点本事，可不够资格重开浩气楼啊！还不施展霸体？据说霸体全力攻伐会有紫金色血气冲天而起，煞是壮观。晶晶，你退后，保持对陆长生的控制。他的战斗本能算是不错的了，但还不够。4个人同时开口，他们的攻击也即将落下。但也就在此刻，只见陆长生全身一震，眼神瞬间恢复了清明，直接摆脱天香楼学姐的控制。而后，陆长生侧身避开听雨楼学长的剑，并且欺身而进，抬起拳头。听雨楼学长立刻变换剑招迎敌，手腕一转，剑锋已经直指陆长生胸口。他的目标是晶晶。晶晶速退，用天玄护体罩！3人齐声大喊。那天香楼的学姐晶晶娇躯快速后撤，从储物袋内取出一粒淡金色的丹丸。这不是丹药，而是一件宝器，可以施展出一道防护光罩来抵挡对手的攻击。可是还不等他使用这丹丸宝器，陆长生就已经一拳轰击在了他的胸口，丝毫没有怜香惜玉。快，太快了！极致的力量带来的是极致的速度，这还是在陆长生并未修行身法武学的情况下。如果修行了身法武学，他的速度会更加的恐怖。噗嗤，一口鲜血喷出，天香楼学姐直接被淘汰掉。他们这才意识到陆长生的战斗本能何止是不错，简直就是为战斗而生。即便是在3星院当中的一些老生，恐怕也都无法在1打5的情况下如此快速的打开局面。这不仅需要强大的战斗力，还需要对战斗局面的把控，需要极快的反应速度。压力还是没有拉满，5个人是不够的。陆长生拧腰回身，一记鞭腿踢出，避开剑锋的同时狠狠一脚踢向听雨楼学长。听雨楼学长情急之下横剑格挡，手在胸前。小心！他急忙大喊道，因为剑锋正对着陆长生的脚掌。如果陆长生这一脚踹下来，以这把宝剑的锋利，恐怕可能会把陆长生的脚掌给切开。这并非他本意，但却来不及变招了。关键时刻，陆长生瞳孔骤缩起来，魔猿的怒吼声在咆哮。他感觉四周围的一切都变得很慢，身体内涌荡出一股巨力，顺着支撑身体的左脚倾泻而出。地面震荡之间，陆长生的身形顺势拔地而起，人在空中一个回旋踢，砰的一声踢在听雨楼学长的左臂之上，把他给踢飞了出去，当场淘汰。轰！陆长生落地，恐怖的力量如同水银泻地般将地面轰击出一个大坑，一道道裂纹不断蔓延开来。这摘星楼学姐伸手捂住了嘴巴，眼中满是震撼。最后一刻，她硬生生收回力道，
然后将这无处发泄的巨力在体内流转一圈，顺势轰入大地。这是何等精妙的力量掌控，就算是在我摘星楼内，也都没有几人能够做到这一步。摘星楼学长倒吸一口凉气，发出惊呼，接连被淘汰3人，而陆长生却是毫发无伤。他们2人心中的战意已经去了大半，看向陆长生的眼神就如同看向一头洪荒猛兽。此子竟是恐怖如斯。陆长生1打5，短短时间强势淘汰对面3人。要知道，这都是已经进入天玄圣学府足足1年时间，在这里修行了1年的50境天才，可面对洪荒猛兽一般的陆长生，却全都迅速败下阵来。此时那名摘星楼的学姐已经怕了，她取出一粒淡金色丹丸，欲要施展出天玄护体罩，但却被身旁的学长拦住。不要白费了这道天玄护体罩。拦不住她的。她面露苦涩，开口说道：进入天玄圣学府，加入摘星楼，一直以来都是她的骄傲，她也有骄傲的资本，但现在面对陆长生，她却未战先败。轰！随着她话音落下，陆长生已经如同一头豹猿般舒展身体，狂攻而来。魔猿嘶吼当中，双拳齐出，将这2人击飞。完胜！500天玄币到手。陆长生长出一口气，取出丹药服下，开始调息起来。战斗结束的虽然很快，但他消耗也很不小，始终还是吃了境界的亏。先提升一下境界吧。我突破武者境之后，都没有来得及服用聚灵丹。陆长生摇头笑了笑，从储物袋内取出一瓶聚灵丹来。聚灵丹是武者境修炼必备的丹药，灭掉陆家之后，他搜刮了好几瓶，都是来自陆鸿渐、陆雄、陆伟的存货，因为他们都是武者境，需要用到聚灵丹。而这些聚灵丹大概率是出自秦河之手，仅仅是下品丹药，炼制的手法相当粗糙。不过没关系，陆长生有炼仙鼎，直接把这些丹药都升级成为了上品丹药，偶尔还会有几颗丹药变成极品层次，药效更强。这和炼制丹药的时候药力的损耗程度以及药材本身的年份不同都有着关联。陆长生吞服聚灵丹，运转混沌仙魔诀，开始提升境界。魔族生灵越来越少，没必要花费大量时间去寻找魔族精血，可以以后再去收集，可以先让其他人打着，他提升境界之后更方便最后进行收割，拿下更多天玄币集合点广场之上。时不时就会有一道道的身影凭空出现在这里，全都是被淘汰掉的人。沈傲天真的太强了，面对他的细命圣瞳，我仿佛被他玩弄在股掌之间。我们3人合力，却依旧被他逐个击破。我们疲于应付，他却游刃有余。有3人陆续出现在此地，发出感慨。这是3位来自风雷楼的学长，他们遇到了沈傲天，被沈傲天击败淘汰。不愧是早已被摘星楼预定的沈傲天。我觉得沈傲天比陆长生更强，那陆长生好像只有一身蛮力，和体修一样。你凭什么瞧不起体修？体修得罪谁了？体修没有得罪任何人。相比于陆长生，我的确更看好沈傲天，其实他才是有资格重开好气楼的人。可陆长生是盖世霸体，排名18，沈傲天的细命圣瞳排名32。没错，我们进来的时候，陆长生的天玄臂早已远远甩开沈傲天。广场上展开议论，隐隐分成2派，一派觉得陆长生无敌，一派觉得沈傲天更强。唰，又是一道身影出现，嘴角满是鲜血，正在取出疗伤丹药服下。赫然便是那位天荒楼的学长。石烈，你被谁打了？2名天荒楼的学长急忙凑了过来，查看石烈的情况。可嗨，是陆长生，这小子下手真狠。不过他还是手下留情了，要不然我感觉不死也得重伤。石烈吃下丹药，感觉好受了不少，苦着脸说道：你也遇到了陆长生？我们俩也是被陆长生给打的。我们本想让他束手就擒，可他二话不说，2拳就把我们淘汰了，真是恐怖。那2人顿时兴奋起来，一人一边搂住石烈肩膀说道：可以，石烈也被陆长生给打了，有人作伴的感觉真好。我也是，我还说让陆长生束手就擒呢，结果却……不过我感觉或许过一会陆长生就会出现在这里了，因为我们是一共5个人一起遇到了陆长生。我虽然被淘汰，但还剩下4个人呢。石烈开口说道，他的嗓门不小，中气十足，顿时吸引了广场上所有人的注意力。众人很快就知道陆长生遭遇了围攻，目前还有4个人在对付陆长生，陆长生肯定会被淘汰的。没错，天香楼的杨晶晶不仅长得好看，天香迷魂术修的也厉害。天宇楼的柴风出剑更是刁钻，陆长生肯定要在他手上吃大亏。哈哈，最厉害的还是摘星楼的钟步群和桑蝶，有人戏称他们是桑钟组合，给敌人敲响桑钟。唰，众人正在议论之际，又是一道身影出现。杨晶晶面色痛苦，跌坐在地，赶紧取出疗伤丹药服下。你怎么被淘汰了？石烈发出一声惊呼。
刷！还不等杨晶晶回答，柴峰也来了。他们5人组一下子被淘汰3个，石烈只感觉脑袋里轰的一声，这也太快了！陆长生是怎么做到的？1打5，还在短短时间淘汰3人，这个战绩已经追平了沈傲天。长生学弟有资格重开好奇楼，柴峰感慨不已，他的心中十分愧疚，因为最后关头陆长生硬是收回力道，绝对会因此受伤的。长生学弟宁愿自己被反噬受伤，也不愿意加重他柴峰的伤势，这才是真正的强者风范。这样的人胸中有一口浩然正气，真正具备重开好奇楼的资格。只不过如果长生学弟受到反噬的话，应该就不是桑中组合的对手了，很可能会被淘汰掉。想到这里，柴峰眼神黯淡，更加内疚不已。不过他的内疚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随后桑中组合就来了。刷刷，2道身影面色复杂出现在了集合点，正是桑蝶和钟步群这对桑中组合。看到他们2人，柴峰眼前顿时一亮，你们也被淘汰了，太好了，真是太好了。长生学弟怎么样？他有没有受伤？柴峰大喜，急忙问道。你放心吧，他没事。他对力量的掌控妙到毫巅，收放自如。击败你之后，他运转收回的力道轰入大地，如同水银泻地，这一手够我学好几年的。钟步群知道柴峰是什么意思，所以解释道：好奇楼终于要重开了。他身旁桑蝶已经笃定陆长生必然是新生第一。此时所有人都被震惊到说不出话来，他们的注意力全都在这5人组的身上，所以谁都没有注意到有一道身影正在广场边缘处将一枚半透明的玉符悄悄贴在了那倒扣的光罩之上。这枚玉符非常的不起眼，半透明的颜色，上面的纹路都和这集合点广场上的光罩非常相像，哪怕仔细去辨认也都不一定能够辨别出来，更何况根本就不会有人将注意力放在这防护光罩上。随着这枚玉符被贴在光罩之上，在玉符当中顿时开始有着一丝丝的奇异纹路流淌而出，渗透到了光罩之内，速度虽然缓慢，但却十分稳定。而那道身影则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回到了人群当中，甚至还开口参加了讨论。我觉得沈傲天更厉害，陆长生可能潜力更强一些，但他还没有来得及成长起来。他的话引发了不少人的认同。接下来陆续有人被淘汰，传送来到集合点内，这里的人越来越多。只不过他们开始发现，在那5人组之后进来的居然都没有被陆长生淘汰的。我被沈傲天给击败了，他真的很强，特殊体质真是上天的宠儿，让人羡慕。陆长生一共淘汰了13名老生，然后停了下来，现在沈傲天已经超过他了。沈傲天淘汰18名老生，陆长生不如他。我说的果然没错，陆长生后继无力，他很可能已经受伤了，所以才足足3天都没有任何动静。或许陆长生是想等到最后的时刻再收割呢。集合点内十分热闹，现在已经聚集了超过40人。新生前10当中有5人在此，苏柔、李明卫、张明阳、莫雨、盛旭。其中苏柔是自己弃权的，因为他觉得魔族生灵太恐怖太丑陋，不敢与之战斗。李明卫被叶寒淘汰，还抢走了他500天玄币。张明阳和莫雨都是被老生击败淘汰，盛旭则是遇到了陈龙象，与陈龙象打了一场，不是对手，他的700天玄币也被陈龙象抢走。还剩下4天时间，陆长生5500天玄币肯定稳了。可是陆长生的天玄币已经3天都没有任何变动了，他究竟在干什么？他可能是受伤了，所以躲起来疗伤吧。这样下去，或许沈傲天有机会追上来。如果沈傲天击败陈龙象，抢走陈龙象的天玄币，距离陆长生就不会太远了。我认为陆长生无法重开好奇楼，现在还剩下30多位老生呢，他们很可能已经集合了起来，守在集合点外，等陆长生自投罗网。外界整个天玄圣学府都在讨论着这一场新生前10考核，虽然说无法看到魔窟内部的情况，但依旧不妨碍他们的热情。天空之上的光幕排行，每一次变动都会引发激烈的讨论，陆长生自然是他们讨论的中心，是焦点。很多人猜测陆长生肯定是身负重伤，这也是他获得5500天玄币的代价。但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此时的陆长生已经达到了武者境6重天的境界。轰！陆长生全身一震，体内磅礴的灵气狂涌，在他的身体周围激起大量的尘土。武者境7重天，又破一层境界。聚灵丹吃完了，陆长生站起身来，摇了摇头。还剩下4天时间，算是比较充足。只可惜他的手里已经没有聚灵丹了，否则的话，陆长生甚至想一口气冲击到武者境9重天。下一步可就是武者境的极境了，对此陆长生非常期待。陆长生，也就在此时，不远处有一道身影出现，看向陆长生。陆长生回头看去，发现是陈龙象。
陈龙象，把你身上的聚灵丹给我，我就不抢你的天旋臂。陆长生眼前一亮，瞌睡来了，立马就有人送枕头。他要抢走陈龙象的聚灵丹，继续突破境界。狂妄！我正好想见识一下盖世霸体。霸体排名虽然很高，但那也要看掌控者的水平。陈龙象直接冲了过来，背后有2尊象影浮现，踏天而来。圣象踏天，气势无双。他说的没错，特殊体质也要看掌控者的水平来决定战力。同样的特殊体质，同样的境界，但发挥出来的威力却是有强有弱。这就是因为对这种特殊体质的掌控程度不同。而在这一点上，陈龙象很有自信，因为他祖上传下来一本古籍，是他陈家老祖留下。这位陈家老祖同样觉醒了龙象体，详细记录了如何开发这种体质的心得。得控制好力道，可不能将他淘汰掉。直接淘汰的话，我就没办法抢他的聚灵丹了。陆长生看着陈龙象，心中想到，如果让陈龙象知道他心中所想，必定会勃然大怒。轰！下一刻，陆长生出手，武者境期重天的力量狂涌，魔猿的嘶吼声在他血肉之间轰鸣，一拳之下，直接就打崩了一道象影。噗嗤！陈龙象遭到反噬，吐出一口鲜血，神色惊骇。在擂台战上，那个萧万剑可是用尽了全身解数，才勉强击溃一道象影而已。可陆长生仅仅一拳就打爆一道象影。你没事吧？陆长生已经来到了陈龙象的面前。我也没想到这象影如此脆弱，他诚恳说道。闻言，陈龙象再度吐出一口鲜血来。欺人太甚！他承认自己不是陆长生对手，但陆长生竟然如此折辱他。士可杀，不可辱！陈龙象怒吼一声，对陆长生出拳。啪！陆长生伸出一只手握住了他的拳头，另外一只手摸走了他腰间的储物袋，从里面掏出3大瓶聚灵丹。我说话算话，只拿聚灵丹。你走吧。陆长生收好聚灵丹，松开了手掌，在陈龙象的拳头上已经留下了一个发紫的掌印。陈龙象站在原地，只感觉世界都在崩塌。怎么会这样？自己在陆长生的面前就像是一个3岁孩童般，毫无反抗能力，差距也太大了吧。这些聚灵丹等考核结束之后我就还给你。陆长生认真对陈龙象说道。此时此刻，陈龙象终于明白，从头到尾陆长生都没有将他当成对手，双方的战斗力完全不在一个层次。甚至陆长生打爆了一道象影之后，真的是在关心他有没有事，生怕他受伤被判定为淘汰。陆长生的目的只是为了得到聚灵丹而已，就是这么简单。不用还了，送你了。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如果你真的重开好气楼，我要加入号。陈龙象认为陆长生绝对有资格重开好气楼，甚至开始期待当陆长生遇到沈傲天的时候是如何报答沈傲天的画面。但是下一刻，他的话音就戛然而止。他瞪大眼睛看向前方，只见重重黑云压盖而来，竟是有着大量的魔族生灵快速突进而来。那为首之人更是气势雄浑，恐怖的杀意与凶威蔓延，仿佛可以遮天。陈龙象倒吸一口凉气，心中的惊骇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不可能啊！在这片划分好的区域之内，只有100名魔族生灵，绝对不会出错。但现在出现的魔族生灵，恐怕都已经上千。那为首一人骑乘着一头魔豹，气势惊人，无限接近武将境。这还怎么打？这几乎是必死的杀局啊！陆长生，快跑！不行，他们速度很快啊！赶紧弃权，传送回集合点，那里有大阵守护，绝对安全。陈龙象急忙对陆长生说道，并且握住了自己的天旋令。但陆长生并没有理睬他，而是目光火热看向前方的大量魔族，全都是精血。把这些魔族全都杀了，说不定可以凝聚出一只完整的魔猿手掌。陆长生，你被吓傻了吗？快点弃权吧！那个带头的绝对是武将境，因为强行破入此地，这才修为暂时下跌，但也无比接近武将境，打不过的。在集合点等待4天就可以离开这里，到时候学府内会派人来进行清理。陈龙象抓住了陆长生的手臂，快速说道。陈龙象，把你的丹药借给我，我看到你储物袋里有许多丹药。陆长生对陈龙象说道。什么？一时间陈龙象怀疑自己听错了。都这个时候了，陆长生要丹药干什么？我自己拿吧。陆长生摘下陈龙象的储物袋，从里面取出了好几瓶丹药，其中还有一枚归元丹，可以帮助武者境突破到武士境。陆长生，你不要送死啊！你不是还要重开好气楼吗？怎么能死在这里？陈龙象急得不行，可陆长生却取出了一瓶聚灵丹，像是吃豆子一样往嘴里倒。你走吧，放心，如果打不过，我再弃权不迟。陆长生笑着说道。无限接近武将境，
那就还是武士境吗？陆长生觉得能打，无论如何，这么好的机会摆在眼前，肯定要试一试。这是天玄护体罩，你拿着防身，其他的东西好说，但归元丹和天玄护体罩更加贵重，你要还我。陈龙象一咬牙，从怀里掏出来一枚淡金色丹丸，塞进陆长生手里。这丹丸入手沉重，有一种冰冷的金属质感，其中充斥着一股玄奇的力量。之前1打5淘汰掉5名老生的时候，陆长生就看到过这种东西，没想到陈龙象的手里也有。谢了。陆长生运转混沌仙魔诀，快速消化药力的同时，身形已经冲击向了魔族大军。陆长生是霸体，武者境7重天，对面却是武士境巅峰层次，真实境界是武将境，这怎么打？就算是真能打，但那还有上千的魔兽、魔人围攻，神仙来了也得死啊！陈龙象感觉陆长生这就是在送死。武者境7重天，竟敢冲杀过来，是谁给他的勇气？对面那骑乘在魔豹身上的武将境魔族强者见状也是皱起了眉头，不知死活的东西，去给我把它撕碎！魔族武将境挥手一声令下，顿时就有10名魔人出列，率领上百魔兽奔袭而来。10名魔人全都是武士境层次，魔兽当中也有不少武士境战力，而陆长生仅仅只是一个武者而已。陈龙象看到双方短兵相接，陆长生的身形瞬间被淹没掉，他咬了咬牙，选择弃权，身形消失在了原地，希望可以在集合点看到陆长生。他也说了，打不过就弃权，还有我给他的天玄护体罩防身，应该死不了的。陈龙象心中安慰着自己，眼前一闪，已经出现在了集合点。陈龙象弃权了，怎么回事？不应该啊，以陈龙象的性格，只会被打败，而不至于弃权。他遭遇了什么事情？我怀疑是沈傲天羞辱了他，他气不过，宁愿弃权也不愿被沈傲天击败。还真有这个可能。沈傲天此人虽然天纵之资，但却眼高于顶，喜欢戏耍对手。似乎每一个系命圣童拥有者都是如此。我爷爷年轻时候就被一个系命圣童给戏弄过，他临死前还在骂呢。外界陈龙象的弃权顿时引发了激烈的讨论。而在集合点当中，陈龙象现身，他不顾周围人的询问和惊讶，立刻开始寻找陆长生。陆长生来了没有？他人呢？陆长生怎么还没弃权？难道他已经死了？陈龙象脸色煞白，说着别人听不懂的话。他没有发现的是，在人群后方角落当中，有一人低着头，嘴角悄然上扬。好戏开场了！轰！陆长生杀入上百魔族阵中，恐怖的轰鸣声爆响，他体内炼仙鼎颤动不止，魔元的力量狂涌而出。这一次，陆长生是真真正正的火力全开，混沌仙魔体的神异之处第一次被完全释放。天地间仿佛响起了来自远古的呢喃，横跨宇宙，带来无与伦比的神秘压迫感。陆长生丹田之中有混沌气流倾泻，灌注到血肉当中，瞬间震慑住周围的所有魔族。那些魔兽甚至趴伏在了地上，发出呜咽声来，眼神惊惧无比。这就是万古最强体质混沌仙魔体，并且仅仅是初露锋芒罢了。魔元撼地拳，陆长生挥拳，招式大开大合，让地面疯狂颤动起来。爆响声不断，一名冥魔族被他打爆，精血瞬间被吸入炼仙鼎内，来自魔元虚影的力量不断增强。疯狂的战斗当中，他体内的聚灵丹药力也在飞速被消化掉，转化为境界晋升的基石，越战越强。这就是此刻的陆长生。第二指开，大量魔族精血灌注之下，魔元虚影凝聚出第二根手指来。陆长生全身一震，力量再一次增强，他长啸一声，打烂一名魔人的头颅，鲜血染红他一身白衣，这是血染的风采。转眼之间，他面前这上百魔族竟是10不存一。什么？魔豹身上那魔族武将近大金本以为一个冲锋，立马就可以把这不知死活的小小武者给践踏成为肉泥。可现实却是，这小武者一通乱杀，他体内传递出的力量，就连这名武将境也都感到有些胆寒。此子绝不能留，给我死！魔族武将境发出一声咆哮，隔空对着陆长生击出一掌。他体内的力量涌动之间，竟是凝聚化作一道黑色的大掌印，从天而降，碾压向陆长生。滚！陆长生怒吼，抬起一条手臂，狠狠轰击向天空之上。在他的身后，有2根如同天柱般的粗大手指虚影浮现，与那黑色掌印狠狠碰撞在了一起。轰隆隆，恐怖的巨响声疯狂传开，震天动地，场面骇人至极。下一刻，便是恐怖的冲击波动爆发开来，形成一重重环形气浪，以那对碰之处为中心，向着四面八方蔓延。天地间泛起涟漪，2道攻击对碰，一时间竟是不相上下。怎么可能？魔族武将近瞳孔巨震，不可思议看向陆长生，这绝对是一名妖孽级别的天骄。
而接下来，他看到了更加让他震惊的一幕。只见随着那环形气浪冲击，一朵朵血花爆开。这2道攻击对碰所造成的能量波动，绝对已经达到了武将境的级别，绝非寻常淬体境、武者境能够承受。就算是武士境，也会受伤。瞬息之间，大量的魔兽承受不住，爆体而亡。而这些魔兽体内的精血，却仿佛受到了某种召唤一般，自动离体，飞向陆长生，然后被陆长生吸收进入体内。凝聚出第3指了。陆长生放声大笑，因为魔元虚影的第3根手指也彻底凝实，不再是虚影状态。他周身一荡，力量变得更加强悍，连带着体内的聚灵丹药力也在飞快被消化掉，转化作冲关之力。轰！陆长生的境界再一次突破，达到了武者境8重天。这一幕让那魔族武将境惊骇欲绝，全身的黑色鳞片都张开，不断的颤抖着。陆长生竟然可以吸收魔族精血变强，此事前所未有。随后，陆长生手掌一握，再度轰出一拳，天空之上的黑色掌印当场破碎，土崩瓦解。完了，陆长生不会是死了吧？集合点当中，陈龙象魂不守舍，在众人的追问下，他终于道出了真相。什么？你说上千魔族有武将境带队，真的假的？魔族是怎么进来的？这片区域已经被大阵笼罩了啊！如果是武将境出手，愿意承受跌境的后果，付出巨大代价，确实有可能做到这一步。没错，我们灵域人族一直在寻找针对魔族的办法，比如说好奇楼的浩然正气就可以压制魔族，而魔族也一直在破解我们的各种手段。陆长生死定了，他真是不知死活，居然想与上千魔族作战，简直疯了。我看他不像是做事不过脑子的体修，应该是有着一定的把握，更何况陈龙象还给了他一道天玄护体罩。天耀楼想与我天荒楼开战吗？炼药师就很高贵吗？凭什么瞧不起我们体修？有一说一，炼药师的地位的确远远高于体修。集合点内，大量的喧哗声不断响起，而在外界，此刻也同样是掀起了轩然大波，因为所有人都看到那天际之上的光幕显示出陆长生的天玄臂突然暴涨，瞬间飙升近万天玄臂。这是什么概念？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是不是天玄令的统计出错了？陆长生是怎么做到的？天玄令几乎不可能出错的。66名老生，每淘汰1名可以获得100天玄币，假设他们全都被陆长生淘汰，那就是6600天玄币。100名魔族生灵共计1万天玄币，加起来一共16600天玄币。陆长生现在的天玄币是14700。不对，魔窟之内绝对发生了变故，我怀疑有魔族闯入了那片试炼区域。所有人都是瞬间头皮发麻。而接下来没过多久，陆长生的天玄币再一次暴涨，已经超过了16600，达到了17200的恐怖数字。这也就意味着绝对是有魔族闯入。看到这个数字，素心院长也是眉头紧锁起来，他身形一闪，消失在原地，出现在了天耀楼之下的那一处魔窟入口前方。但也就在此时，他却惊怒无比地感受到，这一处入口已经被暂时封锁住。此处的空间凝滞，如同泥沼，就连素心院长武皇境的修为也都无可奈何，因为这是武尊境强者的手笔，熟悉的手段，是道元圣学府。素心院长震怒，这是要坑杀这一届新生前十和那66名老生。10年之前，道元圣学府就是用的这种手段，害得好奇楼被废，死伤惨重。唰！就在这时，一道略显虚幻的身影出现在了素心院长的身旁，眉头紧锁，看向面前的魔窟入口。院长！素心院长眼前一亮，急忙喊道：“他是3星院的院长，而能够被他称为院长的，也就只有天玄圣学府的掌控者。武尊境，江上。素心，我本体脱不开身，这道分身也无力破解。世宗万道的手段和10年前一样。”江上摇了摇头，顿时，素心院长眼里的光芒熄灭，取而代之的则是一股深深的焦虑与急切。真的没办法了吗？陆长生还在里面呢，故人之子。刚刚来到天玄圣学府，便死在魔窟之中。将来如果真的再一次见到陆长生的父亲陆天，他该如何交代？4天之后，这里的空间凝滞之力就会自行消散掉，到那时候，一切也会尘埃落定。江上面色平静，仿佛一点也不着急。看到素心火烧眉毛的样子，他反而还笑了笑，关心则乱。10年前是我们大意，被道元圣学府钻了空子，导致好奇楼关闭至今，就连我也都被死死牵制住。学府整体实力跌落至少30%，但现在好奇楼即将重开，新的楼主诞生，自然是需要一场盛大的仪式。我有预感，这一次宗万道将会给陆长生送上一份大礼，而这也是我天玄圣学府重新崛起的号角。江上这一道分身背负双手，慢悠悠说道：“
闻言，素心院长全身一震。陆长生，他想到陆长生那暴涨飙升的天旋臂，心中重新燃起希望。此时在魔窟当中，大量的魔族生灵横尸，陆长生踩踏着一具具尸体，正与那魔族武将近激战不止。魔族武将近胯下的魔豹早已被陆长生一脚踢死，现如今两人正近身肉搏，全都打出了真火来。陆长生愈战越勇，混沌仙魔体神翼飞长，魔猿咆哮不止，已经彻底将对手压制住。为了挺进这片区域，这名武将进本就元气大伤，不复巅峰，他越打越是心惊，只感觉体内的血液都在不受控制的逆流，呼吸不畅。此子一身手段，竟然仿佛就是为了毁灭魔族而生一般，处处针对克制，一股死亡的阴影将这位强者笼罩。他只感觉一身力量根本发挥不出来。本来他是武将进，有10成力，为了突破大阵闯入此地，去了3成，只剩7成。而现在陆长生的特殊体质，那魔猿的恐怖洪荒之力再压他3成力，一身武将进的伟力竟是只剩区4成。他憋屈到几欲吐血。轰！陆长生挺身突进，完全是一种以伤换伤的打法，狂猛而爆裂，就仿佛化身成了一尊太古凶猿，要不惜一切代价撕碎敌人。魔族武将近欲要闪避，但陆长生武学精妙，硬是一拳轰击在了他的胸膛之上，将那西张开的鳞片都硬生生打爆掉一大片。而作为代价，陆长生的拳锋之上已经是鲜血淋漓，并且还被这魔族武将近给一脚踹在了肚子上，脚步倒退，每一步都踩踏出一个深深的脚印。但陆长生仿佛感受不到这些伤势一般，再度冲击而来。给我死！魔族武将近发出怒吼，双目通红，全身巨震起来。刷刷刷！下一刻，他全身的黑色鳞片竟是离体飙射而出，形成一场黑色的暴雨，笼罩向陆长生。陆长生瞳孔骤缩起来，这种程度的攻击根本就躲不开，而如果正面硬扛的话，他恐怕不死也要重伤。一念及此，陆长生手掌紧握，只听咔的一声，在他体表骤然浮现出一层迷离的金光，化作一道淡金色护罩，其上有密纹流淌，固若金汤，正是那天玄护体罩。叮叮叮，道道黑色鳞片飙射而来，与天玄护体罩对碰在一起，碰撞出大量的火花，璀璨而绚烂，就像是一场烟火。但对面那魔族武将近却是瞬间绝望了，因为这是他最后的手段，没想到却被陆长生用天玄护体罩挡住，这也就意味着他彻底失去了杀死陆长生的手段。于是他毫不犹豫转身就跑。死！陆长生狂笑一声，跨步追上这魔族武将近，全身力量汇聚于一拳，猛然轰出。魔猿撼地，砰！只听一声爆响，魔族武将近逃跑的脚步戛然而止。他低下头看向自己的胸口，那里有一只拳头探出，将他的胸膛从后方洞穿，并且还打断了他的脊骨，让他的头颅无力低垂了下来，生死道消。哗！陆长生心念一动，此人全身精血已经汇聚进入他的体内，流淌到了魔猿虚影之上。第4根手指、第5根手指全部凝聚而出，无指之力。但这还没有结束，陆长生体内磅礴的药力也在此刻爆开，顺势冲关。啪啪啪啪啪，一连串炒豆子一般的声音不断响起，陆长生的气势冲霄而起，在此刻突破，达到了武者劲9重天。武者劲9重天，魔猿无指之力。正如同江上所言，这当真是一份大礼。陆长生的天玄臂又涨了1万，太假了吧！我在天玄圣学府足足8年时间，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哪来的这么多魔族涌入试炼区域？而陆长生又是怎么杀掉他们的？霸体居然这么强吗？只恨我家祖上没有霸体，否则我也有希望觉醒出霸体来。好好好，如此妖孽，必然可以重开浩气楼，再现10年前的辉煌。没错，当年道元圣学府的人遇到我们天玄圣学府学子，都要绕道走的，浩然正气可破万法。12楼5层，道道激动无比的声音不断响起。素心院长看到陆长生名字后面的数字，也是脸上露出笑容来。陆长生应该是杀死了一名魔族武将进，那武将进为了进入试炼区域，强行闯阵，实力必然有所跌落。但无论如何，武将进的根基还是在的，陆长生的霸体又被夺走，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素心院长欣喜之余，心中也充满了疑惑。他得到确切的消息，陆长生霸体的确被夺走，现在属于柳如烟，可他没有霸体，又怎么能够做到这一步呢？素心院长也想不明白，但他想到陆长生的父亲陆天，又随之释然。虎父无犬子啊！此时在魔窟当中，随着陆长生强势击杀魔族武将近强者，那剩余的一些魔族生灵顿时失去了首领，被吓破了胆，全都四散逃开，如同丧家之犬。但陆长生并没有放过他们，而是快步追击上去，要赶尽杀绝。这可全都是凝聚魔猿虚影的养料，
不能放过。像是这么好的机会，可不是时时都有的。于是外界众人便是麻木的看到，陆长生的天玄币还在有条不紊的增长着，最终达到了29800。四舍五入，那就是足足3万天玄币。放眼整个天玄圣学府，能够拥有这么多天玄币的，也都只有4星院和5星院的老生才可以做到，速度不够快，还是有一些逃跑掉。这一次考核结束，该抽时间修行一门身法。陆长生记得，在那炼仙顶空间当中，武学碑林内是有着身法武学存在的。像是这一次的新生前10当中，就有人是专门靠着身法取胜，使用身法，整个人如同化作一阵青烟，乃是一门4品的武学，名为烟罗步。接下来，陆长生顺着炼仙顶的指引，继续追杀漏网之鱼。而在这段时间里，这片试炼区域当中剩余的人也都是察觉到了异常。奇怪，怎么还有魔族？不应该啊，如今只剩下最后2天时间了，按理来说魔族应该已经被杀光了才对，怎么能够剩下这么多？这些魔族似乎都很恐惧的样子，怎么回事？咦，前面有个新生，把他拿下。是徐知慧。哎，也不知道陆长生去了哪里，竟然一直没有遇到他。没关系，等淘汰了徐知慧，就往集合点赶过去。只要陆长生还没有被淘汰，总能守到他的。一群老生不断开口交流着，他们的人数竟有足足28人，全都汇聚在了一起。在顺利淘汰掉绝望的徐知慧之后，他们开始赶赴集合点。而此时的陆长生则是做出了决定，那就是冲击武者境的极境。心中的直觉告诉他，这一次大量魔族闯入绝对不简单，在这件事的背后定然有着不小的阴谋。杀光这些魔族就万事大吉了吗？陆长生猜测，这极有可能是道元圣学府的手笔，并且他还怀疑柳如烟和秦天命也在其中参与了这件事。他们肯定已经收到了邹兰香和秦万金的头颅，恐怕对陆长生的杀意已经浓烈到了极致，不得不防。所以陆长生选择尝试突破武者境极境，获取更强大的力量。他取出归元丹，由炼仙顶升级之后服下。这枚归元丹本身的品级就已经是接近极品的层次，怪不得陈龙象特地提醒说要还给他。而在炼仙顶升级之后，这枚归元丹也是顺理成章达到了地品的程度。陆长生吞服这枚丹药，全力修炼起来。但也就在距离此地不远处，有一道身影似有所察，远远看了过来，似乎是地品丹药的波动。地品丹药重若千钧，有异象出现，应该没错。沈傲天闭上了眼睛，一股奇异而神圣的力量流淌到双眼，随后他缓缓睁开眼睛，瞳孔当中闪烁着银色的光辉，如星光般流淌。下一刻，他就忍不住全身一震，神色满是惊喜。我没有看错，终于找到你了，陆长生。一瞬间，沈傲天全身战意冲天而起，他迈出一步，身形已经消失在了原地，快速赶赴向陆长生所在。在这段时间里，沈傲天一直在寻找陆长生新生第一，重开好奇楼。休想，他沈傲天才是这一届的新生第一。沈傲天战意沸腾，双目当中银色光芒流淌，快速冲向陆长生所在。我沈傲天出身东域第一世家，传承一双圣瞳，可勘破天机。霸体，与我同一届，将会是你最大的悲哀。沈傲天迫不及待想要将陆长生踩在脚下，而此时的陆长生已经服下了地品归元丹，正在全力运转混沌仙魔诀，炼化药力，冲击武者极境。磅礴的力量在他体内流淌，如同江河般汹涌澎湃，浓郁的灵气不断冲刷着骨骼经脉，让这具身体越来越强。药力够了，不出1日，我便可以破入武者极境。陆长生心中激荡不已，快，太快了！在新生前10试炼之前，他只是武者境一重天，可现在却即将达到武者境极境，足足跨越一整个大境界。在常人看来，这魔窟当中凶险莫测，步步杀机，整体的环境都让人极为不适。但陆长生却觉得这地方简直太棒了。陆长生。也就在这时，一道呼喝之声响起。陆长生心中一紧，他睁开眼睛，正看到沈傲天的身影出现在前方不远处。武者境9重天，这怎么可能？进入魔窟之前，你分明只有武者境1重天而已啊！感受到陆长生身上传递出的雄浑气势，沈傲天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呼。仅仅8天的时间，从武者境1重天突破到武者境9重天，现在更是正在突破50境。这家伙修炼起来没有门槛的吗？难道这就是霸体？要知道，他沈傲天出身世家大族，拥有细命圣瞳，有大量的武道资源加持，有家族当中的长辈手把手指点，到现在这般年纪，也才武者境8重天而已。而从武者境1重天修炼到武者境8重天，他足足用了3年时间。眼前这个来自偏远小城的泥腿子，凭什么可以在8天时间横跨一个大境界？沈傲天的脸色都扭曲起来，极度让他面目全非。下一刻，
他发出一声怒吼，直接对陆长生出手。见状，陆长生皱起眉头，他没想到这个沈傲天居然如此无耻，趁着自己修炼破境的时候出手，在冲关的情况下被打断，轻则受伤，重则毁掉武道根基，从此再无进境。这是生死大仇。当然了，那是对于寻常人来说，以陆长生的资质，完全可以做到一边战斗一边继续冲关。他冷哼一声，站起身来。擂台战时，我看你戏耍对手，便极为不喜，但我没想到你竟然如此卑劣，在我冲关时出手。既然如此，就别怪我了。陆长生说着，直接对着沈傲天面门轰出一拳，恐怖的力道狂涌，裹挟着一股森然的杀意。陆长生要杀人，好重的杀气！你想杀我？沈傲天心中一惊，他一双眼瞳当中闪烁银色光芒，仿佛可以看到未来的画面，提前做出预判。下一刻，只见沈傲天身体扭曲，以一种近乎不可能的角度，硬是避开了陆长生这一拳。陆长生一拳打空，给了沈傲天机会，他顺势一掌轰向陆长生的后心。好诡异的戏命圣童，当初在擂台上看到沈傲天战斗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现在亲自交手，感觉更加强烈，就仿佛两人不在同一条时间线上。沈傲天永远比对手要快上一分，甚至在你还没有发出攻击的时候，他就已经知晓你会做出如何的攻击。这种特殊体质相当的特殊，也相当的恶心，会让对手的一身实力都难以发挥出来。但陆长生的心中反而是生出一股喜悦的情绪，戏命圣童越强，他越高兴。把这沈傲天给杀了，用他的特殊体质来浇灌魔元虚影，越厉害的特殊体质对虚影的凝聚帮助越大。轰！下一刻，陆长生直接回过身来，一拳轰击而出，有魔元的咆哮响起，震慑人心。拳掌相碰，发出剧烈的爆鸣声。而这一次，沈傲天居然没能提前预知到，怎么可能？双方对碰的一刹那，沈傲天只感觉体内气血翻涌不止，堵在胸口，手掌更是剧痛，仿佛要碎掉一般。他脚步不断后退，神色惊骇。戏命圣童不过如此，你想克敌先机，也要看看敌人是谁。陆长生冷笑，杀意凛然，开口的同时已经冲杀而来。恐怖的杀机让沈傲天肝胆俱颤，他眼中银色光芒疯狂流转，仿佛化作一条深邃的银河，但却始终无法勘破陆长生的攻击轨迹，无从下手。你一个泥腿子，你凭什么？我出身世家，你凭什么敢杀我？你凭什么能杀我？沈傲天面色狰狞，咬牙切齿。他伸出手掌，掌心当中出现了一枚天玄护体罩丹丸，激发而出。顿时，半透明的淡金色光罩将他周身笼罩住，带来极大的安全感。这一道天玄护体罩可以挡住武将境强者一击，他就不信陆长生能够打破。砰！陆长生一拳轰击在了天玄护体罩上，然后被反震后退。那护体光罩上荡起层层涟漪，然后在道道密纹的流淌之下，快速平息了下来。见状，沈傲天露出笑容，彻底松了一口气。他甩了甩疼痛的右臂，揉着手掌，服下一枚疗伤丹药。陆长生，我此次得到7900天玄币，注定要踩着你的头颅登临新生第一的宝座。我要告诉你，重开浩气楼，你没这个资格。沈傲天扬起头颅，无比的高傲。7900天玄币放在历届新生前10试炼当中，也都算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沈傲天断定陆长生的天玄币绝对不会超过这个数字，所以说新生第一是他沈傲天的，这份荣耀绝对不是一个泥腿子可以抢走。霸体又如何？他要力压霸体，横压一世。但也就在此刻，沈傲天却看到那光罩之外，陆长生的面色瞬间变得无比的古怪，这就好像是一名武者在跟一位武皇炫耀说，你看好了，老子是武者境，在我面前你就是个蝼蚁。就是这种感觉。我的天玄币是29800。陆长生笑了，蠢货，说谎都不会。100名魔族，66位老生，加起来可获得的天玄币一共也只有16600。你告诉我，你从哪里呢？沈傲天开口嘲讽，但下一刻，他的声音却被一道仿佛远古传递而来的恐怖吼声所打断。那吼声当中充斥着无尽的狂躁杀意，可撼天动地，让他心中震不到了极点。随后他便是看到，在陆长生的身后，竟是显化出5根布满了粗壮黑毛的巨大手指，如同天柱般，随着陆长生的拳头一同落下，一瞬间，沈傲天脸色变得煞白。哪怕隔着一层天玄护体罩，他也能感受到那股无匹的冲击力，仿佛天倾一般落下。他的双腿开始不由自主的颤抖，完全控制不住。在这道攻击之下，他仿佛感觉自己变成了一只蝼蚁，一粒尘埃。咔！陆长生的攻击还不曾彻底落下，那护体罩上就已经出现了一道裂缝，挡不住，根本挡不住，不弃权就得死。
沈傲天脸皮疯狂抽搐着，取出一枚天玄令，握在手中。生死面前有大恐怖，他被击垮。在一连串不甘的怒吼声当中，沈傲天手持天玄令，选择弃权。他的身形消失在了原地，被传送到了集合点。下一刻，陆长生的攻击落下，沈傲天隐约之间听到了一阵恐怖的轰鸣爆响开来，刹那间天摇地动不止。这是何等恐怖的力量！盖世霸体竟然这么强吗？他眼前一闪，发现自己已经身处集合点当中。随后他颤抖着双手在自己的全身上下摸索，发现自己全虚全已之后，这才松了一口气，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身体还在颤抖，不受他掌控。眼前仿佛依旧还是那恐怖的画面，5根天柱般的手指齐齐落下，可摧毁一切阻碍。从现在起，陆长生将会成为他的心魔，深深烙印在他心中，成为他最深的梦魇。他所有的骄傲全都在陆长生的面前被粉碎掉。沈傲天？怎么可能？沈傲天被淘汰了，是谁干的？应该是剩下的那些老生们联合了起来进行围攻。沈傲天，你没事吧？我这里有一些疗伤的丹药。傲天学弟，你怎么了？一道道的惊呼声在沈傲天耳畔响起，但他全都置若罔闻，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世家子弟刚刚进入天玄圣学府，但个个手里都有天玄护体罩防身，他们不缺丹药，不缺资源，全身都是宝，很难杀，只能下次再找机会了。也不知道他的细命圣瞳能够帮助魔元虚影凝聚到何等程度，感觉他太弱了，就是个废物。陆长生摇了摇头，然后抓紧时间继续修炼。他算了一下，剩下的时间应该刚好够他突破武者极境，然后赶赴到集合点。这话如果被沈傲天听到，沈傲天绝对会气到吐血。出生到现在，沈傲天都是顶着天才的光环，万众瞩目，从未有人敢说他是废物的。但陆长生这么说也没什么问题，他有这个资格。陆长生再一次进入全力修炼的状态，全身的气势开始不断攀升，在他的体内，血肉筋骨全都在绽放出一丝丝的金光来，灵气在体内一次次周天流转，也渐渐开始向着金色转变，这便是武者极境。而此时，在外界那12楼5城当中，随着沈傲天的弃权，也是再一次引发了轩然大波。沈傲天可是夺冠热门啊！他出身显赫，来自东域第一世家，又觉醒圣童，注定要站在山巅俯瞰众生。还不曾进入天玄圣学府，就早已被摘星楼预定，是要被当作下一任楼主来培养的。可现在他却弃权，怎么可能？这到底怎么回事？这一次新生前实力链太过诡异，根本看不懂。肯定是这一批天玄令出问题了，导致陆长生的天玄币暴涨，现在又搞得傲天学弟的天玄令失效。总感觉不是这样的，应该是发生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你们谁去问问素心院长？10日之期快要到了，等一切结束，自然就可以知道真相。刚才我看到素心院长抓走了天耀楼那一名学长，表情很愤怒。天玄圣学府内的学子们全都在不断的议论着，生出种种猜测和传闻。一间森严的境室内布满了一道道的阵法，阵纹流淌之间，竟是生出锁链来，捆缚住一位半步武王境的老生。他体内所有力量尽数被死死压制，丝毫动弹不得，但在他的脸上却满是笑容。这一次的新生前十，还有那66名老生必死无疑。我替道元圣学府传个话，1年之内，天玄圣学府名头里的这个圣字就要被摘掉。这名老生神色狂热。是吗？苏心院长也笑了起来，但是这笑容却无比的冰冷，仿佛让这境室内的温度都下降了几分。虽然我不知道那陆长生用了什么手段，杀了大量的魔族，但这根本没用。我也不怕让你知道，魔族挺入试炼区域不过是一道开胃菜而已。在最后一天的时候，境室内回荡着他尖锐的话音，可素心院长依旧波澜不惊。他们是不可能活下来的，全都要死。这一切全都在万道院长的谋划当中，他既然已经在棋局当中落子，那就不会出现任何的意外。来吧素心，杀了我吧，能死在你这种美人的手里也算是不错，我就喜欢你这种成熟的美人儿，不如我临死前帮帮你爽一把。他用一种极具侵略性的目光看向素心院长。毛长齐了吗？素心院长气笑了，挥手之间，此人全身衣衫尽数化作齑粉。不多时，所有人就全都看到天空之上，光幕旁边出现了一道身影，全身不着寸缕，整个人呈现出一个太字的形状，被高高悬挂。那不是天耀楼的石玉吗？他惹怒了素心院长，但这也不至于落到如此下场吧。石玉本是半步武王境，更是一名3品炼药师，现在他的修为已经被废掉了，肯定是犯了特别大的错。他曾在一次酒后说过，特别喜欢素心院长，多次梦到。难道说不对，我怀疑与新生前10试炼有关。糟糕，
你们有没有一种熟悉的感觉？10年前好气楼之灾与今日的景象何其相似？这恐怕是道元圣学府从中作祟。如果真是这样，新生前时和那66名老生性命堪忧。一道道惊呼之声不断响起，整个天玄圣学府震荡不止，人心惶惶。轰！也就在此时，那魔窟当中，伴随着一声轰鸣猛然炸开，陆长生全身涌荡出爆裂的金光，恐怖的力量在他体内奔腾。他仰起头来，发出一声长啸，气冲天关，势不可挡。武者境，极境。陆长生破入武者极境，只见他全身迸发出一道道金光，更弥漫出一股神秘的混沌气息，强大而非凡。他站起身来，周身光芒缓缓内敛，举手投足之间都充斥着一股难以言说的炸裂力量。这种感觉前所未有的好。武者极境，这种强大的力量感真是美妙。现在只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来吧，我倒要看看这件事的背后究竟是谁在作祟。陆长生迈出一步，只听砰的一声，他方才站立的地方已经炸裂出一个坑洞来，泥土飞溅。他的身形化作一道残影，向着集合点的方向掠去。奇怪，已经到了最后一天，长生学弟怎么还没来？他现在何处？此时在集合点的前方有28名老生拦路，其中有着一道陆长生熟悉的身影，正是许木子。他这一次也是代表天香楼出征，进入了魔窟当中。放心吧，木子，他应该还在战斗当中。他的目标远大，是拿下新生第一，重开好气楼。如果他真的做到这一步，你要不要转过去离开天香楼去好气楼啊？一旁是她的好闺蜜孙小丹，一双丹凤眼当中带着促狭的笑意，看向许木子。小丹，你不要乱说，我哪里配得上长生学弟？他可是霸体呢。许木子承认自己对陆长生有好感，但又觉得两人之间差距太大，并且一般来说，特殊体质的伴侣基本也都是特殊体质，因为这样生出的后代有更大可能具备特殊体质。毕竟特殊体质太过得天独厚，这也是所有人的共识。我们走吧，往集合点的方向再靠近一些，说不定陆长生已经被淘汰了，咱们在集合点外面看一眼就能知道。这时候带头的一名老生开口说道，他名为沈君文，出自东域第一世家沈家，是沈傲天的堂哥。虽然他没能觉醒出沈家血脉当中的细命圣童体质，但同样也具备着克敌先机的本领，十分不俗。当然了，这肯定比不上真正的细命圣童就是了。这一批66名老生当中，以沈君文马首是瞻，他的话立刻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对于集合点之内的情况，所有人都非常好奇，所以不如现在过去看一眼。于是这28人便是开始赶往集合点方向。在路上还遇到了一名新生前时，顺手将其淘汰掉。此时其他所有人都已经在集合点之内，只剩下陆长生以及这28位老生。集合点内总算是快要到时间了，可以离开魔窟，终于要结束了。陆长生太强了，他就是无敌的，可以盖压一世。不可思议，我还是想不通，他究竟如何从魔族大军的手中活下来。反正他是活下来了，否则的话沈傲天也不会被他淘汰到这里。傲天学弟不必气馁，陆长生是盖世霸体，排名第18，你的细命圣童排名不如霸体，所以才惜败。是啊，其实你不是输给了陆长生，只是输给了他的特殊体质而已。有人安慰着沈傲天，但沈傲天依旧是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但在众人的追问下，他告知此事与陆长生有关，其他的则是没有多说。这也就意味着陆长生并没有死在那魔族大军的手中。陈龙象心中一块巨石落地，他已经打定主意要加入好气楼。其实陆长生对好气楼并不了解，只知道要重开好气楼才能得到父亲留下的线索。但陈龙象这种有背景的人却很清楚，曾经的好气楼究竟有多强。那是天玄圣学府的牌面，所有新生第一选择永远都是好气楼，如果无法加入好气楼，才会退而求其次去选择其他的11楼。由此可见一斑。在他们的交谈当中，时间悄然流逝，逐渐接近最后的关头，只剩下1个时辰的时间，此次新生前10试炼便是会彻底结束。而此时陆长生也终于是靠近了集合点，也看到了那28名拦路的老生。陆长生，终于等到你了。为首一人模样与沈傲天有几分相似，并且都是神色倨傲，扬起下巴看向陆长生。长生学弟，你是新生第一，其他人都被淘汰了。许木子在人群后方对着陆长生招手呼喊。木子少说2句，我们现在是对立面，要拦他路的。孙小丹在一旁提醒，还掐了他一下。哎呀，你掐我干嘛？长生学弟，陈龙象说你遭遇魔族大军杀入阵中，你掠夺了多少天玄币？许木子好奇问道。闻言，陆长生目光越过这28名老生，看到了他们身后的集合点。集合点内所有人
都被笼罩在一座大阵当中，也同时看了过来。这一处大阵可以简单理解为天玄护体罩的加强版、放大版，固若金汤。但不知为何，陆长生只看了一眼就皱起了眉头。他感觉这大阵有些不对劲，但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这是一种直觉。各位，上千魔族在一名武将境的带领下突破进入这片试炼区域，我认为这背后是一个阴谋。我们当中很可能出现了内奸，是这个内奸用了手段引来魔族军队，而在这内奸背后肯定还有更大的黑手，随时都可能会爆起发难。陆长生沉声说道，因为他想到在这片区域边缘发现的魔族精血，那也正是魔族大军出现的方向，所以说此事必有蹊跷，绝非巧合。我觉得长生学弟说的有道理。许木子第一个应和，内奸？真的假的？是谁引来魔族大军？的确有道理，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有魔族发现此地的，因为学府内的强者用了手段将这片区域隐藏了起来。那么究竟是谁干的？我们所有人都在这里了，快查探一下。首先可以排除天荒楼的体修，他们太过愚蠢，如果是内奸的话肯定早就暴露。我代表天下体修，谢谢你了。众人全都议论起来，目光警惕，一派胡言。陆长生，你是想用这种危言耸听的办法来拖延时间吧？不用负隅顽抗了，你马上就要被淘汰掉。此时沈君文突然开口，迈出一步看向陆长生，在他的体内正有着雄浑的力量不断流淌开来，散发出猛烈的冲击。轰！下一刻只听一声轰鸣响起，这沈君文居然在此刻突破到武将境。很明显他一直在压制自己的境界，就是为了等待这一刻。武将境，沈君文居然在此刻突破到了武将境，全场一片惊呼。他本就是这66名老生当中的最强，是武士境的巅峰层次9重天之境，现如今更是一鼓作气突破到了武将境。看来陆长生真的要被淘汰掉了。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影响，因为陆长生的天玄币摆在那，不会被老生夺走，他依旧是新生第一。有什么用？这个废物，如果早点找到陆长生，我又怎么会被迫弃权？集合点内，沈傲天看到这一幕，心中怒骂不止。弃权和被淘汰那是两码事，一旦弃权，无论有多少天玄币的收获，最终也都会按照0来计算，相当于放弃了此次新生前10的试炼，排名直接垫底。像是第一个主动弃权的苏柔，他就是新生前10当中的最后一名，同时也失去了新生前10的待遇，无法直接晋升2星院，而是会被打回到1星院，从头开始。被淘汰的话，则是依旧可以进行正常的排名，所以沈傲天才会如此的愤怒。他如此天资，本该是新生第一，一步登天，直接进入3星院才对，可现在却还要从1星院开始，不仅丢了自己的脸，更丢了沈家的脸，甚至会导致他从沈家分配到的资源变少。当然，最严重的后果还是他被陆长生击败所产生的心魔，这会影响到他的武道修行。陆长生现在弃权还可以免受皮肉之苦，否则的话拳脚无眼，不小心伤了你怎么办？沈君文冷笑，以武将境的气势压向陆长生，他竟然想逼迫陆长生弃权。沈学长，你不能因为陆长生淘汰了你沈家的沈傲天就如此针对吧？你这是明目张胆的胁迫，已经违背了新生试炼的初衷。人群当中，许木子第一个站了出来，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沈君文头也不回，便是一道气势压了过去。顿时许木子娇躯一震，脸色也变得苍白了一分。原来是沈家的人，怪不得这么针对我。但你难道不知道吗？沈傲天可不是被我淘汰的，他是自己弃权的，已经彻底失去了角逐第1名的资格。陆长生冷笑起来，看向沈君文，目光冰冷。这个沈家很好，非常好，他已经记住了。什么？一瞬间所有人大惊，他们全都没有想到沈傲天居然是主动弃权，这可是夺冠的大热门啊，现如今却是弃权，成为倒数第3。倒数第1是第一个弃权的苏柔，倒数第2则是陈龙象，当时面对魔族大军，弃权是他最好的选择。倒数第3就是沈傲天了。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沈傲天，他低垂着头，一言不发，这就相当于是默认了陆长生的话。怪不得沈傲天来到集合点之后沉默寡言，无比挫败，原来是被陆长生逼的弃权。细命圣童遇到了盖世霸体，可惜可叹。沈君文压制境界，等到现在，这是一张底牌，就是为了保沈傲天的新生第一。呵呵，圣童沈家高傲惯了，向来如此。毕竟这可是东域第一世家啊，生来高高在上，岂是我们寻常人能比？这一次翻车了，大量资源倾斜，高手护道，却遇到了天纵之姿的盖世霸体，爽！不少人阴阳怪气说道。沈君文的做法让人极为不喜，都给我闭嘴！
沈君闻一声怒喝，气势迸发，笼罩全场。陆长生，我最后再说一遍，现在弃权还来得及，否则的话，我可能一不小心就会把你打死。沈君闻盯着陆长生，面色凝然。就凭你，区区一个武将境也敢大言不惭？陆长生笑了，他本以为此人晋升武将境将会是一大助力，万一真的发生了什么变故，沈君闻的战力或许会对战局有所帮助。可没想到他竟如此的卑劣，和沈傲天趁自己破境时出手的行为如出一辙。听到陆长生的话，沈君闻也笑了起来，真是可笑，一个武者境竟敢说出区区武将境这种狂言，他难道真当霸体天下无敌了吗？不过是排名第18的特殊体质而已，并且还没怎么成长起来呢。很好，武者境9重天，敢对武将境1重天说出这种话来，今天我就教教你何为武道。沈君闻怒喝一声，全身灵气疯狂奔涌，只见他手捏印诀之间，竟是凝聚出一道掌印，对准陆长生当头盖压而下。天玄大手印，第一印，全场皆惊，武将境的力量全面爆发而出，配合一门高等级的武学，威势惊人至极。这门天玄大手印是天玄圣学府的江上院长所创，共有6印，诸多学子都可以花费天玄币来购买到这门武学进行修炼。但随后他们便是看到了震慑人心的一幕，只见陆长生非但不惧，反而还向前踏出一步，一拳轰击而出。吼！天地间骤然响起一道充满愤怒的吼声，裹挟着无尽的凶威，如同雷霆般炸开。陆长生的身后凭空显化出5根巨大粗壮的黑色手指，如同5根天柱般排开，狠狠冲撞向沈君闻的天玄大手印。下一刻，猛烈的碰撞波动爆炸开来，惊人的环形气浪疯狂荡起，惊天动地。砰砰砰砰砰，接连5声爆响，几乎让所有人站立不稳。紧接着，在那沈君闻震惊无比的目光当中，他看到自己的天玄大手印被狠狠轰碎。噗嗤，沈君闻吐出一口鲜血，跌坐在地，一身气势瞬间便是萎靡了下来。就连那刚刚突破到武将境的境界也都有些不稳。陆长生站在原地，缓缓收拳，吐出一口浊气。他压下体内翻涌的气血，暴躁的灵气，心中欣喜不已。不愧是极境，达到武者极境后，加持魔元五指之力，他已经可以在正面战斗当中挫败武将境。随后他又看向了沈君闻，摇了摇头，此人没有特殊体质，他都懒得杀人。那鄙夷的眼神让沈君闻如遭雷击，再次喷出一口鲜血，竟是两眼一翻，直接晕了过去。废物！集合点内，沈傲天心中大骂，如果沈君闻击败陆长生，就可以趁机废了他，甚至杀了他，那该多好。可没想到武将境的沈君闻竟然输给了陆长生。下一刻，沈傲天对上了陆长生的目光，只感觉自己的念头全都被看穿，他赶紧扭头不去看陆长生，压迫感太强。但也就在沈傲天扭头的时候，却正看到前方的大阵之上缓缓荡起了一层涟漪，一股奇妙的波动流淌开来，这大阵之上所有的阵纹全都汇聚于一点，然后有一根手指点在了此处。嗡！难以言说的力量迸发之间，两道身影一前一后从虚空当中迈步而出，并肩站在一起，周身气势弥漫而出，笼罩住全场所有人。一瞬间，陆长生双目通红，死死握拳看向这两人。柳如烟、秦天命。柳如烟和秦天命降临此地，两道恐怖的气势发散而出，碾压全场。在陆长生看到这二人的同时，他们的目光也是透着无尽的冰冷和杀意，看向了陆长生。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浓郁的杀机疯狂扩散，在半空当中相撞，天地间隐隐有火花在闪烁。陆长生！柳如烟发出一声尖锐的怒吼，全身颤抖之间，自他体内竟是有一股紫金色的血气喷薄而出，直冲天际。紫金色渲染半边天空，充斥着一股难言的绝伦霸气。盖世霸体，这本是属于陆长生的体质，却被柳如烟夺走。陆长生！同一时间，秦天命也是开口怒喝。刹那间，一股玄之又玄的奇妙波动传荡开来，自秦天命的天灵之处，有一股灿金色的光芒冲霄而起，化作一重重金色华盖将它笼罩。命带华盖，此为华盖天命体，在天下间特殊体质排行榜上名列第11名，比盖世霸体还要更加的强大与神秘。盖世霸体，那是盖世霸体，这柳如烟竟然也是盖世霸体，和长生学弟的体质一样。体修就不要说话了，有没有一种可能，柳如烟的盖世霸体其实就是长生学弟的？怪不得传闻称陆长生已经被废，陆长生也说过好几次他不是霸体，原来他的霸体真的被夺走了。华盖天命体，命带华盖，天龙宝行秦氏秦天命，并称天命而生。据说这种体质本该位列前10才对，
但每一名华盖天命体的拥有者，命中都注定会有一名生死宿敌。没错，华盖天命体想要大成，就必须斩掉命中宿敌，如果失败，那就是死命。古往今来，有不少华盖天命体最终殒命于宿敌之手，无法大成，所以这种体质才屈居第11名。一道道的惊呼之声响彻全场。下一刻，陆长生脸上露出笑容来，看向柳如烟：“你妈死了！”此言一出，全场皆惊。柳如烟精致而美丽的面容瞬间扭曲起来，一身属于武将劲的波动疯狂爆发。陆长生，当日没有杀你，今日我依旧不会杀你，但是你要相信我，你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恳求我赐你一死。秦天命话音冰冷，华盖光芒流淌，开口对陆长生说道：“你爹死了。”陆长生满脸笑容，全场响起一连串道吸凉气的声音。原来陆长生真的已经不是霸体了，他的霸体被柳如烟夺走。原来陆长生说的是真的，魔族侵入此地的背后果真还有阴谋。原来陆长生杀死了柳如烟的母亲和秦天命的父亲，真是个狠人啊！这两人全都具备排名前20的特殊体质，还是武将境，怎么打？别急，长生学弟同样具备武将境战斗力，他刚才一招就把沈君文给秒了。对，沈君文也是武将境。君文学长，你快醒醒，道元圣学府大敌降临，我们需要你出手。沈君文，快点起来战斗，大敌当前，学府内部的恩怨已经不值一提，我们应该联手对敌。昏倒在地的沈君文被人群围住，有人往他嘴里塞疗伤丹药，但他却牙关紧闭。其实沈君文早就苏醒了过来，只是没脸面对众人而已。堂堂东域第1世家出身的天才，突破武将境，却不是一名武者的一招之敌。这事情传出去，他都不知道以后该怎么见人，所以他继续装作昏迷。而现在柳如烟和秦天命降临，他就更不敢苏醒了。醒过来干什么？送死吗？他连陆长生都打不过，更遑论盖世霸体和华盖天命体2大武将境特殊体质，这根本就没法打，还不如躺在这装死，或许还有一线生机。陆长生，你这个废物，给我死！此时柳如烟出手了，他全身紫金色气血狂涌不止，身形迅若奔雷，一步踏出，竟是接连显化出足足9道残影来，笼罩在陆长生的周身。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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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这9道残影齐齐出拳，攻向陆长生。陆长生全身金光闪耀，疯狂出拳，与柳如烟对轰起来。丹田炼仙鼎当中，魔元双臂捶打着胸口，传递出恐怖的力量加持，那洪荒吼声当中的愤怒也是在此刻达到了极致。因为此刻陆长生的心境与这魔元暴躁的性格无比契合，那是一种欲要碾碎一切的狂躁暴力。双方猛烈的对碰，爆发出无数道环形气浪，疯狂扩散开来，震慑全场。紧接着9道残影尽皆消散，柳如烟身形倒退，面色惊骇。陆长生分明只有武者境的修为，怎么会拥有如此恐怖的力量？他的盖世霸体竟然被压制住，难道说陆长生还具备着另外一种更加高级的特殊体质吗？这怎么可能？柳如烟，你这贱婢，躲我霸体还这么弱！陆长生仰天长啸一声，主动攻向柳如烟，挥拳之间，5根粗壮如天柱般的巨指横空而来，裹挟着一股无边的躁动杀机，让柳如烟心惊胆战。这废物真的崛起了，竟能以武者境修为压制如烟，但他是什么体质，我竟然看不出来。秦天命眉头紧皱，看向陆长生，是排名第9的斗战圣体，还是排名第7的无敌金身？好像全都不是。但此刻容不得秦天命多想了，他迈出一步，挡在了柳如烟的面前。如烟，你得到霸体时日还短暂，没有彻底融合这种体质，不宜战斗。这废物交给我来，他命中注定会被我一辈子踩在脚下，是我天命武道之路上的一块垫脚石。秦天命开口安抚柳如烟，而后他头也不回，伸出一只手掌，隔空对着陆长生盖压而下。轰隆隆，天际之上有恐怖的雷声炸裂开来，震撼全场每一人的心神，让他们心惊胆战，生出一种浓浓的无力感。紧接着，一根灿金色长矛从天而降，直指陆长生天灵。这仿佛就是命运当中已经注定的攻击，一旦落下就无法躲避。天地间一片灿金色照耀，如同神迹一般。武将境9重天，秦天命已经站在了武将境的巅峰，无限接近武王境。同为新生，差距竟然如同天壤之别，不可思议。这就是天命之人吗？据说秦天命幼年就觉醒天命，被一只仙鹤带走，接受到了大地的传承。完了，全完了！沈君文就是个废物，等长生学弟被斩杀，我们也全都要死。长生学弟，快躲开！道道惊呼当中，一股绝望的气息弥漫开来，甚至
有人已经闭上了眼睛，不敢去看接下来的一幕。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都是虚妄。陆长生要被击杀掉了，谁人可撼动天命？这不是在与人战斗，而是在与天斗。但此刻，陆长生却是怒吼一声，对着天空之上落下的金色长矛一拳轰出。天地间一片金色光芒闪耀之间，映照出一道不屈的少年身影。他身形笔挺如枪，对那落下的天命出拳。这一幕深深刻印在了所有人的心里，成为再也无法抹去的烙印。他回来了。柳如烟失神，他仿佛看到了曾经那个光芒万丈的盖世霸体，这让他没由来的感觉到一股恐惧。双方已是死仇，不可化解。如果这一次杀不死陆长生，后果不堪设想。但随后柳如烟就摇了摇头，笑了起来。陆长生不可能活下来的。别人不懂秦天命的强大，但柳如烟却心知肚明。九重华盖加身，天命体小成，武将进九重天，强大武学，诸多秘宝加身，秦天命想死都难。他的综合战力在武王境内都堪称无敌，区区一个陆长生如何能活下来？今天陆长生只能有2个下场，被废或者死。轰！下一刻，陆长生的拳头与那金色长矛对轰在了一起。巨大的爆鸣声响彻的同时，天地间掀起一股恐怖的能量风暴，浓浓的沙尘席卷开来，覆盖住所有人的视线。趁着这个机会，沈傲天快速逃离此地，远离集合点。而后他深吸一口气，将自己的身体埋在了泥沙之下，彻底掩盖住。道元圣学府有预谋的出手，目标是杀死此次参加新生试炼的所有人，他这个细命圣童自然也不例外。什么都看不见了，好恐怖的波动，我仅仅被波及到就受伤吐血。长生学弟，长生学弟，你怎么样？沈君文不见了，他被先飞出去了吗？卑鄙小人，他刚才一直在伪装，我看到他趁机逃跑了，畜生啊！苏柔学妹，谁看到苏柔学妹了？我一直在保护她，可她突然不见。天昏地暗，道道惊呼声不断响起，十分混乱。有人趁机逃走，远离此地，也有人心系陆长生的生死，心中紧张焦灼无比。下一刻，秦天命挥手驱散这天地间的沙尘。10日时间，只剩下最后半个时辰。魔窟之内到底情况如何？凶多吉少。道元圣学府不会允许他们当中任何一人活下来的。那个宗万道出手，向来算无一策，他一旦落子，结局就已经注定。哼，莫要长了他人志气。我看好长生学弟，他或许能够力挽狂澜。没错，长生学弟打任何人都是一拳，他的实力远远超乎想象。天玄圣学府12楼5城，处处都在议论此事。有4星院、5星院的老生都暂停了闭关，等待一个结果。还有人在外历练，得知消息后立刻返回学府。10年前好气楼的惨状还历历在目，而10年后历史真的会重演吗？天耀楼地下魔窟入口之处，素心院长早已等待在了此地。他从未感觉时间过得竟然如此缓慢。在他的身旁，江上院长的一道分身负手而立，静静看着眼前的黑色漩涡。表面上看他波澜不惊，但那背后紧握的双手却昭示着他心中的紧张。道元圣学府放出狂言，要在1年之内摘掉天玄圣学府的这个圣字。江上的心头一直盘踞着一口恶气。10年来他一直在等一个机会，而这个机会能否到来，就看此次新生试炼的结果。半个时辰之后，进入魔窟试炼地，他将会看到的究竟是遍地尸体，还是另有转机？江上缓缓闭上眼睛，等待着一个答案。啪！玄金色的棋盘之上，一枚黑子落下，一层涟漪荡漾开来。只见那棋盘上顿时就有一枚白子凭空消散。江上啊江上，再有几手棋，我可就能摘了你天玄圣学府的圣子。到那时，你也就无以为继了。这一天我等了10年，你熬了10年，终究还是我技高一筹。棋盘面前，一名老者伸手抚摸着胡须，轻声呢喃。此人正是道元圣学府的院长宗万道。本来想要完成这一步，起码还需要至少5年的筹划，但天尊转世，拥有霸体的柳如烟以及天命无敌的秦天命出现，让宗万道感觉如有神助一般。1年，他有绝对的把握，在1年之内毁掉天玄圣学府。但下一刻，宗万道再度看向棋盘的时候，却突然皱起了眉头，因为他看到那本该被吃掉的白子居然又重新出现。这是什么情况？简直前所未有，有变故。宗万道豁然起身，不可思议看向棋盘，只见那枚白子正在由虚幻变得凝实，重新出现在了棋盘之上，反而是他落下的黑子开始变得虚幻起来。一瞬间，宗万道如遭雷击。天耀楼地下魔窟之内，随着秦天命挥手散去漫天烟尘，一道身影也是缓缓出现在了所有人的目光之中。陆长生身形笔挺，站立在原地，
依旧保持着出拳的姿态。在他的体表还有着一道天玄护体罩浮现，咔咔咔！但下一刻，这天玄护体罩之上便有着大量的裂纹飞速蔓延开来，如同蛛网一般。砰！一声爆响，天玄护体罩应声碎裂。同时，陆长生的全身都开始溢出大量的鲜血来，气势也在一瞬间跌落到了谷底。打不过，抛开表面的境界不谈，陆长生此刻的真实战力在武将境三重天之下无敌手，但秦天命却是能够横压武王境五重天，双方战力差了一个大境界不止。陆长生能不死，已经是混沌仙魔体积强了。哈哈哈哈！原来你就只有这点本事，天命面前皆是蝼蚁。秦天命搂着柳如烟，放声大笑起来。他迈步走向陆长生，要终结这一切。长生学弟，徐木子满脸灰尘，闭上双眼，流下两行泪来。绝境，这是绝境。陈龙象也绝望了，坐在地上等死。所有天玄圣学府学子的心头全都笼罩着一层挥散不开的阴霾。秦天命表现出来的强大让人绝望，此刻所有人都彻底陷入了绝境，就连陆长生也都无能为力。一击之下便是重伤垂死，怎么打？这一次所有人都要死在这里。但也就在此刻，陆长生缓缓抬起头来，看向对面的柳如烟和秦天命二人。他抬起手臂，单手指天：今日斩你九重华盖，下次见面取你天命。陆长生捏出一道剑指，眼瞳当中似乎有一种神秘的琉璃色彩涌动不止，传递出一股古老而强大的玄奇力量。紧接着他这一指缓缓落下，指向秦天命。陆长生剑指落下，天地间一片寂静。听到他的话语声，那些绝望闭目的人全都睁开了眼睛，他们的心中重新燃起希望。但这天地间却没有任何的变化，什么都没有发生。装神弄鬼！秦天命皱起眉头来，不知为何，他的心中隐隐感觉有些不安，那仿佛是天命在示警。他迈出一步，身披九重华盖，金光灿烂耀眼，抬手之间已经凝聚出一根金色长矛，握在了手中，直指陆长生丹田而去。他要再一次废掉陆长生。然而也就在此刻，天际之上仿佛有一阵阵沉闷的雷声响起，一股恐怖到难以言喻的庞大压力自秦天命的头顶倾泻而下，如同天崩。瞬间，秦天命全身一震，他抬起头，正看到一柄琉璃色的巨剑自天际落下，划破长空而来。什么？在秦天命身旁，柳如烟大惊失色。陆长生重伤垂死之际，怎么可能施展出如此手段？这是剑修的力量，绝不可能。剑，那是一把剑。长生学弟是剑修，他是剑修，那不是一把剑，而是剑气凝聚。天哪！我感受到了纯粹到极致的杀伐之气，这一剑之力可斩武王境。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也只有如此人物，方能重开浩气楼，撞我天玄。长生学弟，请撞我天玄！一道道的惊呼不断响起，最后连成一片，仿佛是山呼海啸一般。陆长生站在原地，只感觉全身每一寸血肉都传递出恐怖的剧痛，这一剑之力对他的身体也造成了不小的损伤。眼前的画面渐渐变得模糊起来，但陆长生却依旧死死睁着眼睛注视着前方的两人。这一剑之下，九重华盖必破，你难道不信我？琉璃女帝清冷的声音在心头响起，总要亲眼看到才是。这一次谢谢了，琉璃。陆长生在心中笑着说道。这一次当真是陷入绝境，生死关头，琉璃女帝短暂苏醒过来，是她给了陆长生一道剑气。琉璃，你竟敢对本帝如此无礼！琉璃女帝的声音当中带着一丝愠怒，以及隐藏很深的娇羞。如果这时候陆长生深入炼仙顶空间，就可以看到琉璃女帝脸色已然通红。琉璃，我会努力修炼的，我现在已经是武者极境，等我尽快突破武王境，再与你双修，尽全力帮你恢复到伤。陆长生认真说道。短暂的沉默之后，琉璃女帝这才有了回应。看在你努力修炼的份上，此事便不与你计较了。炼仙顶内，我给你留了一把剑，其中有我剑道传承。不过在你武将境之前，最好不要接触，否则会被剑气所伤。琉璃女帝说完，彻底没了动静。而此时，陆长生也是终于看到天际之上的那把琉璃巨剑彻底落下。秦天命爆发出野兽般的嘶吼，眼中布满了血丝，全身剧烈颤抖不止。紧接着，他眼中的血丝不断爆裂开来，涌荡出强大无匹的力量，与那巨剑相碰。转瞬之间，秦天命双眼已是血流如注，但这还不够，依旧阻挡不住那琉璃巨剑的下落。只见秦天命疯了一般，取出一件件的宝物，
这些宝物被他激发，在他的体表形成了一道道的防护，闪烁着各色光泽，神异非凡。不仅如此，秦天命还取走了柳如烟的储物袋，从其中取出一件件的护体宝物。可是没用，只见那巨剑落下，剑尖处碰到这层层防护的一瞬间，便是势如破竹，破开了所有的防护。那可挡武王境攻击的守护，在这巨剑之下，却像是一层纸，脆弱无比。终于，秦天命所有的防护手段都被耗尽，巨剑继续下落，落向他头顶的华盖。不！秦天命声音颤抖，惶恐不已。他张口吐出一大口鲜血，面色惨白。剑尖所指，那第一重华盖砰然爆碎开来，消散于无形。停下！快停下！秦天命早已没了刚才那猖狂的模样，反而像是一条败犬在无力的哀嚎。可琉璃女帝说了，要斩他9重华盖，就斩他9重华盖。如果不是因为陆长生的身体承受不住，其实这一剑原本的威力是可以直接斩了秦天命的。现如今这等程度，已经是隐隐超出了陆长生能够承受的极限。是陆长生坚持，琉璃女帝这才勉强答应。此时柳如烟早已全身瘫软，跪坐在地。秦天命全身血流如注，颤抖哀嚎不止。第2重华盖破，紧接着第3重华盖、第4重华盖、第5重华盖一重重的华盖接连被斩。最开始秦天命还能保持战力，但现在他已经彻底如同一滩烂泥。砰！随着一声深入灵魂的破碎之声响起，秦天命9重华盖尽数被斩灭。而与此同时，那琉璃巨剑耗尽了力量，缓缓消散在了天地之间。看到这一幕，陆长生终于是长出了一口气，缓缓闭上眼睛，倒了下来，彻底的燃尽了。长生学弟，许木子第一个发出惊呼，冲到了陆长生的面前。其他人这才反应过来，如梦初醒。有天药楼学子取出各种丹药来，为给陆长生服下，也有人尝试去击杀柳如烟和秦天命。但是也就在此刻，一道身影化作青烟，出现在了两人的身旁。如烟小姐，天命少爷，快走！这道身影背负起重伤昏迷的秦天命，又一把拉住柳如烟，快速赶向集合点大阵之处。柳如烟和秦天命是从那里来的，也要从那里逃离。张明阳，原来是你！快拦住他们！有人发出惊呼，原来这内奸竟是新生前10当中的张明阳。一名新生距离比较近，立刻迈出而出，拦住他们的去路。这是新生前10当中的徐知悔。滚！但这个时候，柳如烟已经回过神来。秦天命虽然受到重创垂死，但他却问题不大，因为那琉璃巨剑完全是在针对秦天命，所以柳如烟除了一开始被陆长生强势压制之外，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势。此时，柳如烟盛怒之下，盖世霸体的力量狂涌，一拳便是打爆了徐知慧的胸膛，将他杀死。徐知慧的尸体倒下，张明阳、柳如烟、秦天命3人快速撤离，消失在了此地。唰！下一刻，集合点内一声轻响，有2道身影出现在了此地。肃心院长目光扫视全场，立刻便是看到了一道纵深的沟壑，横贯在大地之上，散发出一股恐怖的气势。他身躯顿时一阵摇晃，有些站立不稳，眼前也感到阵阵眩晕。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道元圣学府这一次究竟派出了什么级别的战力？从这道纵深的沟壑来看，应该是有剑修出手，而这一剑的威能，竟是让肃心院长也都感觉到胆战心惊。使出此剑之人，位格极高，超乎想象，但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这一剑的力量却薄弱了许多，只能算是武王境无敌的层次。在肃心院长的身旁，江上院长开口说道：完了，全完了。新生前时66名老生静默。院长，我要杀上道元，哪怕是死在那里，也都无怨无悔。肃心院长双眼通红，体内的力量狂涌之间，引发出一股股的能量潮汐，回荡在天地间。他杀机沸腾，心中也生出死志。肃心，冷静一点，你再好好看看，不要只盯着巨剑沟壑。江上院长摇头笑了笑，轻轻拍了拍肃心院长的肩膀。下一刻，肃心院长抬起头来，正看到一群天玄圣学府的学子们。他甚至怀疑是自己眼花了，有些不敢确定。肃心院长是肃心院长来了，他旁边那人是谁？你们认识吗？没见过，但感觉有些眼熟，好像在第5城有一座雕像，跟他长得挺像。肃心院长，快救救长生学弟！新生前10当中的张明阳是道元圣学府的内奸，他引来魔族大军，又召唤来柳如烟和秦天命。关键时刻，是长生学弟使出一招从天而降的巨剑，斩了秦天命9重华盖。肃心院长，我许木子实名举报沈君文，他逼迫长生学弟弃权，面对柳如烟和秦天命的时候还装死，我建议将他逐出天玄圣学府。木子说的对，面对强敌，沈君文根本不敢出手，他究竟是怕了，还是他也已经投靠了敌人，
是内奸呢？一道道的声音传来，蕴含着庞大的信息量，让素心院长一时间有些回不过神来。他只听清楚一句话：救救长生学弟。陆长生怎么了？唰！素心院长迈出一步，瞬息之间已经来到了陆长生的面前。他看到此时的陆长生全身都是血，气息也很微弱。长生！素心院长发出一声惊呼，急忙取出了一个小玉瓶，将玉瓶内的一粒黑白相间的奇异丹药塞入陆长生口中。素心，你动作也太快了吧！陆长生的体内正在快速进行自我修复，根本就用不到这枚生死玄丹。江上院长出现在素心院长的身旁。生死玄丹，听到这4个字，在场有不少人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素心院长和陆长生究竟是什么关系？竟然都没有仔细查探陆长生的伤势，就喂给他一枚珍贵的生死玄丹。要知道，这生死玄丹可是一枚7品丹药啊！传闻中此丹可破生死，哪怕是只剩下一口气都能够救活，甚至据说天品的生死玄丹可以活死人，肉白骨，刚刚死亡的人也能活过来。放眼整个东域，生死玄丹的数量恐怕也不会超过1只手的数量，珍贵到了极致。即便素心院长贵为5黄境强者，这枚生死玄丹对他来说依旧有效，就相当于是一条命。而现在素心院长毫不犹豫就把这条命给了陆长生。很多人已经开始浮想联翩了，难道说陆长生是素心院长的私生子不成？没关系，江上院长，用了也就用了，只要长生没事就行。素心院长一点都没有心疼，反而是露出了笑容来，如释重负。这几天的时间里，他的心里一直处在一种极为焦灼的状态，无比的煎熬。现在看到陆长生还活着，他只感觉身上的压力全都一扫而空。而他的话则是再一次让全场震惊。江上院长，这居然是天玄圣学府的院长，掌管着整个天玄圣学府的江上5尊境强者。自从10年前浩气楼之灾后，江上院长就再也没有露面过，只有在天玄圣学府修行超过10年的老生才见过江上院长，而在场只有新生和去年进入学府的老生，他们全都没见过江上院长。江上院长，拜见江上院长。竟然是江上院长，求江上院长为我们做主啊！这一次死了2名新生，5名老生，弟子愿杀上道元，求江上院长成全。请院长下令与道元圣学府开战，我天玄圣学府的男儿不怕死。一道道的呼声响起，有不少人已经跪了下来，求江上下令。见状，江上挥了挥手，这些人顿时站了起来。好好，不愧是我天玄学子，有一腔血勇是好事，但无谓的牺牲却是愚蠢的。相信我，今日之事，10年前浩气楼之灾，这10年间、数十年间，道元圣学府欠我天玄圣学府的诸多血债，一定都会有一个结果。我向各位承诺，我江上有生之年，必要灭掉道元圣学府，首任宗万道。江上院长沉声说道。与此同时，道元圣学府当中，3道身影出现在了宗万道的面前，正是张明阳、柳如烟以及秦天命。看到这一幕，宗万道顿时发出一声惊呼：天命！他快速查看秦天命的情况。院长，天命被斩了9重华盖，你快救救他！柳如烟在一旁抹着眼泪说道。被斩9重华盖，宗万道险些站立不稳。怎会如此？怎会如此啊！秦天命练出9重华盖，天命体小成，一身修为加上诸多宝物，在5王境5重天内都是无敌的层次。究竟是谁出手？江上，还是素心，或者卓不凡？宗万道来不及多想，他看到此时的秦天命已经是气若游丝，仿佛变成了一件即将破碎的瓷器般，全身遍布着密密麻麻的裂纹，涌出大量的鲜血来。宗万道见状，叹了一口气，取出一粒黑白相间的奇异丹药，塞入秦天命口中。生死玄丹，给秦天命喂下这一枚生死玄丹，宗万道松了一口气，但心中却是有些不舍。这枚疗伤丹药对于5尊境的他来说也都是有用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给我全都说一遍。宗万道在棋盘面前坐下，开口喝道。他的谋划是不可能有问题的，他迫切想要知道究竟是谁坏了他的好事。于是张明阳和柳如烟全都讲述了起来。在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之后，宗万道久久不语，最终他眯起眼睛看向棋盘之上的一枚白子。陆长生便是天命命中宿敌。棋盘之上大量的棋子黑白交错，厮杀惨烈，布局深远。而这一枚白子虽然随时都可能被吃掉，但却死死扼住了黑子大龙的咽喉。此子不能留，3月之后古皇一祭，我要看到他的人头。宗万道再度落下一枚黑子，开口说道。当陆长生苏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3天之后。他缓缓睁开眼睛，四下看去，床榻整洁，一尘不染，有素白色的纱帐，还有一个梳妆台，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清香，很是好闻。这竟是在一名女子的闺房当中。陆长生赶紧坐起身来，唰！但也就在此时，一道身影已经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正是素心院长。长生，你终于醒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素心院长关切问道。素心院长和我爹到底什么关系？她不会是我妈吧？陆长生心里直打鼓，不过他感觉这个可能性并不大。我感觉很好，多谢素心院长关心。陆长生点点头说道。大家都怎么样了？他继续开口问道。闻言，素心院长叹了一口气，死了2名新生，5名老生，但这不是你的错，长生，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素心院长安慰陆长生道。沈傲天死了没？陆长生第一个询问沈傲天的生死。沈傲天，他没死，我还以为你要问许木子呢。不过许木子配不上你的，在天玄圣学府修行期间，你不可谈恋爱。素心院长对陆长生说道。啊，连我谈恋爱都要管，你不会真的是我妈吧？素心院长放心，我只想努力修行，我对木子学姐也没有其他的心思。陆长生解释着。素心院长这才满意点头，给陆长生讲述他昏迷之后的事情。徐知悔为了阻拦秦天命他们逃走，被柳如烟杀了。苏柔则是在你与秦天命的战斗当中被波及，死于战斗的余波。那5名老生也是如此。陆长生心中复杂，他对那些死去的人都有印象，原本活生生的人就这么没了。长生，3月之后古皇遗迹开启，你如果想为他们报仇的话，那就努力修炼吧。上一次的古皇遗迹当中，我天玄圣学府死伤惨重，不是道元圣学府的对手，这一次你要杀回来。素心院长提到了古皇遗迹，陆长生还想问一问关于这古皇遗迹的详情，可素心院长却不给他这个机会。你已经成为新生第一，在试炼当中斩获29800天玄币，第1名额外奖励1万天玄币，外加拯救所有人再奖励1万，一共49800天玄币。我给你凑个整，直接给你5万天玄币。素心院长应该是在这3天里一直在等着，有很多的话想要对陆长生说。这些天玄币已经在你的天玄令里面了，你不要乱花，也别被天香楼的女孩子骗走了，听到没有？你再休息一下，明天重开好气楼。5万天玄币，明天重开好气楼。陆长生的心中顿时充满了激动与期待。好气楼究竟为何这么强大？而父亲又在好气楼当中给自己留下了什么线索呢？一切的答案明天都可以揭晓。素心院长离去之后，陆长生留在这里继续养伤。他盘膝而坐，意识进入丹田炼仙鼎内。在炼仙鼎当中，陆长生看到了一枚丹药悬浮在自己的面前。这丹药龙眼大小，黑白2色缠绕，十分神异，散发出一股生与死的气息，震慑心魄。正是素心院长喂给陆长生的那一枚生死玄丹。江上院长当时都说了，陆长生的身体正在自我修复，用不到这枚生死玄丹。这是因为陆长生拥有混沌仙魔体，这种逆天体质，伤势可以自动快速修复，3天时间彻底复原。拥有同样效果的特殊体质也有，比如说斗战圣体，在战斗当中受伤越重就会变得越强，天生为了战斗而生。还有不死神皇体、九转鱼龙体等等。这枚生死玄丹就先留着吧，武道之路凶险莫测，或许以后会用到。待我将来炼丹水平提升，也可以自己炼制，送给素心院长。陆长生继续前进，来到了魔元虚影的面前。这一趟新生试炼当中，魔元虚影凝聚出5指，是一个巨大的收获。随后则是武学碑林，但陆长生并未停下来修行武学，而是一路前行，直到他的面前出现了一把巨剑。这便是琉璃女帝留给他的剑道传承。当日斩灭秦天命9重华盖的那一剑，令陆长生心潮澎湃。剑修向来主杀伐，具备极强的攻击性，他自然要学。但是当陆长生想要靠近这把巨剑的时候，这巨剑却是嗡鸣了起来，发出剑鸣之声，有一道道琉璃色的剑气迸发而出，笼罩全场。我就知道你不听话，所以留了一手，什么时候能闯过这剑气大阵，什么时候再来修剑。琉璃女帝清冷的声音自巨剑之内响起，其中还带着一丝得意。琉璃真是傲娇。陆长生笑了起来，他尝试着想要闯过面前的剑气大阵。刷刷刷，大量的剑气立刻飞旋起来，笼罩陆长生周身，恐怖的剑意席卷，杀气惊人。下一刻，一道剑气袭来，直接刺穿了他的咽喉。陆长生眼前一闪，意识已经离开了炼仙鼎，回归体内。真狠啊，这绝对算是家暴了，等我以后修炼的比他更厉害，一定要打他的屁股。陆长生啧舌不已，许下要打琉璃女帝屁股的愿望。他站起身来，活动了一下身体，感应着体内澎湃的力量。生死战斗对于修炼大有裨益。我现如今武者极境的境界已经开始松动，距离突破50境已经不远。
陆长生离开此地，却并未见到素心院长，应该是去忙了。走出房间之后，是充满花香的庭院。陆长生离开宅院，已经看到了前方耸立的一尊巨大塔楼。这塔楼庄严肃穆，隐隐之间散发出一股奇妙的波动，震慑人心。陆长生深吸一口气，他明白，那就是浩然正气。浩气楼，在浩气楼的前方，没有进进出出的学子，只有一面巨大的石碑耸立，上面铭刻着一道道的名字。沉重的气息扑面而来，陆长生明白，这便是10年前浩气楼之灾当中死去的浩气楼学子们的名字。这是天玄圣学府与道元圣学府之间的血仇。3个月之后，古皇遗迹。虽然不知道这个古皇遗迹是什么样的，但到时候可是要先讨点利息回来。道元圣学府的人进入古皇遗迹，那就都留下吧。陆长生握紧拳头，心中杀意狂涌。陆长生站在浩气楼之下，抬头仰望着那高耸入云的塔顶。长生学弟。也就在这时，一道充满欢喜的呼声传来。许木子一妹飘飘跑了过来，一把拉住了陆长生的胳膊。长生学弟，你醒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明天就要重开浩气楼了，你就是新的浩气楼主。和素心院长一样，许木子的心里也憋了很多的话，想要对陆长生说。木子学姐，我已经没事了，我现在想购买一些丹药，还有天玄护体罩，该去哪里？陆长生对天玄圣学府的了解实在太少，而一些有背景的人，早在正式进入学府之前，其实就已经被家中长辈带着过来参观过很多次，非常熟悉。比如沈傲天、陈龙象、陈玄武、萧万剑等等。这个啊，我带你去。你现在虽然是个大富翁，有5万天玄币，但天玄护体罩可贵了，要1万天玄币呢，你可省着点花。许木子拉着陆长生一路离开浩气楼。长生学弟，买丹药可以去天药楼，也可以去学府内的玄丹阁。天玄护体罩这种东西要去宝气阁。除此之外，还有藏经阁，里面都是功法和武学，如果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淘到一些隐藏起来的高等武学、秘法等等。对了，沈君文被降薪了，从2星院跌落到1星院，彻底被钉在了耻辱柱上。还有那个沈傲天，现在也沦为笑柄，他还说你不是好人，无法重开浩气楼，大家都在骂他呢。天玄圣学府已经对那个内奸张明阳发布了通缉令，面向整个东域，据说已经有血云殿的杀手接单了。血云殿是东域最大的杀手组织，只要给出足够的代价，就可以雇佣杀手去杀任何人。你也上了悬赏榜，现在排名第3。一路上，许木子跟陆长生讲了很多事情，这让陆长生对天玄圣学府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对整个东域的格局也心中有数。他们一路来到了第2层天药楼这里，陆长生要购买一些丹药以及药材。别人炼制出来的丹药品级比较低，哪怕经过炼仙鼎的加持炼化，最终的品级也会比较有限。而陆长生亲自炼制的丹药会更加的高级，他第1次炼丹就炼制出地品丹药来，这与红莲业火的炼制、红莲女帝的药道传承和炼仙鼎的加持都是分不开的，只有陆长生能够做到这一步。长生学弟是长生学弟来了，我就说长生学弟肯定会来购买丹药的，快把最好的丹药都拿出来送给长生学弟，感谢长生学弟救命之恩。长生学弟，你恢复的怎么样了？学姐给你看看。随着陆长生的到来，天药楼内顿时涌出大量的身影，簇拥着陆长生进入天药楼内。一名身材火辣的学姐更是直接挤开了许木子，搂住了陆长生的胳膊，胸前的柔软一个劲蹭着陆长生。许木子气的眼睛都快要喷火。等到陆长生离开天药楼的时候，储物袋里已经装满了大量的丹药以及各种各样的药材，1分钱都没花。这些归元丹足够我突破50境，各种药材也都齐全，找个时间就可以炼丹了。陆长生的心中十分满意。红莲女帝留下的药道传承当中，有许多丹药是这天药楼没有的，放眼整个东域，恐怕也都无人能炼，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丹方。但陆长生却可以将这些丹药给炼制出来。下一站，陆长生来到了宝气阁，购买天玄护体罩，花费2万天玄币买了2道天玄护体罩。长生学弟买了2个天玄护体罩，他难道要送一个给我吗？这太贵重了，我肯定不能要。但这是不是意味着长生学弟对我也有好感？许木子的心里仿佛有一只小鹿在乱撞，脸色也开始泛红。木子学姐，陆长生开口对许木子说道。啊，我不能要。许木子连忙开口说道。什么？陆长生愣住了，他没有明白许木子是什么意思。没什么，长生学弟，你想说什么？许木子问道。今天谢谢学姐了，我要回去修炼，争取突破到50境，就先走了，学姐再见。陆长生诚恳道谢说道。闻言，许木子顿时失魂落魄。原来陆长生并不是要送给自己一个天玄护体罩，是自己想的太多。
许木子这才想起来，陈龙象好像提过陆长生欠他一个天玄护体罩，刚才怎么没有想到呢？真是太尴尬了啊！陆长生根本没有多想，他一路回到了第3城，却犯了难。素心院长的房间虽好，但他不太好意思过去修炼。万一晚上素心院长要休息怎么办？陆长生发现自己在天玄圣学府内居然没地方住，他笑了笑，干脆就坐在了好气楼前方的广场上，吞服归元丹，开始修行起来。从武者极境向着武师境进发，一枚枚的归元丹经过炼仙鼎的提升，全部变为极品丹药，化作陆长生体内的滚滚药力，助他冲关。整夜的时间悄然流逝过去。当东方的天空泛起鱼肚白的时候，整个天玄圣学府12楼5城全都是开始沸腾了起来。一道道的身影从四面八方赶赴而来，齐聚第3城好气楼。今日便是重开好气楼的日子。这一天，整个天玄圣学府等了足足10年。诸多新生以及加入天玄圣学府不足10年的老生们，更是心中期待无比，激动无比。只听闻好气楼之强，却不知究竟多强。谁人不想修那浩然正气来破万法？而这一切全都要看好气楼前方那不动如山般盘坐着的少年身影。陆长生彻底沉浸在修炼当中，对于外界发生的一切全都置若罔闻。天际之上，朝阳升起，金红色的光芒穿透了云海，照耀而下。陆长生的身影被光芒笼罩，仿佛给他披上了一层金甲。下一刻，只听一声似有若无的轻响声传开，轰！陆长生全身涌荡起一层气浪，豁然睁开眼睛，站起身来。只见他的瞳孔当中有金色光芒流淌，如同神奇凌晨。少年身形笔挺如眼前的好气楼，这一幕让在场所有人的胸中都蓦然生出一股豪情来。今日陆长生破入武师境，重开好气楼，好好好，红日初升，其道大光，不愧是我天玄圣学府的男儿，前途似海啊！这时一道长啸声响起，江上院长的身影出现在了陆长生的面前。他看向陆长生，就如同那初升的朝阳般，充满着无限的可能，眼神无比的满意。以他的眼光，自然可以看出陆长生的不凡。明明是刚刚突破进入武师境的层次，但这一身的伟力却是连武将境都要退避三舍。江上院长，已经有10年不曾见到江上院长了。这应该只是江上院长的一道分身，他的真身还在好气楼下的魔窟最深处与一位魔尊僵持。我突然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我天玄圣学府将要迎来崭新的篇章。请江上院长重开好气楼，请院长重开好气楼，壮我天玄！山呼海啸一般的声音疯狂响起，直冲云霄。人声鼎沸之间，陆长生看到那天际之上的云雾竟是都被冲散开来，显露出完整的好气楼。今日重开好气楼，任陆长生为好气楼主，我天玄圣学府12楼5城之学子皆可参加考核，入好气楼修浩然正气。江上院长抬手指天，下一刻，一股玄奇的波动自他的体内流淌而出，轰隆隆，天际之上有雷鸣之声响彻开来。紧接着，这高耸入云的好气楼在所有人的注视之下，开始不断颤抖。在无数道火热目光的注视之下，只见好气楼之上竟是浮现出一道道的暗青色锁链，缠绕在好气楼的楼体当中。咔咔咔，破碎的声音不绝于耳。这些暗青色锁链开始碎裂，化作虚无消散。这一幕蔚为壮观。而在那楼顶的位置，正在有着一股天青色的能量酝酿，欲要喷薄而出。神秘而强大的气息在不断的扩散开来，于云顶之上化作道道青色的涟漪，席卷整个12楼5城。浩然正气，有生之年终于又见到了浩然正气。敏儿，看到这浩然正气，就仿佛又看到了你。10年来，我日日夜夜都在想你。10年饮冰，难凉热血，我恨不得现在就杀上到元圣学府。我要加入好气楼，修浩然正气。陆长生想要重开好气楼，还需要经历最后的一道考验，那就是得到浩然正气的认可。整个天玄圣学府盛况空前，这股气息震撼整个东域。陆长生同样是心潮澎湃，他看向天际之上，只见那磅礴的浩然正气竟是隐隐间化作大量的青色星辰，汇聚成一条星河流淌。去吧，长生，得浩然正气认可，修浩然正气诀，成为真正的好气楼主。江上院长收回目光，再度看向陆长生，开口笑道。陆长生点点头，迈步而出，走入面前的好气楼。那尘封已久的大门被他推开，这一刻，陆长生仿佛走入了历史当中，同时他也在创造新的历史。历代好气楼主无一不是人中之龙，这得到浩然正气认可的过程也被称作炼心。明心见性，磨练一颗万劫不灭的武道之心，如此方能一往无前，锐意进取。而炼心的时间越长，就代表着潜力越大，将来的上限越高。
好气楼前方的广场之上，正有老生在给新生讲解着。那历代好气楼主当中最强的人练心多久？有一名气质清丽出尘的新生问道。他是新生前10当中的墨雨，现在已经有不少老生想要对他下手，围在他的身旁刷好感。墨雨学妹，我来告诉你，历代好气楼主当中练心时间最长的人坚持了18天的时间。他名为李青山，以五黄境9重天修为从五星院毕业，离开了天玄圣学府，据说现如今正在中州大地之上闯荡。一名老生侃侃而谈。那有没有练心失败的？陈龙象在一旁好奇问道。那老生看了陈龙象一眼，没有理睬他。学长，有吗？墨雨也十分好奇，于是问了一句。见状，那老生这才点了点头。当然也是有的，不过极少。据我所知，只有2人失败，都是心术不正之辈。其中一人是道元圣学府安插进来的那间，东窗事发之后被当场斩杀；另外一人则是被逐出了天玄圣学府，加入了血云殿，现如今是一位地品杀手。而听到这老生的讲解，人群后方有2道身影对视了一眼，全都是眼前一亮，正是沈傲天和沈君文2人。陆长生在试炼当中对我下杀手，如此凶残之辈不可能通过炼心，他将会成为第3个失败者。沈傲天眼神阴霾，低声说道，只要他失败，就会被逐出天玄圣学府，到时候以我沈家在东域的势力，直接让他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沈君文也是咬着牙，目光死死盯着前方的好气楼，他们都在期待着陆长生炼心失败被逐出好气楼的那一幕。其他人也都在期待着，不过他们期待的则是陆长生能够坚持多久，甚至已经有一些老生在暗中打赌，赌陆长生炼心的时间，赌注则是天玄币。许木子也在盯着面前的好气楼，嘴里不断念叨着，长生学弟，你一定要打破记录啊，我可是把全部身家都押上了。许木子押了12000的天玄币，赌陆长生能够破纪录。现在他心里多少有些慌张，觉得自己太冲动了。不用慌，没问题的，长生学弟肯定能行。他被柳如烟夺走了霸体，废了修为都能够重新崛起，这可比炼心难多了。许木子在心里暗暗给自己打气，胆大骑龙骑虎，这一波如果赢了，他直接就能赚到10万多的天玄币，到时候天玄护体罩买俩，用一个扔一个。而此时好气楼当中的陆长生却是已经进入了炼心的状态当中，在这好气楼之内正有着大量的天青色气流涌动，化作一颗颗的星辰旋转而来，进入陆长生的身体当中。随着浩然正气的入体，陆长生心神一震之间，顿时就感受到一股恐怖的压力笼罩席卷全身。这压力针对他的身体，针对他的心神，全方位碾压而来，让人感到极度的痛苦。陆长生倒吸一口凉气，立刻盘膝而坐，开始对抗这股深入灵魂的痛苦。好气楼之外，广场之上，人声鼎沸，摩肩接踵，诸多学子都无心修行，只想留在这里等待一个结果。本来几位院长们是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但转念一想，10年之后重开好气楼这等盛事，谁能不兴奋？就由着他们吧，反正也不会消耗太多的时间。毕竟到现在为止，炼心时间最长的记录也只有18天而已。但是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转眼之间已经是10天的时间匆匆而过，那好气楼依旧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已经10天了，炼心时间突破10天，已经算是相当厉害。不愧是长生学弟，平地起波澜，一身撼天下，他将会铸造出新的传奇。我觉得长生学弟能够打破记录，先别高兴得太早，打破记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猜陆长生应该能坚持15天的时间，破不了记录。好气楼前方的广场之上，众多学子正在议论纷纷，人群后方，沈傲天和沈君文也在悄悄交流着。怎么办？已经过去10天了，陆长生怎么还没有失败？沈傲天心里很难受，不是说心术不正之人无法通过炼心吗？在试炼当中，陆长生分明是杀心极强，要杀死自己的啊，这都不算是心术不正，难道说自己就这么该死吗？别着急，那2个失败的人也都是坚持超过了10天的。道元圣学府的那间坚持了12天，加入血云殿的那个杀手坚持了13天。沈君文在一旁安慰着沈傲天，但他的心里也在打鼓，因为他也知道失败的概率并不高，一代代的好气楼主就只有这么2个失败的案例而已。陆长生，快点失败吧！沈傲天盯着好气楼，心中不断念叨：10天了，长生学弟加油，一定要打破记录啊！许木子也越来越紧张，生怕陆长生结束炼心。素心，你觉得这小家伙能坚持多久？云端之上有2道身影高高在上，俯瞰着下方的好气楼，正是素心院长和江上院长。至少20天。
素心院长对陆长生有着极大的信心，但江上院长却缓缓摇了摇头。院长，您觉得陆长生无法打破记录吗？素心院长立刻质疑道。素心，你这样，不知道的人真的会以为陆长生是你儿子的。我的意思是，你说少了。江上院长非常无奈说道。闻言，素心院长有些尴尬，脸色也开始变红。院长，你真身就在好气楼下，你应该能看到陆长生现在的状态吧？你不要卖关子啊！素心院长抱怨道。哈哈哈哈！我现在开始期盼古皇遗迹快点开启了，因为陆长生这小子绝对可以给宗万道一个巨大的惊喜。江上院长大笑起来，然后身形一闪，便是已经消失在了原地，只留下素心院长气得直跺脚。最烦谜语人。江上院长明明知道陆长生现在的状态，但他就是不说，急死人了。不过随后素心院长就笑了起来，因为这10年间他可从未见过江上院长的心情如此放松过。天玄圣学府重开好气楼，陆长生进入好气楼练心已经有10天的时间。道元圣学府这边自然也是得到了这个消息。好气冲天，这消息是藏不住的，现在整个东域都知道这件事。宗万道看着面前的棋盘，眉头紧皱，他盯着那一枚代表陆长生的白色棋子，久久不语。那一剑绝非他自己的力量，借助外力，小道儿。宗万道冷哼了一声，他认定陆长生再强也不可能超过练心18天的记录。于是他不再去看棋盘，而是回过身来看向后方一道金色石台之上的身影。擎天命盘膝而坐，全身有金光不断涌动，在他的头顶汇聚出一重重的华盖，秉承天命而生，华盖天命体，注定不凡。此番生死危机却帮助天命炼化了体内一滴圣血。宗万道看着修炼当中的擎天命，连连点头。此时的擎天命已经重新凝聚出9重华盖，并且这个数量还在增加。宗万道推断，待到那古皇遗迹开启的时候，擎天命应该是可以凝聚出18重华盖来。而这一次，那陆长生还能有外力可以借助吗？圣血之力浩瀚如同汪洋，天命现如今消化掉的仅仅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而已。如果他能完全炼化这滴圣血，整个东域他都能横着走。宗万道信心满满。第15天，此时距离陆长生进入好气楼练心已经过去了足足15天的时间。任凭外界如何喧嚣，陆长生全都是丝毫不知，因为他正在承受着极大的痛苦。浩然正气练心可以说相当的难熬。一开始陆长生还能保持盘坐的姿态，与这股痛苦的感觉对抗，不断的磨练武道之心。但后来他必须要动起来了，这样才能够转移注意力。而陆长生的办法便是修行。他的意识进入了炼仙鼎内，来到了武学碑林之处，修炼紫月女帝给他留下的诸多武学。我能够感觉到这浩然正气入体，正在凝聚出一颗颗的好奇星辰来。很明显，这星辰越多，对我的好处越大，我必须要坚持住。陆长生的心中给自己打气，他努力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武学的修炼之上，沉浸其中。此时他正在修行一道印法。天玄圣学府内的学子可以花费天玄币购买一门印法，名为天玄大手印，此乃江上院长所创，共有6印。而现如今陆长生所修行的则是紫月女帝给他留下的一道印法武学山海印。此印法乃是8品武学，共有5印：开山、分海、通天、彻地、灭世。15天的时间，陆长生已经将开山印和分海印都修炼到了小成的境界，通天印则是刚刚入门。对于这门武学的修炼已经到了极限，并且在这般痛苦之下，我已经难以集中注意力来修炼武学。陆长生皱起眉头，牙关紧咬，难道就此放弃吗？但他觉得还不够，他还能坚持得更久。于是陆长生毅然做出决定，他迈步前行，离开武学碑林，来到了琉璃巨剑处。炼仙鼎内，陆长生正在看向面前的琉璃巨剑，以及那巨剑前方的剑气大阵。上一次他直接被一道剑气封喉，当场失败，被逐出了炼仙鼎空间，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的反应。可见此阵之威能，这巨剑，这剑气当中全都蕴含着一股剑意，那是顶尖的杀伐剑意。陆长生啧舌不已，琉璃女帝修出此等剑意，当真是一尊杀神啊！3位女帝长相一模一样，是3胞胎，但性格方面却大相径庭。琉璃女帝清冷无双，高高在上，有一种俯瞰众生如蝼蚁般的冷漠。应该也就只有陆长生通过进入他身体的方式，在他封闭的内心开出来一道口子。紫月女帝温柔如水，有一种典雅的韵味，一旦认准了一个男人，就再也不会更改。红莲女帝娇俏可爱，并且极为主动，一点也没有女帝的架子，这也让陆长生感觉很是受用。想到3位女帝
陆长生的嘴角微微上扬，一时间竟是感觉这炼心的痛苦都减轻了不少。不过随后他就摇了摇头，继续看向眼前的剑气大阵。这大阵不是用来破解的，如果说要破开这大阵，就算我成为武将境、武王境，也都不一定可以成功。琉璃真正的目的是要让我融入其中。陆长生潜心参悟，已经明白了琉璃女帝的用心。他想修琉璃女帝的剑道，就必须先悟出这其中的剑意，如此方能入阵。不过想要去进行感悟，就必须要一次次的去亲身感受这股剑意，也就是说要一次次送死。来吧！陆长生想到那斩灭九重华盖的一剑，心神坚毅，踏出一步，走入面前的剑气大阵当中。刷刷刷，顿时大量的琉璃色剑气蜂拥而来，不断贯穿着他的身体。恐怖的杀机侵入身体，仿佛要诛灭这世间的一切。顷刻间，陆长生便是眼前一闪，意识离开了炼仙鼎。他站在浩气楼当中，神色痛苦无比。浩然正气炼心，杀伐剑气贯体。陆长生身形摇晃起来，险些站立不稳，但他咬牙坚持，努力回忆着刚才被诛灭之时的感受，就仿佛那剑气还在自己的体内，正在抹除一切的生机。片刻之后，他长出一口气，再一次进入炼仙鼎内，出现在琉璃巨剑的前方，一步踏出，再一次被抹杀。在这剑气的一次次磨灭之下，陆长生甚至都有些麻木了。浩然正气炼心的痛苦都被覆盖住，而在这般的痛苦当中，转眼时间3天的时间便是过去。18天，陆长生炼心18天了。他凭了李青山的记录，这还不是陆长生的极限，他还在坚持。20天，保守估计陆长生至少可以炼心20天。史上最强浩气楼主现世，整个东域颤抖。第19天到了，陆长生破纪录，创造历史。整个浩气楼广场之上响彻起热烈的欢呼声，直冲云霄。陆长生坚持到了第19天，开创出新的纪录。10万天玄币，10万！许木子欣喜若狂，只恨当初压住太少。我一定要入浩气楼，我也要修浩然正气。陈龙象心潮澎湃不已，他怎么还没失败？沈傲天难以置信，眼神落寞无比。别急，坚持20天，然后再失败，被逐出天玄圣学府，对他的打击会更大。沈君文说道。但实际上他已经悄悄压住了陆长生能够炼心超过20天，直接压了3万天玄币。一旦赢了，就能够获得30万天玄币。这一次他被逐出2星院，跌落到了1星院，乃是奇耻大辱，更被摘星楼除名。沈家内部也对他做出了惩罚，能够获得的修炼资源直线下降。他必须赌一把，否则的话日后的修炼将会难上加难。外界喧嚣，我心宁静。陆长生一次次进入炼仙鼎内，被剑气大阵诛杀，这同样也是在炼心。他彻底沉浸在了这种自虐的痛苦当中，经过千锤百炼，而经过这般苦修，他也渐渐地生出诸多感悟来。一开始他刚刚踏足剑气大阵，便会被当场诛杀，现如今已经可以坚持8息时间。他进入浩气楼炼心的时间也已经来到了第30天。整个天玄圣学府从最初的震惊到现在已经变得麻木起来。30天，什么概念？简直恐怖如斯，很难想象他现如今究竟是承受着何等的痛苦。浩气楼广场上一片寂静，所有人看向那浩气楼的目光都变得沉重起来，并且还夹杂着一丝丝的敬畏。此子如今潜龙在渊，他日必将一飞冲天。30天，难道说陆长生正在挑战那个传说当中的极限吗？素心院长呢喃着，眼神当中光彩流转。时间一天天过去，31天，32天，33天，陆长生依旧还在浩气楼当中。此时他正身处剑气大阵内，承受着狂风暴雨般的杀伐剑气入体，但任凭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陆长生甚至张开双臂，主动接纳剑气融入体内。时间达到了10息，终于所有的剑气全部灌入陆长生体内。此时没有痛苦，只有一种豁然开朗的畅通之感。陆长生站在原地，纹丝不动，细细感悟。他的身体开始溢散出一股恐怖的杀机来，与面前的琉璃巨剑呼应。时间继续流逝，第34天过去，35天，最后来到第36天。陆长生猛然睁开眼睛，双目当中竟是飙射出一股凌厉至极的杀伐剑气来。与此同时，他面前的那把琉璃巨剑开始缩小，变成3尺清风，主动将剑柄送入陆长生的手中。一股奇妙的情绪自心底滋生，蔓延开来，浮至心灵之间。陆长生已经知道了这把剑的名字，弑神。此剑名为弑神剑，这剑意名为弑神剑意，乃是天下间极致的杀伐剑意，攻伐无双，无物不可破。
哪怕陆长生仅仅是悟到一丝皮毛，也会具备极为可怕的杀伐剑道。下一刻，陆长生离开了炼仙鼎，重新站在了浩气楼当中，恐怖的浩然正气席卷而来，化作一颗颗的星辰，正对着他当头盖压而下。这将会是最终的考验，是炼心的终点。开！陆长生身形不动如山，手持是神剑指天。轰！下一刻，整个浩气楼狂震之间，自那塔楼的顶部，赫然是有着磅礴的浩气冲天而起，震撼了整个东域大地。顷刻间，浩气满乾坤，浩气满乾坤，天青色的浩然正气冲霄而起，化作重重的气浪，疯狂扩散开来，再度震惊整个天玄圣学府。云端之上，素心院长美眸泛着异彩，心中震惊无比。他竟然真的做到了，炼心36天达到了极致。素心院长呢喃着，心中欣喜不已。据说这浩然正气炼心是存在一个极限的，那便是36天的时间，是天罡之数，但却从未有人做到过。在陆长生之前，炼心时间最久的李青山也不过是坚持了18天而已，足足相差1倍。但即便如此，李青山也是以一种极快的速度修炼到了5黄境，从天玄圣学府毕业，去往了更加广阔的中州大地。那么陆长生将来的成就又将如何？必然是不可限量。36天，这个成绩直接碾压了曾经的李青山学长，将他的记录翻倍。逆天，陆长生太逆天！炼心结束了，终于结束了，我要参加考核，加入浩气楼。浩气楼为何还不曾开启？长生学弟不会是出了什么意外吧？天地间响彻起大量的议论之声，沸沸扬扬。很多人看到浩气楼迟迟没有动静，都有些担忧，就连素心院长也都皱起了眉头。因为历代的浩气楼主在完成了炼心之后，都会很快走出浩气楼的。不过随后素心院长就明白了过来，陆长生和其他人不一样，他应该是正在寻找着父亲陆天留下的线索。对此，素心院长也非常的好奇，陆天究竟去了哪里呢？此时陆长生正在感受着自己的状态，他心神一动，是神剑已经自动进入了他的体内，悬浮在了丹田当中。然后他发现自己的全身血肉深处竟是有着一颗颗的微型星辰在不断的旋转着，一身浩然正气化作36000颗浩气星辰。如果是现在的我遇到秦天命的话，不需要琉璃出手相助，也能与他正面作战。陆长生点点头，对于这一次的收获非常的满意。在炼心的过程当中，他已经得到了浩然正气诀的传承。浩然正气可破万法，当真是一门神秘而强大的术法。接下来该找一找父亲留下的线索了。陆长生目光扫视全场，既然素心院长说了父亲在浩气楼内给他留下了线索，那就绝对不会骗他。只是这线索藏在了哪里？这浩气楼如此的庞大，难道说一点点搜查吗？下一刻，陆长生闭上了眼睛，他能够感受到冥冥之中竟是有一种亲切的呼唤感传来，于是陆长生不再迟疑，开始顺着这股呼唤前行，一路攀登到了浩气楼的顶端。在这浩气楼的顶楼之上，陆长生看到了一颗水晶球静静地悬浮在他的面前。一瞬间，陆长生立刻就意识到这就是父亲留下的线索，那是一种血脉相连的感觉。陆长生深吸一口气，伸出手掌覆盖在这水晶球之上。嗡！顿时水晶球发出嗡鸣，然后旋转了起来，投射出一道记忆当中的身影出现在陆长生的面前。长生！这身影含笑看着陆长生。爹！陆长生瞬间鼻子一酸。长生，你拥有盖世霸体，能走到这里在我意料之中，不过接下来我要说的事情依旧可能会超出你的承受限度，你是否要听呢？陆天的投影自顾自说道。爹，我霸体没了，霸体被柳如烟给夺走了，你为什么给我定下这样的婚约？柳如烟那贱婢十分恶毒，绝非良配啊。陆长生忍不住抱怨道。很好，不愧是我的儿子，从小你就问我你娘在哪里，我都跟你说你娘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她不在这一方世界，不在灵域大陆之上。陆天的投影笑着对陆长生说道。这让陆长生十分无奈，他已经看出来了，这投影没有任何的意识，也根本不会管他说了什么，只会自顾自地说下去。老爹真是不靠谱啊，否则也不会把我一个人丢在陆家。不过娘居然不在这一方世界，陆长生心头震惊不已。三位女帝曾经隐晦提过，灵域大陆只是一个很小的下位面而已，外面还有更多强大的大世界。看来娘的来头不小，老爹是怎么高攀上的？所以你们现在都在哪里啊？我该怎么找到你们？陆长生急忙问道。进入天玄圣学府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你想要知道更多的事情，就必须继续努力修炼。等到灵域学府大赛的时候夺魁，你就能来找我了。怎么样，是不是充满了动力？
陆天的投影笑道。呵呵，陆长生也笑了，不过是被气笑的。这还玩起来了？有什么不能现在就告诉我的？好了，你在天玄圣学府内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找素心帮忙。他对你爹我情深似海，只可惜我已经有了你娘，再无法对其他女人动心。你娘不仅貌若天仙，不，她就是天仙，而且她的实力也非常强大，远远超出你的想象。陆天的投影眼神当中浮现出一抹温情来。臭屁什么？你儿子，我现在有3个女帝老婆呢。陆长生化身大孝子，对着眼前的投影狠狠打了一拳。线索的确留了，但又没完全留。片刻之后，陆长生终于走出了好奇楼。陆天的投影把话说完之后，那个水晶球也化作了粉末消散掉，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而当陆长生走出好奇楼的时候，立刻就听到了山呼海啸一般的欢呼声。整个天玄圣学府都在庆祝新的好奇楼主诞生，他们亲眼见证了新的传奇诞生。好奇楼已开，天玄圣学府学子皆可通过考验加入好奇楼，修浩然正气。素心院长出现在陆长生的前方，开口说道。顿时，整个广场的所有人眼中都仿佛有着火焰闪动，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了。下一刻，素心院长挥了挥手，带着陆长生离开此地，来到了云端之上。下方广场上，蜂拥的人群正在争先恐后冲进好奇楼，而素心院长则是目光急切，看向陆长生。长生，找到你爹留下的线索了吗？素心院长问道。找到了，但他没有告诉我他在哪里。他说想要得知下一步的线索，要让我在灵域学府大赛上夺魁。素心院长，灵域学府大赛是什么？古皇遗迹又是什么？陆长生询问了起来。灵域学府大赛夺魁。听到陆长生的话，素心皱起了眉头。这该死的陆天还藏着掖着，鬼才想要知道你在哪呢。素心的心里把陆天骂了个狗血喷头。陆长生眼观鼻，鼻观心，等待着素心院长的答复。长生，在整个灵域大陆之上坐落着诸多的学府，构成了一个庞然大物，那就是灵域学府同盟。素心院长说道。灵域学府同盟每隔3年都会举办一场灵域学府大赛，每一个学府在大赛之上的成绩都会影响到学府的排名，以及接下来3年内能够从同盟总部领取到的资源。在大赛上会有灵学府晋升圣学府，也会有圣学府跌落成灵学府，有时候没有头衔的普通学府也可能一跃成为圣学府。听到素心院长的解释，陆长生点点头，但心中又生出新的疑惑。既然都是学府同盟的成员，那为什么到元圣学府还能对我天玄圣学府下手？能不能去举报他们？陆长生问道。学府同盟鼓励学府之间的竞争，并且这个同盟内部派系十分复杂。长生，你要记住，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道元圣学府在学府同盟当中有一位强大的靠山，除非有绝对的证据表明道元圣学府与魔族勾结，否则的话都拿他们没办法的。素心院长冷哼了一声说道。下一届灵域学府大赛是什么时候？陆长生心中已经期待起来。这场大赛是要与整个灵域大陆之上的学府对战，必定是天骄如云，强者林立。1年之后，我天玄圣学府已经连续3次没有取得足够的成绩了。如果1年之后还是不行的话，那么这个圣字就会被摘掉，到时候天玄圣学府就会变成天玄灵学府。素心院长沉声说道。这也是宗万道为什么说要在1年之内摘下天玄圣学府圣字的原因。他有十足的把握让天玄圣学府在下一届的学府大赛当中铩羽而归。好了，长生，现在说学府大赛还为时过早，我先给你说一说古皇遗迹。素心院长对陆长生自然是知无不言，简直是当作亲儿子对待。而在素心院长的解释之下，陆长生也明白了古皇遗迹的规则。简单来说，就是有一位古代的武皇境强者留下了一处遗迹，那里面有诸多宝物和传承存在。后来东域大地上有人发现了这一处遗迹，最终经过一系列的战斗商议，比拳头定下了规矩，那就是每隔2年到了古皇遗迹可以开启的时候，东域大地之上的诸多势力就会派出各家天才进入古皇遗迹当中争斗夺宝，只有武将境以及武将境之下的武者才可以进入这一处古皇遗迹当中。现在距离古皇遗迹开启还剩下不到2个月的时间。谢谢素心院长，我明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会争取尽快突破到武将境。陆长生点点头，开口说道。他虽然战力强大，但却只有50境的修为，而柳如烟和秦天命则是都已经成长为武将境。这一次古皇遗迹当中的对手应该也全都是武将境的级别，把境界给提升上去，到时候也会有更大的把握。去吧，长生，好奇楼的事情我会帮你管理的，你只需要专心修炼就行。素心院长直接给陆长生开后门。闻言，陆长生心中一喜，其实他并不想成为好奇楼主，
感觉会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有些麻烦。现在好了，有素心院长帮忙，他就可以不用管这些事情。谢谢素心院长。陆长生激动道谢。随后素心院长将他送到了浩气楼前方的广场上。陆长生看到这里已经排起了一条蜿蜒的长龙，有人从浩气楼当中走出，垂头丧气，这应该是接受考核失败了，无法修炼浩然正气。但也有人则是喜气洋洋，兴奋不已，看来是成功了的。在队伍当中，陆长生看到了陈龙象。陈龙象，陆长生走过来打了个招呼，然后取出一道天玄护体罩以及一枚归元丹，还给了陈龙象。陆长生，你是浩气楼主，能不能让我插个队啊？我想快一点接受考验。陈龙象急忙说道。这不太好吧？陆长生怕引起众怒。没事，现在大家都服你，不仅仅是新生，包括2星院、3星院、4星院、5星院，这些老生看你也如同见神。陈龙象恳求着，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修炼浩然正气。不是我不愿意帮你，而是我告诉你，想要通过考验，就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你现在排队，对你是有好处的。陆长生小声对陈龙象说道。其实他这是在哄骗陈龙象，他根本就不知道考验的内容。果然，听到陆长生的话，陈龙象顿时就不急了，他要继续排队，磨一磨耐心。随后，陆长生径直走入浩气楼当中，他要抓紧时间开始修炼。一路来到了顶楼的一处高台之上，就仿佛坐在云端一般。陆长生发现，这里是整个浩气楼当中天地灵气最浓郁、最适合修炼的地方。他在高台之上盘膝而坐，取出丹药服下，开始炼化药力，提升境界。在古皇遗迹到来之前，他要将境界给拉升到5将境，最差也要达到5师境的极境才行。陆长生重开浩气楼攻城，炼心36天，前无古人。浩然正气重现天日，天命，你要抓紧了。道元圣学府内，宗万道对着正在修炼华盖的秦天命说道。此时的秦天命已经凝聚出17重华盖来，整个人都在散发出一股神圣的气息。院长，我炼化圣血之力，重修华盖，此人已不足为虑，哪怕他能够再度借助外力，我同样也有对应的手段。此次古皇遗迹，他只要敢进去，我就能斩他。秦天命冷声说道。陆长生是自己命中宿敌，一个被夺走霸体的废物，他也配？我秦天命能废掉你一次，就能废掉你第2次，你注定将要永远活在我的阴影里，求死不能！轰！此时一声轰鸣响起，秦天命全身一震，又是一重华盖凝聚而出，18重华盖之力加身，天命无敌。他站起身来，目光所向，正有一只体型庞大的仙鹤振翅而来。院长，我要去取一件宝物。古皇遗迹开启之时，便是我归来之时。秦天命脚掌一踏地面，整个人已经高高跃起，在空中踏足到了仙鹤的背部，骑乘仙鹤而去，快速消失在了宗万道的视野当中。看着那仙鹤远去，宗万道的眼神当中也有着一抹羡慕的色彩闪过。不愧是华盖天命体，秉承天命而生，注定不凡。在秦天命诀醒华盖天命体之后，立刻便是有一只仙鹤出现，将他带走。有人说他接受到了大地的传承，但实际上那只是谣言而已。仙鹤带着秦天命去了一处隐藏在虚空当中的古圣遗迹内，秦天命在那里苦修，得到诸多机缘际遇。这一次他能重修华盖，就是因为激活了体内的一滴古圣精血。要知道，像是这种层次的东西，就算是宗万道也都从未接触过。陆长生成为天命的宿敌，将会是你一生当中最悲惨的事情。好好珍惜剩下的时间吧。宗万道收回目光，看向天玄圣学府所在的方向，冷声说道。而后他迈步前行，来到了一处瀑布之下。恐怖的水流从天而降，正在冲刷着瀑布下方的一道郊区。这郊区全身湿透，勾勒出美妙的曲线，正是柳如烟。盖世霸体有9大秘藏，每开启一处秘藏，实力便能暴涨一次。古皇遗迹开启之前，你必须要开启第2处秘藏。宗万道对柳如烟说道。对待柳如烟，他可就不像是对待秦天命那般客气了。毕竟秦天命乃是华盖天命体，背后还有天龙宝行撑腰，即便是他宗万道也不希望与天龙宝行站在对立面，否则的话他早就抢走秦天命体内的圣血了。是，院长。柳如烟咬牙坚持着，全身不住的颤抖。但每当他想要放弃的时候，都会想到陆长生。这废物，他怎么敢？必须要开启更多的秘藏，用陆长生的霸体来狠狠地击败他，将他踩在脚下，变成一条狗，一滩烂泥。秦天命、柳如烟都在苦修，为古皇遗迹做准备。而陆长生这边修炼的进展也是非常快，转眼之间就是1个月的时间过去。陆长生高坐云端，
他的武道修为已经达到了武士境6重天的层次。不仅如此，他还在继续修炼武学，修炼剑道。现如今，陆长生的魔元撼地拳已经达到了圆满境，下一步便是化境。山海印也有不错的进展，开山印和分海印全都大成，通天印小成，彻底印入门。然后是神剑印，陆长生每日都会手持是神剑一段时间，感悟其中蕴藏着的恐怖是神剑意。这是神剑意浩瀚如海，我静静缓慢，不过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陆长生没有气馁，毕竟这可是琉璃女帝留下的传承，能够入门都已经很不错了。最后则是浩然正气诀的修炼，在陆长生的体内已经蕴养着38000颗浩气星辰，1个月的时间增长了2000颗浩气星辰。这还是陆长生并没有分出太多的心思，否则的话这个增长的程度还会更多。苦修1月时间也该走动一下，正好去购买一些丹药。陆长生起身走下浩气楼，此时的浩气楼当中已经拥有了不少的学子，他们全都是通过了考验，可以修行浩然正气诀的。看到陆长生，他们全都神色激动起来。正如同陈龙相所说，这些学子现在见陆长生如见神。如果不是陆长生以天纵之姿重开浩气楼，他们又如何能够修炼浩然正气长生学弟？沈傲天进入了浩气楼，这时候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正是许木子。他已经来到了陆长生的面前来告状。许木子通过了考验，他现在既是天香楼的成员，又是浩气楼的成员。沈傲天怎么进来的？他心术不正，怎么能修行浩然正气？陆长生有些意外，我们接受的考验和你接受的是不一样的，没有你练习那么恐怖，并且沈傲天好像是用了一些手段，有一次他说漏了嘴，说是吃了什么药通过的考验。许木子说道，在新生试炼当中，沈傲天明知道我在修炼破境，却依旧对我出手，要坏我修为，此人我是必杀的，他还敢进入浩气楼？陆长生冷哼一声，当即迈步。在许木子的带领下，陆长生在浩气楼内的一处修炼台上看到了沈傲天。只见这沈傲天的体内只有可怜的1000颗浩气星辰，这证明他与浩然正气诀并不契合，否则的话，以他拥有细命圣童的资质，绝对不会只有这么少的浩气星辰。陆长生看到陆长生到来，沈傲天的眼中闪过一丝惶恐。放肆！见到楼主竟敢如此不敬！许木子在一旁呼喝道。沈傲天看了许木子一眼，心中暗恨不已。这个贱女人上赶着想给陆长生来送，真是不知廉耻。陆长生，我入浩气楼修行是通过了考验的，而且你可要考虑清楚了，我背后是沈家，东域第一世家。沈傲天色厉内荏，对陆长生说道。闻言，陆长生笑了起来，跪下。下一刻，陆长生怒喝，全身一震，38000颗浩气星辰疯狂旋转起来，陆长生整个人闪耀出绚烂的青光，威势非凡到极致。轰！恐怖的压力当头盖压而下，针对向沈傲天。沈傲天死死咬牙，但膝盖却渐渐地弯曲了下来。他承受不住这股压力，跪在了陆长生的面前。陆长生，你欺人太甚！沈傲天双眼通红，眼瞳之内银色光芒狂涌，欲要对陆长生出手。废物！陆长生飞起一脚，直接把沈傲天踢飞了出去，身形从浩气楼坠落在地，砸落在广场之上。沈傲天对楼主不敬，逐出浩气楼，以儆效尤。下一刻，一道威严的声音响起，震惊了所有人。陆长生竟然直接将沈傲天逐出了浩气楼，消息传出，快速震惊了所有人。而当陆长生去天药楼买了一些丹药回来之后，正看到有一行人堵在了浩气楼的门口，这是在等他的。长生学弟，这些全都是沈家人。许木子在一旁小声提醒道。陆长生将沈傲天逐出浩气楼，这是折了沈家的面子。作为东域第一世家，沈家必须找回场子才行。三星院摘星楼，沈问天，长生学弟，我沈家既你重开浩气楼，不愿与你为敌，你收回成命，让傲天回到浩气楼修行，此事便可接过。那当先一人迈出一步，看向陆长生说道。这里的动静快速吸引了大量的注意力，浩气楼内诸多学子全都跑出来看热闹。陆长生看到在沈问天的身后，那沈傲天正被搀扶着，一脸怨毒盯着自己，他顿时笑了起来。只要我在一天，沈傲天就不可能进入浩气楼，如有机会，我还要斩了他。陆长生冷声开口，全身都泛起一股惊人的杀机来，震撼全场。陆长生语出惊人，杀机毕露，竟是毫不掩饰对于沈傲天的杀意。顿时，对面的沈问天脸上笑容一滞，没想到这陆长生居然一点面子都不给。再怎么说，他沈家也都是东域第一世家，长生学弟果然年少轻狂，但你也需要懂得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我再给你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
希望你能够好好考虑，做出正确的决定。沈问天阴沉着脸对陆长生说道：自今日起，一切沈家人不得入好气楼。沈家有什么手段，我陆长生一肩挑之。怎料陆长生非但不给一点面子，反而下令任何沈家人不得入好气楼。一瞬间，沈问天暴怒，他向前踏出一步，伸手指向陆长生。陆长生，给脸不要脸是吧？我向你发起赌战。一股武将近9重天的气势轰然爆发而出，席卷全场。武将近9重天，问天学长即将突破武王境，进入4星院。下一次的升院战当中，他必能进入4星院。那也没用。长生学弟在新生试炼当中大展神威，他的真正战力强大到令人发指。可是据说长生学弟当时借助了外力，并且还透支了身体，否则的话他并非秦天命对手啊。长生学弟不要答应他的赌战。一道道惊呼声响起，谁都没有想到居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陆长生这是要与整个沈家站到对立面，需要莫大的勇气。毕竟沈家乃是东域第一世家，有2尊武皇境的强者坐镇，更有好几名觉醒血脉，开启系命圣童的天骄，潜力无穷。这赌战我接了。赌注是什么？陆长生没有迟疑，立刻开口问道：你若是输了，就交出好气楼主的位置，这本就不是一个新生能够染指。你若是赢了，我沈家人从此不入好气楼。沈问天说道。闻言，陆长生冷笑连连，不愧是沈家人，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这赌注不公平，我愿意给你一个败在我手的机会，但你也需要拿出诚意来。陆长生再度放出狂言。听到这种话，沈问天脸色已经铁青。这意味着在陆长生的眼里，他沈问天不堪一击。你想要什么？天玄臂还是武学？沈问天将选择权交给了陆长生。陆长生思考了起来，要沈傲天的命？不行，对方肯定不会给的。而且想杀沈傲天，以他的系命圣童来灌溉魔元虚影，这件事肯定不能在学府内来做。赌一个名额。就在此时，一道柔雅的嗓音响起，素心院长出现在了陆长生的面前，开口对沈问天说道。顿时沈问天瞳孔一缩，他知道素心院长说的是什么名额。古风王台。好，既然素心院长开口，那就赌这古风王台的名额。我若输了，属于我的这个名额就交给陆长生。沈问天答应了下来，但陆长生却是一头雾水。这古风王台又是什么东西？长生学弟，古风王台是沈家所掌控的一处秘境，你如果能拿下这个名额，将来想要突破武王境将会更加简单。许木子在一旁对陆长生说道。陆长生暗暗点头，原来如此，能够让素心院长亲自现身来帮他下注，这个名额定然十分珍贵。既然如此，那就拿下。下一刻，只见素心院长挥手之间，竟是凭空凝聚出一道站台来。陆长生毫不迟疑，踏出一步，已经站在了这站台之上。对面，沈问天也是纵身一跃，来到陆长生的对面。还有一点，你不许使用新生试炼当中对付秦天命的那种外力，就是那一道从天而降的巨剑。沈问天特地说道，那种外力被传得神乎其神，硬是斩了秦天命9重华盖，逆转绝境，他也没有把握能够战而胜之。对付你还用不上那种力量，我怕不小心把你杀了。陆长生羞辱道。放肆！沈问天怒火中烧，不再言语，他全身灵气鼓荡之间，凝聚出一道手印来，狠狠拍击向陆长生。天玄大手印，第3印大成。轰隆隆，天际之上仿佛有雷声轰鸣开来，声势浩大。这沈问天乍一出手便是全力，他欲要以雷霆之势击败陆长生。好好好，问天哥，斩了这陆长生。站台下方的人群当中，沈傲天目光期待不已。他很清楚沈问天有多么强大，因为那是他的亲哥，这也是沈问天愿意为他出头的原因。而此时陆长生却是丝毫不惧，只见他踏出一步，同样是手捏印诀，恐怖的力量汹涌澎湃，并且他是双手同时结印，施展2道不同的印法。陆长生也用手印武学，难道他这么快就学会了天玄大手印？沈问天修行天玄大手印已经5年时间，陆长生刚刚学习，恐怕不是对手啊。不对，陆长生用的并非天玄大手印，而是另外一种印法，从未见过。这是什么品级的武学？好强的威压之力！道道惊呼声当中，沈问天瞳孔骤缩起来，他仿佛听到了山崩海啸一般的声音席卷而来，心中生出一股无法抗衡的感觉。下一刻，他看到陆长生双掌结印，向前平推而出。轰！2道印法同时施展而出，山海印之开山印、分海印，全都是大成境。魔元的力量在咆哮，在狂吼，给予陆长生加持，让这印法
也平添了一股极端的狂躁，那是要摧毁一切的狂妄。见状，沈问天手上的动作不敢停下，他继续施展出一门新的武学。隐隐之间，在他的掌指之间，竟是有星辰的光芒在流转。摘星手，这是摘星楼不传之秘，只有加入摘星楼才可以学习。好奇楼不出的岁月里，摘星楼一直稳居第一，便是因为这门摘星手。轰隆隆，下一刻，双方印法狠狠对碰在一起，站台疯狂晃动起来，让素心院长都不得不出手加固站台，并且施展出一层护罩来，以免战斗的余波伤到了围观的学子。恐怖的能量风暴席卷，缓缓湮灭，声势惊人至极。而当这风暴散去的时候，所有人全都看到沈问天居然是已经身形腾空跃起，双掌隔空甩落，凝聚出一颗巨大的能量星辰，狠狠砸落向陆长生面门。武将进九重天全力施为，以摘星楼不传之秘摘星手当头砸下。陆长生危矣！一瞬间，所有人全都瞪大了眼睛，看向那站台之上的景象。长生学弟，许木子发出一声娇呼，眼神担忧。摘星手的强大，他是见识过的。放眼整个天玄圣学府，这也都是1等1的武学，加上沈问天足足5将近9重天的境界，这一击的威能强得可怕，已经隐隐间可与武王境抗衡。陆长生该如何应对？陆长生，你终究只是一个泥腿子，没见过世面。就算你有所觊觎，可是一旦无法借助外力，就会瞬间被打回原形。沈傲天眼神凶狠，盯着陆长生，他仿佛已经看到陆长生被击败、被重创的样子，心中兴奋不已。站台之上，沈问天也是满脸狰狞的笑容。陆长生，就凭你也胆敢与我沈家为敌？你想杀我弟弟，我就先杀了你！沈问天杀机凛然，他认定陆长生接不下这一招，但也就在此时，他看到陆长生不屑一笑，随后他这才注意到陆长生的双手竟是不知何时已经凝聚出一道新的印法。轰轰轰！下一刻，有天青色的磅礴浩气自陆长生体内喷薄而出，38000颗浩气星辰疯狂旋转。陆长生双手轻轻向前一推，山海印之通天印，魔元之力加持，浩然正气加持，淬体境武者境2大极境之力加持，以及混沌仙魔体之力加持，给我破！陆长生怒喝一声，通天印与摘星手狠狠对碰在了一起，并未出现任何僵持。所有人全都看到这通天印就仿佛势如破竹一般，直接击垮了摘星手，浩然正气可破万法。不可能！沈问天发出一声惊慌的呼声，紧接着便是被那通天印狠狠拍击在了身体之上。恐怖的手印落下，就仿佛拍死一只蚊子，将他的身形重重击落，直接砸在了站台之上。轰！站台破碎，沈问天被砸落在了浩气楼前方的广场上，地面不断震动，他大口喷血，整个人瘫软在地，气势萎靡到了极致，全身的骨头不知道断了多少根。谁都没有想到，沈问天居然败得如此干脆利落。陆长生施展的究竟是什么印法？竟然有一种开山分海、通天彻地般的恐怖威能，其精妙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天玄大手印，更盖压住了摘星手。沈家人太弱，东域第一世家，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陆长生从破碎的站台之上跃下，站在了沈问天的面前，居高临下俯瞰着沈问天。沈问天还想张口说话，但却只能吐出一口口的鲜血来。陆长生，你竟然公开行凶，简直胆大包天！明明只是比武切磋，你怎能下此毒手？沈傲天冲了过来，给沈问天喂下丹药。拳脚无眼，长生学弟也没想到，所谓沈家的天才居然如此弱小，何罪之有？许木子赶紧开口喊道。听到这种话，沈问天更加急火攻心，直接晕死了过去。见状，沈傲天死死咬牙，盯着陆长生。好好好，陆长生，我沈家与你不死不休。别忘了，我还有2个哥哥，一个武将境，一个武王境，都还在天玄圣学府当中，你给我等着！沈傲天怒喝，背起沈问天就欲离开。慢着，那个古风王台的名额还没给我呢，就想逃走？陆长生挡在了沈傲天的面前，一身的凶威让沈傲天不敢直视。这一刻，他仿佛又回到了新生试炼当中，面对陆长生那恐怖到让他弃权的一击。拿去！他死死咬牙，从沈问天的储物袋里取出一枚玉牌，扔给了陆长生。陆长生接过这枚玉牌，在手里抹撒着。玉牌只有半个巴掌大小，呈现出一种明黄色，入手非常沉重，传递出一股古老而奇妙的气息。陆长生收起这枚玉牌，心满意足。长生学弟，沈家这一代有沈家4子，都是天骄之辈，分别是沈开天、沈拜天、沈问天以及沈傲天。后面2个你都打过了，
然后是沈拜天和沈开天，他们分别在4星院和5星院，其中沈开天也具备西明圣童的特殊体质。许木子赶紧提醒陆长生道：“他们沈家和天有仇吗？”陆长生笑了起来：“长生做得不错，这沈家高傲惯了，沈家人在天玄圣学府当中也一直作威作福，是该教训教训。”素心院长的声音在陆长生的耳畔响起，他碍于身份不太好公开说出这样的话去修行吧，这件事的后续我来处理。素心院长继续说道：“陆长生如此折辱沈家，爽是爽了，但也会招来一定的麻烦，尤其是还抢走了一个进入古风王台的名额。这件事的后续的确需要素心院长来处理一下。”陆长生回到好气楼当中，继续潜心修行。与这沈问天的一战，还是有着一定的收获的。境界方面，短板这个不用多说。然后陆长生发现自己对于浩然正气的运用还是太过粗浅了一些，如果能够请教一下3位女帝老婆就好了。陆长生的心中想到，只可惜他们什么时候能够短暂苏醒，这都是随缘的。转眼之间又是半个月的时间过去，陆长生的武道境界已经提升到了50境的9重天，下一步便是向着极境进发。陆长生有把握能够在古皇遗迹开启之前至少达到50境极境。在这段时间里，关于陆长生强势击败沈问天的消息也是传遍了整个天玄圣学府，闹得沸沸扬扬。据说沈家那边并没有什么动静，只是在那血云殿的悬赏名单上，陆长生的排名悄悄进步了1名，成为了第2名。而也就在此时，一则消息传出，万剑灵学府前来拜山切磋，其目的是为了从天玄圣学府的手中拿走一个进入古皇遗迹的名额。要知道，这种宝地可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进去的，每一座学府每一个势力都会根据其实力的不同来分配到不同的名额。道元圣学府拥有8个名额，天玄圣学府拥有6个名额，而至于万剑灵学府则是只有2个名额。谁让万剑灵学府只是灵学府，而天玄圣学府却是圣学府呢？一字之差，可就是犹如鸿沟一般。所以说，这一次万剑灵学府来势汹汹，就是要从天玄圣学府这里抢走一个名额。消息传出，整个天玄圣学府都怒了。万剑灵学府又来了，上次他们就从我天玄圣学府这里抢走了一个名额，这是尝到了甜头，把我天玄圣学府当成软柿子来捏。我申请出战，生死战。万剑灵学府点名挑战听雨楼的剑修，你一个天荒楼的体修就别去凑热闹了。陆长生走出好气楼，来到天药楼购买丹药。这一次他要购买的是帮助武者突破到5将境的玄灵丹，他估计需要不少的玄灵丹才可以将境界推动到50境极境，然后再从极境突破到5将境，还需要不少玄灵丹。这玄灵丹可并不便宜，一瓶就要5000天玄币，并且一瓶里面只有3枚，天玄币消耗不小，这5万天玄币也不经花。陆长生摇摇头。而在购买丹药的时候，他也是听到了关于万剑灵学府的事情，于是问了一嘴：长生学弟，你有所不知，这万剑灵学府非常可恶，次次都针对我天玄圣学府。以前他们是不敢的，是10年前好气楼之灾后，他们就开始蹦跶起来。大家都清楚，在万剑灵学府的背后是道元圣学府给他撑腰。一名女性炼药师学姐主动回答道，在她的身上有一股奇异的檀香气息，非常好闻。谢谢学姐。陆长生点点头，欲要回去继续修炼。这万剑灵学府挑战的听雨楼的剑修与他无关，他现在只想要赶紧回去突破50境极境。但也就在这时，有消息传来，不好了，听雨楼的剑修不争气，已经连续败了2场，咱们天玄圣学府进入古皇遗迹的名额又要被抢走一个了。一名学长气喘吁吁跑回来报信。什么？听闻此言，所有人都怒了。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这一次听雨楼都派了谁出战？输掉的名额从听雨楼那边来出，上次是坑了我天荒楼，这可不行。对手使出了盘外招，十分无耻。一道道的呼声当中，陆长生也得知了此事的具体情况。此次万剑灵学府有备而来，派出3名学子挑战听雨楼的3名学子，采取3局2胜的制度。但是前2场听雨楼就已经全部输掉。据说在万剑灵学府学子的剑气当中，竟是夹杂着一种毒气，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影响到了听雨楼的剑修，这才取胜。这种阴招让人不齿，但输了就是输了，要交出一个名额。对此，陆长生也非常愤怒，但却无能为力。接下来的第3场都已经不用打了，赢了也没用。但也就在此时，素心院长的身形突然出现在了此地，看向陆长生。一时间，陆长生的心中生出一个荒诞的念头：素心院长不会是想让自己出战吧？长生，你去出战，保住这个名额。素心院长对陆长生说道。果然如此，陆长生并非不愿出战，
只是不知道该如何去做。就算是赢了，也保不住这个名额吧。毕竟是3局2胜的制度，历代拜山挑战都还有一个隐藏的模式，那就是1打3，只要你1打3全胜，就能保住名额。我希望你可以狠狠地出手，最好是能杀了万剑灵学府的人。素心院长看出了陆长生心中的疑惑，于是解释道，他的话音当中充满着凌厉的杀气，可见是已经动怒了。好，我去。陆长生顿时兴奋起来，他修出是神剑意，还没有用过呢。于是陆长生跟随素心院长来到了听雨楼前方的广场上，在这里正有大量的学子汇聚，个个都义愤填膺，满脸怒容。让我出战，哪怕无法保住名额，我也要杀他们一个人。万剑灵学府就是到元圣学府的狗，我呸！下三滥的手段，胜之不武，我不服。求江上院长出手，灭掉万剑灵学府，我天荒楼学子愿意死战。对，直接杀过去，把他们全都杀了。一道道怒喝声传开，而在这些人群对面的空中，则是有着一把巨剑悬浮，巨剑之上站着4道身影，为首的是一名老者，有半部武黄境的修为，一身剑气十分凌厉。老者的身后则是3名年轻剑修，个个神色倨傲，冷眼看向天玄圣学府的学子。天玄圣学府的剑修不过如此，太弱了，根本不是我一合之将。哈哈哈！依我看，天玄圣学府的这个圣字很快就要被摘掉了。没错，到时候我万剑灵学府自可取而代之，成为万剑圣学府。天玄圣学府还在挣扎吗？快点交出名额，不要耽误我们修炼。这3名剑修大放厥词，他们前方的老者却并不阻止，反而乐呵呵地看着归来的素心院长。素心院长怎么带回来一个可怜的武士镜？不要折腾了，把名额交出来就是，反正上一次就已经交出来一个名额了，难道还没有习惯吗？如果舍不得这个名额，其实也可以，只需要你陪我喝1次酒，我就不要这个名额了，怎么样？是不是很划算呢？老者眼神邪淫，看向素心院长说道，同时还取出一个酒壶，一边扫视着素心院长，一边喝了一口，就仿佛是在用素心院长下酒。见状，陆长生这才明白为何素心院长会如此的愤怒，原来是一只老蝇虫。他冷笑了一声，踏足到了站台之上，招手之间已经握住了一柄琉璃宝剑。天玄圣学府听雨楼剑修陆长生挑战万剑灵学府3名剑修，此战生死勿论，你们一起上吧。陆长生开口，震惊全场。是长生学弟，他什么时候加入了听雨楼？体修闭嘴吧。不过长生学弟他果然是剑修，他要1打3保住名额，生死战才有看头，那才是真正的战斗。长生学弟小心，那3人会用毒，十分卑鄙，杀了他们。长生学弟把他们的头砍下来当尿壶。对，把他们3个都杀了，再把那个老头也给杀了，杀杀杀！众多天玄圣学府的学子全都是同仇敌忾，喊杀声惊天。见状，老者冷笑一声，挥了挥手，他身后3名剑修全都来到了站台之上，一字排开，看向陆长生。你就是那个废物陆长生，竟敢提出生死战，正好割了你项上人头，送给天命少爷。血云殿对你的悬赏可是非常高的，我早就想杀你了，陆长生。这3人眼都不眼，直接摆明了车马。我万剑灵学府就是归顺于道元圣学府。而下一刻，他们就看到陆长生一言不发站在原地，抬起了手中的剑。顷刻间，一股恐怖到极致的杀戮剑意冲霄而起，震慑全场。陆长生手持是神剑，释放出惊人的恐怖剑意，震慑全场。一瞬间，对面3人便是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压力笼罩而来，并且最重要的是，这剑意当中充斥着一种仿佛极致般的杀意，让人胆寒不已。好恐怖的杀意！那巨剑之上的老者顿时面色一变，而陆长生对面的3名万剑灵学府的剑修也都是忍不住全身一颤，还没有开打，在气势上就已经被压住。这把剑，还有这剑意，素心院长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怪不得江上院长特地传音让他去请陆长生出战，这个老家伙早知道陆长生身怀绝世剑道，长生学弟的那把剑极为不凡，我手中的剑居然在颤抖，要知道这可是一把具备灵性的宝剑啊！他必然得到过一门极为强悍的剑道传承，这剑道远超我听雨楼的听雨剑道。剑主杀伐，长生学弟这门剑道仿佛就是为了杀戮而生。长生学弟斩了他们3个，陆长生还未出招，此地大量的天玄学子便是已经兴奋不已，尤其是听雨楼的剑修，他们比其他人更加清楚陆长生的剑道有多么可怕，虚张声势罢了。对面为首一人手持一柄阔剑，开口说道，他全身有剑气在涌动，覆盖向全场。
长生学弟小心，他们的剑气当中都蕴藏着一种奇毒，会让人全身无力。台下有一名听雨楼的学长出言提醒道，他全身无力，瘫坐在地上，一袭青衫也是被鲜血所染红。很明显，他就是败在了这种肮脏的手段之下。毒！陆长生皱起眉头。随着对面三人全都施展出剑气，笼罩住整个站台的时候，陆长生也顿时便感受到有一股诡异的力量正在蔓延，欲要渗透进入他的体内。想来这就是那种奇毒了。我的混沌仙魔体会怕这种毒素吗？陆长生冷笑了一声。那些夹杂在剑气当中的毒素根本就无法靠近陆长生的身体，直接被排斥开来，并且开始不断的收缩，完全无法靠近陆长生周身10丈的距离。开玩笑，万古第一体质岂会被这区区毒素所影响？不过此地人多眼杂，陆长生并不想暴露自己的特殊体质，于是他悄然运转浩然正气诀，体内38000颗浩气星辰疯狂旋转起来，释放出雄浑的浩然正气。哗！天青色的光华自陆长生的体内流淌而出，瞬间便驱散了这站台之上所有的毒素剑气。那些蕴含着奇异毒素的剑气遇到浩然正气，直接如汤卧雪般消散。浩然正气可破万法。旁门左道在浩然正气的面前就是一个笑话。好，长生学弟，快斩了他们！好雄浑的浩然正气，不愧是达到了炼心极致的绝世天骄。稳了万剑灵学府想来抢走一个名额，那就留下3颗人头吧。那个老淫虫也不能放过，把他留下。一道道的欢呼声正在疯狂响起，大量的目光都在追随着站台之上的那道少年身影。不知不觉当中，陆长生在天玄圣学府内已经具备了极为不俗的声望。先有新生试炼力挫到元圣学府的阴谋，斩灭秦天命9重华盖，后有重开浩气楼突破炼心极致，浩气冲霄的无双壮举，再加上现如今1对3生死战，这一切都让陆长生的声望如同烈火烹油。他不受毒气影响，不要慌，结阵。对，我们有3个人，不用怕他。对面那3人眼看毒气无法影响到陆长生，也是立刻就做出了决定。3人接出一道剑阵来，将所有的力量全都集中到了那为首一人的身上。顿时此人全身剑气暴涨，手中的阔剑发出嗡嗡的剑鸣声，直指陆长生而去。嘿嘿，素心，这可是我万剑灵学府压箱底的手段，万剑归一。眼下虽然只有3人之力聚合，但也绝非这个陆长生能够挡住。巨剑之上，老者松了一口气，笑眯眯地盯着素心院长，然后又喝了一口酒。这万剑灵学府最为有名的万剑归一之法，的确极为不凡，可以将上万剑修的剑气全都汇聚到一人的身上，爆发出难以想象的威能来。他承认这个陆长生的确有些门道，但他敢提出1打3，还要生死战，那就是已经有了取死之道。自己找死，可怪不得别人。蝼蚁岂知真龙之力？素心院长目光看着站台之上的陆长生，眼神期待不已。直觉告诉他，陆长生接下来的这一剑便可以直接决定战斗的胜负。陆长生，给我死！一声爆吼传开，阔剑裹挟着精纯而狂猛的剑气重重落下。这一剑在武将境内可称无敌，但下一刻，所有人全都看到陆长生轻轻摇了摇头。这就是你们的底牌吗？太弱了。随后，陆长生抬手斩出一剑，剑招空灵，并不复杂，但却透出一股可斩灭一切的杀意来。是神剑在陆长生的手中绽放出奇异的琉璃色光芒来。2把剑在半空之中相撞，唰！没有任何的僵持出现，只听一声轻响，是神剑的剑锋划过，直接将阔剑斩断。那断面之处竟是光滑如镜。与此同时，那集合了3人之力凝聚出来的磅礴剑气也在瞬间土崩瓦解。嗖嗖嗖！陆长生站在原地，保持着出剑的姿态。大量的琉璃色剑气飙射开来，直接穿透了对面3人的身体，打出一个个透明的血洞来。惊人的杀意入体，正在大肆破坏着3人体内的生机。那站台的地面上也被这些琉璃色剑气射出一个个的窟窿，将站台都是穿透了过去，布满了蛛网般的裂隙。什么？这怎么可能？巨剑之上的老者大惊失色，手中酒壶坠落，都不管不顾。下一刻，他立刻动身，要来到那站台之上救下3名弟子。可是素心院长却是迈出一步，已经拦在了他的面前。于东老贼，早就等着你了，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这3人是怎么死的吧。素心院长笑容温婉，露出洁白的牙齿，身上也散发出好闻的香气来。但这于东的心中却是半点欣赏的想法都没有了。他睚眦欲裂地看到，那站台之上，陆长生已经抬手出剑，割下一颗头颅。不，
于东眼中瞬间蔓延出血丝来，心痛无比。那是他最看重的弟子，当做接班人来培养的，现在却如此草率的死了。陆长生飞起一脚，将头颅踢飞了出去，落在了站台下的人群前方。把他的人头收好，找个地方挂起来。陆长生开口说道：好，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天玄圣学府可不是好拿捏的软柿子。挂在我天荒楼怎么样？我来挂，快把人头给我。滚开！这人头应该挂在我听雨楼门前。人是长生学弟杀的，所以人头应该挂在浩气楼门前。浩气楼刚刚重开，的确需要敌人的人头来祭旗。一道道的雀跃声传开，每一名天玄学子的脸上都满是笑容。他们狠狠出了一口恶气，念头通道：不要杀我！我知道错了，陆长生，求求你饶了我吧。此时站台之上，陆长生持剑来到第二人的面前，不顾他的苦苦哀求，直接斩下他的头颅扔了出去。那最后一人则是已经重伤垂死，处于昏厥的状态。陆长生毫不留情斩下头颅，一打三，生死战，一剑败敌，斩下3人头颅，给人一种就仿佛是喝水般简单的感觉。陆长生，你杀我弟子，此仇不共戴天！于东双眼通红，全身颤抖之间，正有着大量的剑气飙射而出，直取站台之上的陆长生而去。放肆！素心院长见状，顿时眼前一亮。他正愁没有借口对这个于东老贼出手，但是还不等素心院长出手，便是有着一道伟岸的身影出现在了天地之间。只见这身影抬起手来，整片天地瞬间凝固，于东释放出的所有剑气全都被冻结了一般，悬停在半空中。小小万剑灵学府竟敢太岁头上动土，真当我天玄无人了吗？不怒而威的声音响起，如同雷霆炸开，让于东全身巨震，七窍流血。下一刻，江上院长招了招手，天地间所有的剑气全都聚拢到了他的掌中。而后江上院长隔空点出一指，将这些剑气化作一道光束飙射而出，从于东的双腿之间穿透而过。今日取你一颗头，以示警告，再有下次，取你项上人头。江上院长冷声说着，轻轻挥手。所有人全都看到于东的身形居然凭空消失，这是空间之力直接把于东驱逐出了天玄圣学府范围。而他的那把青铜巨剑则是被江上院长隔空抓在了手里。巨剑颤抖想要逃脱，可江上院长伸手一抹，这巨剑顿时安静了下来，被江上院长炼化。空间之力，5尊境强者的空间之力简直如同神迹一般。这还仅仅只是江上院长一道分身。站台之上，陆长生感慨不已，不过随后他的面色就变得有些古怪下来。江上院长好像是把那于东给变成了太监长生，做得不错，奖励1万天玄币。江上院长挥手，陆长生身上的天玄令顿时一颤，里面多出来1万天玄币。同时还有一段讯息传入陆长生的心头，竟然是对于浩然正气的种种巧妙运用传承。陆长生心头狂喜，他正愁自己对于浩然正气的运用太过粗浅，不知该从何下手呢。陆长生正想感谢江上院长，但却发现江上院长的身形已经凭空消散掉，那股震慑天地的恐怖力量也随之无影无踪。半个时辰之后，陆长生在人群的簇拥和吹捧之下，终于回到了浩气楼。他一路来到顶楼的修炼台上坐下，这才松了一口气，立刻开始仔细研读江上院长传来的讯息。长生，浩气楼当中仅有浩然正气诀的部分传承，但却缺乏相对应的运用之法。但前段时间李青山从中州大地传递回来一部分残缺的法门，名为浩气圣典，是他在一处古迹当中寻得。经过我钻研，确认这就是与浩然正气诀匹配的传承，现在我传授给你，这里面还有一些我的个人见解，你好生修行。首先是江上院长的一段介绍，让陆长生的心中惊叹不已。李青山正是陆长生之前在炼心当中坚持最久的一位浩气楼主，据说现如今在中州大地之上闯荡。没想到他虽然已经从天玄圣学府毕业，却还心系学府，送回来如此珍贵的法门。陆长生顿时如饥似渴参悟了起来。在这残缺的浩气圣典内记载着关于修浩然正气的3个阶段，分别是新生、融灵、皈依。新生境意为刚刚开始修行浩然正气，如同新生儿一般懵懂。融灵境则是浩然正气开始与体内的灵气相融，能够做出更加精妙的运用来，如臂指挥。皈依境到了这个地步，已经可以让浩然正气与自身彻底皈依，有无穷妙用，甚至整个人化作浩然正气。到了那个时候，才算是真正的登堂入室。很显然，陆长生如今所处的阶段，依旧只能算是最为粗浅的新生之境。他开始按照这浩气圣典当中的记载，配合江上院长的心得，开始苦修起来。很快，他就察觉到了其中的难度。
一颗颗的浩气星辰与自身灵气可谓是泾渭分明，难以相容。陆长生花费了1个时辰，仅仅是将10颗浩气星辰与自身灵气融合，进展缓慢。这浩然正气诀和浩气盛典恐怕来头不小。李青山学长是在中州大地才找到的残缺浩气盛典，将来如果想要凑齐这浩气盛典的话，恐怕也要在中州大地之上才有机会。陆长生心头涌现出诸多的想法来，不过现在光是这残缺的一部分就已经够他修炼不短时间了，以后的事情自然是以后再说。而也就在他苦修浩然正气的时候，关于他和万剑灵学府之间的那场战斗也是已经传遍了整个东域大地，并且很快又是有着一则消息传出，陆长生登上了青云榜。所谓青云榜，是针对东域大地之上年轻一代天才而排列出的一个榜单，由天龙宝行收集各种讯息进行排序，然后发布出来公之于众。青云榜收录的是武将境以及武将境之下的天骄，取100名。而在青云榜之上还有更加高级的榜单，针对其他的境界，如龙虎榜、乾坤榜，能够登上青云榜的无一不是绝世天骄。在最新一期的青云榜上，陆长生赫然是榜上有名，名列第6。什么嘛，长生学弟竟然不是第1？许木子看到青云榜之后非常不满，这天龙宝行不行，凭什么把长生学弟给排在了第6？他的手下败将秦天命都是第3名呢，真是搞笑。整个天玄圣学府之内也都响起了大量不满的声音。但是有一说一，在这青云榜之上的排名的确是综合考虑了几乎所有的因素才得出了最终的排名。也就在这青云榜发布之后的第3天，陆长生出关，看到了这个榜单之上的记载。他的目光第一时间寻找秦天命，在第3名的位置看到了关于秦天命的详细资料。青云榜第3名，秦天命，天下间排名第11的特殊体质，华盖天命体。幼年觉醒10天降异象，被一只仙鹤衔走，据传获得大地传承，有大地之资。华盖天命体命中宿敌疑似陆长生，于天玄圣学府新生试炼当中被陆长生斩去9重华盖，却破而后立，再度崛起。综上，华盖天命体加圣者传承，背靠天龙宝行，前途无量，故而排在第3名。破而后立，陆长生摇摇头，根本就没说清楚。这绝对是因为天龙宝行想要保护秦天命，所以没有泄露出太多的讯息。然后他在第6名的位置看到了自己的名字，青云榜第6名，陆长生，出身卑微却觉醒盖世霸体，天下间特殊体质排名第18，快速崭露头角，获得天玄令。然此子心性不足，被柳如烟夺走盖世霸体，跌落尘埃，不知是何原因，重新开始修炼，进进不俗。入天玄圣学府，在新生试炼当中利用某种外力破秦天命9重华盖，而后重开浩气楼，打破炼心记录。正面战斗击败沈家4子之中2人，沈傲天、沈问天，并且欲要斩杀这2人，与沈家已经彻底站在了对立面。在万剑灵学府拜山挑战当中1对3，疑似再次借助外力斩杀万剑灵学府3人，名扬东域。综上，霸体被夺，根基有损，前途难测，见到杀伐太重，杀心极强，不是正道。排除外力加持，真正实力不会太强，并且武道境界明显落后，故而排名第6。看完这些介绍，把陆长生都给气乐了。这天龙宝行明显是在针对他，谁让秦天命是天龙宝行的人呢？长生学弟，这青云榜不看也罢，本就是一家之言，谁排在第几都是天龙宝行说了算。许木子在一旁安慰陆长生道：木子学姐，这青云榜一直都是这样吗？全凭天龙宝行喜好。陆长生问道：那倒也不是，以前的榜单还是比较公正的。许木子撇了撇嘴。闻言，陆长生点了点头，看来天龙宝行方面是相当的重视秦天命啊，否则也不至于在青云榜上夹带私货，如此贬低陆长生。天龙宝行的确强大，但秦天命此人我是必杀的，还是要尽快提升实力，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拳头才是硬道理。陆长生已经和天龙宝行站在了对立面，心中也更加生出一股紧迫感。有背景的敌人就是会麻烦一些，但他们绝对想象不到陆长生的背景是什么。3位女帝，相比之下，天龙宝行连个屁都不算。如果不是3位女帝一直在沉睡，一只手就能灭了天龙宝行。柳如烟排名第10，硬是靠着我的霸体进了前10。看看第1名和第2名，陆长生目光看去，青云榜第1名沈无忌，出身东域第一世家圣童沈家，身怀系命圣童，天下间特殊体质排名第32，具体信息不详，一直被沈家秘密培养，只有一场战绩传出。那一战当中，沈无忌以武将境9重天的修为接下半部武皇一招，仅仅受了轻伤。其系命圣童疑似已经成长到了极为高级的地步，衍生出诸多妙用，
防不胜防。当然了，他肯定还有其他的手段，毕竟这段介绍十分的模糊。应该是天龙宝行记诞沈家在东域势大，所以不敢写得太过详细，这是对自家天才的一种保护。青云榜第2名白成影，曾入天玄圣学府接受炼心考验，坚持13天后失败，因心性太过邪恶嗜杀，而被逐出天玄圣学府，后加入血云殿，成长为地品杀手，双手染满鲜血，人命无数。这个第2名竟然就是曾经炼心失败，被逐出了天玄圣学府的那个家伙。前10名当中只剩下我一个人还不是武将境，其他人基本都是武将境9重天，只差一步就是武王境。到了武王境就会从青云榜上除名，进入龙虎榜。陆长生不再查看这个青云榜的榜单，而是回归到了修炼的状态当中。这一次的古皇遗迹，这青云榜上有名的人几乎都会参加。沈无忌出身沈家，而陆长生和沈家已经彻底站在了对立面。白成影是血云殿的杀手，而陆长生的名字还挂在血云殿的悬赏榜上，前2名都是他的敌人。第3名秦天命更不用说了，是命中生死宿敌，这让陆长生颇有一种举世皆敌的感觉。而别人都是武将境9重天，他则是武师境9重天，中间差了一个大境界。虽然他是万古第一的混沌仙魔体，有诸多手段加深，但也还是要尽快把境界给提升起来。陆长生开始嗑药修行，吞服玄灵丹，向着武师境的极境进发。至于浩气盛典的修行，只能暂时先放下。除此之外，离开魔窟之后，那魔元虚影的凝聚也停了下来，时间根本不够用。在陆长生的这般苦修当中，时间快速流逝，距离那古皇遗迹开启的日子也是越来越近。这一日，浩气楼之上突然有金光迸发而出，一股雄浑的气势冲散了面前的云层。陆长生破入武师境极境，时间已经不够了，想要破入武将境，只能等进入古皇遗迹再说。陆长生感受着体内磅礴的力量，心中想到，现如今距离那古皇遗迹的开启已经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也就在陆长生破入武师境极境的时候，一道身影已经出现在了前方的云海之上。长生准备出发。素心院长看着陆长生的目光当中满是赞许之色。现在东域有不少人在唱衰陆长生，说他必然死在此次古皇遗迹当中，但素心院长却觉得这一次陆长生恐怕要大开杀戒了。等他走出古皇遗迹的时候，这青云榜之上怕是要少许多人，因为他们全都会被陆长生所杀。接下来素心院长招手，一柄青铜巨剑出现，悬浮在了天际之上，正是那于东老贼的巨剑。这巨剑已经被江上院长炼化，归属于素心院长。陆长生登上巨剑，与天玄圣学府之内其他参加古皇遗迹的天骄一同跟随着素心院长离开了天玄圣学府，向着那古皇遗迹的所在赶赴而去。天际之上，巨大的青铜剑横空，破开重重云海，带着天玄圣学府的学子们赶赴古皇遗迹所在。这一次出征的人选共有7名。本来的话，天玄圣学府是只有6个名额的，但随着万剑灵学府前来拜山，输给了陆长生之后，硬生生送来了1个名额，所以天玄圣学府拥有了7个名额。挑战成功可以抢走天玄圣学府的1个名额，那么失败了，自然也就是要交出1个名额来才是。并且这一次不仅仅是输掉1个名额那么简单，3名很有潜力的学子被陆长生斩杀，头颅现在还被挂在听雨楼前。然后于东也受创不小，虽然没有影响到实力，但却失去了作为男性的向辉，就连他的巨剑现在也都属于素心院长，这可是一件很不错的宝物，不仅能够攻伐战斗，还可以作为载具来使用。可御剑成风，你们都是老生，对于古皇遗迹的事情应该都比较清楚，但长生肯定不知，我来仔细说一遍，你们其他人也都再听一遍。素心院长站在巨剑前方开口说道。闻言，陆长生眼前一亮，他对于古皇遗迹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自然要好好听听才是。古皇遗迹的主人是一位古老的药皇，名为寒风。他不仅修为强大，战力惊人，同时也是一名非常厉害的炼药师。在这一处古皇遗迹当中，有着药皇寒风陨落后留下的一种特殊能量，名为绫罗丹气。药皇寒风，绫罗丹气，其他7人全都是神色充满了向往，而陆长生则是觉得药皇而已，也就一般。自家老婆可是药帝，绫罗丹气就是这古皇遗迹的根本所在。每一名进入古皇遗迹的天骄都必须要尽全力收集到更多的绫罗丹气，因为这种绫罗丹气可以滋补特殊体质。素心院长继续说道，滋补特殊体质，没想到这种绫罗丹气竟有此等妙用。在陆长生得到的炼药传承当中，的确也有一些高等级的丹药拥有惊天伟地之能，甚至可以让一个凡体生出强大的特殊体质来。而这个药皇寒风竟然也有这样的本事。青囊、不语、万剑
你们3个争取一下，如果得到足够的绫罗丹气，或许就可以一跃成为特殊体质。龙象、心仪，你们本就拥有特殊体质，但也要抓住这次机会，争取更上一层楼。李青囊、风不语、萧万剑、陈龙象、叶心怡、周渊、江沐晨，加上陆长生，便是此次出征古皇遗迹的7名天玄学子，3名新生，4名老生。长生，你应该还有一种隐藏的特殊体质吧？就在这时，素心院长的声音在陆长生的耳畔响起。闻言，陆长生心中一惊，看向素心院长。不用惊讶，在你施展浩然正气之前，就已经凭借特殊体质化解了万剑灵学府那3人的毒素剑气。别人看不出来，但却瞒不过我。更何况，我也是见过你娘的，她具备某种极强的特殊体质，肯定会遗传给你。素心院长继续传音，让陆长生的心中泛起惊涛骇浪。难道说自己的混沌仙魔体是来自那从未见过的娘亲？父母双方都具备特殊体质，的确存在极小概率生出具备双特殊体质的孩子来，同时继承父母的2种特殊体质，逆天无比。而陆长生就是这样的天之骄子。哼，不用惊讶，那都是上一辈的事情了。你此次进入古皇遗迹，绫罗丹气自然是越多越好。素心院长结束了传音，继续讲解古皇遗迹的情况。在古皇遗迹当中，绫罗丹气并非均匀分布，有的地方会很稀少，几乎没有，也有的地方则是会出现大量的绫罗丹气，甚至是更高品质的浓郁丹气，滋补效果更强。进入古皇遗迹之后，你们会被随机传送到一处处的区域，收集绫罗丹气的同时，也一定要注意安全，并且争取尽快汇合。素心院长详细说着一些注意事项，让陆长生逐渐心中有数。而随着他温婉的声音不断回荡，前方陆长生也是看到了一处高耸的山峦，这里已经算是苍茫山脉的极深处了，古皇遗迹便是坐落在此地。青铜巨剑开始下降高度，带着众人落下，来到了一处山头之上。站在这山头之上，可以看到前方的空中赫然是有着一道乳白色的漩涡，正在缓缓地旋转着，同时也释放出一股极为强悍而古老的气息，让人心惊不已。待到这漩涡的旋转速度降到最低，就是进入古皇遗迹的时候。那药黄寒风留下的好东西不少，到现在都没有枯竭，但一定要记住，保命是第一位的。就算收集不到多少绫罗丹气也没关系，还可以搜寻丹药以及各种珍贵的药材等等。素心院长叮嘱道。而此时，在不远处的一座山头之上，正有2道身影看了过来。那为首之人，赫然便是老淫贼于东。他恶狠狠盯着素心院长和陆长生，以及那把本属于他的青铜巨剑，那凶厉的眼神，仿佛恨不得喝血吃肉。在于东的身后，则是此次万剑灵学府唯一的一名参赛学子。原本2个名额输掉了1个，只剩下这么一个独苗。长生，那是万剑灵学府的功名，号称是东域大第5王境之下第1人，但他在青云榜上才第11名。陈龙象在旁边给陆长生介绍道，很明显，这个名号就是万剑灵学府故意吹出来的而已。陆长生点点头，似有所察一般，遥望向前方的云端之上，在那里赫然是有着一股飓风席卷而来，蔓延出一股凶煞无比的气息。紧接着，所有人全都看到，那竟是一只体型庞大的蛟龙背负一行人前来。五黄镜妖兽出云霄，道元圣学府到了。有人发出惊呼，目光惊惧，看向那巨大的蛟龙。蛟龙之上，赫然是一道道的身影傲立，俯瞰着全场。五黄镜妖兽，他的精血对于魔元虚影必然大有裨益，华盖天命体、盖世霸体、焚炎体，全都是补品。陆长生目光火热，看向这道元圣学府众人，就像是看向一个个闪闪发光的宝藏。道元圣学府作为东域最强圣学府，东域最强的势力，出场的派头也是最大的。骑乘五黄镜蛟龙而来，气势非凡，而似乎是察觉到了陆长生炙热的目光。那蛟龙之上也有着一道道的目光看向了陆长生。首先自然就是秦天命和柳如烟2人，他们并肩立站在蛟龙的头顶，在2人的前方则是一名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妖媚气息的女子。哥哥，素心，好久不见啊！这妖媚女子发出魅惑人心的笑声来，看向素心院长。一瞬间，陆长生就觉察到不对，这绝非简单的笑声，应该是修炼了某种功法，或者是某种特殊体质，能够对旁人造成不小的影响。因为他看到身旁的陈龙象已经瞬间有了反应，变得面红耳赤，看向这女子的目光充满着原始的贪婪。方妹，收起你那犯贱的玄刹媚骨。素心院长沉声踏前一步，顿时一道道纯洁的波动四散开来，挡住了这魅惑之音的影响。陈龙象这才恢复了正常，只感觉无比的尴尬。但随后他看到陆长生也是神色激动，双眼放光的样子，这才好受了一些。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受到点影响很正常。
就连长生也都缠得不行，这不怪我。陈龙象在心中安慰自己，但他不知道的是，陆长生虽然很缠，但和他缠的不是一个东西。玄刹魅骨，这是排名第23的特殊体质，魅骨天成。好，道元圣学府已经有了取死之道，全都是特殊体质，都是大补品。陆长生，你竟敢骗我！此次古皇遗迹当中，不要让我遇到你。这时候，在蛟龙背部的一道身影，伸手指着陆长生喝骂道：“正是焚炎体刘承玉。当初陆长生正是托他给秦天命和柳如烟送去了土特产，他被戏耍，还因此得罪了秦天命和柳如烟，心中对陆长生无比的愤恨。原来是你啊！你弟弟刘潇也是我杀的。”他临死之前还在不停叫唤着，说他哥哥是焚炎体，特别厉害。陆长生冷笑一声，开口嘲讽道。顿时刘承玉气得全身发抖，原来弟弟刘潇神秘失踪也是陆长生干的，那可是他的亲弟弟啊！放肆！陆长生，你真当自己还是霸体吗？你根本都不是特殊体质，也敢嘲笑焚炎体！又是一道身影出现，开口叫骂起来。而看到此人，天玄圣学府这边所有人全都是眯起了眼睛，一股可怕的杀机缓缓流淌开来。张明阳，新生试炼当中的内奸，是他引来了魔族大军，是他召唤来柳如烟和秦天命，让所有人陷入了绝境当中。当日若非琉璃女帝察觉到陆长生有性命之危，强行苏醒过来，赐予陆长生力量，恐怕所有人都要死。张明阳，此次古皇遗迹，我必斩你！我会将你的头颅带回天玄圣学府，祭奠死去的学子。此人陆长生是必杀的。当日如果不是他出手，秦天命和柳如烟根本来不及逃走，会被素心院长和江上院长拦住，直接铲除掉。哈哈哈哈！陆长生，你走不出古皇遗迹，成为天命少爷的命中宿敌，你注定会成为天命少爷武道之路上的一块垫脚石。张明阳满脸得意，对着陆长生犬吠。他将狗仗人势这个词语演绎到了淋漓尽致。陆长生不再理睬此人，而是看向了柳如烟和秦天命二人。他能够感觉到这两人也都变得更强了。盖世霸体应该是开启了2道秘藏。秦天命重修华盖，体内还隐隐有着一股神圣的波动在流淌。陆长生目光如炬，已经看出了端倪，而秦天命却并未看向陆长生，他眼神漠然，看向前方的乳白色漩涡，等待着古皇遗迹的开启，就仿佛已经完全不将陆长生放在眼中。他没有把陆长生当成对手，因为他已经有了绝对的自信，这一次无论陆长生使出何等手段，也都会被他打落尘埃。在秦天命的身旁，柳如烟看了过来，他依偎着秦天命，眼瞳当中显露出紫金色光芒，刻意在提醒陆长生他是盖世霸体。见状，陆长生眼神不屑，摇了摇头，这盖世霸体也该收回来了。随着道元圣学府的登场，其他势力多少都显得有些黯然失色。全场最好的2处位置分别被道元圣学府和天玄圣学府占据，等待着古皇遗迹的开启。接下来一个个势力带人前来，赶赴到此地。灵学府除了万剑灵学府之外，还有2个，分别是天魁灵学府以及大荒灵学府。前者以傀儡之术著称，精通炼制傀儡之法，后者则是专修炼体，学府内的学子全都是体修。一共5大学府，2个圣学府，3个灵学府。当然了，在东域大地上还散落着不少的其他学府，但都比较弱小，甚至都没有资格进入学府同盟，只能算是学府同盟的外围成员，地位卑微，也根本没有资格拿到这一次古皇遗迹的名额。除此之外，还有2个势力也具备名额，那就是圣童沈家与杀手组织血云殿。他们各自派出了1名最强天骄，也就是青云榜上的前2名，沈无忌、白成印。全场天骄云集，群英荟萃，难得一见的特殊体质都一抓一大把。今日能够来到此地的天骄，那都是整个东域大地之上的翘楚，即将在古皇遗迹当中展开一场龙争虎斗。这一场盛世也是吸引了整个东域的目光。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全场的气氛也是开始逐渐变得火热起来。天地间隐隐有着一股躁动的氛围在扩散。所有人都知道，那乳白色的漩涡即将达到最慢的速度，这也是进入古皇遗迹的最佳时机。去吧，记住我说过的话。现在每个人都在这轮盘当中滴一滴血。素心院长看向面前7名学子，目光最终停留在了陆长生的身上，他取出一道青玉轮盘，让众人滴血。其他势力也都是如此，每一名即将进入古皇遗迹的天骄都需要滴血。在他们进入古皇遗迹之后，外界的人就可以通过这血液的反馈来判断出他们在遗迹当中的境遇，这也是漫长时间多次尝试之后所找到的唯一办法。而也就在陆长生众人完成了滴血之后，
那半空当中的乳白色漩涡也是在此刻达到了一种近乎静止的状态。轰！一瞬间，道道气息轰鸣开来，全场所有的天骄都是在此刻冲向那漩涡之中。古皇遗迹开启了，古皇遗迹开启，整个东域的顶尖天骄云集全都第一时间冲向这漩涡之内。但因为最佳的位置已经被道元圣学府和天玄圣学府所占据，所以说率先进入遗迹的必然是这两大圣学府的学子。而最为接近漩涡的两人，赫然便是秦天命与陆长生。一瞬间，所有人的目光全都看向这两人。较量已经开始，究竟谁能够抢先一步踏入这漩涡之内？只见那秦天命目空一切，迈出脚步的同时，身形便是已经来到了漩涡的前方。在他的体内，神圣的气息不断流淌，释放出恐怖的威压来，竟是让其他人全都生出一种不可力敌的感觉。那来自他体内的圣血。轰！唯有陆长生丝毫不惧。就在秦天命的身旁，陆长生体内传出轰鸣爆响之声，仿佛有着一道来自远古的暴躁咆哮在炸开。太古魔猿的虚影在炼仙鼎内捶打着胸口，仰天怒吼。感受到这股恐怖的戾气，所有人再度面色巨变。下一刻，秦天命与陆长生二人同时进入了漩涡之内，竟是不分上下。在他们两人进入古皇遗迹之后，其他人这才得以靠近漩涡，一个个争先恐后，鱼贯而入。很快，此地便是只剩下了各家的长辈。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都会再次等待着，通过那青玉轮盘之上的血液来判断自家天才在古皇遗迹之内的境遇。哗！身形进入漩涡的一刹那，陆长生便是感觉到了一股极度扭曲的力量正在影响着自己的身体。这古皇遗迹竟是隐藏在虚空之中，这涉及到了空间的力量。而药皇寒风只是武皇境，并不曾掌握空间之力。对此，东域武者众说纷纭。有人说寒风的老师是武尊境，帮他开辟出这一道遗迹来；也有人说是寒风的道侣达到了武尊境，帮忙开辟遗迹。还有一种说法，这遗迹并非寒风，他只是发现了这里，然后占据了这里而已。但这全都是推测，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此时，陆长生感受着这股扭曲的力量，面不改色。因为这股力量并不强，他更是混沌仙魔体，不受任何影响。这种感觉来得快，去得也快。仅仅2-3个呼吸之后，陆长生便是眼前一闪身形，站立在了一处山林之间。他回过头看去，却并未看到那白色漩涡。空间之力真是神奇。放眼整个东域大地，武尊境的数量也不超过一只手。陆长生感慨道，他修炼的速度已经很快了，但如果说想要达到武尊境，掌握空间之力，那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不过武王境却是已经不远，达到武王境就可以进行下一次双修。陆长生心中又是期待，又是有些害怕。毕竟上一次他可是真的被掏空翁。也就在陆长生心猿意马的时候，在他丹田之内，炼仙鼎嗡鸣一声，传递出一股指引来，这让陆长生眼前一亮。好，有炼仙鼎指引，寻找绫罗丹器会更加的方便。他脸上露出笑容，立刻跟随着炼仙鼎的指引，开始搜集绫罗丹器。与此同时，其他的诸多天骄也都是已经彻底进入了古皇遗迹之内，开始各显神通，寻找绫罗丹器。外界一道道青玉轮盘在天际之上排列开来，此地所有人的目光都是汇聚在这些轮盘之上。唰！只听一道轻响声传开，在一道青玉轮盘上有一道光柱升起，光柱很矮，只有1寸高。这意味着这道光柱所代表的主人收集到了一道绫罗丹器，是秦天命。他这么快就找到了绫罗丹器，果然不俗。华盖天命体，命带华盖，秉承天命而生，有神明眷顾。有人发出这般感慨来，但素心院长闻言却是不以为然，无非就是运气比较好罢了。进入古皇遗迹之后，附近就有绫罗丹器存在而已。以往就有过这样的例子，一开始搜集了不少的绫罗丹器，但后面一无所获，甚至还有被杀了的，丹器全都被抢走。唰！这时又是一道光柱出现，是长生。素心院长眼神一喜，陆长生的光柱也有1寸，他也找到了一道绫罗丹器。长生绝非是因为运气好，他是靠自己的实力找到的绫罗丹器。素心院长一手双标玩的贼溜，就如同在天玄圣学府之内一样，他是毫不掩饰对陆长生的偏心的。此时在古皇遗迹之内，陆长生看着手中的一枚龙眼大小青色丹丸，眼神火热。只见这青色丹丸呈现出一种玉质般的感觉，同时又十分轻盈，好似是凝聚的气态，非常的奇异。这就是绫罗丹器。他能够感受到炼仙鼎内的魔元虚影已经传递出一股渴望的情绪来。毫无疑问，这是可以用来滋补魔元虚影的。陆长生毫不犹豫，手掌狠狠一握，顿时这青色丹丸便是化作一缕青烟涌入了他的体内。
魔元虚影发出咆哮，直接吸收掉这一股绫罗丹气，想把手掌凝聚出来，大概需要500道绫罗丹气。陆长生快速估算着，不仅要疯狂的收集，更要去抢夺别人的，还要猎杀那些特殊体质来灌溉魔元虚影。陆长生动力十足，立刻顺着炼仙鼎的指引继续前行而去。他所过之处，没有遗漏掉任何一道绫罗丹气，全部收入囊中，用来灌溉魔元虚影。在外界，代表着他的光柱则是已经成长到了3尺3的高度，位列第一。1道低级绫罗丹气可生出1寸光柱，10道低级绫罗丹气等同于1道中级绫罗丹气，可生出1尺光柱；100道低级绫罗丹气等同于10道中级绫罗丹气，等同于1道高级绫罗丹气，也生出1丈光柱。长生已经收集了33道低级绫罗丹气，秦天命只有25道。一步快，步步快，只有一开始就领先，才能够步步领先。素心院长满心欢喜，因为陆长生的光柱最高。但下一刻，他就看到秦天命的光柱突然暴涨，达到了1丈2尺5寸的高度，直接碾压了陆长生。所有人瞬间明白过来，秦天命得到了1道高级绫罗丹气，1道高级可比100道低级。呵呵，暂时的领先不算什么，谁能笑到最后，那才是真本领。素心院长立马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而在接下来的1天时间里，一直都是秦天命领先。毕竟1道高级绫罗丹气就足以一骑绝尘。听着对面那个方妹娇滴滴的笑声，素心院长恶心的要命。不过也就在此时，在古皇遗迹当中，随着陆长生的不断推进，他也终于是感受到丹田当中的炼仙鼎传递出更加猛烈的波动来。根据这种强度来推断，陆长生瞬间明白，在他的附近有一处大型的绫罗丹气汇聚之地。他顿时兴奋了起来。根据炼仙鼎传出的波动强度来判断，这一次恐怕会有大收获，应该可以让魔元虚影凝聚出一个完整的手掌来。陆长生眼中闪烁着金芒，展开急速向前而去。魔元虚影给他的加持非常巨大，但自从上次离开了魔窟之后，就一直没能进一步凝聚。陆长生的心里早就急了。而现在进入古皇遗迹，魔元虚影终于重新开始凝聚，越来越近了，大概再有半个时辰就可以赶到。陆长生心中期待不已，仿佛已经看到了大量的绫罗丹气。但也就在此时，陆长生突然感受到炼仙鼎传出的指引正在变淡。这和当初在魔窟当中追杀魔族生灵的时候一样，这意味着有人正在前方取走那里的绫罗丹气。是谁？陆长生眼睛顿时红了，有人在抢他的绫罗丹气，此人已经有了取死之道。陆长生没有任何的迟疑，赶紧加快速度。而与此同时，在前方一处山谷当中，正有一道身影快速搜刮着大量的绫罗丹气。哈哈哈哈，爽死我了！这些绫罗丹气入体的感觉真是美妙，我能够感觉到我的焚炎体正在缓缓增强。刘承玉伸手抓住一枚青色丹丸，狠狠一握，绫罗丹气进入他的体内，在血肉筋骨当中不断的游走着，缓缓壮大他的特殊体质焚炎体。并且这并非是低级的绫罗丹气，而是中级的，1道可比10道低级。这中级的绫罗丹气所泛出来的青色更加的凝实一些，对特殊体质的滋补自然也是更加的有效。外界所有人全都看到刘承玉的光柱正在暴涨。刘承玉发现了大量的绫罗丹气，真是好运气，他已经超过了秦天命，暂时位列第1名。怎么全都是道元圣学府的学子？注意看，刘承玉的光柱每一次都会长动1尺，这证明他发现的都是中级绫罗丹气，数量不少，已经超过了20道，足足20多道中级绫罗丹气，的确算是不错的收获。他们盯着刘承玉的光柱，纷纷开口议论起来。素心院长看着那道光柱，心中非常的不爽。该死，怎么都是道元圣学府的人找到绫罗丹气？秦天命找到高级的，这个刘承玉找到一大堆中级的，这些绫罗丹气都应该给长生才对。尤其是看到方妹脸上的笑容，素心院长更是气得牙痒痒。长生加油啊！如果你能遇到刘承玉就好了，就可以打死他，把他的绫罗丹气给抢走，说不定长生就能遇到刘承玉呢。素心院长在心里不断祈祷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刘承玉的光柱还在继续上涨，转眼之间已经达到了6丈8尺的程度。这意味着刘承玉已经收获了足足68道中级绫罗丹气，一骑绝尘。不过在达到了这般高度之后，他的光柱也终于是彻底停了下来。在这山谷当中的绫罗丹气已经全部都被刘承玉给一扫而空。哈哈哈哈！现在外面的人肯定都很震惊吧？刘承玉感受着体内的大量绫罗丹气，满脸都是笑容。这才过去多久？所有人都还在古皇遗迹的外围区域呢。越是靠近核心区域，绫罗丹气就会越多越高级。而在外围区域，想要找到这样的一处地方，
存在68道终极绫罗丹器是极为罕见的事情，可能古皇遗迹开启10次，也只能出现1-2次这种情况，却被他刘承玉给遇上了，真是天助我也！一开始就这么顺利，我有预感，后面我还能有大收获。哼哼，华盖天命体，盖世霸体，系命圣童，只是排名靠前罢了。我刘承玉虽然是垫底的焚炎体，但我成长起来也不会比你们差。刘承玉充满了信心，他一边消化着体内的绫罗丹气，一边前行，欲要离开此地，继续深入古皇遗迹。但他没有发现的是，在他的身后有一处阴影正在缓缓地蠕动着，不断靠近他的影子。此时如果有别人能够看到这一幕的话，定然会感觉非常的诡异。而能够拥有这般手段的，在这一次的古皇遗迹当中也只有一人，那就是血云殿的杀手白成影。道元圣学府的刘承玉，一个垃圾焚炎体，拿走这么多的绫罗丹气，也不怕消化不掉吗？嘿嘿，还是给我吧，这么宝贵的绫罗丹气，滋补垃圾焚炎体太过浪费，还是用来提升我的天影无踪体吧。白成影拥有天影无踪体，在天下间特殊体质当中排名第16，这是专为暗杀而生的特殊体质。陆长生曾经遇到过秦天命的父亲秦万金，他有一个影子是天龙宝行分配来保护他的，那个影子平时就藏在秦万金的影子里，而这种神秘而诡异的术法就是自天影无踪体当中演化而来。据说是天龙宝行内部的一位大能者将自身的天影无踪体给提升到了一个极致之后创造出的秘法。白成影化作一团阴影，在地上快速蠕动，没有传出任何的声响与波动，终于是开始接触到刘承玉的影子。他即将动手斩杀刘承玉，夺走刘承玉体内的绫罗丹气。唰！然而也就在此时，白成影似有所察，立刻收缩，这团阴影躲藏在了一块石头的后面。同时刘承玉也是转过身来，正看到疾驰而来的陆长生。陆长生！刘承玉瞳孔骤缩，发出了一声惊呼。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逃跑。在遗迹之外的时候，他不怕陆长生，那是因为有靠山在呢，打不起来。而现在进入了古皇遗迹，可就没人保他了。遇到陆长生不跑怎么办？打不过。虽然说陆长生的修为只是50境，但他的真实战力肯定不能只看表面，这一点刘承玉的心中很清楚。难道这就是福祸相依吗？刚刚得到了这么多的绫罗丹气，居然就遇到了陆长生。刘承玉心中警铃大作，立刻从储物袋里取出2件宝物，一件是用来护体的，作用类似于天玄圣学府的天玄护体罩，另外一件则是可以加持速度的，让他逃跑的速度更快。在遗迹之外的时候，你不是很嚣张吗？我杀了你弟弟刘潇，你不想报仇吗？陆长生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但刘承玉根本就不说话，他只想赶紧逃走。可是等待他的却是一记从天而降的掌印。山海印第3印通天印，狂猛的力量波动笼罩全场，浩然正气自陆长生的天灵之处冲霄而起，浩荡绝伦。不！刘承玉全身剧颤之间，瞳孔骤缩起来，当场就感觉仿佛有一股不可抵挡的伟力狠狠砸落在他的身上。下一刻，他张口喷出一口鲜血来，其中还夹杂着一块块的内脏碎片。陆长生出手，隔空一招山海印，便是将他打得重伤垂死。此时的刘承玉已经到了弥留之际，他就连从储物袋当中取出疗伤丹药的力气都没有了，全身传递出一股难以形容的剧痛，他这辈子都没有这么痛苦过，就仿佛所有的骨头都被打断了，体内的脏器也全都破碎。怎么会这么强？刘承玉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知道陆长生很强，哪怕被夺走了霸体，却因为某种不知名的原因重新开始修炼，进境飞快。不仅如此，还拥有奇特的外力可以借助，让自身战力大增。否则的话，又怎么能够斩灭秦天命9重华盖呢？可当他真正面对陆长生的时候，他才真正明白这究竟有多么的恐怖。不远处的一块石头后面，化作一道阴影躲藏着的白成影也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这陆长生的战力真是恐怖，而且还这么狠辣，见面就是绝杀，不给任何的机会，干净利落，丝毫都没有拖泥带水。这很符合一个杀手的特性啊，他应该来血云殿当个杀手才对，他凭什么能够通过炼心？白成影的心中很不服，他承认自己杀心极重，杀人的时候心中会生出一种快感来，让他沉迷其中，所以当初炼心失败他也能接受。但现在他看到陆长生也如此的狠辣嗜杀，却能通过炼心，顿时就怒了。难道说是天玄圣学府内部给他走后门了？否则的话，陆长生凭什么能够通过炼心啊？这不公平！哼，等你去收走刘承玉体内的绫罗丹气，我就趁机出手杀了你。白成影心中杀机暴涨，然后他就看到陆长生继续结印，
更加恐怖的力量在他的体内疯狂涌动，酝酿出一道新的印法。隐隐之间，大地都在不断的颤动着，地面上的沙石都弹跳了起来。他竟然如此的谨慎，刘承玉马上就要死了，他却没有靠近，而是继续施展印法，不给敌人任何的机会。这是天玄圣学府的天玄大手印吗？我被逐出天玄圣学府，只会前面2印，他这个起码是第4印，甚至第5印。白成隐的心中更加嫉妒陆长生，他甚至感觉陆长生比自己更适合当一名杀手。如果陆长生来到了血云殿，肯定会受到大力的栽培。轰！下一刻，陆长生面带笑容，将手中印诀打出。魔猿在狂吼，浩气冲霄之间，地面开始坍塌陷落。抬手间，10里路尘，山海印第4印，彻地印。这也是陆长生现如今所掌握最强大的一招武学。隆隆隆，可怕的声响震耳欲聋，此地坍塌，地面上出现一个巨大的掌印，掌印范围内的一切都承受着莫大的压力。白成隐前方，他藏身的那块石头瞬间化作了齑粉。不好，他不是要对付刘承玉，而是他发现了我。下一刻，白成隐全身剧颤起来，他感觉到陆长生这一招印法针对的不是濒死的刘承玉，而是要来攻击他白成隐。不可能，你是怎么发现我的？白成隐发出一声怒吼，现出原形来，疯狂后撤。噗嗤！但是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被陆长生这一招撤的印给击中，他当场就吐出一口鲜血来，受创不轻。他睚眦欲裂，看向陆长生，两人的目光相对，白成隐目光惶恐震惊，而陆长生满是从容。果然是你，天隐无踪体。陆长生笑了起来，当他发现有人藏匿的时候，便想到绝对是这个白成隐。可笑白成隐还躲在一旁伺机出手，想要渔翁得利。这时候的白成隐只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小丑。陆长生，你杀不了我，失去这一次的机会，你将永远不再有机会。白成隐擦了擦嘴角的血，开口恶狠狠说道：你走不出古皇遗迹的。陆长生开口，同时转过身去，迈步走向刘承玉。这一击没能秒杀掉白成隐，陆长生就知道这一次杀不了他了。以天隐无踪体的玄妙，一心想要逃遁的话，陆长生追不上，所以他没有浪费时间，而是径直来到了刘承玉的身旁，开始收取绫罗丹气，收取刘承玉的焚炎体。格格，刘承玉瞪大了眼睛，嘴里不断冒着血泡，只有出去的气，没有进来的气。下一刻，他便是看到自己的全身都在不断的溢散出一股股的青色气流，钻入陆长生的体内。刚刚得到的绫罗丹气还没有捂热乎就被抢了。而更加让刘承玉惊恐莫名的是，他发现自己的身体最深处还有着一股更加根本的力量正在疯狂的流逝，那是他的焚炎体。陆长生伸出手掌盖在刘承玉的头颅之上，以一种狂猛的姿态疯狂掠夺。炼仙鼎当中，魔猿不断捶打着胸口，发出狂喜的咆哮声。一只手掌正在快速由虚幻变得凝实，68道终极绫罗丹气外加焚炎体的力量灌溉着魔猿虚影，凝聚出一只手掌。还没有结束，这股力量继续灌溉而来，这魔猿虚影就如同久旱逢甘霖一般，快速变得凝实。最终，魔猿的小臂也都凝聚出大半来，只不过是一些终极的绫罗丹气而已，让给你又如何？陆长生，你绝不是秦天命对手，此番古皇遗迹，你必死无疑。白成隐恶狠狠看着这一幕，眼看着刘承玉已经断气，所有的绫罗丹气被陆长生夺走，他在心里放了一句狠话，然后身形化作影子，在地面上快速流淌，消失在成片的阴影里。白成隐走了，这天隐无踪体是比焚炎体更好的养料，只可惜刚才那一招撤的印没能杀了他。陆长生察觉到白成隐已经离去，摇了摇头，有些惋惜。不过只要他还在这古皇遗迹当中，迟早就还能遇到别人看不透他天隐无踪的藏匿，但对于陆长生来说，这就是一个笑话而已。早在他还没有抵达这一处山谷的时候，炼仙鼎就已经发出了提醒。陆长生瞬间明白，这里除了刘承玉之外，还有另外一人。随后，陆长生取走了刘承玉的储物袋，又割下刘承玉的头颅收起，这才扬长而去。在这外围区域，能够发现这么多的绫罗丹气，实属罕见。不过，想要找到更多、更加高级的绫罗丹气，自然还是要去往更加核心的区域。陆长生循着炼仙鼎的指引继续前进，殊不知外界已经掀起了轩然大波，因为所有人全都看到代表刘承玉的光柱直线下降，眨眼的功夫就从6丈8尺跌落到了尘埃，最后径直消散掉，就仿佛从未存在过。这意味着刘承玉已经被斩杀掉，他所有的绫罗丹气都被夺走。而与此同时，陆长生的光柱则是开始暴涨。一瞬间，所有人全都明白了过来，陆长生杀了刘承玉，抢走他全部的绫罗丹气。
我的祈祷竟然真的有效！哈哈哈！素心院长的嘴角都快要咧到耳根了。他刚才还在想着，如果陆长生能够遇到刘承玉，那该多好。结果下一刻，刘承玉就死了，陆长生夺走了他的绫罗丹器。这个废物！对面那巨大的出云蛟头颅之上，方妹皱起眉头，心中暗骂不已。打不过，难道还不知道跑吗？就这么轻易的被杀死了。焚炎体果然不行，排名低是有道理的。此时，陆长生的光柱达到了7丈1尺3寸，位列第一，直接碾压了其他的所有人。这个刘承玉真是可怜啊！辛苦得来的绫罗丹器，却为长生做了嫁衣，啧，不愧是东域最强圣学府，道元圣学府就是客气。素心院长看向对面的方妹，阴阳怪气说道。方妹咬牙，气得头发都在颤抖。她的头发在阳光的映照之下，呈现出一种浅紫色，给她平添了一股魅意。这女人连头发都是骚媚的。古皇遗迹当中，陆长生继续前行，一路收集着遇到的绫罗丹器，一道低级的都没有放过，全部收入囊中，顷刻炼化，化作灌溉魔猿虚影的养料。其他人得到绫罗丹器都是需要缓慢消化的，并非一蹴而就，无法直接吸收掉。只有陆长生有多少就吞多少，来者不拒。这一趟古皇遗迹结束之后，魔猿虚影至少能够凝聚出一条完整的手臂，魔猿一臂之力该有多强？陆长生心中期待不已。而随着这般前行，转眼之间已经是5天的时间过去，前方开始出现了一道道的建筑物林立，那是一座破败的城池。看到城池，意味着进入古皇遗迹的中段区域。终于离开了贫瘠的外围区域，就在这里突破到武将境吧。陆长生做出了决定，他要在这里突破到武将境。随着不断的前进，低级的绫罗丹器都开始变少了，往往发现一道就是终极的，但遇到敌人的概率也会开始增加。所以陆长生决定先突破武将境，再继续前进，3年之内达到武王境。嘿嘿，琉璃，你还是太小看我了。陆长生脸上露出笑容，步入前方的破败城池之中。他寻得一处僻静的角落，盘膝坐下，开始吞服丹药，提升境界。而与此同时，在另外的一处城池之内，同样是有着一道身影出现，他目光淡漠，俯视着此地，正是秦天命。药皇寒风不过是一个欺世盗名的小人罢了，就连这一处遗迹也都是抢夺他师尊的。秦天命冷声开口，自言自语道：整个东域都在猜测药皇寒风是如何能够利用空间之力开辟出这一处古皇遗迹来。以前秦天命也不知道真相，但这一次他骑乘仙鹤走了一趟圣者遗迹，意外发现了这件事背后的秘密。原来药皇寒风有一位师尊，名为药天尊。药皇寒风被刺，杀死了药天尊，得到了药天尊的一切，包括这一处古皇遗迹，以及隐藏在这遗迹最深处的一座宝库。然而药天尊临死之前，不仅重创了逆徒寒风，更是将宝库的钥匙分作2半，利用空间之力将2半钥匙送走，隐藏在了东域大地之上。此番秦天命真正的目标便是这座宝库，因为他的手中便是有着其中1半的钥匙，那是半块玉佩，入手沉重，散发出一股温润的气息来。仅有1半钥匙，开启宝库的概率只有30%，可另外1半钥匙散落在漫漫东域大陆之上，根本就无法寻找。秦天命摇了摇头，收起这半枚玉佩，继续前行。路上遇到一些终极的绫罗丹器，他都懒得去拿。在炼化了一些绫罗丹器之后，他发现这对于他的华盖天命体帮助并不大，所以何必费时费力去慢慢收集，等到最后把所有人的全都抢来就可以了。陆长生，你可不要死在其他人的手里，我在核心区域等你。秦天命呢喃着。每个人都在这古皇遗迹当中前行，搜寻着一切的机缘造化。随着他们陆续进入中段区域，那外界的光柱也是时不时就会发生变化。比如说圣童沈家的沈无忌便是已经超越了陆长生，他定然是发现了颇多的绫罗丹器，一跃成为第一。长生被超过了，都过去3天了，他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素心院长心中有些焦急，难道是击杀刘承玉的时候受伤了吗？还是说遇到了什么其他的危险？毕竟在这古皇遗迹当中，危险也并不是仅仅来自其他的天骄，这遗迹本身也存在一些凶险，曾有人因此而死，也有人被困在里面出不来，等到后人发现的时候，只剩下一堆枯骨。素心院长这是关心则乱了。以前他不是这样的，但自从陆长生来到了天玄圣学府之后，他的情绪就很容易产生波动。陆天，你儿子跟你一样，都不让人省心。素心院长心中说道。在另外一处山头之上，那老淫贼于东则是脸上露出了笑容，因为他万剑灵学府的功名现如今位列第5，算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了。公明，
你可是东域武王境之下第一人，争取加把劲，超过陆长生那个小畜生。如果能有机会杀了他，那该多好啊！于东的心中想到，然后他又忍不住看向了出云交头顶的方妹。他娘的，这女人也太带劲了吧！这要是能跟她睡一觉，那不得爽死我！于东眼神猥琐，心里不断幻想着，还有素心，装出一副清高的样子给谁看？哼哼，我早晚有一天要让你臣服在我的胯下。如果能同时拥有素心和方妹，让我现在死了我也愿意啊！于东只感觉心里像是有个爪子在不断的挠着，痒，真痒。而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现方妹和素心居然全都向着他看了过来。一时间，于东都不知道该看谁了。他看看方妹，露出一脸谄媚的笑容，又瞪了素心一眼。见状，素心冷笑了一声，回过头去。反倒是方妹娇笑了起来，花枝乱颤。好看吗？听到方妹的声音，于东吞了口唾沫，连连点头。再好看，你也不能一直盯着呀。你看看光柱，东域武王境之下第一人没了，哥哥。什么？于东闻言，全身一颤。他看向代表着公明的光柱，却发现这光柱不知何时已经熄灭，公明死了，反而是陆长生的光柱暴涨了3丈2。这正是公明原本的光柱高度啊！是陆长生杀了公明，抢了他的绫罗丹气。陆长生，于东的眼睛一瞬间变得通红起来，一股恐怖的杀意从他的体内溢散而出，疯狂蔓延。陆长生都已经杀了他万剑灵学府4个人了，并且还都是同辈翘楚。尤其是现如今的公明，这可不是他于东的弟子，而是万剑灵学府府主的亲传弟子啊！万剑灵学府在公明的身上砸下大量的资源，并且给他安上了一个东域武王境以下第一人的称号。此次古皇遗迹更是对他寄予厚望。可现在这才刚刚进去古皇遗迹几天的时间，公明就这么死了。要知道，万剑灵学府输给了天玄圣学府一个名额，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随着公明身死，万剑灵学府当场全军覆没。在古皇遗迹当中，已经没有了任何一名万剑灵学府的学子。可以说，这个于东现在就可以滚蛋了，没有必要继续留在这里。太好了，万剑灵学府在陆长生手上损兵折将，就这还想变成圣学府，绝对是痴人说梦。万剑灵学府这一代本就没有几个天才，现在全都死在了陆长生手中，这对于我天魁灵学府来说是一个好机会。陆长生好强的实力，不愧是青云榜第3名。哼，那是他还没有遇到真正的强者，无论是刘承玉还是公明，都只能算是普通天骄而已。要知道，天骄之上还有天骄。说的没错，此次古皇遗迹当中能够碾压陆长生的人可不少，比如说秦天命、柳如烟、沈无忌以及白成影，这都不是陆长生可以应对的敌人。一道道的议论之声不断响起，此地的情报也是以一种极快的速度传遍整个东域。道元圣学府折损一人，是焚炎体刘承玉被陆长生所杀。东域武王境之下第一人万剑灵学府的公明也死于陆长生手中。现如今排名第一的就是陆长生，其丹气光柱已经超过了10丈。据说陆长生只有5世境，他凭什么能够做到这一步？应该是运气比较好吧。再等等看，我猜测要不了多久，他就会遇到强敌，可能会被杀死。偌大的东域全都在关注着此次的古皇遗迹之争，而此时在那古皇遗迹当中，陆长生则是将一颗面容狰狞、眼神惊恐的头颅收入储物袋当中，一脸的不屑。连特殊体质都不是，要不是你有绫罗丹气，我都懒得杀你。就这也敢称东域武王境之下第一人？陆长生摇了摇头，继续开始修炼。他距离武将境已然不远，再有1天的时间就可以攻城。杀死公明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小插曲而已，都还没怎么出力，公明就死了。但对于万剑灵学府来说，这却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时间流逝，一名名天骄都在不断的突进。此时所有人都已经进入了中段区域，开始陆续有人发现大批量的高品质绫罗丹气，终极绫罗丹气成片出现。外界丹气光柱的变化也越发频繁起来，而陆长生则是全身心投入到了修炼当中。在他的体内正有着雄浑的灵气在翻涌，如同潮汐一般不断冲刷着经脉，发出哗哗的声音，最终汇聚进入丹田之中。陆长生的气势开始节节攀升，当他的气势达到了一个顶点的时候，就仿佛有着一声枷锁破碎的声音悄然响起。陆长生全身一震，狂猛的气势冲霄而起，武将境，终于达到了武将境。按照我天玄圣学府提供的地图，前方似乎是有着一块古老的药田，那是必争之地。陆长生眼睛闪亮，整个人都充满着动力。这古皇遗迹可真是个宝地。与此同时，也就在陆长生突破到武将境的时候，在一座山峦之上，正有着一道道的身影从4面8方赶赴而来。
浓郁的药香气化作云雾，缭绕在山巅之上，整座山都生长着大量的药材。说是药田，实际上是一座药山。如果细看的话，就会发现这药山上还有着一尊尊的药鼎，错落有致，星罗棋布。在这些药鼎的内部，有的是丹药，有的则是绫罗丹器。据说在山巅之上还会诞生出传说之中的天药，那是极品的炼丹材料。每一次当古皇遗迹开启的时候，只要是能够经过这座药山的天骄，全都会赶赴而来，争夺药材，争夺丹药，争夺绫罗丹器，甚至是登药山之巅寻天药。这里是炼药师的天堂，任何一名炼药师都不会错过此地。当然，对于并非炼药师的天骄，这同样也是不可多得的宝地。陆长生对这座药山也抱有极高的期待，他已经全速赶赴而来。而此时，已经有人抵达了药山之上，正在攀登药山，搜寻各种真材。山间的一处阶梯之上，正有着一团阴影在快速蠕动，这阴影的颜色变化的与那石阶一般无二，很难看得出来。正是白成影，他被陆长生击败之后，便是向着这一处药山赶赴而来。现在已经得到了不少的药材以及绫罗丹器，收获颇丰。柳如烟已经到了，而秦天命依旧没有赶到，他要么是被传送到了距离药山比较远的地点，要么就是躲藏在了暗处。天玄圣学府有3个人在这里，找机会先从他们的身上收点利息回来。白成影隐匿身形，搜刮各种真材的同时，也在纵观全局。这团阴影附着在石阶之上，快速蠕动着。他的目标是半山腰之处的一大片梯田，在那里有着大量的药材生长。在山脚的时候，他就看到那里有5色彩虹闪耀，这意味着半山腰的梯田当中生出了一株5色宝药。算算时间，现在药山之争应该已经快要开始，或者已经开始了。没错，每一次药山之争都会是一场龙争虎斗，甚至经常出现夺冠热门人选死在药山当中的情况。我猜测白成影已经到了药山，他的丹气光柱长势很不错，不知道这一次药山当中会生出何等宝药来。如果有7色宝药就好了，我到元圣学府正缺一味7色宝药给天命使用。何时能出天药？似乎已经有数十年不曾有天药现世，外界整个东域都有着各种议论之声响起。而在那天玄圣学府之内，12楼5层的天际之上，正是有着一道道的光幕投影，展现出那代表着每一位天骄的丹气光柱。这一场盛世牵动着所有学子的心脏。天药楼的青囊学长应该是已经进入了药山之争，他斩获大量绫罗丹器，排名飙升。有人盯着光柱发出感叹声。药山之争是每一位炼药师都不会错过的盛事。这一次天玄圣学府派出的7名学子当中，唯有李青囊一名炼药师，他哪怕绕路也一定不会错过药山的。但也就在下一刻，所有人都发现那代表着李青囊的光柱突然暴跌了下来。不好，李青囊遇险了！整个东域都关注到了李青囊的光柱变化，一道道惊呼之声响起。在那古皇遗迹之外，素心院长瞳孔骤缩起来，他屏住呼吸，美眸死死盯着那道光柱。所幸那光柱在下跌了一大半之后，终于是停了下来，虽然略显暗淡，但却依旧还在。这也就意味着李青囊虽然遭遇了意外，但却并没有生命的危险。素心院长这才松了一口气，应该是遇到了宝药。他快速做出了推测，宝药虽好，但却具备攻击性，大家稍安勿躁。青囊学长应该是被宝药攻击了。在天玄圣学府之内，也是有学长学姐正在给大家解惑。很多人都是没有接触过宝药的，就更别提天药了，因为这些东西太过罕见。放眼整个东域大地，除了这古皇遗迹之内的药山外，就只有另外的2处地点能够有资格生出宝药来，并且全都是被大家族、大势力所垄断的，寻常人根本就难得一见。众所周知，炼药师炼制丹药是需要用到药材的，而药材自然也有等级之分，有一些最为普通的药材，药效最差，在网上会有100年药材、1000年药材等等。一名天药楼的学长正在给面前的诸多新生讲解着。而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药材被称为宝药，宝药的药气可以化红，生出彩虹来，药力之强难以想象，并且已经具备了自我灵性，会攻击想要采摘它的人。而根据彩虹颜色的多少，又可以分为3色宝药、4色宝药，一直到9色宝药。在9色宝药之上，还有传说中的天药，据说生在天上，神秘莫测，整个东域已经近100年不曾有天药现世。听到他的讲解，许多新生都恍然大悟，李青囊大概率是遇到了一株强大的宝药。身为一名炼药师，他是不可能放过这样的机会的，定然会去采摘宝药。但宝药有灵，对他发出了攻击，导致李青囊受创，甚至就连绫罗丹气也都有损，被宝药夺走。真没想到，就连药材都可以攻击武者。而此时，在那药山的半山腰之处，李青囊脸色苍白，
眼神当中有着浓浓的忌惮之色，看向面前的一株巨大藤蔓。这藤蔓上生满了尖刺，十分锋锐，上面还沾染了不少的血迹，那是李青囊的血眼。这五色宝药竟如此恐怖，李青囊咬牙，心中不甘。他虽然出身炼药世家，但这也是他第一次见识到宝药，并且还是一株五色宝药，等级不低。宝药与宝药之间也有不同，有的宝药攻击性会弱一些，而有的则是具备极强的攻击力。很明显，李青囊遇到的这一株五色宝药就是那种攻伐极强的类型，所以李青囊现在不仅受伤，更是被这宝药给吸走了不少的绫罗丹气，这让李青囊心疼无比。是李青囊，炼药世家真传天玄圣学府天药楼副楼主之一。此时一团阴影悄然蠕动而来，观察着李青囊。白成影到了，先解决掉李青囊，再摘五色宝药，趁你病要你命。一瞬间，白成影心中杀机大作，天玄圣学府的人全都该死。自从他被逐出天玄圣学府之后，已经杀了数十名的天玄圣学府学子，只要有针对天玄学子的刺杀任务，他都会接取下来。就算没有任务在身，一旦遇到天玄学子，他也都会下杀手这一份仇恨。现在因为陆长生的缘故，已经变得更加浓郁。李青囊，受死吧！要怪就去怪陆长生吧。白成影施展他的天影无踪体，悄然靠近正在疗伤的李青囊。但也就在此时，骤然有恐怖的风声袭来，随之而来的还有一股狂猛而暴躁的能量波动当头压下，紫金色的气血冲霄而起，浩浩荡荡落下，碾压向李青囊。盖世霸体柳如烟。操！白成影的阴影立刻收缩，躲藏在了一株药材的阴影里面，保持静止不动。怎么每一次他想动手的时候，都会有其他人出现？上一次他想抢夺刘承玉的绫罗丹气，陆长生来了；这一次他想对付李青囊，柳如烟来了。他们俩商量好了吗？为何针对我白成影？柳如烟。一瞬间，李青囊面色大变，他立刻动身想要避开这一击，同时还催发了一道天玄护体罩，但却没用。砰！只听一声爆响，柳如烟一拳轰爆了天玄护体罩，拳头重重落下，砸在了李青囊的胸膛之上。李青囊当场喷出鲜血，胸膛都塌陷了下去，身受重伤，在他的全身也都开始溢散出大量的绫罗丹气。仅仅一招，李青囊重伤垂死。虽说他本就是专攻炼药，不擅长战斗，但好歹也有着武将境的修为，实在是柳如烟太强。唰！下一刻，柳如烟现身，张嘴一吸，这些绫罗丹气全部被他吸入体内。这些绫罗丹气本该是我的才对。陆长生、柳如烟，你们这两个狗男女抢我的东西，我早晚把你们都给杀了。白成影躲藏在暗处，眼睁睁看着这些绫罗丹气被柳如烟夺走。嗨嗨！李青囊大口喷血，已经重伤垂死，但关键时刻，在他的体内竟然有着一股精纯浓郁的药力在飞快地化开，滋养着他的伤势。不愧是炼药世家的人，保命的手段不少啊！可惜了一枚小生死玄丹。柳如烟冷笑一声，伸手隔空一握，已经抓住了李青囊的脖子，把他拎了起来。他一眼就看出，李青囊进入古皇遗迹之前，曾经服下一枚小生死玄丹。素心院长给陆长生服用的是生死玄丹，而这小生死玄丹自然就是拥有类似的功效，只不过却不如生死玄丹，所以名字前面才加上了一个小字。但即便如此，也依旧是常人难得一见的珍贵丹药了。也正是这枚丹药保住了李青囊的性命。既然这样，那就先留着你，用来钓那陆长生。柳如烟心生一计，随手将李青囊的身体抛飞到了空中。刷刷刷！顿时，前方那一株五色宝药便是释放出大量的尖刺藤蔓，死死缠绕住李青囊的身体。一根根尖刺刺入了李青囊的血肉当中，让他疼痛的全身颤抖。藤蔓狂舞之间，李青囊全身是血，被高高挂起，真狠啊！据说这女人曾经是陆长生的未婚妻，两人有婚约的，能和陆长生有过婚约，果然不是好人。白成影心中暗暗想到，他现在的状态不适合出战，挨了陆长生一手撤的印，他体内现在还在隐隐作痛，需要时间来恢复，否则的话，他可以试着偷袭柳如烟。陆长生，你快点来吧，等你和柳如烟打起来，我就能坐收渔翁之利。白成影心里焦急，盼着陆长生快点赶到此地。而此时的陆长生则是已经来到了这药山的山脚之下，他仰起头，正看到云雾缭绕之间，半山腰之处居然有一道五色彩虹闪耀。五色宝药已经算是很不错的宝药了，我要把这株宝药拿下。陆长生心头激动起来，加快脚步登山。但也就在此时，他突然感受到半山腰之处传来一股熟悉的波动，有紫金色光芒贯穿了云雾，亮眼无比。那是我的盖世霸体
柳如烟在山上。一瞬间，陆长生全身巨震起来，双眼变得猩红。嗡嗡，他丹田之中的是神剑也是发出了兴奋的嗡鸣声，因为他感受到了陆长生心中那可怕的杀意，与之共鸣。糟糕，青囊学长是不是死了？他的丹气光柱没了，怎么突然就没了呢？那宝药竟然如此可怕吗？青囊学长被一株药材给杀死。古黄遗迹当中步步都是杀机，每一次都会有诸多的天骄在其中隐恨。哎，等等，你们仔细去看，那光柱虽然没了，但却并没有彻底熄灭，青囊学长还活着。好像还真是，他只是绫罗丹气全部被夺走，并没有死。天玄圣学府当中爆发出阵阵的惊呼声，甚至有的学妹已经忍不住哭了起来。长生学弟，你可千万不要有事。好奇楼前方的广场之上，徐木子眼神担忧，不断呢喃着。而在那古黄遗迹之外，素心院长眉头紧锁，正在盯着李青囊的光柱。一开始青囊的光柱下降大半，但同时却并没有其他人的光柱上涨，这意味着青囊的确是被宝药所攻击。但这一次他所有的丹气都没了，反而是柳如烟的丹气暴涨一截，高度相对应，所以是柳如烟出手抢走了青囊的丹气。他没有杀死青囊，应该是想要用青囊的性命来钓我更多的天玄学子，来钓长生，好狠毒的心思。素心院长心若明镜，仅仅通过丹气光柱的变化就洞察了一切，他的心中开始焦急起来。李青囊此子不仅炼药天赋出众，更是一位君子。如果说柳如烟想要用他来威胁其他天玄学子的话，李青囊很可能会选择自尽。是青囊学长，他被可怕的藤蔓给卷了起来，挂在了空中。此时在那药山之上，已经有人看到了被高挂的李青囊，一阵阵象鸣之声传开，充斥着狂躁的战意。赫然是陈龙象，他没有任何的迟疑，便是快速驰援而来。青囊遇险，好像是宝药攻击了他。药山上的另外一名天玄学子也是发现了这一幕，他名为风不语，出自天玄圣学府三星院风雷楼。风不语同样是立刻就做出了决定，赶往李青囊所在。但也就在此刻，李青囊惨笑一声，气沉丹田。若有我天玄学子在这药山之上，请不要来救我，速速离去。柳如烟在此，柳如烟在此。李青囊高呼，他的声音传遍四方。一瞬间，陈龙象和风不语全都是身形颤抖，眼睛通红。他们都看出来了，李青囊已经有了死志。柳如烟，陈龙象回忆起新生试炼当中柳如烟出手之时的场景。虽说当时柳如烟被陆长生击败，但那股战力也绝非他陈龙象能够匹敌。他要是赶过去，绝对是白送。可是陈龙象死死咬牙。柳如烟抢走了长生学弟的盖世霸体，据说现在已经开启了2道秘藏。我不是对手，这该如何是好？风不语目光遥望着李青囊，进退两难。青囊学长，陆长生也听到了这一声声的呼喊，他瞬间明白，柳如烟出手攻击了李青囊，留着李青囊性命，想用来要挟天玄学子。天玄圣学府的人看到同门如此凄惨，竟然不敢来营救吗？有没有人愿意用自己来换李青囊？一炷香的时间，如果没人愿意的话，我就割下李青囊人头。下一刻，柳如烟的声音传荡开来，传遍半座药山。陆长生的眼睛瞬间眯了起来，惊人的杀意在心头暴涌不止。该死的柳如烟居然如此歹毒！柳如烟，你休想！诸位天玄学子，请不要为我做出无谓的牺牲，柳如烟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的。走，赶紧走，离开药山。能成为天玄学子，是我李青囊的骄傲，虽九死其犹未悔。李青囊眼中流下泪来，开口高呼之间，拼命挣扎起来。他从储物袋当中取出一柄宝刀来，欲要自尽。噗！但也就在此时，柳如烟弹指打出一道紫金色光华，直接洞穿了李青囊右侧肩膀。李青囊肩膀炸开一个血洞，手中的刀也无力坠落。噗噗噗！柳如烟嘴角扬起，抬手之间又在李青囊的身上打出3处洞穿伤。天玄学子，天玄圣学府根本就不配称为圣学府，在我道元面前，天玄永远都是任人宰割的蝼蚁。柳如烟声音回荡，不断侮辱这天玄圣学府。轰！下一刻，猛然之间，又是一声惊天般的象鸣声传开，一道身影出现，圣象之影奔腾，狠狠冲撞向柳如烟。柳如烟，我天玄不可辱！是陈龙象。哗啦啦！与此同时，天地间掀起狂猛的风声，形成一道黑色的龙卷。在这黑色龙卷之内，竟然还夹杂着一丝丝金色的雷霆。黑风惊雷杀，风雷楼风不语道：窃我长生学弟霸体，招摇过市，不知廉耻的贱婢！2名天玄学子到场，全力搏杀向柳如烟。但那柳如烟却是不禁反喜，脸上露出笑容来，回过身便是一脚
狠狠踹在陈龙象胸膛之上。紧接着，他体内爆发出无量光，紫金色狂涌，气势暴涨开来，直接冲垮那黑金风暴龙卷，一掌将风不予拍飞。乍一交手，两人便是惨败重伤，全身涌出绫罗丹气，被柳如烟掠夺。这是一个死局，无解的死局。李青囊绝望闭上双眼，陈龙象捂住胸膛大口咳血，风不语挣扎着想要站起身来，却被柳如烟一脚踩踏在头颅之上。天玄圣学府的学子就这点可怜的实力吗？看来今日在场就只有你们三人，放心，我会将你们的头颅送回天玄圣学府。柳如烟笑容美丽，但却透出一股难言的狰狞与恶毒。下一刻，他便是要出手斩杀3名天玄学子。然而，也就在此时，天地间骤然一滞，就仿佛这缭绕在药山之上的云气都全部凝固了下来。紧接着，有恐怖的光芒冲霄而起，今天的杀机如海潮般汹涌澎湃。柳如烟，我来拿回霸体，摘你人头。陆长生现身，一字一顿之间，那仿佛来自古老洪荒的凶威瞬间笼罩全场，似乎就连这座雄伟的药山都为之震颤不已。千钧一发之际，陆长生赶到，他现身在柳如烟的面前，全身有重重光芒流转，神圣而非凡。在他的体内，38000颗浩气星辰正在疯狂旋转，释放出一股古天青色浩然正气，自天灵之处冲霄而起。魔猿咆哮嘶吼，一条残缺的手臂虚影，仿佛横跨万古，自洪荒而来，裹挟着无尽的愤怒，聚现在陆长生身后。琉璃色剑气横空，密密麻麻，每一道都充斥着难言的恐怖杀机。最后，还有一股混沌般的气息正在缓缓地流淌着，就仿佛这天地间的至高可镇压一切。瞬间，柳如烟面色大变，在陆长生的身上，他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心中生出死亡的警兆。但还不等他做出任何的反应，陆长生已经攻杀而来。轰！一声巨响，柳如烟直接被陆长生横击倒飞出去，人在半空吐出一口紫金色的血液来，体内更有一股丹气被打出。开山印！陆长生狂吼，双手食指飞速变换印诀。分海印！天地间响起浪潮之声。通天印！天穹晃动不止。彻的印！10里路尘，如同末世降临。恐怖无比的轰鸣之声疯狂爆裂开来，陆长生全力出手，接连4道印法齐出，全部狠狠轰击在了柳如烟的身上。砰砰砰砰，此地被打崩，碎石飞溅，云气溃散。柳如烟竭力抵挡，全身闪耀紫金色无量光华，全力激活体内霸体秘藏，却被彻底的压制，毫无还手之力。他神色惊恐万状，不断喷出鲜血来，全身都在往外冒出大量的绫罗丹气。而陆长生步步紧逼而来，张口一吸之间，那宣泄在天地间的绫罗丹气全部被他鲸吞而下。吼！似乎是有一声无比狂躁的吼声响彻，陆长生背后的魔猿手臂彻底完整凝实。陆长生身形跃起，全身扭转之间，仿佛化作一只古老的魔猿，可撼天动地一般，一拳砸落而下。在他的背后，那条魔猿手臂也与之同步落下，狠狠轰击而来。魔猿一臂之力，动！当这一拳砸下的时候，时间仿佛都被静止了一般。恐怖的爆鸣声传遍整座药山，柳如烟全身骤然响起大量的噼啪声，那是他的骨骼被陆长生打碎。柳如烟的全身都有大量的紫金色血液顺着毛孔溢出，陆长生飞起一脚，狠狠踏下。砰！又是一声让人头皮发麻的炸响之声传开，山间碎裂出一个巨大坑洞。坑洞之下，陆长生踩踏在柳如烟的身上，伸出一只手掌按在他天灵之上。刹那之间，恐怖的吸力传出，柳如烟全身剧颤，脸皮都在抽搐，双眼翻起了白眼。他张大嘴巴，就仿佛一条即将焊死的鱼，拼命想要呼吸。一种可怕到极致的感觉笼罩他的灵魂，就仿佛整个人都即将不再完整，那是霸体正在被抽离出他的身体。此时此刻，柳如烟终于明白陆长生曾经被夺霸体时候的感受。不，长生，不要杀我，我是你的女人，是你的未婚妻啊！饶我一命，我定会好生服侍你。柳如烟惊恐万状，不断想要求饶。在他体内，一道秘藏熄灭，他头发瞬间白了一半。啊啊！柳如烟发出凄厉的惨叫，但陆长生反而加大了力道。转眼之间，他体内第2道秘藏暗淡下来。这2道秘藏就仿佛2道烘炉一般，疯狂燃烧，可诞生出难言的伟力。霸体最为称道的就是那紫金色的绚烂气血，以及体内9大秘藏，每开启一道，都是一片新的天地。全盛霸体9大秘藏全开，一身修为可战天斗地，秘藏烘炉不息，战斗不止。可现在柳如烟苦修而出的2大秘藏竟是全都熄灭。不仅如此，更让柳如烟惊恐的是，他发现
这2大秘藏并非是熄灭这么简单，而是被彻底的掠夺，已经不在他的体内。他永远失去了这2大秘藏，哪怕此番侥幸不死，日后也无法再重修出这2大秘藏。霸体有缺，但现在不是担心霸体的时候，柳如烟应该思考的是该怎么才能活下去。救我！我让你出手救我，快救我！我愿意将身体给你，我这就解开封印。柳如烟在心中疯狂呐喊着。与此同时，在他的血肉最深处，仿佛是响起了一道道的破碎之声来，就仿佛有某种枷锁被打开。轰！下一刻，柳如烟全身巨震起来，一股不属于他的力量，正如同那冰川之下的暗流，疯狂涌动，极致的寒意溢散而出，要冰封这一片天地。这是什么力量？陆长生皱起眉头，收回手掌，身形暴退。他撤出巨坑范围，发现那巨坑之内已经凭空出现了一座冰川耸立，天际之上落下大量的冰晶，砸落在这药山之上。这股力量，陆长生陡然想到，世人传闻柳如烟乃是天尊转世。此时，柳如烟的身形出现在那冰川之上，俯瞰着陆长生，有点意思。小小东域竟能出现你这等人物，只可惜你生不逢时，3年之后本尊出关，再来斩你。柳如烟的眼瞳变成冰金色与紫金色交杂的颜色，除了霸体之外，他的体内还有另外一股力量在复苏，但似乎他的身体并不足以承受这股力量，所以全身的皮肤都在不断的裂开，显得狰狞而恐怖。你不是柳如烟，你是谁？陆长生招手取出是神剑，全身紧绷起来。没想到竟然出现这样的变故，但对方却并未回应，而是伸出一只手掌来，硬生生撕裂此处空间。漆黑的空间裂缝仿佛一只深渊巨口，吞下磅礴的冰川以及冰川之上的身影。下一刻，一切的波动都消失而去，只留下一地的狼藉，在证明着刚才的那一幕并非虚幻。柳如烟竟然跑了，撕裂虚空，那是空间之力啊！他已经离开了古皇遗迹，而想要做到这一步，就必须要具备超越创建这古皇遗迹之人的实力。陆长生心中震撼不已，但随后他便是想到，他估计也就只剩下这么点力量了，否则的话，陆长生必死无疑。3年之后斩我，我等你来斩我。陆长生眉头紧锁，冷声说道。他感受了一番，此次虽然没能彻底拿回霸体，但却也收回1/3，全部化作魔猿的养料。魔猿第2条手臂也凝聚出一半来。陆长生深吸一口气，开始查看3名天玄学子的状态。他挥剑斩断一根根尖刺藤蔓，救下李青囊。所幸3人的伤势虽重，但还没有性命之危。而也就在此刻，陆长生却骤然看到前方的那一株宝药竟是有了异动，药气化红而出现的5色彩虹凭空多出一道色彩来，变成了6色彩虹。但这依旧不是结束，紧接着所有人都看到那6色彩虹又多出1色来，化作7色彩虹。这一株宝药竟然蜕变成为7色宝药。7色宝药，如果说5色宝药已经算是难得一见，那么7色宝药就更加的珍惜。放眼整个东域，现如今存世的7色宝药也都不会超过1只手的数量。长生学弟，快去取这株7色宝药。可嗨，这宝药本是5色，吸了我大半绫罗丹气，又受到连番大战的刺激，竟然进化。李青囊见状，眼前一亮，急忙对陆长生说道：长生学弟速去摘取宝药，我还有战斗力，不必担心。风不语也是惊喜不已。陆长生本就天纵之姿，是天骄当中的天骄，再得了这株7色宝药，那更是如虎添翼啊！我闻到这宝药的气味，感觉身上都不那么疼了。陈龙象也是露出笑容来。闻言，陆长生点了点头，他迈步向前而去，但却并不是去往那宝药的所在。长生，你走错了方向，宝药在那边。陈龙象急忙提醒道：没走错，这里有一只老鼠需要解决一下。陆长生头也不回说道，同时递出了手中的是神剑。刹那间，大量琉璃色剑气狂飙而出，直指向一株药材的阴影当中。你凭什么能一次次发现我？白成影的身形出现，飞速后退开来。他不可思议地看着陆长生，眼中是浓浓的疑惑。天影无踪体，在陆长生的面前就仿佛变成了一个笑话。全程下来，他都觉得自己天衣无缝，隐藏的堪称完美啊！可还是被陆长生发现。不想死的话，就给我滚出药山！陆长生抬剑指向白成影：你凭什么让我滚出药山？好，陆长生，你给我等着，下一次见面，我一定要杀了你！白成影死死咬牙骂道，然后身形再一次化作阴影，快速流淌逃跑，一路来到了山脚下，彻底离开药山。陆长生这才冷哼了一声，回过头来看向那株7色宝药。这宝药的攻击力变得更加强大，如同人腰身一般粗壮的藤蔓狂舞，阻止陆长生靠近。
但陆长生每一次挥剑都能砍断一根藤蔓，从断口处流淌出黏腻的绿色液体，但却散发出一股清香。长生学弟，这藤蔓能否给我一点？7色宝药，全身都是宝，我现在就可以炼制出一些更好的疗伤丹药来。李青囊眼前一亮，此时陆长生已经斩断了所有的藤蔓，在这些藤蔓重重环绕当中，赫然是有着一株奇异的7色果实。这果实饱满欲滴，散发出一股浓郁的奇香，沁人心脾。正是7色宝药，当然可以。陆长生收起大量藤蔓，分给了李青囊2根。青囊学长，2根够吗？陆长生笑着问道。足够了，只需要1根的1/10，就能炼制出一炉丹药来。李青囊跃跃欲试，十分兴奋，就仿佛身上的伤都不疼了。这是炼药师遇到了极品药材的样子。接下来陆长生也停留下来休整一番。李青囊开炉炼丹，丹香味不断飘散而出。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外界整个东域都掀起了轩然大波。李青囊被柳如烟擒住的消息还未曾彻底扩散开来，事情就有了新的变故。李青囊完蛋了，此子必死无疑。可惜了，据说这是一位天生的炼药师。等等，又有变化。天玄圣学府陈龙象和风不语光柱暗淡，下降不少。他们的丹气被柳如烟夺走，3名天玄学子全都不是柳如烟对手。盖世霸体恐怖如斯，一打3并且碾压。天地间一道道惊呼声响起，素心院长握紧了拳头，嘴唇紧抿。报应来了，这就是报应。这3人死定了，死得好啊，好好好。于东发出大笑声，心中快意无比。他万剑灵学府倒了大霉，可天玄圣学府也别想好过。出云霄头顶之上，方妹发出魅惑的笑声，看向素心院长。素心，你们天玄圣学府还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呢。不过你放心，如烟会把这3人的头颅送回来的，这是基本的礼仪。方妹娇笑着，一头淡紫色的长发仿佛有一种魔力，散发出惊人的魅意来。他们还没死。素心院长沉声说道，他的指甲已经嵌入了掌心当中。你莫非还指望有人能救他们吗？是谁？难道是陆长生？方妹继续笑着，这种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发生，怎么可能会这样巧？但是也就在他话音未落之际，那天地间的光柱再一次发生了变化。柳如烟的光柱在暴跌，短短几个呼吸之间，原本高耸的光柱跌落谷底，完全消失不见，仅剩下的光芒也都在飞快变得暗淡。反观陆长生，光柱冲霄而起，不断暴涨。好！素心院长大吼一声，凭空挥拳，心中振奋到了极点。绝境时刻，陆长生出手了，他击败了柳如烟，抢走了柳如烟所有的绫罗丹气。长生，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杀了柳如烟，把霸体拿回来。素心院长快意无比，激动到全身都在颤抖。而对面的方妹则是大惊失色，怎么可能？如烟修出2大秘藏，战力惊天，怎么会输给陆长生？方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柳如烟乃是天尊转世，更夺走了陆长生的盖世霸体，前途无量，怎会死在这里？那该死的陆长生究竟是用了什么手段？一时间，方妹已经不敢去看柳如烟的光柱了。但也就在此时，局势再一次惊变。一道道目光注视之下，只见那柳如烟的光柱竟是骤然间亮起耀眼的光芒来，比阳光都更加的刺目。光柱没有上升，那是因为他体内没有绫罗丹气，但光柱如此闪耀，却代表着他的生命气息在暴涨，达到了一个无法想象的程度。紧接着，这光芒竟是骤然消散开来，然后彻底没了任何动静。这是怎么回事？柳如烟究竟是死是活？消息传出，整个东域一片哗然，沸反盈天。而与此同时，在那古皇遗迹之内，药山之上，陆长生正在心中查阅红莲女帝留下的药道传承。这传承浩如烟海，不过陆长生已经找到了关于7色宝药的讯息。原来宝药并非固定形态，理论上来说，任何一种药材都有可能成长为宝药。我得到的这一株宝药，原本是一种名为青藤珠果的药材，也算是不凡。而蜕变化作7色宝药之后，更是能够炼制出诸多的奇异丹药来。宝药的极致是9色宝药，可遇不可求。在宝药之上，更有传说中的天药。红莲他一生也仅仅见过2株天药，尽皆是神秘莫测。陆长生的心中感慨不已。而也就在此时，他突然感觉到身旁李青囊的呼吸变得粗重起来，如牛一般的喘息着。青囊学长，你怎么了？陆长生还以为是李青囊伤势加重，急忙问道。可下一刻，他就看到李青囊全身颤抖，流出眼泪来，伸手指着那山巅之上。天药！长生学弟，有天药现世，天药现世！李青囊跪在了地上，仰望着天药。陆长生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赫然是看到那山巅云端之上高挂着一株奇妙的药草，正散发出一股难以形容的神奇波动来。天药现世。陆长生抬头看去，只见这一株药草拥有7片叶子，呈现出一种青翠欲滴的碧绿色，散发出浓郁到难以想象的生机。整个天空都被渲染成翠绿色，当开一道道涟漪。这涟漪所过之处，整个药山之上大量的药材快速生长，有一道道的彩虹浮现而出。这天药竟是催生出大量的宝药来。虽然这些彩虹最多也就只有3色，但也依旧令人震撼莫名。如此旺盛的生命力，这是传说中的顶尖天药七星轮回叶。七星轮回叶有7片叶子，每一片叶子都可以让一名5尊境强者增加100年寿命，有超脱轮回之功效，故而得名。李青囊跪拜在地上，全身止不住的颤抖。得见天药是每一位炼药师毕生追求与梦想。相公，拿下这株天药。这不是七星轮回叶，这是9天青罗。将9天青罗栽种在炼仙鼎内，对你，对我们3个都有好处。就在这时，一道活泼俏皮的声音夹带着兴奋，在陆长生的心头响起。红莲女帝，红莲，你苏醒了。陆长生心中惊喜。相公你修炼的好快啊，都武将境了呢。快到达武王境，来跟我双修。红莲女帝热情又主动，对待陆长生一点架子都没有。9天青罗。陆长生看向那一株天药，怎么看都像是7星轮回叶，而不是9天青罗。在红莲女帝给他的炼药传承当中，对于这2种天药也都是有着记载。7星轮回叶就如同刚才李青囊所说的那样，具备超脱轮回的生命力，一片叶子就能让人凭空增加100年寿命，而9天青罗则是同样也具备着绝强的生命力，甚至比7星轮回叶还要更强，并且还能永久提升武者的悟性。在境界还比较低的时候，悟性的强弱仅仅展现在修炼武学的速度上。同样的一门武学，有人可以快速参透，有人却迟迟无法入门，这就是悟性上的差距。但是在境界比较高的时候，对于悟性的要求就也会更高。比如说想要突破到5尊境，就必须要参悟出空间之力来。这不仅仅要求武者的资质、根骨、功法、资源等等，更是需要逆天的悟性。君不见，无数天骄都被卡在这一关，最终化作枯骨，也都无法踏出那一步。9天青罗能帮助武者提升悟性，所以其自身的灵智也极为高深。这是所有天药当中最擅长伪装的一种，甚至还会装死。红莲女帝欢快的笑声响起，一株药材还会装死？陆长生啧舌不已，但想到这些宝药都会攻击武者呢，天药装死也很合理。红莲，你这一次能苏醒多久？你将红莲业火赠予给我，是否对你的身体造成损伤？陆长生问道。哎呀，我没事的，我大概还能苏醒1炷香的时间。红莲女帝并未细说，但她越是这样，陆长生就越是确定她肯定受创不小。毕竟红莲业火可是她的本源地火，最难消受美人恩。好，1炷香时间，我为你摘下这株天药。陆长生下定决心。还挺男人的嘛。那等你到了武王境的时候，可要主动一些哦。红莲娇笑着说出虎狼之词。陆长生头皮发麻，赶紧开始登山。他让李青囊3人原地休整，注意安全，他要上山去摘天药。以这3人现如今的状态，自然是无法参与争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长生学弟小心，长生学弟如果摘得此天药，我李家愿意付出一切代价购买1片叶子。长生加油，摘下天药，震惊整个东域。3人都是激动不已，看着陆长生的背影疾驰而去，渐行渐远。此时整座药山震动，一名明天骄在山间驰骋，冲向山巅。就连沿途的一些终极绫罗丹器、3色宝药，他们也全都视而不见，眼中只有天药。而在所有人当中，最为接近山巅的，赫然是一袭白衣，风驰电掣之间还在不断出手击落一名天骄。这天药当属我沈无忌，靠近者死！沈无忌狂笑，一脚踹飞一名大荒林学府的学子。圣童沈家沈无忌，青云榜第1名。该死，青云榜首在此，我等如何摘得天药？沈家很强吗？还不是被陆长生压了一头。在天玄圣学府内，沈家人不得入好气楼。没错，陆长生已经骑在沈家头上拉屎了。你狂什么？天药可不是那么好摘的，10次天药现世，也都不一定能有1次被摘得，最终的结局基本都是以天药消失告终。被沈无忌打落的那些天骄纷纷叫骂起来，然后去收集这药山之上的宝药与绫罗丹器。闻言，沈无忌面露不屑之色，一步迈出，已经站在了山巅之上。摘得天药之后，再来杀光你们这群宵小。陆长生，你知道你也在这药山之上，给我滚上来领死！沈无忌一声怒喝，
震散云海。紧接着，他全身的气势鼓荡开来，当场冲关，一鼓作气冲击到武王镜。在他的头顶，赫然是浮现出一道银色的树瞳来，那眼瞳睁开，仿佛是散发出一股奇妙的伟力，可勘破这世间的一切虚妄。而在他的背后，更是显化出一对银色的翼展来，让他双脚已然悬空。武王镜灵气可化作翼展，能够飞行。这一刻的沈无忌霸气侧漏，达到了自己毕生的巅峰状态，信心爆棚。青云榜首本就该是如此风采，傲立山巅之上，俯瞰芸芸众生。但下一刻，又是一道身影迈步而至。陆长生身形笔挺，面色平静，来到了山巅。沈无忌，你不再是青云榜首了。陆长生看向沈无忌，我已经破入武王境，自然不会留在青云榜之上。我要去争取龙虎榜，成为龙虎榜首。今日先拿你垫脚，摘得天药，庆祝我破入武王境。沈无忌大笑，看向陆长生的眼神，仿佛看向一个死人。禁止沈家人入浩气楼，此子早已有了取死之道。不，我的意思是，你要死了。陆长生咧嘴一笑，恐怖的杀机正在这山巅之上疯狂蔓延。狂妄！见状，沈无忌冷笑一声：你难道真以为击败了沈傲天和沈问天那两个废物，就有资格与我叫板吧？你见我当如井中蛙见天上月。下一刻，他背后双翼扇动之间，整个人已经拉出一道银色的残影，直取陆长生而来。属于武王境的气势当头盖压而下，沈无忌头顶的树瞳虚影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他眉心睁开的一道树瞳，这才是真正的细命圣瞳大成形态。由此可见，这沈无忌的圣瞳血脉要远远超过沈傲天之流。轰！陆长生站在原地，一拳轰出，浩然正气狂涌，魔元嘶吼，两只拳头对碰的一瞬间，有层层的环形气浪快速扩散开来，恐怖的能量波动疯狂扩散。撤的印！二人的拳头一触即分，各自倒退。陆长生双手结印，快速打出一道撤的印，十里路尘之势盖压而来，让那沈无忌也都是感受到了压力。果然有两下子，但这不过是徒劳的挣扎罢了。沈无忌眉心银色树瞳怒目圆睁，竟是打出一道道银色的光束来，标射向陆长生。陆长生不甘示弱，取出是神剑舞动，道道琉璃色剑气与这银色光柱对撞。相公，打死他！紫月的武学，琉璃的剑术，你都练得不错吗？我给你的炼药传承学得怎么样了？在陆长生的心中，红莲一个劲给陆长生加油打气，还问到了传承的事情。陆长生有些心虚，到现在为止，他也仅仅炼丹一次，炼的还是筑基丹。他没有回应红莲女帝，继续攻向沈无忌。一步踏出，杀机如暗流狂涌，琉璃色剑气射爆大量银色光线，直取沈无忌面门。但沈无忌并不与陆长生正面战斗，竟是双翼展开，高高跃起，飞到了天际之上。而后他又从天而降，绕到了陆长生的背后，一拳轰击而来。武王境打武将境，已经不仅仅是力量上的差距了，更是已经有着根本的不同。剑不锋利，武道落后，你拿什么跟我斗？沈无忌长笑，这一拳便是要重伤陆长生。但也就在此时，陆长生豁然转过身来，挺起胸膛硬挨了这一拳。紧接着他身形纹丝不动，手起剑落，直接撕开沈无忌一只翼展，银色的血液散落山巅。沈无忌发出痛呼，眼瞳骤缩起来，而等待他的则是陆长生果决又狠辣的一拳，直击面门。砰！一拳之下，沈无忌眉心那只树瞳被打到闭合了一半，他全身流淌的银色光华也都是暗淡了下来。沈无忌发出狂怒的暴吼声，他不敢相信自己竟被压制。那一剑之下，他刚刚凝聚的武王之意不仅受创严重，更是有一股恐怖的杀机侵入体内，正在疯狂磨灭他的生机，这让沈无忌骇然欲绝。好恐怖的剑道，这一剑够不够锋利？陆长生冷笑之间，再度挥剑攻伐而来。沈无忌仅剩一只翼展，身形摇晃之间，眉心树瞳疯狂闪烁银色光芒，预判陆长生的攻势，不断躲避。但不知为何，陆长生这门剑道竟是诡异莫测，就连他大成的细命圣瞳也都难以完全预判，时不时就会被斩中一剑，那美丽的琉璃色剑气入体，却带来无比可怕的杀伐之意。噗嗤！沈无忌喷出一口鲜血，全身伤痕累累，体内传出阵阵刺痛，生机再被不断磨灭，他有了死亡的危机。他心中忌惮无比，赶紧拉高身形，趁机取出一枚丹药吞服下肚，正是一枚小生死玄丹。出身东域第一世家，傍身的宝物和丹药自然是不能少了的。感受到温润的药力正在缓和着伤势，沈无忌这才好受了一点。他看了看陆长生，又抬头看了看天药，今日先饶你一条狗命，你就在这里看着我摘取天药吧。哈哈哈！输人不输阵，虽然自己吃亏更多，
但面子上必须要过得去。这不仅仅是他沈无忌的脸面，更是圣统沈家的脸面。哼！陆长生冷笑一声，抬起手中是神剑，隔空斩落而下。轰！天地轰鸣之间，云海之上落下一柄巨剑。这就是长生学弟斩掉秦天命九重华盖的那一剑吗？半山腰的梯田之处，李青囊倒吸一口凉气，就是这一剑。不过威势方面好像差了不少。陈龙像细细感知着，开口说道：长生学弟果真人中之龙，武将境逆伐武王境，这是难得一见的壮举。风不语感慨不已，眼神向往。这是陆长生斩灭九重华盖的那种恐怖外力。此等手段，他不留着对付秦天命，却用来对付我。一瞬间，沈无忌惊骇欲绝，全身颤抖不止。但还不等他做出任何的反应，这一剑已经当头落下。剑锋所指，正是他眉心的树瞳。沈无忌发出疯狂的惨叫声，树瞳流出大量银色血液，彻底闭合了起来。他全身的气势也在不断的跌落，背后仅剩的一只翼展也变得虚幻起来。刚刚破境的武王境都开始不稳。不！沈无忌发出一声惨烈的哀嚎声，下一刻，巨剑穿透他的头颅而过，重重砸落在山巅之上，整座药山都在晃动。噗嗤！陆长生忍不住喷出一口鲜血，体内传出阵阵虚弱之感。以他现如今之境界，想要施展出这一剑，还是太过勉强了一些。他透支了所有的力量，但这一剑的力量却只有当日琉璃赐给他那一剑的2/3罢了。不过，要斩了这已经身受重创的沈无忌，却是足够。相公！红莲女帝发出一声惊呼。红莲，我没事，只是透支了力量而已，马上就可以补回来。我说过，要在1炷香之内摘得天药，可不能让你久等。陆长生笑了笑，迈步走到沈无忌的尸体前方，首先是张口一吸，那大量涌动而出的绫罗丹气，便是已经化作了魔元的养料。紧接着，他手掌按压在了沈无忌的胸膛之上，一道道银色的光流狂涌，一式银河落下，引得魔元需营养天咆哮。细命圣瞳，这特殊体质对魔元的滋补效果相当不错，远超刘承玉的焚炎体。2条完整的魔元手臂彻底凝实下来，不仅如此，就连魔元的右腿也都凝聚到了膝盖的部位。此番剑斩沈无忌，收获巨大。陆长生取出一枚疗伤丹药服下，抬起头来看向那天际之上的9天青罗。下一刻，他伸出手掌，隔空一握。随着陆长生的动作，天际之上蓦然出现2只造型狰狞狂野的粗壮手臂，浓密粗壮的黑色毛发怒张开来，狂躁而热烈。2只魔元手臂伸出手掌，抓向天药。剑斩沈无忌，摘天药。长生学弟无敌。沈无忌就这么死了吗？这一下，陆长生彻底与圣统沈家不死不休。他能活着走出古皇遗迹再说吧，秦天命不会放过他的。真是令人期待，这天命究竟是强势崛起，还是会死于宿敌之手？整座圣山之上都是响起道惊呼声，而在外界，此事也顿时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惊天波动。一座古老而壮阔的城池当中，赫然是有着一股恐怖的气势冲霄而起，让空间都在颤抖。陆长生杀我沈家圣童，好胆！消息传到了圣统沈家，引得沈家老祖震怒，不惜亲自出关。陆长生此子有冲天之势，历代天命出现都是这般，会有一名强势无双的大敌出世。秦天命定能斩了这陆长生，他走不出古皇遗迹。这一次古皇遗迹当真是一场盛事，先有柳如烟之变，后有圣统陨落，都与这个陆长生有关。我突然有一种预感，或许这一次会是天命败给了宿敌。整个东域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遗迹之外，素心院长心中振奋不已。东域已经容不下陆长生，这便是天玄圣学府毁灭的丧钟。出云霄头颅之上，方妹冷声说道：举世皆敌又如何？方妹你看好吧，长生会杀到这东域再无人敢与他为敌。素心院长寸步不让，两人针锋相对，目光对碰之处有火花闪现。与此同时，天玄圣学府之内，空间开裂，一道身影迈步而出，盘坐在了浩气楼顶，竟是没有任何一人察觉到。唰！下一刻，又是一道身影出现，面带微笑。观其兄大驾，有失远迎。江上院长笑着说道：10年，每年3个古风王台名额，换陆长生性命。沈观其开门见山。可是江上院长却是摇了摇头：你便是将古风王台送我，将沈家送我，也都不可能。闻言，沈观其眉头紧皱：你竟如此看重此子，你就不怕我去古皇遗迹之外守着？听到他的话语，江上收起了笑容：你不敢？沈家想对付长生，我不拦着，但如果有武皇境之上对他出手，我会离开魔窟。什么？
沈观其倒吸一口凉气，他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自10年前浩气楼之灾后，江上就被困在了魔窟深处，寸步不能离。平日里只能通过一道分身来活动。如果他真的离开了魔窟，那便是要放弃整个天玄圣学府，也不惜亲自出手。我就不信你能为了一个陆长生走出魔窟。这不仅是放弃整个天玄圣学府，更是会影响整个东域，让生灵涂炭。沈观其开口喝道：生灵涂炭，与我何干？是谁规定我江上就必须死守魔窟？你敢害了陆长生，沈家也就没了，不送。江上院长冷笑连连，身形已经消失在了原地，只留下沈观其面色铁青。好好好，五黄境之上不能出手是吧？陆长生还要来我沈家古风王台，届时我派出武王境杀他，你又能奈我何？沈观其怒吼连连，但却已经得不到任何的回应，最终他也只能拂袖而去。谁都不知道这两人在浩气楼顶的交谈，但是很多人却惊异地发现，沈无忌死亡之后，沈家除了那一声怒吼之外，似乎并没有什么举动，令人费解。沈观其胆小如鼠，不堪大用，他配不上这个名字。道元圣学府之内，宗万道正盯着面前的棋盘，在他眼前有一枚似有若无的黑子，正在散发出薄薄的光芒来。柳如烟相当于已经死了，一名天尊借他身体将士，徒增诸多变数。不过3年内此人都不会出事，也找不到他，暂且不用理会。现在只等天命的好消息了。宗万道纵观全局，轻声呢喃着。外界喧嚣，但他却胸有成竹。那陆长生在古皇遗迹当中折腾的不轻，斩了这个，斩了那个，但这都没用。他唯一的作用就是成为天命崛起的垫脚石。就在这古皇遗迹当中，他便要用自己的生命来完成这件事，这也是他存在的意义。古皇遗迹当中，药山之巅，也就在陆长生师展出的魔元双臂即将握住那一株天药的时候，唰的一声，天药竟是凭空消失无踪。魔元双手握了个空，引得天穹震荡。相公，九天青罗逃到了药山上，隐匿在诸多宝药当中。红莲急忙提醒，此时一炷香的时间已经所剩不多，炼仙鼎已经给出了指引，他逃不掉。陆长生迈出一步，身形如同电掣一般飙出，他已经出现在了一株3色宝药的面前，伸出手来。可也就在这时，九天青罗再次逃跑，一缕虚幻的草药光影摇曳，眨眼间消失在陆长生的面前。陆长生冷笑一声，摘下这3色宝药，继续追击而去。他沿途所过之处，所有的绫罗丹气也全都被他吸入体内。于是药山之上的所有人全都看到了格外惊人的一幕。只见陆长生的身影在这药山之上腾挪不断，画出一道道的残影。一株株的宝药被他摘下，收入囊中，而在他的身后则是有着一条绫罗丹气所化作的长龙随他舞动，竟是没有任何一人胆敢拦路。下一刻，陆长生再度出现在了一株宝药的面前，只是这宝药的果实已经被他人摘去，宝药也已经枯萎，但陆长生依旧是伸出手来抓向这株枯萎的宝药，因为炼仙鼎的指引告诉他，这枯萎的宝药正是九天青罗伪装。嗡！刹那之间，九天青罗欲要再一次逃跑，但也就在此时，陆长生丹田之中的炼仙鼎似乎也已经不耐，一声嗡鸣传出，炼仙鼎一阵之间刚刚显化而出，欲要故技重施的青色光影竟是被硬生生定格住，被陆长生抓在了手中，然后消失，被收入炼仙鼎之内。陆长生心神进入炼仙鼎内，正看到那混沌的古老空间之内有一株青翠欲滴的天药生长。九天青罗已经不再伪装了，而是显化出原本的模样，拥有9片心形的叶片，散发出道道玄奇的波动来。相公好棒呀，快快修炼到武王！红莲女帝欢喜的声音说到一半便是戛然而止。陆长生知道他再一次进入了沉睡当中，而此时那九天青罗似乎是察觉到了这混沌空间之神奇，竟是开始缓缓扎根而下。见状，陆长生知道此事功成，仙鼎中天药。陆长生迈步来到这九天青罗的旁边，呼吸之间都能够感受到有一股奇妙的律动正在影响着自己的心神。一瞬间，陆长生就感觉到自己心中对于彻地印的理解变深，就连那一直不曾入门的灭世印也都有了灵感，还有艰难晦涩的浩气圣典也都生出诸多感悟来。他硬生生压下修炼武学的念头，以莫大的毅力离开了炼仙鼎。现在还不是时候。陆长生离开炼仙鼎，转身下山，回到了半山腰梯田的位置。那李青囊3人还等候在此，看到陆长生归来，全都是赶紧询问了起来。但陆长生却摇了摇头，不愧是天药，太过神奇，我失败了，没能摘下天药。陆长生说道，如果他得到天药的消息传出，恐怕又会平添许多的麻烦，毕竟放眼整个东域，现在也没有人拥有天药。
一株天药足以让人疯狂，并且在所有人看来，这天药还是能够增加寿命的7星轮回液。这消息若是传出，必然会惊动一些寿元不多的老怪物出手争夺。所以说，陆长生摘下天药的事情是绝对不能外传的。长生学弟不必气馁，每一次天药出世，都没有人能够将其摘下。整个东域上一次出现天药并且被摘下的事情，那还是300多年前。李青囊虽然也很失望，但还是出言安慰陆长生道：真是奇怪，天药明明就在天上啊，我都看到长生出招去抓了，可下一秒天药就消失了。陈龙象百思不得其解。龙象，这是正常的，天药这种神物早已跳出3界外，不在五行中，不能用常理来揣摩。据说曾经有天药修炼化形，变成了一名武圣境强者呢。风不语笑着对陈龙象说道。闻言，陈龙象顿时瞪大了眼睛。他听说过妖兽化形的，但还没听过药材化形。而随着天药神秘消失，这药山之争也是进入了尾声。虽然说在这药山之上还散落着一些零散的绫罗丹器、3色宝药以及一些丹药等等，但陆长生已经没了兴致。他现在要继续前进，去往下一处地点。李青囊3人的伤势也是恢复了不少，重新拥有了行动力和战斗力。他们4人一同前行，离开了药山范围再往前，则是要向着核心区域挺进。接下来我们这条路径已经没有了像是药山那样的宝地必争之地，直接挺进核心区域，入武皇宫。提到武皇宫，李青囊双眼放光。药山已经算是顶级的宝地了，有大量的绫罗丹器，有诸多宝药，甚至天药出现。但如果要和武皇宫相比的话，却还是差了一筹。在这古皇遗迹内有3大宝地，分别是药山、丹塔、武皇宫。其中药山和丹塔分散在2条路径之上，二者不可兼得。唯有武皇宫位于核心区域，乃是重中之重，是所有人必争之地。在武皇宫当中，不仅有着大量高级的绫罗丹器以及诸多的高级丹药，传说中更有药皇寒风的传承。这药皇寒风号称是药武双绝，如果能够得到他的传承，便是可以一步登天。天命的丹气光柱目前位于第2名，相比于陆长生差距并不算大。他应该是走的丹塔那条路，并且已经完成了制霸。接下来就看武皇宫了。出云礁头顶上，方妹看着代表秦天命的光柱，心中想到：牧尘。素心院长一声叹息，天玄圣学府7名学子当中已经出现了伤亡，周渊的绫罗丹器全部被抢走，而江牧尘更是已经死亡，死于秦天命手中。这就是武道之路，这就是古皇遗迹之争，每一次都会出现天骄陨落的情况。药山之上，如果不是陆长生及时赶到，李青囊他们3个也已经死去，就是这么残酷。此时陆长生顺着炼仙鼎的指引，又收获了一批绫罗丹器，并且还是高级的绫罗丹器，品质非常好。本以为这一趟古皇遗迹可以凝聚出魔元一臂，现在看来我还是太保守了，说不定可以凝聚出魔元4只来。陆长生心中这般想着，对于内武皇宫也是更加的期待了起来。嗡！而也就在此时，又是一道嗡鸣声响起。陆长生还以为是炼仙鼎又发现了绫罗丹器，但这一次似乎并非如此。陆长生皱起眉头，检查了一番，最后他从储物袋中取出半块玉佩来。这玉佩，陆长生眼前一亮，这正是他在苍茫山脉古洞府当中得到的半块玉佩。根据万寿战将的流言所说，这似乎与某一处武皇境强者的宝库有关，而万寿战将也正是因为这半块玉佩招来了杀身之祸。莫非那武皇境宝库就是这药皇寒风的宝库吗？这指引绝非虚幻，等进了武皇宫，一切自有分晓。陆长生将玉佩收好，抬眼看向前方，只见在天地的中心，赫然是有着一座辉煌巍峨的巨大宫殿矗立，雄伟而古老的波动扑面而来，仿佛在一瞬间便是将人带入到了那久远的年代。浓郁的丹气缭绕在宫殿四周，散发出阵阵异香，更有道道武学光影显化，玄奥非常武皇宫，那便是药皇寒风的武皇宫，耀武双绝，气象万千。风不语盯着前方的武皇宫，发出感慨来。天地间正有着一道道的身影从四面八方赶赴至此，最终的角逐将要在这里展开。陆长生一行人加快脚步，冲向前方的武皇宫。而也就在此时，陈龙象突然发出一声怒吼，伸手指向一人：张明阳。什么？到元圣学府的那间张明阳？自进入古皇遗迹之后，陆长生一直想要找到此人，杀之而后快，现在终于是看到了他。陈龙象已经冲了出去，李青囊和风不语也全都红了眼睛。天玄圣学府的人，陆长生。张明阳回过头，正对上陆长生充满杀意的目光。天命少爷救我！张明阳连忙大喊一声，整个人的身形化作一缕青烟，
快速后撤。轰！此刻陆长生已经捏出一道硬诀，隔空打出彻地印，武皇宫前方路程10里。这般攻击范围直接将张明阳的身形笼罩其中，他逃不掉。但也就在此时，一道身影近乎是凭空出现在了张明阳的面前，抬起一根手指点向天际之上。擎天命！关键时刻，擎天命出手救下了张明阳。路程10里，激起漫天烟尘，剧烈的波动不断传递开来，声势浩大。但随着那烟尘散去，所有人全都看到有2人完好无损站在原地。擎天命单手指天，眼神冰冷，看向陆长生。在他的身后，张明阳顿时笑了起来。天命少爷在此，陆长生你如何能杀我？你不仅杀不了我，更会被天命少爷斩杀，你的死期到了。张明阳拼命叫嚣着，发泄着心头的恐惧。刚才的一刹那，他真的觉得自己要死了。陆长生这一手印法给他一种无可抵挡的感觉，如果真的落下，那么他必死无疑，会被打成一滩肉泥。擎天命，柳如烟已死，你保不住张明阳。陆长生迈步冲击而出，刹那间有浩气冲霄，杀机轰鸣。闻言，擎天命面色一变，柳如烟死了，这怎么可能？但他四下看去，却并未发现柳如烟的身影。按理来说，此时柳如烟也该赶到了才对，难道真的出现了什么意外吗？擎天命皱起眉头，但此时他来不及多想，因为陆长生已经冲杀而来，狠狠一拳，硬汉向他面门。蝼蚁之力！擎天命冷声开口，全身一震之间，顿时便是有着一重重华盖浮现。刹那间，9重华盖众现世间，那耀眼无比的金色华盖神圣非凡。但这并非结束，在9重华盖之后，又是9重华盖现世。18重华盖，咚！下一刻，陆长生这一拳轰击在华盖之上，爆发出沉闷的巨响来，地面都被炸开，出现坑洞。烟尘之中，陆长生身形出现，脚步后退。反观那擎天命却是纹丝未动。嘶！天地间响起一连串道吸凉气的声音。18重华盖，足足18重华盖，这怎么破？天命无敌！此番陆长生无法走出古皇遗迹。天玄圣学府向来不如我道元圣学府，其中的差距宛若云泥。陆长生识相的还是自己认输吧，跪在地上把自己的脑袋割下来，免得受苦。该死！这擎天命竟是凝聚出18重华盖来。大量的惊呼声不绝于耳，随后则是张明阳狂妄的笑声。哈哈哈哈！陆长生，这就是差距，这就是命，你得认。与天命少爷生在同一个时代，是你命中注定的悲哀，但同时这也是你莫大的荣幸，因为你即将成为天命少爷武道之上的垫脚石。张明阳那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令人憎恶无比。陆长生并未理睬他，而是冷笑一声，继续发出攻击。只见他直接近身，对擎天命展开疾风骤雨般的攻势。擎天命身披华盖，同样也是闪电般出手，与陆长生对轰。这武皇宫的前方被打崩，天塌地陷。谁都没有想到，这还没有进入武皇宫，2位圣学府最强者便是已经提前展开了生死对决。在场者没有人敢上前一步，生怕被波及到。2人就在这武皇宫的门前激战了起来。在战斗结束之前，谁都无法进入武皇宫。轰！又是一记猛烈的对轰，2道身影各自退开，停下脚步。擎天命面色难看，只见他的身上竟是布满了一道道的剑痕。他盯着陆长生手中那把剑，感觉到非常意外。这把琉璃宝剑竟然能够使他一身华盖于无物，此剑究竟是何等品级？而陆长生伸手拍了拍胸前的一个脚印，咧嘴笑了起来。不愧是琉璃留下的宝剑，这难道是传说之中的地兵不成？他挥剑之间，那18重华盖就仿佛形同虚设，完全抵挡不住，更有一道道的恐怖杀机入体，要磨灭他的生机。上次斩你9重华盖，这一次就能斩你18重华盖。擎天命，你走不出古皇遗迹。陆长生抬剑指向擎天命，唰！擎天命不语，全身震荡之间涌动起一层层的金色涟漪。下一刻，他双拳齐出，狠狠轰击向地面。顿时，在他体内的那些恐怖杀机，竟是随着他的拳头泄出，轰入地下，地面坍塌，如同末世降临。雕虫小技，你还有什么招？擎天命抬眼看向陆长生，但下一刻他却发现陆长生的身形已经不在原地，他去了哪里？擎天命顿时警惕起来，天命少爷，救我！也就在此时，张明阳发出一声惊惶到了极致的呼喊声，因为陆长生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好快的速度！擎天命瞳孔一缩，他这才意识到，从始至终，陆长生的目标都不是他擎天命，而是张明阳。放肆！擎天命冷哼一声，
18重华盖齐齐轰鸣，抬手之间隔空打出一拳，直指陆长生背后，但陆长生根本不避。长生学弟，快躲开，不用管张明阳。长生学弟小心啊！一道道的惊呼声炸响，但陆长生置若罔闻。张明阳被吓破了胆，发出凄厉的惨叫声。他想要逃跑，但双脚却仿佛生根一般，根本挪不动。这是来自陆长生的恐怖杀机，将他彻底震慑。唰，剑芒闪烁，一颗人头飞起。陆长生伸手将张明阳人头摘在手中，收入储物袋内。砰！也就在此时，秦天命这一拳重重轰击在了陆长生的背后，将他击飞。陆长生人在空中吐出一口鲜血来，但却强行扭转身体，转过身来，抬手斩出一剑。轰隆隆，天际之上疯狂震荡起来，一柄巨剑从云海中落下。见状，秦天命瞳孔骤缩。当日被斩9重华盖的阴影笼罩心头。秦天命，可敢接我这一剑？陆长生嘴角淌血，放声大笑道。对面，秦天命面色阴沉，随后冷笑了一声：愚蠢，我何必接你这一剑？陆长生，硬挨我一拳，又透支身体，你还剩几分力量？我在武皇宫等你来领死。秦天命说罢，转身步入武皇宫当中，身形消失不见。陆长生此子乃是他命中宿敌，手段极多，就连秦天命也不得不承认，他的确不想去接这一剑。更何况在他的手中有半块玉佩正在疯狂震动，传递出一股强烈的召唤感，让他无心战斗。相比于陆长生，自然是这武皇宫内的宝物更加重要一些。若非那武圣遗迹仅仅开启2块区域，我又何必来这古皇遗迹？希望这玉佩能给我一个惊喜。秦天命心中想到。轰！随着秦天命进入武皇宫，陆长生所施展出的那一剑也是重重落下。恐怖的巨响声回荡开来，荡起一层层的能量涟漪，天地巨震不止，武皇宫周围缭绕的云气都被冲散。长生学弟，快！李青囊出现在陆长生身侧，取出一枚丹药来，喂给陆长生服下。丹药入口，便是有一股浓郁的清香流淌开来。这是李青囊用7色宝药藤蔓所炼制出的疗伤丹药，效果很不错。多谢青囊学长，我没什么事。陆长生笑着说道。你把底牌在这里用掉，只为斩杀一个张明阳，太过吃亏。接下来还要入武皇宫争夺机缘呢。陈龙象长叹一声，他不是要责怪陆长生，只是觉得非常可惜。张明阳是必须要死的，并且我也还有余力。陆长生握着是神剑，迈步而出，站在了武皇宫门前。正巧此时有一名道元圣学府的学子欲要进入武皇宫，却发现陆长生再次堵门。狂妄！陆长生，你已经是强弩之末，还不速速滚开！此人看到陆长生竟敢堵门，顿时破口大骂起来，但陆长生并未开口，只是随意斩出一剑。瞬间，此人头颅已经被割下。龙象！陆长生喊道。在！陈龙象大笑一声，摘了此人头颅，送到陆长生面前。他兴奋到脸色通红。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是何等的壮举！秦天命不敢与我一战。今日到元圣学府，无人能入武皇宫。陆长生的声音霸气绝伦，在这武皇宫前方回荡不止。见状，有到元圣学府的学子心中暗恨不已，但脚步却在后退，根本就不敢靠近武皇宫半步，生怕被斩。陆长生，我来自大荒陵学府，我大荒陵学府与天玄圣学府向来关系不错，我能进去吗？我愿意给出我身上一半的绫罗丹器。这时，一名身材魁梧的体修主动上前，对陆长生说道：可以。陆长生点了点头，顿时这体修大喜过望，手掌一拍胸膛，全身顿时溢散出一道道的绫罗丹气，全部被陆长生笑纳。而后陆长生放行，允许这体修进入武皇宫。于是惊人的一幕出现了，遗迹之外，所有人全都看到陆长生的绫罗丹气光柱再一次开始暴涨，似乎是有很多人都将自己一半的绫罗丹气交付给了长生。这是为什么？素心院长啧舌不已。陆长生在古皇遗迹内干了什么？陆长生抢了我天魁灵学府徐磊一半丹气，我大荒陵学府的周旭也被抢了，他们并没有受伤啊，陆长生是怎么抢的？我明白了，这不是抢的，是他们送的。陆长生在堵门，他堵住了武皇宫的大门，谁想进去就要交出一半丹气。终于有人猜到了真相，天地间一片哗然，整个东域再一次震动。这究竟是需要何等的实力才能够做到这一步？以往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有天骄欲要堵门独占武皇宫机缘，但其最终的下场却是被围杀而死。但现在陆长生做到了，不分轻重，难成大器。武皇宫便在眼前，陆长生却不顾其中机缘，只为了一点绫罗丹气。眼界太窄，
就像是天玄圣学府一样，是井底之蛙。出云礁头顶之上，方妹开口冷声嘲讽道：“秦天命人呢？难道他不敢与长生一战？对了，道元圣学府派到天玄圣学府的那间张明阳已经被长生斩杀，秦天命没有保他吗？素心院长岂能让方妹嘲讽？张明阳的使命早已完成，死就死了。”方妹咬着牙说道。而此时，在那武皇宫门前，4名道元圣学府的学子汇聚到了一起。这一次道元圣学府8个名额，派出8人。秦天命已经在武皇宫之内，柳如烟相当于死了，张明阳也死了，刚才陆长生又斩了一个。也就是说，只剩下这4人，他们4个全都是面色难看，盯着武皇宫以及武皇宫门前的陆长生。陆长生已经是强弩之末，现在不过佯装声势而已。我们直接冲杀进去，他怎么拦得住？有一人说道。不妥，陆长生非常邪门，手段很多，就连天命少爷都被他吓跑了。那现在该怎么办？武皇宫就在眼前，我们却没办法进去。天命少爷只是不屑于与陆长生战斗而已，如果他出手啊！一名道元圣学府的学子刚刚开口，话还没说完，就发出了一声惨叫。他低头看向自己心口之处，那里有锋锐的刀尖刺出，刺穿了他的心脏。紧接着刀锋扭转，一股劲气入体，搅碎了他的心脏。他口鼻冒血，当场被杀死。祁宇学长，你干什么？你为何对陈伯下手？剩余2人纷纷瞪大眼睛看向祁宇，而这祁宇却是抽出了手里的刀，割下了陈伯的头颅。我干什么？当然是要杀光你们。道元圣学府屡次派出内奸来我天玄圣学府作乱，这叫礼尚往来。祁宇大笑一声，挥刀攻向剩下的2人。原来他是天玄圣学府安插在道元圣学府当中的内奸。这2人惊慌不已，立刻想要逃走，可这是2名新生，根本不是祁宇对手。转眼间已经尽数被祁宇斩杀，割下头颅。祁宇提着3颗人头来到了陆长生的面前。长生学弟，我在道元圣学府内听闻你重开好气楼，破炼新纪录，那是何等的让人心潮澎湃。今日你力挫秦天命，一人堵门的壮举，更加让我心驰神往。此番是了，我终于可以回到天玄圣学府。说着，他伸手在脸上一抹，面容顿时开始发生变化。你是于不弃学长？陈龙象顿时瞪大了眼睛。没错，就是我。别人都以为我死了，但我却利用我的千面幻体潜入道元圣学府内。于不弃，3年前天玄圣学府新生第2名，死在了那一次的新生试炼当中，令人扼腕叹息。但没想到他其实没有死，而是在天玄圣学府的安排下假死，换了个身份加入道元圣学府，潜伏至今。看到这一幕，陆长生也是心惊不已。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千面幻体，天下特殊体质排名第49。这种特殊体质并不以战斗力著称，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却是更加的让人头疼。就如同于不弃，他隐藏在道元圣学府3年时间，就在宗万道的眼皮子底下都没有暴露，由此可见一斑。如果说继续隐藏下去，那么在未来的某个关键时刻，或许会产生巨大的作用。在这里暴露，未免有些太过可惜了一些。不弃，原来你没有死，真是太好了。可是你为什么没有继续潜伏下去？难道道元圣学府已经有所察觉？风不语十分兴奋，看向于不弃问道。他们当年是同期，一起进入新生试炼的，可是当风不语结束新生试炼的时候，却得到了于不弃的死讯，甚至就连尸体都没有。这一直都是他的意难平。是我不愿意继续潜伏了。3年，你知道这3年我怎么过的吗？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于不弃一脸痛苦，伸出3根手指，颤抖着喊道：就在前阵子，长生学弟重开好气楼，我立刻申请结束卧底，回归天玄圣学府。但素心院长不让，他说让我忍一忍，再坚持3年。3年又3年，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急了，我说不让我回去，我就死在道元圣学府，我自己暴露自己。哈哈，素心院长没办法了，所以安排我在这一次的古皇遗迹当中出手，然后顺势回归天玄圣学府。于不弃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看来这3年内在道元圣学府憋坏了，毕竟他是个卧底，怎么敢随心所欲的说话呢？说多错多，万一不小心说漏嘴了怎么办？所以说这3年来他在道元圣学府的形象一直都是一个高冷的武痴，沉默寡言。素心院长怎么安排的？李青囊开口问道。他总觉得这于不弃没有听从素心院长的安排，因为于不弃这个卧底暴露的太简单了一些，他让我在关键时刻出手，偷袭秦天命或者柳如烟，至少要重创他们2人当中一个。于不弃说话的声音变小了一些，但长生学弟说柳如烟都死了，然后秦天命也被他吓跑了，根本用不上我吗？
紧接着他就为自己辩解道：“相信素心院长一定会原谅他的。行吧，你这3年卧底，感觉卧了个寂寞。”李青囊神色复杂，但于不弃却根本不管这些，大手一挥：“管他娘的呢！老子在道元圣学府白吃白喝3年也不亏。现在我只想回到天玄圣学府，我要入好气楼。”他眼神热烈看着陆长生：“不弃学长劳苦功高，我以好气楼主的身份特许你进入好气楼。”陆长生哄着他说道。顿时于不弃大喜过望，仰天大笑。而此时在遗迹之外，素心院长却一点也笑不出来。通过丹气光柱的变化，素心院长察觉到于不弃杀死了3名道元圣学府的学子，这就相当于已经暴露了卧底的身份。他能看到，难道方妹是瞎子吗？方妹面色阴沉，他也没想到这个祁宇竟然是天玄圣学府的人，被摆了一道。不过随即他就冷笑了一声，安插一个卧底可不容易，祁宇进入道元圣学府3年就这么暴露了。方妹看向素心院长，满脸嘲讽。素心院长一句话都不想说，他特地下令让于不弃这一次必须偷袭秦天命或者柳如烟。可现在于不弃就随随便便杀了3个道元圣学府的学子，就这么暴露了。你对得起自己这3年的潜伏吗？罢了。于不弃虽然是千面幻体，但他的性格却并不适合当卧底。素心院长心中长叹，事情已经发生，他还能怎么样？此时古皇遗迹之争已经彻底进入了尾声，只差武皇宫内的决战，该进入的都已经进入了。陆长生一行人也是正式迈步，踏足进入了这武皇宫当中。嗡嗡，随着陆长生进入武皇宫，他储物袋当中那半块玉佩所传递出的指引也越来越激烈起来。现在陆长生可以肯定，这半块玉佩便是与药皇寒风的宝库有关。武皇宫内分为左中右3大区域，左右2侧分别通往药皇寒风的武库、药库，正中间那条路则是有可能存在着药皇寒风毕生传承之精华所在，有一座终极宝库。只可惜从未有人得到过他的真传。李青囊开口为陆长生讲解道。陆长生点点头，武库没必要去，因为他有混沌仙魔诀，是他特殊体质标配的功法，来自炼仙鼎，并且在炼仙鼎之内还有紫月女帝为他留下的武学碑林。药皇寒风再逆天也不可能拥有更高级的功法和武学。药库也没什么必要，他有红莲女帝传承的红莲业火以及红莲女帝毕生药道。红莲女帝是药帝，而药皇寒风只是药皇，差距不是一星半点的大。所以陆长生直接走正中间的那条道路，他能够感应到秦天命便在前方，同样是选择了这条路。我肯定是要去药库的，如果能够得到药皇寒风的炼药传承，不仅是对于我，对于我李家也有着巨大的好处。李青囊选择右侧的道路去往药库，其他几人都不是炼药师，自然是选择武库。秦天命便在前方，我去斩了他。陆长生开口，迈步向前而去。一开始陆长生还在不急不缓地向前行走，但随后他便是狂奔了起来，因为那储物袋当中的半块玉佩竟是自己飞了出来，化作一道红光掠向前方。陆长生使出急速追赶这半块玉佩，而在他的前方赫然是有着一座高台耸立，在那高台之上，秦天命正手持半块玉佩，回过身来看向陆长生。陆长生，你果真是我命中宿敌，不曾想另外半块玉佩竟是在你手中。秦天命发出一声惊呼，全身18重华盖笼罩之间，恐怖的战意瞬间沸腾。只见秦天命屹立在高台之上，18重华盖加身，笼罩出大量宛如实质的绫罗丹气，这都是他进入武皇宫当中之后收集得来，以他华盖天命体的特殊体质都无法完全吸收掉，但他又舍不得剩下的绫罗丹气，于是用华盖将其笼罩住，以免溢散掉。此时随着陆长生的那半块玉佩飞来，秦天命再也掌控不住自己手中的半块玉佩，玉佩脱手而出，同样是化作一道红光，与陆长生的那半块汇合在了一起。嗡！高台之上瞬间爆发出无量光，一股扭曲到极致的空间之力迸发开来，虚空之上缓缓浮现出一道大门。这大门乃是白玉色，上面刻画着大量的药草以及鸟兽虫鱼，竟是仿佛活物一般，在这大门之上游走，散发出玄奇的光芒来。下一刻，在陆长生和秦天命的注视当中，这白玉天门发出嗡鸣，逐渐开启。武皇宝库，秦天命眼前一亮，当即便是要进入其中。什么药山，什么丹塔，什么武库，什么药库，全都不如眼前这武皇宝库。但也就在此时，陆长生登上高台，拦在了他的面前，一拳轰出。找死！秦天命怒喝一声，18重华盖闪耀，出拳攻向陆长生。高台之上，两人展开生死斗。
凌厉到了极致的拳脚疯狂相撞，每一次对碰都会发出恐怖的爆鸣之声，其力量已经足以横扫武王境这个境界。现如今，陆长生武将近1重天，擎天命武将近9重天，但双方全都具备武王境无敌的战力，打出了真火来。陆长生全身天青色浩然，正气狂涌，背后浮现出魔猿双臂以及半条腿来，加持无上之力与擎天命对轰。在他的拳锋之上，更附着了一层琉璃色剑气，杀伐之力无双。谁说剑气只能用剑来施展？砰！擎天命一众华盖被破开，他脚步踉跄后退，大量的绫罗丹气溢散而出，被陆长生鲸吞吸入口中。瞬间，陆长生背后的魔猿虚影再度凝聚出半截大腿来。陆长生仰天大笑，迈出一步，欺身而进。擎天命死死咬牙，双掌向前平推之间，在他的掌心当中，竟是出现了一面古朴的棱镜，镜面斑驳，充斥着一股古老的气息，其上更有一道道繁复的密纹在流淌。陆长生一拳轰击在这古镜之上，瞬间就感受到一股恐怖的反震力道冲击了回来。噗嗤，陆长生喷出一口鲜血来，脚步倒退，险些跌落下这高台。他那一拳之力竟是被完全返还了回来，攻击到他自己。这怎么可能？陆长生，你死定了！此乃乾坤古镜，是圣人遗宝，你无论如何攻击，最终只能伤到自己。擎天命已经立于不败之地，这也是他此次古皇遗迹之前特地去取来的，专为了对付陆长生。下一刻，擎天命全身一震，自他体内传递出一股神圣莫测的伟力，竟是瞬间恢复了一重华盖。陆长生刚刚打破一众华盖，转瞬间恢复如初，圣血加持，乾坤古镜护体，擎天命不知道该怎么输。圣人的宝物，陆长生笑了起来。招手之间，是神剑已经握在了手中，圣人遗宝的确强悍，但他陆长生有地境的宝物，负隅顽抗。此剑虽然厉害，但却不如我这乾坤古镜。擎天命冷笑一声，手捏印诀之间，他面前的古镜迎风暴涨，矗立在二人中间。他隔着镜面对陆长生点出一指，轰隆隆，恐怖的雷声炸响开来，一根巨大的手指透过镜面点向陆长生。擎天命的攻击通过这古镜的加持，竟然得到了增幅，变成原本威力的双倍。一时间，就连陆长生也都有些眼馋这面古镜，完全反弹对手的攻击，还能对自身的攻击进行双倍加持增幅。如果是寻常人遇到的话，恐怕会瞬间绝望。这也是擎天命现如今最为强大的底牌。砰！陆长生手捏印诀，一招撤的印与擎天命这一指对轰，但他刚刚打出撤的印，擎天命已经又轰出一拳，他只能继续施展武学应对。这高台近乎被打崩掉，整个武皇宫巨震。那些前往武库和药库的天骄全都是面色惊骇，心中惊惧不已。陆长生，我为天命，当镇压一切敌，你注定要被我踩在脚下，成为我武道之路的垫脚石，助我登临武道巅峰。擎天命狂吼一声，双拳齐出，轰入镜面当中。下一刻，透过镜面，两只如同山岳一般的巨大拳头砸落而下，逼得陆长生节节败退。魔猿撼地拳，山海印齐出，陆长生战欲狂，双目似乎在喷火，魔猿嘶吼之声响彻天穹，混沌仙魔体火力全开。高台在此刻开始了崩塌，大量的碎石簌簌落下，整个武皇宫都在晃动。你是天命，我就是天，今日取你天命！陆长生狂怒，顶着巨大的压力迈步向前，伸手斩出一剑，划，是神剑落下，划过乾坤古镜镜面，大量的密纹狂涌，古镜震颤，仿佛是遭遇到了什么极为可怕的事情一般。紧接着，在擎天命惊恐万状的目光当中，他看到这镜面竟然被斩出一道纵深的剑痕。噗！擎天命一口鲜血狂喷而出，全身18重华盖都变得萎靡暗淡下来，大量的绫罗丹气意散开来，被陆长生鲸吞而下。不可能！擎天命顾不上心疼这些绫罗丹气，他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幕。乾坤古镜这等至宝，怎么会被陆长生一剑破开？这一剑如果再强一些，直接就可以将乾坤古镜一分为二。难道说这把剑是地兵不成？擎天命连忙出手，想要收起乾坤古镜，但也就在此时，陆长生的手掌已经悄然烙印在了这古镜之上。二人的目光隔着半透明状态的古镜对视，擎天命面色金黄，而陆长生笑容肆意张狂。下一刻，一股惊天伟地的奇异威能顺着陆长生的手掌迸发开来，古镜颤抖悲鸣不止，传递出一股恐惧臣服的情绪，瞬间消失在了陆长生的掌中。哈哈！擎天命全身一重，重华盖破碎，发出凄厉的惨叫，大口喷血。不止他早已彻底炼化这古镜，将其掌控作为本命至宝，但现在古镜被陆长生抢夺，擎天命能够感知到自己与古镜之间的联系，
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给硬生生抹除掉。乾坤古镜，这件圣人遗宝不再属于他秦天命，他受到强烈的反噬。此时的秦天命全身颤抖，已经没了半分的战意，更感受到死亡的威胁将他笼罩。他憎恶这种感觉，这会显出他的无力。他再一次败给了陆长生。而也便在此时，高台彻底崩塌，两人头顶那一道白玉天门也是轰然洞开。高台崩塌，白玉天门洞开，整座武皇宫都开始发出令人头皮发麻的破碎之声。这座武皇宫大厦将倾，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武皇宫要塌了，速退！古皇遗迹开启800年来前所未有，莫非是陆长生与秦天命之间的战斗导致？这不可能，两人都是武将境，岂能有这等力量？他们可都不是一般人啊！一道道的惊呼声当中，诸多天骄拼命逃跑，逃出武皇宫。而与此同时，在遗迹之外，属于秦天命的丹气光柱飞快下降，震惊了整个东域。方妹眼神震惊，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她看到是陆长生夺走了秦天命的丹气，而秦天命的丹气光柱不仅仅是飞快下降，更是变得十分暗淡，这证明秦天命至少是重伤。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天命再一次败给了陆长生。华盖天命体命中宿敌，竟是恐怖如斯。在那出云霄的头顶上，方妹只感觉眼前阵阵眩晕，有些站立不稳。她没想到此番古皇遗迹，她道元圣学府竟是遭遇惨败，柳如烟、秦天命尽皆败在陆长生之手。而这二人可都是放眼整个东域数百年难得一遇的绝世天骄啊，任何一人都足以横压一代。那陆长生算什么？方妹不知道该如何去形容。长生，不愧是你，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相反，素心院长则是心头振奋到了极点，他仿佛看到有一尊真神在缓缓的崛起，迟早有一天，整个东域大地都会被他踩在脚下。不，东域算什么？中州大地才是陆长生真正的舞台。而就在素心院长畅想未来的时候，在那武皇宫最深处，随着高台的崩塌，天门洞开，秦天命立刻抓住机会冲向天门当中，陆长生紧随其后，身形高高跃起，步入天门之内。此刻庞大的武皇宫彻底坍塌，一道道身影狼狈不堪，抬头看向半空之中的一道白玉天门缓缓闭合。所有人都是被震惊到目瞪口呆，他们的心中生出一种见证了历史的感觉。我看到了，秦天命进入了那道天门当中，陆长生紧随其后。没错，秦天命似乎十分狼狈，他败了。他真的是华盖天命体吗？好像他出道以来一直在输给陆长生。不是他弱，而是陆长生太强，历代华盖天命体被命中宿敌斩杀者不在少数。等等，那天门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终极宝库？这宝库居然真的存在！一名名天骄议论纷纷，全都是惊讶到了极点。而下一刻，只见那天门缓缓隐遁而去，消失在了虚空之中。随后，一股神秘的空间之力悄然荡漾开来，在场所有人全都是瞬间消失在了原地。他们被这古皇遗迹给驱逐了出来。遗迹之外，那漩涡之旁，一道道身影被甩了出来，从空中落下。幸亏各家势力的长辈都还在此，赶紧接住了他们。素心院长也是立刻出手，驾驭着青铜巨剑，把一名明天玄学子给护在了身后。素心院长，我回来了。于不弃放声笑道，但素心院长根本就不想理他。素心院长，武皇宫崩塌了，秦天命再一次败给了陆长生，逃入一道天门当中。那天门便是药皇韩风的终极宝库。药山之上，长生学弟大败柳如烟，可那柳如烟却仿佛突然变了一个人，然后撕裂空间逃跑了。道元圣学府仅剩秦天命一人，还正在被长生学弟追杀。哈哈哈哈！沈无忌在药山之巅被长生学弟所斩杀，一道道充满兴奋的嘶吼声响起，消息快速传遍东域，所有人震惊无比。而此时，在那天门之内，陆长生直追秦天命而去。那秦天命早已没了半分的狂傲，现如今他只想逃命离开这里。他要骑乘仙鹤去往圣者遗迹内，不成胜不出关。可是这所谓的终极宝库怎会如此荒凉？秦天命四下看去，并未发现有任何的宝物，脚下的大地竟是由白玉铺就而成。虽然说正在散发出阵阵奇异的药香，但这对于此刻的秦天命来说却是没有半分的帮助。入目之处尽皆是一片看不到边际的白玉大地，只有在那白玉大地的中心区域，似乎有两道人影相对而坐。这就是宝库。前面那是两个人吗？如果是人的话，其中一人必然是药皇韩风，那么另外一人是谁？陆长生紧追不舍，同时也在观察着此地的环境。不得不说，这秦天命的确战力极强，一身宝物也数不胜数。每一次当陆长生快要追上他的时候，他总能再一次逃走。但此地并非没有边际，
陆长生就不信秦天命能一直逃下去，他必死无疑。华盖天命体，很好，非常好，老师，今日我就借这华盖天命体来彻底结束一切。前方一道身影开口说道，而他对面的身影闻言却是摇了摇头。韩风，我们都已经死了，你又何必如此执着？我亲手将你养大，将你当作亲儿子，1000年过去也始终不明白你为何如此恨我。药皇韩风的老师药天尊开口，他目光复杂，看向韩风，但韩风并不理睬他，而是站起身来看向秦天命，迈出一步。轰！陆长生惊愕看到伴随着一声轰鸣，那一道身影竟是直接引入了秦天命的体内，二者融合为一。他这才意识到，原来那身影仅仅是一道残魂罢了。哈哈哈哈！华盖天命体18重华盖，体内更有一滴圣血。这时秦天命仰天大笑起来，在他的体表18重华盖重新被凝聚出来，并且更加的凝实。秦天命一身伤势竟是直接恢复，能将一名华盖天命体逼成这样，想必你便是他命中宿敌。今日我要借着华盖天命体来结果了这老不死的，那么正好也帮着华盖天命体解决了命中宿敌。扭曲而张狂的声音响起，恐怖的气势笼罩全场。陆长生眉头紧锁，他明白此时的秦天命已经不再是秦天命了，而是药皇韩风，或者是药皇韩风的敌人。韩风，这世上还有什么事能够比人心更坏的呢？这个问题我想了1000年也都得不到答案，也都想不明白。既然如此，那便不想了，你的一切都是我给的，今日我要收回来了。药天尊站起身来，开口之间落下一滴眼泪，这眼泪落在白玉大地之上，荡起一圈圈的涟漪。紧接着药天尊迈出一步，身形遁入陆长生体内。此时此刻，在这方白玉构筑的天地之间，两人相对而立。陆长生对秦天命，药天尊对韩风，这依旧是陆长生与秦天命之间宿命的斗争，同时也是药天尊与韩风师徒之间千年恩怨之争。轰轰轰！重重灿金色的华盖闪耀不止，非凡到了极致。气浪狂涌之间，一股强猛无双的生命力自秦天命体内迸发而出，修复他的所有伤势，冲击向四面八方。陆长生，你的死期到了。秦天命开口狞笑，眼神兴奋。老实点，暂借你身体一用，对你无害，不要有任何的反抗。下一刻，这声音变化，变成了韩风的声音，略显阴柔，但却十分霸道，不容置疑。秦天命立刻不再言语，彻底交出了身体的控制权，但他的心中却是对这位药皇韩风非常不屑。这药皇韩风不仅是弑师逆徒，冒天下之大不韪，更是鸠占鹊巢，霸占这一处古皇遗迹，据为己有。当然了，现在韩风在他的身体里面，这些想法他肯定是不能说出来的。小友莫慌，老夫今日要彻底斩掉逆徒，所以借你身体一用。我看他体内有一滴圣血，你安心等待，我为你。此时药天尊的声音在陆长生的心中响起，但话才说到一半，药天尊的话音便是戛然而止。他惊异无比地发现，陆长生的身体竟是在排斥自己这道残魂，以他生前天尊之境的修为，居然都无法抵抗。这股神秘而伟岸的混沌气息，这是什么体质？难道是传说中的混沌天地体？不对，你的体质比排名第2的混沌天地体还要更强。药天尊惊愕无比，这道残魂之躯正在不停颤抖。更让他震撼莫名的是，在陆长生的体内，他还能够感受到一股恐怖绝伦的古老混沌气息，仿佛轻轻一震就能让他魂飞魄散。不过所幸的是，陆长生压制住混沌仙魔体以及炼仙鼎，保住了药天尊。当下的局面，陆长生没得选，哪怕他并不信任这道残魂，但也没有其他的办法。毕竟对面那韩风已经和秦天命达成了合作。前辈受惊了，陆长生笑着说道，同时放开防御，任由药天尊入主自己的身体。这具身体真的是我能掌控的吗？药天尊心中敬畏不已，他认不出这种特殊体质，更不知道世间有哪一种特殊体质能够与之匹配，但他很清楚一点，这绝对是一种强大到逆天的超绝体质。相比之下，华盖天命体不值一提。小友你放心，我没有任何歹意，只想借你身体诛杀逆徒。药天尊已经掌控了陆长生的身体，连忙开口解释道，因为当他真正掌控了这具身体之后，才能够更加明白其可怕之处。恐怕只需要陆长生心神一动，他便会魂飞魄散。此等体质不可被侵犯，不可被夺舍。不仅如此，那一尊神秘的小鼎，还有那把琉璃色的宝剑，都是我从未见识过的强大宝物，已经超出了我认知。药天尊愈发心惊，就连对面韩风的连番嘲讽也都充耳不闻。终于
耀天尊抬起头来，看向对面的寒风，眼神当中充满了怜悯。这逆徒以为掌控了华盖天命体就可以稳操胜券，殊不知这一代的天命宿敌强大到超乎想象。轰！此时寒风已经操纵着秦天命的身体狂攻而来，18重华盖爆发出刺耳的轰鸣声，让这片天地巨震不已。寒风招手之间，大量的天地之力汇聚而来，尽数被他收拢于掌心之中，而后隔空出手，对着耀天尊怒压而下。天际之上出现了一道磅礴到极致的掌印。寒风，这都是我教你的武学啊！耀天尊摇头，抬手指天，刹那间，一根巨指凭空出现，点在那掌印正中之处。两股恐怖的能量疯狂对碰开来，爆发出一道道的环形气浪，在拂散的过程当中发生猛烈的爆炸。这片白玉所构筑而出的天地都在不断的摇晃。天命圣瞳，寒风冷笑一声，双目闪耀金光，一对巨大的灿金色眼同浮现在天际之上，目光冷漠，高高在上，俯瞰众生。在那眼瞳当中，一道道的血丝浮现而出，然后落下，哗哗哗，每一道血丝都仿佛有万钧之重，如同山岳般砸落下来。此时在寒风的体内，秦天命心惊不已。这是他华盖天命体的功法手段，但如果他自己来施展的话，现如今至多只能施展出10道血丝，并且绝对无法像是眼下这般凝实。可寒风施展出来的血丝已经超越了100道，密密麻麻，如同天空之上下起了一场血雨，将整个白玉天地都映照变作一种触目惊心的血色。那血丝还不曾彻底落下，便是已经带来了一股磅礴的压力。小友可否借鉴一用？前辈也修剑道，略知一二。下一刻，耀天尊抬手，手中已经多出了一把琉璃宝剑。他使出剑招，道道剑光闪耀之间，竟是化作一道密不透风的中型剑气光照。咚咚咚，一道道血丝落下，砸在这光照之上，发出阵阵钟鸣之声。恐怖的能量波动疯狂炸开，即便是武王境的强者也都不敢在此刻靠近，会直接被战斗的余波给震死。最终天地间的血丝全部散去，耀天尊也是收手，散去中型剑气光照，持剑而立。老东西，这就是你的丧钟！寒风大怒，抬手轻扣眉心，顿时一股蓬勃的火焰释放而出。这火焰呈现出一种白色，不仅释放出炽热的高温，并且还释放出一股恐怖的寒意。冰火交加，这是一道极为特殊的火焰，乃是耀天尊苦修而出的天尊之火，却也被寒风夺去小友，借火一用。但耀天尊不禁反喜，抬手之间施展出红莲业火。他怀疑这种火焰是圣火，乃至地火。相比之下，他的天尊之火根本就不够看。哗！一朵红莲凝聚在天地间，缓缓旋转之间，释放出难以形容的高温，并且还带有一种极致的威严，瞬间压制住对面的天尊之火。这是什么火焰？寒风大惊失色，但还不等他做出任何反应，耀天尊已经是屈指一弹。顿时，这火莲旋转的速度开始加快，一道道的莲花瓣飙射而出，在天地间拖曳出长长的红色尾迹，攻向寒风。看到这一幕，寒风与秦天命全都是心头巨震，尤其是秦天命，他还从未看到过陆长生具备某种火焰，这又是什么手段？并且根据寒风的反应来看，这火焰绝对就是陆长生的，而非属于耀天尊。此时耀天尊的心中也是惊叹莫名，还有一种惊慌的感觉涌现心头，就仿佛是突然之间有着2道充满杀意的目光针对而来。这是怎么回事？只有陆长生知道，那是沉睡当中的琉璃女帝和红莲女帝都对此表示不满，因为这耀天尊又是借剑又是借火，这全都是2位女帝赠予陆长生的，岂是他一个外人说借就借？也就是这耀天尊非常客气，并且对陆长生没有敌意罢了。否则的话，拼着受到反噬，这2位女帝也会选择结束沉睡，对他出手。现在怎么办？快出手啊！秦天命正在疯狂呐喊着，甚至还想要夺回身体的控制权，这让寒风更加愤怒，他全身一震，死死压制住秦天命，甚至生出一种要灭杀掉秦天命的冲动。但他的心中也很清楚，如果在这个时候杀死秦天命，自己也无法掌控这具身体，毕竟是天下间特殊体质排名第11的华盖天命体，极为特殊非凡，他一道残魂之躯难以夺舍。如果不是因为这华盖天命体命中注定会出现一尊大敌宿敌，华盖天命体绝对可以跻身进入前10之列。闭嘴！寒风怒喝之间，使出全力施展耀天尊的天尊之火，与这道道莲花瓣对轰。接下来就发现了极为可怕的一幕，一道莲花瓣，它往往需要出手10次才可以勉强化解掉，耀天尊一个弹指就可以射出数道莲花瓣，让寒风疲于奔命。哈哈哈哈！耀天尊大笑起来，
只感觉前所未有的畅快。无论是陆长生的剑，还是陆长生的火焰，都太好用了。哪怕他曾经贵为天尊，高高在上，也从未掌控过如此厉害的宝物，就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该死，该死啊！天地万物鼎。寒风面色狰狞，手捏印诀之间，这片天地开始震颤起来。天地间仿佛是有着一丝丝的强大能量被他操纵，出现了一道道的白玉色般透明虚影，呈现出各种植物、鸟兽虫鱼的模样，环绕在他周身。见状，药天尊则是冷哼了一声：“寒风，在我面前，你也想操纵天地万物鼎？”药天尊怒喝，同样是手捏印诀。刹那之间，这一道道的虚影全部脱离了寒风的控制。老东西，这天地万物鼎是我的，是我的！寒风双眼通红，发出野兽般的咆哮：“我愿意给你，那才是你的。现在我不想给了，那就还是我的。”药天尊摇了摇头，他看向状若疯狂的寒风。此时，寒风虽然是借助了秦天命的身体，是秦天命的模样，但药天尊却仿佛看到了寒风的脸，眼前又浮现出一道道的画面来。一片废墟当中，他发现了一名嗷嗷待哺的婴儿，还在襁褓之中。那婴儿发出哭嚎之声，但当他把婴儿抱起来的时候，婴儿竟然笑了，笑容纯真，眼神清澈看着他。婴儿慢慢长大，跟着他修行，并且展现出炼药师的天赋，这让药天尊很是欢喜。他倾囊相授，将毕生所学都传承给这个孩子，看着他茁壮成长。是什么时候开始，他变了呢？药皇寒风之名传遍了东域，耀武双绝的名号如雷贯耳。可寒风却越来越不满足，他总是想要更多。药天尊珍藏的宝物，药天尊的炼药鼎，药天尊的这一处小天地，药天尊的一切，乃至是性命，他全都要。师尊，师尊不要杀我，我是芬儿啊！是您将我养大，教我修行，教我炼药，你怎么能杀我？我知道错了，师尊。寒风拼命求饶着，他最后的手段也都无用，彻底的黔驴技穷。是啊，寒风，我把你养大，教你修行，教你炼药，你怎么能杀我？药天尊苦笑着摇头。下一刻，他的身形迈出一步，已经出现在了寒风的面前。道道白玉色的光影缭绕在他周身，就仿佛前所未有的欢快，与这片天地共鸣。药天尊一指点出，印在寒风的眉心之处，顿时一道残缺不堪的魂体被他点出，脱离了秦天命的身躯。而与这魂体一同离开秦天命身躯的，竟然还有一滴灿金色的血液，散发出神圣无比的强大气息来。我的圣血！秦天命发出凄厉的嚎叫，整个人的气势跌落到极致，18重华盖层层破碎开来。在他的惨叫声当中，寒风的魂体如同泡沫一般消散，从脚部开始化作虚无，再到腰部、胸腹，乃至头部，最后寒风那惊恐万状的面容变得无比狰狞起来，恶狠狠盯着药天尊。老东西，你该死！我要什么你就该给我什么，你凭什么不给？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寒风如同恶鬼一般嚎叫着，最终彻底消散掉。天地间只剩下一声叹息。多谢小友助我斩杀逆徒，我也该去了。小友一身机遇，令老夫羡慕不已。左思右想，也没什么能够赠予小友的，唯有这一尊药鼎，名为天地万物鼎，其中自成天地，更具备万物之力，可炼药，可攻伐，可防守。如果小友不嫌弃，就拿去吧。药天尊笑呵呵说着，蹲下身来，抚摸着白玉地面。老朋友，我给你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归宿。放心吧，这次我选的人，肯定不会是寒风那种贪婪的小人。嗡嗡，这片白玉天地开始震颤起来，环绕在药天尊周身的大量光影也都焦急不已，传递出一股悲伤的情绪来。下一刻，陆长生感觉到自己体内的那一道残魂正在快速的消散。炼仙鼎能否保住他的残魂？陆长生尝试利用炼仙鼎救下药天尊，可炼仙鼎没有任何反应。药天尊早已死去，这残魂能坚持到现在，已经殊为不易。刚才的一场战斗已经将他彻底燃尽。小友不必为我悲伤，这人生本就是一场场的告别，不是吗？死后1000年，能见到你这等精彩绝艳之人，老天待我不薄啊！哈哈哈！阵阵苍老而释怀的笑声当中，属于药天尊的波动彻底消散。此方天地悲鸣不止，紧接着，这片白玉天地开始收拢，最终在陆长生的面前化作一尊4方形的白玉小鼎。这便是药天尊赠送给陆长生最后的礼物——天地万物鼎。鼎身之上，道道光影不断游走，玄奥非常。而后，这尊天地万物鼎遁入陆长生的体内，在丹田之中的一处角落蜷缩了下来。没办法，陆长生的丹田内太过恐怖，炼仙鼎、是神剑、红莲业火，全都让天地万物鼎恐惧不已。前辈，走好，这天地万物鼎在我手中，定不落其威名。
陆长生轻声呢喃着，而后看向对面的秦天命。他们本是位于这天地万物鼎内部的空间当中，但随着现在天地万物鼎进入陆长生丹田，二人也是被抛离了出来，现身在一处山林之间。两人相对而立，中间则是悬浮着一滴圣血。陆长生眼瞳闪亮，伸出手来，一把将这圣血捞入掌中。我的圣血，那是我的圣血！秦天命怒吼，双目充血，全身颤抖不止。他想要夺回自己的圣血，但却已经无能为力，因为寒风占据他的身体进行战斗，用的是一种透支他身体的打法，完全不顾及他的感受。现在的秦天命身体已经被掏空，虚弱无比。反观陆长生却是没有任何的不适，依旧处于巅峰状态。从这一点便可以看出药天尊与寒风之间的差距。药天尊温和善良，寒风霸道凶残。圣血入体，陆长生瞬间便感受到一股精纯而磅礴的雄伟能量爆裂开来，流淌全身。这一滴圣血虽说已经被秦天命给消耗了一部分，但剩下的依旧还能有将近一半。随着这股能量的灌溉，魔元虚影快速变得凝实起来，浮现在陆长生的身后。庞大而凶狂的魔元虚影双拳捶打胸口，仰天发出咆哮，仿佛自洪荒而来。双臂、双腿已经全部凝实，就连身体也都凝聚出一半来，达到了肩膀的位置，只差一个头颅。看到这恐怖的魔元虚影，感受着那股炸裂般的力量，秦天命脸色苍白不已。他回过头看向远处的天空，救我，快来救我！陆长生眉头一皱，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只见那天际之上赫然是有着一只仙鹤急速飞来，因爆声炸响不绝于耳。仙鹤的身后竟是出现一道白色云气拉爆，好恐怖的速度！死！陆长生毫不犹豫，直接对着秦天命出拳。此人年幼觉醒，华盖天命体，据说被一只仙鹤背负飞走，疑似获得了大地的传承。现在这仙鹤要来将他救走。陆长生，你休想杀我！秦天命爆发出惊人的求生欲，拼尽全力压榨着体内每一丝的力量，与陆长生对轰。砰！山林炸裂，大量的树木在此刻化作了齑粉，地面之上出现一个巨坑，烟尘弥漫上升到空中，遮天蔽日。秦天命大口喷血，一条手臂骨骼尽断，无力垂落，但他丝毫不顾，就地翻滚，然后脚掌一蹬地面，快速逃离。陆长生皱眉，取出是神剑斩落而下，道道琉璃色剑气狂飙，哪怕秦天命拼命闪躲，也还是被数道剑气洞穿了身体，再次喷血不止。陆长生，陆长生，我此番若能活下来，不成胜不出关，下一次见面，我要让你受尽世间酷刑！秦天命嚎叫，恨意冲天。陆长生一言不发，再度出剑，他双手持剑高高抬起，重重落下。轰隆隆，天际之上一道巨大的剑影破开云层落下，又是这一剑，又是这一剑。秦天命近乎绝望，他怎么挡？他拿什么挡？此番古皇一技之行，他绫罗丹气被陆长生夺走，乾坤古镜被陆长生夺走，体内圣血被陆长生夺走，现在就连身家性命也要被陆长生所斩。他万万没想到，当初那个如同蝼蚁一般被自己碾压打碎丹田的陆长生，竟然能够成长到如此地步。如果能再给我一次机会！秦天命死死咬牙，心中恨欲狂。巨剑还未曾彻底落下，那恐怖的力量却是已经如同泰山压顶一般碾碎他的右臂。秦天命发出凄厉的惨叫，眼中流出血泪来。力！但也就在此刻，天际之上，那仙鹤发出一声啼鸣，终于是赶到。恐怖的鸣叫之声掀起猛烈的能量风暴，生出一道龙卷来。那龙卷瞬间卷住琉璃巨剑，要将其化解掉。同时还有一道道的鹤羽化作利刃飙射而来，针对向陆长生。该死！陆长生咬牙，立刻取出了天地万物鼎。嗡嗡！天地万物鼎嗡鸣之间快速变大，笼罩住陆长生的身体。大量的白玉色鸟兽虫余光影自鼎身之上剥离下来，在天地间游走，与那鹤羽对碰。恐怖的炸响声不断，此地彻底崩塌，如同末世。陆长生躲在鼎中，眉头紧锁。这秦天命太难杀，柳如烟、秦天命这两尊大敌都是有着用不完的手段一般。他的心中清楚，这一次已经无法杀死秦天命了。那仙鹤速度极快，实力极强，还不是现如今的陆长生可以应对。下一刻，仙鹤彻底降临，伸出长长的喙来，叼住了狼狈不堪的秦天命。哈哈哈哈！陆长生，下一次见面，我必成圣人。待我成圣之日，便是你殒命之时。秦天命翻身，骑乘在仙鹤背部，他的怒吼声传遍了苍穹，随着仙鹤的飞离，快速远去。古皇一计彻底结束，秦天命断臂而逃。陆长生现身，
离开天地万物鼎内部，遥望着远处的天际。在那里，仙鹤和秦天命已经变成了一个小黑点。那就看看谁能先乘上。陆长生冷笑一声，转身离去。此间事了，该回到天玄圣学府了。他手中的天玄令正在散发出毫光来，为他指引出方向。3日之后，陆长生遇到了正在寻找他的素心院长。素心院长驾驭青铜巨剑，带着他回到了天玄圣学府。同时，关于古皇遗迹内的消息也彻底传遍了整个东域。柳如烟、秦天命双双折戟沉沙。陆长生制霸此次武皇遗迹，成为最大赢家。青云榜首沈无忌惨死于陆长生之手。道元圣学府近乎全军覆没，前所未有。天玄崛起，陆长生单手举天，荣登青云榜首，整个东域震动。陆长生之名响彻东域大地，年轻一代无人能出其右。对于外界的喧嚣，陆长生并没有放在心上。他高坐浩气楼顶，彻底沉浸在修炼当中。炼仙鼎内，武学碑林之处，陆长生的身旁有着一株青翠欲滴的天药，正是九天青罗。只不过此时的九天青罗却是显得有些萎靡，因为那原本是9片的叶子，现在只剩下8片，那少了的1片正含在陆长生的口中。有九天青罗加持，我修炼武学1日千里。魔元汉的拳真挚化境，山海印5道印法当中最难的一道灭世印也已经小成，更修炼了2门新的武学。陆长生心中喜悦不已，吐出口中的叶片。只见这叶片已经变得暗淡无光，所有的力量全部耗尽。陆长生看向那只剩下8片叶子的九天青罗，准备再摘1片叶子下来。放心，在这炼仙鼎内是最适合你生长的环境，摘掉的叶子很快就能够重新长出来。陆长生安抚着九天青罗，伸出手来。但也就在此刻，他察觉到有人靠近，他意识顿时离开了炼仙鼎，看向来人。长生，那面宝镜可以修复，但却比较麻烦。素心院长对陆长生说道。这也在陆长生的意料之中，毕竟乾坤古镜的位阶实在太高，是圣人的兵器。首先，那需要一颗心，5品之上的魔族，魔王之心。素心院长开口，第一句话便是让陆长生心惊不已。5品魔王之心。听闻素心院长此言，陆长生倒吸一口凉气，因为此物极为难得。灵域大陆之人族拥有种种特殊体质，仿佛的天地造化，而对于魔族之人来说，他们的体质都是一样的，全都是魔体。如果算作特殊体质的话，也是相当的不弱。而魔族人的魔体则是有着品级之分，从1品到9品，越来越强。5品的魔体如果放到灵域大陆之上，其强度应当可以在特殊体质排行榜名列30名左右，由此可见一斑。而拥有5品魔体的魔王境强者，那就相当于一名强大的特殊体质武王境，绝对会具备武皇境级别的战斗力。想要斩杀这样的一名强者，获取到他的心脏，那会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陆长生压下心头的震惊，点了点头。素心院长则是继续开口，除了这一颗魔心之外，还需要另外一种材料，这个稍后再说。然后就是需要等到灵域学府大赛的时候，让四星院的卓不凡院长去求他的老师出手，才能够修复宝镜。所以说短时间之内你是用不上这面宝镜了。素心院长言语之间有些歉意，他觉得是天玄圣学府太弱，没有这个能力帮助陆长生，但实际上整个东域也都无人能够修复这面宝镜，毕竟东域最强者不过5尊境而已，可这宝镜却是圣兵。不过这面宝镜虽然短时间内肯定是无法修复，但近期却是有着2件事对你有着好处。素心院长话锋一转，笑了起来，伸出2根手指。陆长生洗耳恭听。第一件事，那就是有一个任务可以赚取大量的天玄币，还能够猎杀魔族。你不是一直都想要猎杀魔族吗？机会来了。素心院长的话让陆长生眼前一亮。别人觉得那魔窟凶险莫测，充满生死杀机，但对于陆长生来说，那却是一片宝地。或许这一次可以在魔窟当中争取让魔元虚影彻底凝实。陆长生的心中有一种预感，那就是当魔元虚影彻底凝实之后，有可能会发生某种新的变化。这任务只有3星院以上的学子才可以接取，是需要进入魔窟当中去肃清一片区域。你还有1个月的准备时间，而具体的任务内容我已经发到了你的天玄令之上。素心院长晃了晃手中的天玄令。然后是第2件事，那就是炼药师联盟东域分部即将展开一场炼药师大会。在这场炼药师大会之上，获得前3名的炼药师都可以选择1件宝物作为奖品，其中有1件宝物名为玄重水，便是修复乾坤古镜所需要的第2件特殊材料。素心院长说道。陆长生点点头，心中了然。5品魔王心、玄重水这2件材料都是要在灵域学府大赛之前集齐的，所幸还有不短的时间可以去准备。
而无论是接下来的魔窟之行，还有炼药师大会，都是让陆长生心中期待不已。可是长生，你虽然得到了药天尊的炼药传承，但短时间内恐怕难以精通。想要在炼药师大会之上取得前3名，难度不小。此番天药楼诸多学子也会参加，李青囊更是已经说了，要帮你拿下玄重水。素心院长对陆长生说道，在古皇遗迹当中，是陆长生救下李青囊性命，他自然想要回报陆长生。只不过李青囊不知道的是，陆长生想要玄重水，自己去拿就行。正好借着这一次炼药师大会，还可以获得炼药师联盟的官方认证，真正获得炼药师的身份。只有经过炼药师联盟的考核认证，才可以真正加入炼药师联盟，成为一名官方的炼药师。就如同当初白云城天龙宝行的秦河，他就通过了认证，是炼药师联盟的2品炼药师，可以享受炼药师联盟内部的诸多福利。谢谢素心院长，还麻烦您跑一趟。陆长生真诚道谢。素心院长对他是真的照顾，几乎是视如己出。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好生修行。素心院长颔首，他看陆长生怎么看怎么满意。随后素心院长离去，陆长生再度进入到炼仙鼎内，开始修炼起来。看到陆长生归来，天耀9天青罗顿时一颤，但他怎么可能逃得过陆长生的魔爪？陆长生伸手摘下一片叶子，含进了嘴里，轰！顿时一股精纯的生命能量伴随着一股清香直冲天灵盖。陆长生只感觉全身舒适无比，更是心中清明到了极点。再度看向面前的武学碑林之时，心中已经生出了诸多感悟。他彻底沉浸在修炼当中，忘却了时间。而在陆长生苦修的这段时间里，整个东域却并不平静。他名声大噪，到处都在流传着他的事迹。道元圣学府之内，宗万道面色阴沉无比，盯着面前的棋盘，还是联系不到天命。就连天龙宝行那边也都失去了他的行踪，他肯定是躲藏在了武圣遗迹内，轻易不肯出关了。宗万道真的没有想到，这一次的古皇遗迹居然是这般结果。柳如烟被逼开其体内的封印，释放出那一位存在。从此以后，柳如烟就相当于是死了。秦天命也是落马，再一次败给了陆长生。这样下去，他该如何摘掉天玄圣学府的那个圣字？放出去的话变成了笑话。陆长生，陆长生想吃掉这颗棋，接下来最好的一次机会就只有沈家古风王台。宗万道盯着棋盘之上那一枚白子，只感觉无比的刺眼。下一刻，他迈出一步，身形已经消失在了原地，踏破空间降临到沈家。时间流逝，1个月的时间眨眼便过。炼仙鼎内，陆长生看着已经长出2个嫩芽的9天青罗，脸上露出笑容。摘掉一片叶子，大概需要半年的时间才可以重新生长出来。对于世所罕见的天药来说，这已经极为难得，是归功于炼仙鼎的神意，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复刻这样的操作。而一片叶子，陆长生可以用3个月。所以说，陆长生以后修炼武学的时候是可以无缝衔接，一直使用9天青罗进行辅助的。该出关了。虽然境界没有提升，但我现如今之战力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不仅仅是武学进境飞快，包括是神剑道以及浩气圣典，全都有不小的进步。陆长生长出一口气，意识脱离炼仙鼎，睁开眼睛。他迈步走下浩气楼，已经看到了前方广场之上的几道身影。长生，此次任务的地点便是在浩气楼之下，我送你们进去。素心院长带着众人步入浩气楼之下，来到了一处魔窟入口的前方。陆长生能够感受到这一道魔窟的入口比起天耀楼地下的那一道显得更加的狰狞，透出浓浓的邪恶气息。但他心中只有兴奋，终于要再入魔窟。因为10年前的灾劫，这浩气楼之下所镇守的魔窟比起其他的位置要更加的危险，你们必须要注意安全。素心院长站在魔窟入口的前方，郑重开口说道。在场诸多学子全都是连连点头。具体的任务内容你们都已经清楚，多的我就不再说了，我只有一句话，那就是都给我活着回来。去吧。素心院长说着打出一道印诀，顿时那前方的魔窟入口便是传递出一股奇异的波动来。陆长生二话不说，第一个冲了进去。这个臭小子！素心院长气不打一处来，而其他人见状也都是陆续迈步进入了魔窟当中。哗！陆长生的身形出现在了昏暗的天地之间，耳畔又响起道道嘈杂而诡异的呢喃之声，让人顿感不适。魔窟当中有人族建造的净化塔，每一座净化塔都可以净化掉周围一片范围内的魔气，镇压魔族。而在这片区域，因为10年前浩气楼之灾的缘故，导致所有的净化塔都被魔气侵蚀，现在需要重新将其激活。陆长生放眼望去，目之所及，他已经看到了一尊闪耀着微弱白光的塔楼，和塔楼的形状与天玄圣学府的12楼有些相似，但却并不如12楼那般雄伟高大，并且在这些塔楼之上
赫然是有着道道的黑色纹路流淌，如同复古之居般蔓延，遮盖住塔上的白光。陆长生伸手，掌心当中已经出现了一枚白色的珠子，其上散发出一股浓浓的净化之力，让这天地间的魔气都开始避退。这就是任务的内容，需要将这白色的净化珠给安置到净化塔之内，就可以重新激活一座净化塔。当然了，这任务听起来简单，但实际上却充满了危险，因为魔族定然不会轻易让人族激活净化塔，所以每一座净化塔都会有魔族守护。这可不像是之前新生试炼的时候，对于真正熟悉魔窟的人来说，他们都很清楚，新生试炼那种程度只能算是小打小闹，让新生认识一下魔族而已。来吧，让我看看守护净化塔的会是何等程度的魔族。陆长生收起净化珠，迈步冲向前方的净化塔。而与此同时，其他天玄学子也都有着各自负责的范围，全都开始行动了起来。这一趟任务只有3星院以上的学子才能够接取，来的全都是武将境，甚至还有一位半步武王境。除了陆长生是第2次进入魔窟之外，其他几人基本全都是身经百战，已经很适应魔窟的环境了。但他们绝对想不到，陆长生来了这里，那就像是回家了一样。他有浩然正气，可破万法；他有混沌仙魔体，强大绝伦。这天地间的魔气根本就影响不到他分毫。陆长生疾驰之间，快步靠近前方的那一座净化塔。轰！也就在此刻，地面突然震动起来，紧接着有一根黑色的触手探出，怒拍而下。只见这触手之上有着浓郁的魔气蔓延开来，并且力道极大，掀起猛烈的风声。异形魔兽，陆长生心中惊喜不已。在魔族当中存在着种种魔兽，就像是新生试炼的时候斩杀掉的那些一样，其原型都是种种动物的模样。但也存在着一种特殊的魔兽，其名为异形魔兽。顾名思义，其形状各异，更加的可怖，实力也比寻常魔兽更加强大。毫无疑问，这种异形魔兽更适合滋养魔元虚影。此时面对这条粗壮的触手，陆长生抬手已经握住是神剑，一剑斩落而下。唰！剑光闪烁之间，这触手顿时被斩断，流淌出黑色的血液。陆长生一把抓住断裂的触手，顷刻炼化。这触手原本还在挣扎蠕动，但却快速变得枯萎下来，化作了滋补魔元的养料。轰轰轰！地下又有着一道道的触手探出，如同群魔乱舞，笼罩向陆长生。但陆长生如今的剑道已经今非昔比，他出手之间，剑光绚烂，恐怖的杀机狂涌，斩断一根根的触手，全部炼化掉。一声惊惶的悲鸣响起，好像是哭声，又好像是笑声。随后赫然是有着一颗奇异的黑色头颅出现，在地上快速滚动，欲要逃跑。争！陆长生直接抛出是神剑，把这颗头颅给死死钉在了地上，大量的黑血流出，黑色头颅当场毙命。陆长生这才看明白，这只异形魔兽的原本模样是在人头之上生出大量的触手，形成一个诡异的怪物。陆长生皱起眉头，伸手炼化掉这颗人头，然后他迈步而出，来到了前方的净化塔下方。浓郁的魔气纠缠，渗透进入净化塔之内，不断侵蚀着仅剩的微弱白光。如果等到这座净化塔彻底变成黑色的话，那就彻底废掉了。后续想要净化这片区域，就必须毁掉黑色的净化塔，重新建立新的净化塔，这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和时间。眼前这座净化塔已经快要到极限了。见状，陆长生不再迟疑，而是纵身一跃，站在了塔顶之上，将手中的净化珠放置在了塔顶的一个凹槽处。嗡！顿时一道道精纯而浓郁的白色光华从这净化珠之内流淌出来，快速冲刷着这一座净化塔之上的魔气。道道魔气如汤卧雪般消散掉，并且还有一重重的白色环形气浪以这一座净化塔为中心，向着四面八方浮散开来，快速清除掉大量的魔气。一时间，这片区域内所有人的天玄令之上都出现了提示，在一幅地图上有着一粒粒的黑点标记，现如今已经有着一粒黑点变成了白色，其周围的一片黑色区域也变成了白色。这意味着已经有人率先重启了一座净化塔。好快的速度，是谁？厉害，不知道是不是我天荒楼的人，总感觉这个人可能是陆长生，竟然被别人拔得头筹，我也要赶紧加快速度。该死的异形魔兽真是难缠。一名天玄学子全都有些急了，他们纷纷加快了速度，争取激活眼前的净化塔。而与此同时，在这一处魔窟的极深处，在这里有着一条黑色的河流缓缓地流淌着，浓郁到极致的魔气不断地溢散而出。河流对面是一名好似粉雕玉琢的小女孩，看起来非常的可爱，但如果细看之下，便是会发现她的全身居然都布满着一道道的奇异黑色纹路，那是魔纹。只有7品以上的魔体才可以生出魔纹，并且
在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更是强大到让人心惊无比。这赫然是一位魔尊。江上，你重开了好气楼。下一刻，这小女孩全身魔纹涌动，似有所察。她感应到，在这片早已沦陷的区域内，竟然有着一座净化塔重新亮起。那种感觉，就仿佛是她的身上突然被一个虫子给咬了一口般。自10年前好气楼之灾后，好气楼之下所镇守的这一处魔窟便是全面沦陷，陷入了一种极深程度的污染当中。所有的净化塔全部熄灭，这里成了魔族的天下。若非江上死守在这里，以一条魔气河流为分界线，拦住对面的魔尊，只怕是大量的魔族早已冲出魔窟，侵入道天玄圣学府当中。10年以来，江上院长与这位魔尊一直处于对峙的状态当中，双方全都是寸步不让。魔尊无法入侵过来，江上院长也无法净化这片区域，形成了一种平衡。但是现在，随着陆长生点亮那一座净化塔，这种平衡开始被打破。怪不得你最近有些不太一样，脸上时常带着笑容，原来是重开了好气楼。小女孩模样的魔尊明明生得可爱，但却十分狰狞，全身魔纹游走之间，化作一条条鱿鱼的形状，散发出一股浓烈的恶毒气息来。幼鱼大尊，我被你困在此地10年，也该是时候重开好气楼了。待到9宫乾元阵重新被点亮，便是你被彻底驱逐之日。江上院长伸手指向对面的幼鱼大尊，闻言，幼鱼大尊冷笑一声，脚掌狠狠一跺地面。顿时，大量的魔纹狂涌，恐怖的波动惊天动地。哗啦啦，两人中间的魔气河流骤然生出惊涛巨浪，浓郁的魔气化作一条条的飞鱼，从河流当中飙射而出，攻向江上院长。江上院长神色平静，未见他有任何的动作，只是全身一震，便让这大量的魔气飞鱼散去，海量魔气被泯灭掉。江上，我迟早要吃了你！幼鱼大尊怒火中烧，在他的眼瞳当中，竟是有2条黑色鱿鱼首尾衔接，快速的旋转着，奇异的能量波动散开，他整个人也都在此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本是一头略显俏皮的短发，现在却快速生长，眨眼间长发及腰。他的身形也在拔高，快速发育，顷刻间就从一个娇小可爱的小女孩变成了一个青春洋溢的少女。这少女模样秀美当中带着一股难言的妖冶，身披黑纱，赤着双足，一步踏在了那河流之上。轰轰轰，这大量魔气会聚化作的河水竟是在此刻开始逆流。见状，江上院长也是长叹一声，不得不站起身来，看向对面的少女。打了10年还没打够吗？哪一次不是被我打回原形？江上院长心很累。这魔族的幼鱼大尊明明是个女孩模样，但性格却十分的暴躁，稍有不顺心就要展开一场大战。比起天荒楼的那些体修也都是不遑多让，关键在于打了也是白打，因为他打不过江上院长，同时江上院长也杀不了他。少废话！幼鱼大尊怒喝一声，玉足踏出，黑色魔气河流当中凝聚出一条全身生满黑鳞的狰狞怪鱼，托举着他的身体渡河而来，攻向江上院长。哼！江上院长冷哼一声，同样是踏出一步，站在了这河流的上方，抬手便是盖压而下。2名5尊境的超级强者展开激烈的对战，此地被打崩，地面在颤动，是在这片区域的最深处方向。素心院长提醒过，不用去管，继续执行任务便可。那里应该是江上院长坐镇10年之地，定然是有着极为强大的魔族正在与江上院长战斗。加快速度，点亮更多的净化塔，应该可以帮助到江上院长。这片区域内的1名明天玄学子全都是有所感知，抬眼望去，陆长生也是啧舌不已，相隔遥远距离，却依旧有着如此明显的感知，很难想象在那战斗之地又会是何等的景象。继续点亮净化塔，下一座。陆长生手握天玄令，心念一动，便是有着一道光幕映照在面前，赫然便是这片区域的部分地图。好气楼之下的这一处魔窟范围宽广，天玄圣学府将其划分为9块大区域，此次任务地点便是这9块大区域之一，而这1/9的区域又是被细细划分成了18块，共有18名学子，每人负责1块区域，负责点亮自己区域的净化塔。陆长生负责的这片区域共有11座净化塔，他已经点亮1座，还差10座。大量的净化塔交织，应该是构筑出一道惊天伟地的大阵。此次任务区域只能算是边缘地带，净化塔并不多，魔族也不算强，真不知道那核心区域又会是何等的景象。陆长生疾驰向前，心中想到。与此同时，在他赶赴第2座净化塔的时候，也开始陆续有着其他的学子点亮了一座座的净化塔。昏暗阴沉的天地间，一道道纯净的白光亮起，驱散魔气，这让那幼鱼大尊更加的愤怒。该死！江上，你休想得逞！他怒喝连连，疯狂出手攻向江上院长。
但江上院长却是背负一只手，仅用一只手来镇压他。轰！一声巨响，他的身躯被拍散掉，融入河水当中，然后再度凝聚而出，重新变作了小女孩的模样。你告诉我10年前的真相，我立刻让这些学子离开。江上院长趁机说道。呵呵，江上，你不会想知道的，因为那会让你感到绝望。右鱼大尊平静了下来，退回到河流对岸，盘膝坐下，不再言语。闻言，江上院长眉头紧锁，目光死死盯着他。此地再一次沉寂了下来。3日时间眨眼便过，陆长生已经成功点亮5座净化塔。这个过程非常顺利，根本就没有遇到过对手，全都是魔猿的养料。唰！天地间掀起风声，陆长生脚踏在一柄琉璃宝剑之上，正在急速飞行。正常步行赶路，速度太慢，于是陆长生灵机一动，直接御剑飞行。此次利用9天青罗闭关，分出一部分时间感悟剑道，终于解锁了是神剑的部分威能。这把剑被琉璃给下了封印，否则的话，以我如今实力，恐怕连拿都拿不起来。陆长生目光远眺，看向前方的净化塔，心中想到，随着他对是神剑道的感悟加深，也终于是开始初步察觉到，原来这把剑的内部有着一重重的封印，锁住了这把剑的力量。他清楚，这是琉璃女帝为了方便他使用才做出的安排，可谓是用心良苦。此时，这片区域深处的战斗波动已经偃旗息鼓，双方应该是暂时休战。而陆长生也是驾驭着是神剑，来到了下一处净化塔所在。他纵身一跃，站在了塔顶，手持是神剑，却是皱起了眉头，因为他察觉到这一处净化塔似乎与之前的几座有所不同。陆长生一路走来，已经点亮了5座净化塔。之前的那5座净化塔都是早已被魔气覆盖侵蚀，只剩下微弱的白光还在苦苦支撑，而眼前的这一座净化塔却是已经完全黑化，没有了一丝一毫的白光。陆长生将手中的净化珠放置在了塔顶，但却没有任何的反应。不对劲！陆长生眉头紧锁，连忙伸手欲要取回净化珠。哗！但也就在此刻，他惊异地发现自己脚下的这座净化塔竟然是蠕动了起来。一层厚厚的柔软黑色物质顷刻间包裹住净化珠，浓浓的魔气开始侵蚀这一颗净化珠，消弭着其中的净化之力，并且这黑色物质还在快速蔓延，要将陆长生也是都包裹住。是异形，这是异形魔兽当中的黑死魔皮，并非天生，而是由魔族强者炼制出的一种特殊魔族生物。陆长生瞳孔骤缩，一瞬间全身有青光暴涌开来，他毫不迟疑，便是一拳轰击而下。魔猿嘶吼声传出，裹挟着无穷的愤怒，轰然爆开。砰！一声炸响，脚下的黑死魔皮被陆长生轰出一个大洞，现出了被包裹住的净化珠。陆长生伸手一捞，握住净化珠，同时另外一只手已经捏出一道印法来。浩然正气狂涌之间，化作一道分海印，青光冲天而起，仿佛化作无边的浪潮，冲刷着这一张黑死魔皮。黑死魔皮颤抖，发出悲怆的哭声来，大量的魔气如汤卧雪。浩然正气，天克魔气。随着陆长生的出手，那原本舒展开来的黑死魔皮正在快速蜷缩成一团，变成了一个黑球。青光笼罩，魔气快速暗淡下来，黑球滚动，欲要逃跑。陆长生冷哼一声，直接出剑，将黑球给钉死在了地上。恐怖的剑气肆虐开来，瞬间将这一张黑死魔皮给切碎，化作了齑粉。我最不想遇到的就是黑死魔皮，因为这种被炼制出来的东西只有魔气，没有魔血，并且还极为擅长伪装与偷袭。陆长生招手换回是神剑，摇了摇头，杀死这一张黑死魔皮并不能带来任何的收获，无法用魔血灌溉魔猿虚影。不过随着这黑死魔皮被陆长生斩杀，一座净化塔也是出现在了陆长生的面前。之前正是这黑死魔皮包裹住净化塔进行伪装。陆长生迈步来到塔顶之上，安放好净化珠。第6座净化塔攻城。陆长生已经点亮6座净化塔，此子当真精才绝艳，我身为3星院的老生，都也才堪堪点亮3座而已。这里只是外围区域就已经如此棘手，陆长生是怎么做到的？应该是浩然正气的加持，浩然正气可破万法，更是无比针对魔气。大家加油啊，可不要被一个新生给超过了，我们也要加快速度才是。诸多老生在察觉到了陆长生的惊人进度之后，也是忍不住利用手中的天玄令开始交流了起来。随着一座座的净化塔被点亮，隐隐之间勾连了起来，这净化塔的第2个功能也是显现了出来，那就是在一定范围内，天玄学子可以通过天玄令来进行交流。不过现在能够进行交流的天玄学子只有5人而已，剩下的人包括陆长生在内，都是因为距离和位置的原因，还无法加入到这般交流当中。与此同时，在外界
素心院长就守在魔窟的入口之处，手持天玄令，查看着进度。长生已经点亮6座净化塔，排名第1。天荒楼的池破山点亮5座净化塔，排名第2。听雨楼的萧文轩点亮4座净化塔，现在是5座了，并列第2。素心院长眼前的地图之上，正有着一道道的白色光点亮起。当然了，相比于庞大的地图，海量的净化塔来说，这不过是杯水车薪。但无论如何，也都算是一个开端。如果把9宫当中的离宫全部点亮，院长便可以将那条不死河退出1000丈距离，他镇守的压力也可以大大减轻。素心院长观看着眼前的完整版图，轻声的喃道：陆长生等人此次执行的任务，便是要肃清9宫前缘大阵当中的离宫区域，这也是最为简单的一块区域，算下来只有108座净化塔，而最为艰难的中宫区域才是真正的核心，净化塔足有10081座。不仅如此，更是有着海量的魔族强者镇守，想要肃清难如登天。也不知道长生现在怎么样了，他的特殊体质难道是可以通过杀戮魔族来变强吗？等他出来之后，差不多也要准备一下参加炼药师大会了，看他的样子仿佛是胸有成竹一般。素心院长记挂着陆长生的所有事情，而此时在那魔窟当中，陆长生再度击杀2张黑死魔皮，成功点亮第8座净化塔。我负责的这片范围内只剩下3座净化塔，但是因为阵法分布的原因，这3座净化塔距离相当的接近，在那里也定然存在着更多更强的魔族。希望不要再是黑死魔皮这种鬼东西，给我点魔血吧。陆长生心中呢喃着，御剑乘风而去。接连遇到3张黑死魔皮，陆长生感觉十分恶心。他全速前进，赶赴向前方那3座净化塔集结之地。前方浓郁的魔气波动狂涌之间，陆长生丹田当中的炼仙鼎也是在此刻发出了示警。嗡鸣作响，只见天地之间，在那3座并排而立的净化塔前方，赫然是有着一道身影悬空而立，背后布满鳞片的黑色双翼尽显狰狞。这是一尊魔王。见状，陆长生眼前一亮，心头激动不已，总算是遇到一个重量级的对手了。魔王境强者，该死的人族小子，可怜的武将境修为，点亮我下辖的8座净化塔，你已经有了取死之道。这魔王境强者背后双翼扇动，掀起黑色的风暴，快速旋转冲击向陆长生。你是极品魔体？陆长生不顾其他，第一时间开口询问对方的魔体品级，因为他正需要一颗5品的魔王星。如果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这一次就可以得手，摘了他魔王星，得到这件用来修复乾坤古镜的材料。听到陆长生的话语，对面的魔王境强者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小子，看来你对我魔族了解的不少，告诉你也无妨，本王乃是4品魔体，放在你们灵域大陆之上，绝对可以跻身进入特殊体质排行榜。这魔王境强者扬起了下巴，高高在上俯瞰着陆长生，就仿佛看向一只蚂蚁。他很期待陆长生震惊恐惧的表情，但下一刻他却看到陆长生一脸的失望。这是为何？你有没有办法提升一下，把你的4品魔体进化成5品魔体？应该有这样的办法吧？陆长生没有放弃，而是十分客气询问了起来。5品魔体？魔王境强者顿时大怒，他认为陆长生是在嘲讽他，瞧不起他的4品魔体。难道他不想要5品魔体吗？他也想啊，但他的实力摆在那，不允许他进化成5品魔体。在魔族内部，当然是有着种种奇妙的手段，可以帮助魔体来进行进化。但他如果想要得到这样的机会，那就必须要立下足够的功劳才行。立下一个大功，就能够帮助5品魔体之下的魔体进化一次。如果是5品之上的魔体，想要进化，那就需要立下一个天功。杀了你，虽然不算大功，但也能积攒一个小功。给我内命来！魔王境强者怒喝一声，背后魔翼扇动之间，整个人化作一道黑光，疾驰而来。杀了我，只给一个小功？我现在可是东域大帝青云榜首，血云殿悬赏榜第1名啊！陆长生有些不满，他虽然一直在闭关修炼，但对于魔族的事情多少也知道了一些。魔族内部的功劳有着小功、大功、天功、神功之分，用这些功劳不仅可以净化魔体，还能够兑换到魔族的种种珍稀资源，用于修炼10个小功可以换算成一个大功，10个大功可以换算成一个天功，而最高级别的神功则是无法用天功来换算，只能是做出惊天动地的壮举才可以获取到神功。这套体系其实和天玄圣学府内部的天玄壁是同样的道理，只是形式不同而已。10年之前，浩气楼之灾当中，据说是有一位魔尊率领大量魔族，几乎完全侵占这片区域，快要冲出魔窟，打入天玄圣学府之内。也正因此，那位魔尊获得了半个神功。想要让神功完整，那就必须彻底冲出魔窟，率领麾下部将侵入到灵域大陆之上，才算是神功。当然了，
如果那位魔尊能杀了江上院长，也算是神功。只可惜他做不到，这也正是他如此仇恨江上院长的原因。此时，这位魔王境强者已经冲杀到了陆长生的面前。不管怎么说，先拿下这个小弓。而陆长生也是当场冷哼了一声，全身浩气狂涌。他将浩气圣典施展到了极致。在这段时间里，陆长生苦修浩气圣典，现如今体内已经有了48000颗浩气星辰，进展飞快，并且这48000颗浩气星辰已经有了19000颗，彻底与他的血肉灵气融合到了一起。不仅威能胜过以往，更是能够如臂指挥，随心所欲。浩气圣典的新生、融灵、归一这三境，陆长生现如今正处于融灵的阶段。磅礴的天青色浩气冲霄而起，所过之处，所有的魔气如汤卧雪般消散。浩然正气，这怎么可能？一瞬间，这名魔王境强者大惊失色，他立刻明白了过来，怪不得天玄圣学府竟敢派人来点亮净化塔，原来是重开了浩气楼。10年前，浩气楼学子死伤惨重，十不存一，浩然正气就此尘封，这让右鱼大尊以及他麾下的所有魔族全都松了一口气。但是现如今，这浩然正气重见天日，你修了浩然正气也没用，区区武将境，我翻手可灭。他怒吼一声，脸上露出狰狞的笑容，现出口中的尖锐利齿。此子修炼浩然正气，把他杀了，可以拿到2个小弓。重开浩气楼是好事，这意味着天玄圣学府会不断派人降临，点亮净化塔。他也终于有机会开始积攒功劳了。10年期间苦守此地，无法获取功劳，他心中早已焦急不已。据说自己曾经的对手在其他的区域屡立战功，魔体都已经提升到了5品层次，这让他羡慕不已。轰！但是下一刻，他脸上的笑容便是戛然而止，因为陆长生站在原地，手捏印诀之间，已经打出了一道毁天灭地般的印法来，并且这印法当中充斥着一股浓郁到极点般的浩然正气。天地间所有的魔气全都发出悲鸣，被浩然正气死死克制。紧接着，恐怖的力量袭来，造成碾压。只听一声巨响，这魔王境强者当场被镇压，从空中砸落到了地上，击打出一个大坑来。在他背后那一对魔翼也发出咔咔的脆响声，其中大量的骨骼被粉碎掉，导致这双魔翼无力瘫软下来，无法再支撑它飞行。与人族不同的是，魔族修行者成为魔王境之后，是身体直接生长出魔翼来，有骨骼，有血肉，而人族则是利用体内灵气来凝聚出双翼，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此时，这魔王境强者发出凄厉的惨叫声，眼神惊恐不已，看向陆长生。他没想到自己居然不是一招之敌，好恐怖的浩然正气，好强横的武学，你究竟是什么人？你绝对不是普通人！魔王境强者悲愤欲绝，他挣扎着爬起，飞速后退。4品魔体的魔王境的确厉害，接我一招灭世印，竟能不死。陆长生点点头，他刚才所施展出来的正是山海印当中的最后一印灭世印，只不过这道印法玄奥晦涩，他只是刚刚小成而已。唰！而随着陆长生开口，他迈出一步，身形瞬间化作了一道残影。风声烈烈当中，竟是夹杂着一丝清亮的啼鸣声。陆长生全身涌荡起一抹金光来，就仿佛化身成了一只金翅大鹏，转瞬间出现在了这魔王境强者的面前，一拳轰击而出。这正是陆长生这段时间在武学碑林使用9天青罗加持而修出的一道身法武学——天蓬纵横身法。此身法不仅拥有急速，更具备一定的震慑力。那魔王境强者的脑海之中被大鹏啼鸣的声音所惊扰，恍惚之间竟是没有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就已经被陆长生一拳硬汉在胸膛之上。轰！爆响声传开，陆长生这一拳凶猛到了极致，直接将这魔王境强者给狠狠灌在了地上，砸出一个深坑来。烟尘弥漫，铺天盖地，道道蛛网般的裂缝快速蔓延开来。这魔王境强者大口喷血，惊恐莫名。这真的是武将境吗？你是排名前10的特殊体质，你是哪一种特殊体质？天玄圣学府12楼，你是哪一楼的楼主？浩气楼，你修浩然正气，定是当代浩气楼主。这魔王境强者高声呼喊，眼睛死死盯着陆长生。不错，我正是当代浩气楼主，是我重开浩气楼，修浩然正气。陆长生点点头。至于体质的问题，他并未回答。说了，这魔王也听不懂。整个灵域大陆，整个魔域大陆，只怕是都不曾有人听闻过混沌仙魔体之名。好，如此天纵之资，死在你的手里也不算冤枉。你杀了我吧！这魔王境强者竟还是个有骨气的。陆长生瞬间就想到了沈家人，沈傲天、沈君文之流，贪生怕死，还不如魔族，这真的是一种悲哀。不过他并没有着急诛杀此人，
而是等了一会。你还不动手？你想羞辱我不成？这魔王境强者咬牙怒视陆长生，顿时给了陆长生一种与体修对话的感觉。天荒楼当中这种性格的人可不少，生死之间有大恐怖。你难道就不怕死吗？你难道没有一种生死关头体质要进化的感觉吗？陆长生还是不太甘心，好不容易遇到了一尊魔王境，还是4品魔体，距离他的要求只差1线，或许此人能够临阵突破呢。我明白了，你想要5品魔王心。此时这魔王境强者当场猜到了陆长生的想法，随后他就笑了起来。你在做梦，魔体又不是境界，生死关头可能会出现临阵突破的情况，但你们人族那边难道有人快死了就突然之间特殊体质变强吗？你们人族的特殊体质是需要通过种种天材地宝、丹药之类的东西来提升，我们魔族的魔体也一样。你别想从我身上得到5品魔王心。这魔王境强者嘲讽陆长生道。你说的对。陆长生点点头，然后轰出一拳击碎此人头颅。虽然没有得到5品魔王心，但这家伙的魔族精血也相当的不错，就连最难凝聚的魔元头颅也都凝聚了一半。陆长生点点头，迈步向前而去。他将3颗进化珠依次放置在了前方3座进化塔的塔顶，镶嵌在其中，严丝合缝。嗡嗡嗡，顿时奇妙的一幕出现。他所负责的这片区域之内，11座进化塔已经尽数被点亮，每一座进化塔都在发出嗡鸣之声，彼此共振。浓郁的白色光华顺着大地与天空不断的流淌，进一步净化着这方天地间的魔气。陆长生手握天玄令，他看到在那一部分地图之上，赫然是有着一块淡黑色的区域彻底变成了白色。而与此同时，其他人也全都是发现了这一点，齐齐惊呼不止。陆长生完成了他的任务，11座进化塔全部点亮，照亮了一大片范围。快，太快了，我们全都输给了一个新生。算了，不能跟他比，他可不是普通的新生啊。说的是，咱们注意安全，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贪功冒进。诸多老生透过手中的天玄令交流着，安慰着彼此。面对陆长生这种不讲道理的人，他们还能怎么办？如果非要钻牛角尖，那就不要修炼了。有一小块区域完全亮起，应该是长生，缓缓流淌的黑色魔气河流不死河。江上盘坐在岸边，感应着9宫乾元大阵的变化，脸上露出笑容来。他能够感受到面前的不死河已经受到了一丝微弱的影响，那河流当中的魔气有所减弱，这个程度极轻，就仿佛是9牛1毛，寻常人根本就难以察觉。但这般变化却是瞒不住江上院长以及不死河对面的幼鱼大尊。看着江上院长的笑容，幼鱼大尊的眼中机遇喷火。江上，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你们天玄圣学府注定要被我覆灭掉，哪怕重开浩气楼又如何？你们不可能将整个9宫乾元大阵完全点亮。幼鱼大尊虽是可爱的小女孩模样，但却愤怒到破音。见状，江上院长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小小孩童怎地这么大火气呢？这阵法能否完全点亮，你说了可不算哦。自从陆长生进入天玄圣学府以来，江上院长只感觉前所未有的心情舒畅，一扫这10年之间的阴霾。此时他故意用这种语气来说话，玩心大起。果然，这幼鱼大尊暴怒，再一次出手攻伐而来。他重新变成了少女的模样，对着江上院长狂轰滥炸，让那不死河的河水都沸腾了起来。小孩子就是小孩子，屡败屡战，精神可嘉，要不要我赏你一个神功？哈哈哈哈！实在不行，你还是回家吃奶去吧。江上院长连番嘲讽，让这幼鱼大尊气得全身颤抖。他的身躯再一次被打崩，融入不死河水当中，重新化作了小女孩的模样，回到了岸上。只见他全身颤抖着，竟是抽泣了起来，被气哭。啧，原来魔族人的眼泪居然不是黑色的。江上院长阴阳怪气道。对面的幼鱼大尊一句话也不想说，只是在那抹着眼泪。有句话江上院长还真没说错，别看他贵为大尊之境，但在年龄上却真的还是个小孩子，还不如陆长生大呢。而此时陆长生等一众天玄学子也是再一次感受到了天地间的猛烈震荡波动。毫无疑问，这肯定是江上院长又和对面的那位魔族大尊强者打起来了。陆长生神色有些怪异，因为他的心中有一种感觉，那就是这场战斗很可能跟自己刚刚肃清了一片区域有关。接下来陆长生查看着天玄令当中的地图，除了他这里完全点亮之外，其他的区域进展也都还不错。总的来说，这离宫区域的108座进化塔已经被点亮了82座，还剩下26座已经进入到了收尾的阶段。这里剩下的进化塔比较多，我可以预见飞过去看看。我不抢功，就是过去看看。陆长生看向一片区域，
自言自语道。但也就在下一刻，他手中的天玄令却突然震动了起来，并且冒出一股红光。与此同时，陆长生收到了一串急促而惊惶的信息：诸位，我是池破山，我遭遇2尊魔王，我遭遇2尊魔王，是池破山学长，他遇险了。瞬间，陆长生全身一震，没有丝毫的迟疑，便是御剑赶赴向池破山所在的区域。池破山遭遇2尊魔王境，他是3星院的学长，天荒楼的副楼主之一，修为则是在半步武王的境界，只差一步便是可以突破成为武王境，并且他的正常战力应对1尊魔王那是没有问题的。可谁能想到，在他所负责的区域当中，竟是会出现2尊魔王。此时的池破山只剩下最后一座净化塔还没有点亮，但也正是这最后一座净化塔，竟然有2尊魔王守护。破山兄，撑住，我马上到。2尊魔王竟是2尊魔王，他所负责的区域是离宫区域的核心，出现2尊魔王，虽然是意料之外，但也在情理之中。不要废话了，都赶过去支援。谁修了浩然正气，速去驰援。我们全都是武将境，想要以弱胜强，必须要有浩然正气加持。诸位学长，我是陆长生，我刚刚斩杀1尊魔王，我正在赶赴池破山学长所在，交给我。陆长生御剑飞行，手握天玄令，开口说道。听到他的话语，所有人都是心中一震。原来陆长生不仅是率先完成了任务，更已经斩杀了1尊魔王，这差距太大了。他们当中除了池破山之外，还没有其他人遭遇到魔王境强者。长生学弟，你没事吧？刚刚斩杀魔王，只怕状态不佳，你不要逞强，我马上就到了。长生学弟，你有没有受伤？我没事，大家放心。陆长生的话语让众人全都沉默了下来。听陆长生语气不似有假，如果他真的受伤，又如何去面对2尊魔王境？所以说他是无伤击杀了1名魔王吗？当真恐怖如斯。而此时在一座净化塔的前方，正有着狂躁的魔气在狂涌，天地间一片漆黑，竟是有着一张巨大的黑死魔皮将此地彻底笼罩住。池破山死死咬牙盯着面前的2道身影，那是2名魔王境，背生双翼，傲立在空中。只要这一座净化塔不亮，这离宫区域就无法被彻底净化。天玄圣学府的动作只能是功亏一篑。一名男性魔王开口冷笑：我要吃了他，体秀的肉最紧致，已经10年没有吃到了。男性魔王的身旁则是一名女性魔王，眼神贪婪盯着池破山，并且还伸出猩红的舌头舔了舔尖锐的獠牙。这一幕让池破山心中绝望，我恐怕是回不去了。就算有人想来救我，也需要先打破外面这层魔皮。一念及此，池破山的心中已经有了死志，他决定今日拼了这条命，也要杀死1名魔王。这样的话，其他学子赶到之后，就可以联手击杀剩下的那名魔王，彻底拿下这片区域，点亮离宫。轰！下一刻，池破山全身一震，磅礴的力量狂涌，他隔空出拳，轰击向那名女性魔王。开山36式，一个硕大的拳印出现，狠狠砸落而下。这一拳有开山之力，但那女性魔王却是身形纹丝不动，背后魔翼煽动，依旧悬浮在空中，面露嘲讽蝼蚁之力。男性魔王开口怒喝一声，凌空一脚踏下，拳脚相碰，恐怖的能量波动爆炸开来。池破山受到冲击，脚步不断后退。同时，那男性魔王强者也是已经欺身而进，当头一掌劈向池破山头颅。这一掌如果击中，足以拍碎池破山天灵。砰！关键时刻，池破山继续施展武学，双拳齐出，与这魔王展开对轰。猛烈的炸响之声不绝于耳，池破山被压着打，节节败退。每一次的对碰都会让他的拳头感到剧痛，溢出鲜血来，就仿佛骨骼都要碎裂一般，双臂早已彻底麻木，但他依旧在咬牙战斗。不愧是天玄圣学府的体修，真是皮糙肉厚。你在天荒楼当中地位应该不低吧？这魔王狞笑一声，飞起一脚将池破山踢飞出去。池破山大口喷血，身形撞击在了黑死魔皮上，发出巨大的震荡。那黑死魔皮快速蠕动之间，欲要将池破山的身躯给彻底包裹住。顿时，池破山剧烈挣扎起来。如果被这黑死魔皮给包裹住，那就彻底没有希望了，只能等死。给我滚开！池破山怒吼一声，全身血肉都在此刻爆发出轰鸣之声，双目变得通红。他奋力挣脱黑死魔皮，身形跌落在地，呼吸急促之间取出丹药服下，并且激活了一道天玄护体罩。天玄护体罩，这可真是好久不见啊！不过你再如何挣扎也都是徒劳，今日你必死无疑。对面的魔王狞笑之间，迈步走向池破山。打不过，完全不是对手。他就算不是五品魔体，也差之不远。如果我是特殊体质，或者修炼了浩然正气诀，
或许还有一线希望。但池破山躲在天玄护体罩当中，眼神暗淡，心中满是不甘。他并非特殊体质，而是凡体，并且在陆长生重开浩气楼之后的这段时间里，他一直都在学府外面为一件任务忙碌，没有来得及去进入浩气楼修浩然正气。可惜我没有办法看到天玄圣学府重新崛起的那一天了。大哥，请不要为我流泪。池破山紧握着手中的天玄令，说出遗言。而此时那魔王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伸出一只手掌来，按在了天玄护体罩之上。嗤嗤，浓烈的魔气涌动，快速腐蚀着这一道天玄护体罩。见状，池破山低眉，深吸一口气，暗暗酝酿着力量，只等这天玄护体罩被破开，他便会全力出手，打出自己生命当中的最后一击。既然杀不了你，那就伤你。天玄学子从不畏死，勇气倒是可嘉，但我战斗的时候，你小子毛都还没长齐呢，我怎么可能会给你伤我的机会？随着天玄护体罩被破开，那魔王冷笑一声，背后双翼狂舞之间，整个人直接扶摇而上飞了起来。池破山怒吼打出的一拳直接落空。听到两名魔王嘲讽的笑声，池破山心中悲愤无比。他不怕死，但怕自己死的没有价值。作为天荒楼的副楼主之一，当代楼主池吞海的弟弟，他竟是连伤到一名魔王都做不到。哈哈哈哈！玩的差不多了，把它吃掉。先把心脏挖出来，那热乎乎的心脏嚼着最脆爽。女性魔王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吃掉眼前这名体修。吃啦！但也就在此刻，这被魔皮所笼罩的昏暗天地之间，赫然是有着一道光亮出现。伴随着刺耳的撕裂之声，有一道身影脚踏琉璃色宝剑疾驰而来。在他的身上，一股惊人的浩气冲霄而起，所过之处魔气如汤卧雪。陆长生感到剑斩魔皮，浩气凌霄。一瞬间，恐怖的力量铺天盖地倾泻而出，彻底笼罩此地。剑光凛冽，将那一张巨大的魔皮给斩出一个缺口，余威不减，对着那名女性魔王境强者当头落下。什么？两名魔王境强者全都是大惊失色，根本就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那名女性魔王境强者已经被这当头一剑从空中斩落而下，她整个人的身上出现了一道纵深的剑痕，简直就是要将她斩作两半。鲜血淋漓，恐怖的杀机入体，疯狂磨灭着她体内的生机。浩然正气鼓荡，消弭掉魔气，让她发出凄厉的惨叫声，竟是在地上打滚。一剑，仅仅一剑，破魔皮，斩魔王。陆长生御剑而来，如同天神下凡。轰！一道轰鸣之声爆响开来，激起漫天的烟尘。陆长生身形落地，护住了身后的池破山，正对向面前的魔王境强者。池破山瞪大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面前的那一道少年身影，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吃了一嘴的沙子。是浩然正气！徒生救我，快救救我！那女性魔王境强者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被陆长生一剑斩中，已然是身受重伤。他全身冒出大量黑色魔气，然后凭空消散。身上那道剑很深可见骨，并且还在不断的扩大着，变得更粗更深。他已经承受不住。见状，那名为徒生的男性魔王境强者也是眉头紧锁起来。没想到居然发生如此变故。长生学弟！池破山全身颤抖不止，激动万分。破山学长，这两个魔王都是极品魔体。陆长生头也不回，问出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长生学弟小心，此人就算不是五品魔体，但也差之不远。池破山连忙提醒道，他可是天荒楼的体修，可是在对战的过程当中，却能够明显感觉到身体的强度不够，每一次的对碰都会传出剧痛，让他身体受损。五品！陆长生眼前一亮，看向对面的徒生。哼，算你有眼光，我距离五品魔体仅有半步之遥，现在我立刻就可以成为五品魔体。徒生冷哼一声，开口说道。徒生救我！在徒生的背后，那女性魔王境强者还在求救。陆长生这一剑实在太过可怕，无论是浩然正气还是神剑气，都让他无法抵抗。继续这样下去，他就算是死不了，也会境界下跌，魔体受到不可逆的损伤。此时徒生终于是有了动作，但却不是救人，而是杀人。只见他抬起手来，一道道的魔气释放而出，化作黑色的锁链，纠缠住那名女性魔王境强者的四肢，将他带到了面前。你要干什么？别这样，徒生，求求你别这样啊！女性魔王境强者似乎是知道徒生的打算，吓得全身剧颤，连忙开口求饶。但徒生却是冷冽一笑，伸出手来，直接穿透他的胸膛，让他发出一声刺耳的惨叫。陆长生甚至能够听到徒生的手掌在他的体内穿破血肉的声音，然后抓住了一颗正在跳动的心脏，
狠狠一抓，挖心。随着心脏被挖出，这名女性魔王镜当场死亡，而她的心脏鲜血淋漓，还在徒生的手掌上跳动着。这就是魔王心。陆长生眼前一亮，这魔王心并不像是他想象当中那么狰狞，也不似血肉构成，而是一种好似晶体的状态，十分神奇。吃了这颗魔王心，我的魔体就可以提升到5品层次。小子，你修炼浩然正气，已经有了取死之道。徒生伸出了舌头，卷住这颗魔王心。只见他的舌头上竟然生出一根根倒刺，嘴巴张大，好似就连头颅都要被打开一般。这恐怖的景象让人汗毛倒竖。咔咔咔，一声声的脆响声传开，徒生咀嚼着口中的魔王心，然后咽下肚。瞬间，一股股的黑色气浪以他为中心，伴随着心跳的节奏四散开来。咚咚，这心跳声如同擂鼓一般，竟是引得陆长生和池破山的心跳也跟着一起加快，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池破山面色大变，脚步连连后退，这才好受了不少。长生学弟快退！池破山发出惊呼，提醒陆长生后退。但陆长生并未有任何的动作，反而是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幕。现在你达到5品魔体了吗？陆长生期待问道。不错，我已经5品魔体。你很荣幸能够成为我进入5品魔体的第一个战利品，我会将你的头颅收藏起来，挂在我身后的净化塔上。徒生眼瞳泛着精纯的黑芒，一身力量如同暗流狂涌，尽显强大。紧接着他手掌一招，只见那张巨大的黑死魔皮飞来，自动附着在了他的身上，化作一道披风，迎风招展。下一刻，徒生踏出一步，攻向陆长生。轰！陆长生见猎欣喜，将是神剑插在地上，施展出天蓬纵横身法，迎了上去，金光纵地。天地间有大鹏鸟的啼鸣之声响起，带来巨大的精神冲击。看到这一幕，那池破山已然是目瞪口呆。长生学弟他竟然要与一名5品魔体的魔王境正面战斗。要知道，他现如今的境界似乎依旧只有武将境吧。破山兄还在吗？情况如何了？破山兄收到，请回复。我距离很近，已经察觉到了战斗的波动，有大战发生。我也快到了，好恐怖的战斗波动，我似乎听到龙吟之声，发生什么事了？诸位，我是池破山，我没事。是长生学弟赶到，他斩伤一名魔王，正在与另外一名魔王激战。大家快来帮忙！那名魔王境在刚刚突破到了5品魔体，强大绝伦。什么？竟是5品魔体？这足以相当于特殊体质排名前30的存在啊！一道道的惊呼之声响起，不仅是震撼于5品魔体，更震撼于陆长生的战力。虽是3言2语的交流，但却足以看出陆长生究竟有多强大。隆隆，此时陆长生正在施展出一套掌法来，压着对面的徒生在打。金光滔天，有龙吟声响起，陆长生出拳如同一条游龙，大开大合，威势非凡到了极致。9品武学金龙镇魔掌，这是陆长生为了此次任务专门花费了大量时间，在那武学碑林当中钻研，这才修成的一门强大武学。随着陆长生快速变强，他所遇到的对手也愈发强悍，5品级别的魔元撼地拳已经开始有些不够用了。于是陆长生专门修炼了这一套掌法来，而他也没有让陆长生失望。轰！又是一掌怒劈而下，狠狠拍击在了徒生的胸口，金光闪耀不止，龙吟声惊天动地，徒生大口喷血，被陆长生打得倒飞了出去。徒生恨欲狂，发出刺耳的啸叫之声，眼睛瞪大，死死盯着陆长生。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此子真的只有武将境吗？可他的力量是那么的雄浑，如同浩瀚的汪洋，仿佛用之不竭。太凶猛！徒生只感觉似乎是在面对一条洪荒猛兽，完全被压制。刚刚突破5品魔体，竟然遇到此等对手，他的心中已经生出了退意来。看向那正在激动呐喊欢呼的池破山，徒生心中一动，顿时有了主意。下一刻，他全身一震，挥手之间将化作披风的黑死魔皮施展而出，包裹向陆长生。陆长生立刻出手，一掌拍向黑死魔皮，黑死魔皮展开，覆盖向陆长生，应接这一掌。轰鸣之间，惊人的一幕出现，魔皮之上被打出一个巨大的掌印，这导致整张魔皮彻底变形，生出一个手掌形状的凸起，高高隆起。可这魔皮硬是不破，反而快速蠕动之间消解了这一掌的力量，然后继续包裹向陆长生。见状，陆长生大怒：“黑死魔皮，给我滚！”一声怒吼，陆长生招手射来是神剑，一剑斩下。哧啦，魔皮如同一块破布般被撕开一条大口子，发出刺耳的呜咽声。陆长生继续出剑，恐怖的剑气肆虐，加持浩然正气，把魔皮斩碎变成数十块，一块块的魔皮跌落在地，冒出滚滚黑烟，扶摇直上。可也就在陆长生解决掉魔皮之后，
却发现涂生正在快速接近池破山。池破山面色惊恐，拼命后退，但他的速度不如涂生，眼看着就要被追上。陆长生瞬间明白了涂生的意图，此人发现不是对手之后，竟然想抓住池破山，以此来要挟陆长生。我真傻，真的，我应该再退远一点的，不该如此靠近。池破山满嘴发苦，心中后悔不迭，但同时他也已经做出了决断，看着不断逼近的涂生，发出冷笑：该死的魔族，你休想用我来要挟长生学弟！长生学弟，你不用管我，把他杀了！池破山开口高呼道。唰！下一刻，一抹金光闪耀，仿佛有大鹏振翅的声音响起，一道充满愤怒的提名声响起，并且还伴随着龙吟。天蓬纵横，金龙震魔，两大武学齐出，陆长生一个闪身便是出现在了涂生的身后，狠狠一掌烙印在了他的腰间。砰！巨响声炸裂开来，如同雷霆般爆裂，狂猛的能量波动惊天动地。陆长生这一掌直接打断了涂生的腰椎，让他整个人反向弯折了过来。哈哈！涂生发出凄厉的惨叫声，大口喷血，但他居然还有反抗之力。猛烈的心跳声如同密集的鼓点般响起，震得池破山连连后退。他也正好趁势远离此地。恰好有一名天玄学子御剑飞来，赫然是听雨楼的萧文轩赶到。继续后退，我们不要影响到长生学弟战斗。池破山连忙喊道。闻言，萧文轩一愣，他是来帮忙的，可池破山却让他后退。但接下来，萧文轩便是看到了令人震惊无比的一幕。只见在前方大地之上已经是千疮百孔，一片狼藉。一名魔王境的尸体躺倒在血泊当中，心口之处有一个大洞，已经死亡。陆长生脚踩在另外一名魔王境的头颅之上，如同天神降世般无敌。那魔王境还在剧烈挣扎着，心跳的频率已经达到了最快，全身黑色的魔气都在沸腾，背后的一对魔翼狂震，想要带着他飞起来逃走。但下一刻，陆长生大笑一声，直接伸出手掌，握住生满尖刺和突出骨节的狰狞魔翼，狠狠一撕。吃啦！令人头皮发麻的声音响起，这一只魔翼被陆长生连根撕裂，扔在了一旁。涂生爆发出凄厉的惨叫，不绝于耳。仅剩下的一只魔翼还在挣扎着颤动，依旧没有放弃。不错，比沈家人强多了。陆长生出手撕裂另外一只魔翼。脚踏魔王，手撕魔翼，陆长生如同一尊杀神，浴血而狂，但涂生还在挣扎。他全身一片片黑鳞尽数张开，要做最后的一搏。可惜陆长生没有给他这个机会。也就在这些黑鳞欲要迸发而出的时候，陆长生并掌为刀，雄浑的浩然正气包裹住手掌，直接狠狠插入涂生的后心之处。赤，就仿佛烧到通红的刀子刺进了凝固的油当中，阵阵黑烟冒起，涂生全身瞬间变得僵直起来。陆长生一把抓住那颗魔心，狠狠一拽，魔心被摘，涂生整个人的生命力开始了不可逆转的消散。他死死瞪大眼睛，咽下最后一口气，气绝身亡。战斗结束，陆长生就如同是一尊无敌的天神下凡而来，脚踏魔王，摘其魔心。看向手中的那一颗五品魔心，陆长生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只见这颗魔心就像是一件艺术品，散发出晶莹的黑色光泽，在他的手掌之上发出微微的嗡鸣之声。五品魔心到手，陆长生收起这颗魔心，顺势要将此地这2名魔王境的尸体炼化掉。魔猿嘶吼声传出，魔猿的头颅也彻底的凝聚了出来。但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这魔猿的双目却是暗淡无光，缺了魔心。陆长生心中一动，瞬间明白了过来。他能够感受到魔猿虚影对于那颗五品魔心的渴望，那应该就是凝聚出魔猿双目的关键。毕竟这2尊魔王全都失去了魔心，残缺不全。下次一定。陆长生心中的喃道。随后他抬眼望去，只见四面八方尽数是有着一道道的身影，正疾驰而来，赶到了此地。长生学弟，我来晚了。无敌！长生学弟无敌，杀魔王如土狗，脚踏魔王，手撕魔翼，太震撼！你们看到没有？那张巨大的魔皮似乎可以遮天蔽日，但长生学弟刷刷几剑就给斩了。长生学弟，来我听雨楼挂个名吧，有好处的。你过来，我跟你细说。萧文轩，你走开。长生学弟是炼药师，应该来我天药楼挂名，来了就是副楼主，每个月领天玄币、药材还有丹药，应有尽有。一名明天玄学子赶到，争相与陆长生对话，每个人全都是神色激动不已，心情久久难以平复。长生学弟，大恩不言谢，我欠你一条命。石破山神情严肃，对陆长生行了一礼。破山学长，我一向敬崇天荒楼的体修，都是真性情，不必如此。大家都是天玄学子，理应互相扶持，除了沈家人，都是我陆长生的同门。陆长生将石破山扶了起来。沈家人不行，
我不懂他们在高傲什么。说得对，沈家人与长生学弟作对，就是与我车文海作对。当代摘星楼主便是沈家四子当中的沈开天，他还扬言要抽空出手教训长生学弟一番。我这一次回去就退出摘星楼。哼，好气楼不出的年代，这才山中无老虎，让猴子称了霸王。没错，现在好气楼已开，一个崭新的时代降临，那就是长生学弟的时代。有长生学弟，必能带领我天玄学子力压道元，不出10年就能摘了道元的圣子，杀了宗万道老贼。眼看着这些人越吹越离谱，陆长生马上都要带兵打到魔域大陆去了。陆长生赶紧喊停：诸位学长，事不宜迟，我们尽快点亮所有的净化塔，让离宫区域完全亮起，也能帮助到江上院长。陆长生指向身后的净化塔说道。众人连连点头称是。石破山出手取出一枚净化珠，放置在了前方的净化塔之上。接下来还剩下几座零星的净化塔没有完成，众人一起走了一趟，快速将其全部点亮。嗡嗡嗡嗡嗡，一瞬间大量的嗡鸣之声爆响开来，顺着大地疯狂律动起来，天地间的嘈杂声一扫而空，所有的魔气如汤卧雪。如果此时有人能够在天空之上俯瞰下来的话，就会发现在这一片庞大无边的区域当中，赫然是有着一块区域当中星罗棋布的108座净化塔纷纷闪耀出次目的白光，生出道道光柱直冲云霄。惊天伟地的力量在悄然运转。与此同时，江上院长和右于大尊中间的那条不死河猛然一滞。我的不死河！瞬间，右于大尊发出怨毒的尖叫声，双目当中黑色的鱿鱼快速旋转，死死盯着这条不死河。九宫乾元大阵的力量随着离宫区域的点亮初步激活，开始针对向这条不死河。河流当中的魔气正在被泯灭掉，这同样对右于大尊造成了创伤。哈哈哈哈！这些小家伙们动作还挺快，虽说离宫区域最为简单，但应该也是有着魔王境强者守护吧，看来也不经打。江上院长大笑起来，只感觉心情无比的舒畅。随后他便是看到眼前这条不死河开始收缩后退，右于大尊面色冰冷，一言不发，带着不死河后退1000丈，这才停下。江上，你不要高兴得太早。10年前你天玄圣学府精锐尽出，不久宫乾元大阵，最终还不是功亏一篑，死伤惨重，直接被迫关闭好气楼。10年前没办到的事情，10年后更不可能办到，迟早有一天我会踏平你天玄圣学府。右于大尊放出狠话，恶狠狠盯着江上院长。你且擦亮眼睛好好看着吧，说不定最终都不需要我来动手，能斩你的另有其人。江上院长的眼前浮现出陆长生的身影，这小子说不定真的可以做到这一步，毕竟在他的身上可从来都不缺少奇迹这种东西啊。唰，好气楼地下魔窟的入口扭曲，一道道的身影自其中迈步而出，每个人都是兴高采烈，喜形于色。苏心院长，我们成功了，没有人死亡，大获全胜。多亏了长生学弟，是他力挽狂澜。太可惜了，苏心院长，你没有看到长生学弟脚踏魔王，徒手撕魔翼，摘魔心的壮举。我要赶紧将这件事告诉所有人。一道道兴奋的声音不断响起。苏心院长脸上满是笑容，看着陆长生不住点头。苏心院长，我已摘得5品魔王心。陆长生对苏心院长说道。长生做得不错，有没有受伤？苏心院长关切问道。陆长生摇头，但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就被一阵鬼哭狼嚎给打断。哎呦，苏心院长，我受伤了，您快帮我看看。就是，我也受伤了，您不能偏心啊。苏心院长看我一眼吧，求求您了。大家都特别喜欢苏心院长，逮到机会怎么能放过？苏心院长笑骂着，把他们全都给赶走。陆长生也回到了好气楼当中，打算继续修行。接下来的重心，他打算集中到好气盛典与境界的提升上，然后等待着炼药师大会的开启。不过，也就在此时，一件事情轰动了整个天玄圣学府。摘星楼出现大量学子退出的事情。在这10年之间，摘星楼是天玄圣学府第1楼，沈家是东域大地第1世家，摘星楼一直都是以沈家人为主，历代楼主当中10个能有8个都是沈家人。曾有学子想要加入摘星楼，名额却被暗箱操作安排给了沈家人。平日里沈家人行事霸道，早就惹了众怒，只不过大部分的人都是敢怒不敢言罢了。但现在不同了，陆长生力压沈家4子当中的沈傲天、沈问天，并且在古皇遗迹当中强势斩杀青云榜首沈无忌。沈家年轻一代几乎全部都要被陆长生踩在脚下，似乎沈家的光环也并非那么无敌。我退出摘星楼，摘星楼还不如叫沈家楼算了，谁愿意待在这？走了，兄弟们，我要去长生学弟的好气楼，只有浩然正气才能克制魔族。等等，
想修炼浩然正气诀，也不需要退出摘星楼啊，可以同时在2个楼的。呵呵，好气楼一团和气，长生学弟彬彬有礼，不像是摘星楼的某些人，整天还想对我动手动脚，真恶心。我入摘星楼已经3年了，却一直没能学到摘星手。现如今习得摘星手的人当中，10个有9个都是沈家人。我呸！仰天大笑，出门去也。12楼当中的霸主回来了，我要去见证曾经的辉煌再次崛起。一名名加入摘星楼的学子纷纷退出，来到了好气楼。转眼间，摘星楼近乎是人去楼空，只剩下一些沈家人以及沈家的走狗死忠。整个天玄圣学府震荡。而在那摘星楼顶漫天星空之下，有一人盘坐，对着星空伸出手掌，仿佛要摘下星辰重开好气楼。你陆长生难道真以为这好气楼是你开的？沈开天语气十分不屑。哥，你说怎么办吧？咱们直接打过去，废了那陆长生，我沈家不可辱。在沈开天的背后是一道魁梧的身影，瓮声瓮气开口。他的身影遮住了月光，落下一层阴影，笼罩住沈开天。拜天，其实你更适合天荒楼。不要急，我这圣瞳也是很久都没有睁开了，就拿着陆长生的血来养一养。沈开天遥望着好气楼的方向，冷声笑道。第2天，一则消息自摘星楼内传出，当代摘星楼主，沈家年轻一代之魁首，沈家4子之首，5星院学子，东域大帝乾坤榜第8名，武皇靖沈开天发出一封邀请函，邀请当代好气楼主陆长生前来摘星楼问道。消息传出，一片哗然，整个天玄圣学府骂声一片。长生学弟，你不要去，那个沈开天为人阴毒，绝对是不怀好意。他都武皇境了，还在乾坤榜上名列第8，怎么好意思的？好气楼当中，许木子气冲冲喊道：木子学姐，你不要生气，也不要着急，你先跟我说说关于这个问道的详细内容，我再做打算。陆长生笑着说道。他和沈家的梁子早已结下，不可消解，那是不死不休的局面。如果不是江上院长威胁了沈关奇一番，恐怕沈家早已大肆对陆长生动手。问道啊，那是某一代摘星楼主创出来的，那也是个沈家人，后来死在了魔窟里面。邀请你去问道，意思就是让你去摘星楼里面一层层攀登，挑战历任摘星楼主留下的化身之影。那些化身之影会保持与问道者同等实力，你使出几分力，化身之影就会自动调整成同样的力量，所以考验的就是对武学的掌控。如果成功的话，哪怕你不是摘星楼的人，也能得到摘星手的传承，失败了也没什么惩罚，没什么危险，顶多受到点轻伤。许木子给陆长生讲解道。但你可千万不能去，天知道那沈开天能搞出什么幺蛾子，他就是那种阴险的毒蛇，会冷不丁咬你一口。看到陆长生一动，他赶紧又继续劝阻起来。多谢木子学姐，我明白了。沈开天这是想挫我锐气，坏我武道进取之心。陆长生笑了起来。对，我就想这么说来着，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直接拒绝就行了，让他滚蛋。许木子脸有些红，看看陆长生是怎么说的，再看看他自己怎么说的。幺蛾子，阴险的毒蛇，还是长生学弟厉害啊，长得那么好看，说出来的话也很高级呢。但接下来陆长生说出来的话却是许木子的脸瞬间垮了下来，麻烦木子学姐帮我去说一声。3日之后，陆长生入摘星楼问道。陆长生深吸一口气，沉声开口说道。3日之后，陆长生入摘星楼问道。陆长生的声音掷地有声，不容置疑。最终许木子还是没有继续劝阻陆长生，因为他知道陆长生心意已决。于是一则消息自好气楼传出，快速传遍了整个天玄圣学府，乃至偌大的东域大地之上都开始流传着这个消息。问道摘星，期待长生学弟再次创造一个奇迹来。没错，沈开天心思阴毒，想阻碍长生学弟一往无前的不败气势，真是可笑。长生学弟何许人也？那是天神下凡，手撕魔王的存在，沈开天有什么战绩吗？说得好，沈开天这一代想把摘星楼都变成沈家的，殊不知现在根本没人稀罕摘星楼了，哈哈哈哈。坐等3日之后，长生学弟单手镇压摘星楼历代楼主，我已经准备好观战了。自从长生学弟进入天玄圣学府之后，简直精彩无限，呼声很高，所有人全都在期待着3日之后的问道。这也算是一场盛事了。要知道，上一次有人问到摘星，那还是8年前的事情。那是一位曾经的好气楼学子，在好气楼被迫关闭之后，他欲要加入摘星楼去学习摘星手，可却被摘星楼拒之门外。他一怒之下问到摘星，虽然说最终惜败，但也算是虽败犹荣。现如今那一位学子已经从天玄圣学府毕业离开，据说是前往中州大地去投奔李青山去了，外界喧嚣不已。而在好气楼之内，陆长生却是心情宁静，他坐在好气楼顶，双目微垂，
面色淡然。3天的时间，陆长生没有去修炼武学，也没有去提升境界，就这么静静地坐着，好似即将去问道的人不是他一样。但整个好气楼没有任何一个人去打扰他。陆长生高坐云端之上，就仿佛是在呼吸这片天地。陆长生将问道的时间定在3日之后，如今却高坐云端，没有任何动静。哥，他想干什么？此时的摘星楼近乎是人去楼空一般，十分冷清。摘星楼顶，沈拜天有些疑惑，看向前方的沈开天问道。沈开天的面色不太好看。弟弟沈拜天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这在他圣童沈家算是一个异类。他有些懒得回答这个问题，但看着愚蠢的弟弟，他还是叹了一口气。拜天，他是在酝酿气势，就像是一把藏锋的剑，即将出鞘。沈开天看向好气楼方向，眼神有些忌惮。陆长生此人极不简单，否则的话也不可能在霸体被夺之后硬是逆天崛起，创造神话。剑，陆长生的确也修剑。哥，你的意思是他要用剑术来问道？沈拜天挠了挠头，但这一次沈开天没有再理睬他了，因为他明白这已经超出了沈拜天这个体修的理解范畴。就如同夏虫不可语冰，陆长生，有我在，你休想问道成功。此番挫你锐气，坏你不败之心，带你去我沈家，入古风王台，便是你的死期。沈开天心中暗道。接下来时间缓缓流逝，陆长生依旧是没有任何的动静。在好气楼前方的广场之上，时常有人抬起头来，想要看看他在干什么。偶尔有山风吹拂而来，让天际之上的云层散开一霎，只会显露出一道盘膝而坐的身影，宛如天上的仙人。陆长生全身的气势都在缓缓的内敛，就仿佛收起了以往的所有锋芒。他面色古井无波，心静如水。高空之上，素心院长现身，但他生怕打扰到陆长生，所以只是隔着遥远的距离看着。抛开天赋与资质不谈，其实长生的这般心性才是最为难得的。被夺霸体的痛苦，跌落尘埃的境遇都压不垮他，却磨砺出一颗勇猛精进的无敌武道之心。素心院长心中感慨不已。陆长生是现如今整个东域最为炙手可热的天骄，名声大噪，如日中天。但世人却并没有想过，他曾经都经历了什么。转眼之间，2日的时间匆匆而过，整个天玄圣学府之内都是一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好气楼与摘星楼都是一片安静，2座高耸入云的塔楼相对而立，这中间的空气都仿佛停止了流动。而当最后一天的时间也是彻底的结束之时，天际之上红日初升，将云层渲染化作灿金色。陆长生睁开了眼睛，唰，刹那之间，一股惊人的气势冲霄而起，战意凌霄，就如同3尺清风出鞘，一剑光寒。一瞬间，整个天玄圣学府震荡，那是一股无敌的战意，象征着一颗勇猛精进到了极致的武道之心正在大放光芒。陆长生迈步走向摘星楼，他要去问道。沈开天想挫败长生学弟，坏他武道无敌的气势，但长生学弟3日时间藏锋，一招出鞘，此番问道摘星必能时当时绝，千钧辟易。好气楼中，许木子高呼出声，这是他辛苦查阅书籍这才想出来的话语，对此他非常满意。清风出鞘，战意惊天，不愧是长生学弟，他必能问道成功。沈开天不配做那摘星人，伸手摘星还要看长生学弟。等等，你们在说什么？我一直纳闷呢，长生学弟为什么不直接打上去，非要等3天？天荒楼的体修，你看到那边有块石头没？你去举起来玩会儿。整个天玄圣学府一片喧嚣，沸沸扬扬，一道道的身影跟随在陆长生的身后来到摘星楼前。在这个过程当中，陆长生徐徐而行，每一步踏出，身上的战意便是更强一分。那一股无敌的气势，如同是还在酝酿的海啸，自他的体内流淌而出，欲要倾覆着眼前的摘星楼。看到这一幕，那原本胜券在握的沈开天也是忍不住悄然握紧了附在背后的双手。陆长生此子有无敌之势，在某一个瞬间，他也曾暗暗后悔，甚至把一切怪到了沈傲天的头上。但是已至此，沈家与陆长生注定无法善了，此番必须要毁了他。下一刻，在所有人的注视之下，陆长生踏出一步，入摘星楼内。与此同时，还有一道清亮的淫笑之声响起。好气楼陆长生前来问道摘星。话音落下，全场瞬间沸腾。好气楼陆长生前来问道摘星。哗！随着这话音落下，天地间骤然浮现出一道巨大的光幕，映照出摘星楼当中的画面来。这画面共分10层，每一层当中都是有着一道光影在此刻浮现而出，赫然便是一代代的摘星楼主。而此时的陆长生则是身处第1层当中，与一道光影相对而立。那是30年前的摘星楼主，有不世之姿，名为方不世。第2层的摘星楼主也极强啊，他名为凌啸，
曾在那一带的灵域学府大赛当中拔得头筹。第5层，快看第5层，那是传说之中的斗战圣体吗？全都是历代楼主当中的极强者，巅峰存在，每一位都镇压一代。等等，最后一层那不是沈家家主沈观奇吗？沈观奇这老儿也配待在第10层。据说他已经扬言，只要长生学弟敢去古风王台，就绝对出不来。我呸！谁稀罕沈家的垃圾古风王台？沈家跪着求我，我都不去。战斗开始了，陆长生对方不是。天地间响起道道兴奋无比的呼声，所有人的目光全都是聚焦在了那第1层的光影之上。只见画面当中，陆长生正与那方不是相对而立。下一刻，方不是的光影骤然间动了，他身形化作一道残影，直取面前的陆长生而来，单手镇压而下。摘星手，出手便是摘星楼的绝学，并且很明显是修炼到了一种极为高深的层次。举手投足之间，仿佛有星光洒落而下，那手掌竟像是真的在摘星。轰！陆长生不甘示弱，同样打出一掌，与之对轰。金龙镇魔掌怒劈而下，魔猿的嘶吼声爆鸣开来，恐怖的波动震荡不止。二人一触即分，分别后退。再来！陆长生气势无双，冲杀上前而去。对手的力量与他相当，这是一场纯粹武学之上的切磋，并且还是旗鼓相当的那种，让陆长生战意沸腾。他渴望这样的战斗来磨砺自己。枯坐武学碑林修来的武学，他认为始终缺少一点真正的灵魂，只有在战斗当中才能够完全激发出一门武学真正的威能。金光闪耀，龙吟惊天动地，陆长生与方不是展开激战，拳拳到肉，爆响声接连炸开，这是一场视觉上的盛宴，让人热血沸腾。啊！一名体修狠狠出拳，轰击在地面上，发出呐喊声。长生学弟太帅了，快把我杀了，给他助助兴。无敌？什么是无敌？这就是无敌。方不是被压制，长生学弟这是什么武学？他竟是仿佛化作一条金龙，让沈开天来打，他3招之内就要输给方不是，马上要赢了。一道道的嘶吼声当中，所有人全都看到，在那第1层的光幕当中，陆长生恢宏无双的一掌轰然落下，方不是的光影却是空门大开，硬接了这一掌，变得虚幻下来。战斗结束，方不是的光影对着陆长生拱手一笑，身形缓缓消散掉。陆长生同样是拱手，然后迈步踏入第2层，他身上那股战意，那股无敌的气势越来越强。方不是终究是凡体，而非特殊体质。第5层的斗战圣体，专为战斗而生，在天下间特殊体质排名第9。哪怕你过了斗战圣体那一关，在最后一层，还有关奇老祖在等着你。沈开天目光阴翳，心中恶狠狠说道。而此时，陆长生则是已经对上了第2层的凌啸，此人之实力不在方不是之下，同样是极强。这些对手全都是沈开天精挑细选，专挑最强者，但对于陆长生来说却是正中下怀。魔猿的咆哮声当中，陆长生与这凌啸酣战成一团，拳脚相碰之声不绝于耳，近乎要将一切都给打崩。在凌啸之后，第3层、第4层又是2位重磅级别的对手，全都是同代无敌者，横压东域一代人。陆长生却愈战愈勇，一身武学仿佛可惊天动地，有盖世之姿。盖世霸体，我终于明白长生学弟为什么可以觉醒盖世霸体了。抛开血脉不谈，他本就应当是那盖世之人。柳如烟夺走了长生学弟的霸体，但却夺不走长生学弟的盖世之姿。什么柳如烟，什么擎天命，吹的倒是响亮，现在都哪去了？哈哈哈哈！长生学弟即将对战斗战圣体，天下间特殊体质排名第9，强大无边，那是专为战斗而生的体质。在滔天般的呼声当中，陆长生踏足第5层，即将对战那斗战圣体。斗战圣体的名号，那自然是无比响亮，乃是排名第9的特殊体质，位列前10。对此，陆长生也是无比的期待。他长身而立，看向对面的一道灿金色光影，双方没有任何的言语，全都是瞬间便爆发出恐怖绝伦的战意，猛烈对撞开来。而与此同时，在这东域大地的某一处虚空当中，恐怖的虚空乱流狂涌，仿佛可以粉碎掉这世间的一切，哪怕是寻常的5尊境强者也都不敢轻易靠近。而在这重重的虚空乱流包裹之下，竟然是一座古老而恢宏的殿宇，横亘在虚空之上，一丝丝的神秘气息悄然涌动，散发出无尽的威严。那是圣威，这是一处圣人留下来的殿宇，是圣人的遗迹，其中有着圣人的传承。在这殿宇之内的某一处石台之上，赫然是有着一道身影盘坐。这身影仅有一只手臂，右臂竟是从肩膀处不见，正是擎天命。当日古皇遗迹结束之后，擎天命被仙鹤救走，但依旧被陆长生斩了一臂，惶惶如丧家之犬。
他被仙鹤带到了这武圣遗迹之内，开始苦修。他立下誓言，不成圣不出关。而此时，在秦天命的对面，赫然是有着一条干枯的手臂悬浮，透出一股神秘而古老的气息来，并且在这手臂之上，还在不断地散发出一丝丝的圣威，让秦天命无比的渴望。重重华盖垂落，笼罩秦天命的身体。他深吸一口气，伸手握住面前的手臂，安放在自己的断臂之处。轰！顿时，一股恐怖的冲击席卷而来，让秦天命的全身血肉都开始破碎，极致般的痛苦将他彻底笼罩。秦天命发出野兽一般的嘶吼，双目通红，鲜血瞬间染红了他身下的石台。陆长生，陆长生，陆长生，你断我一臂，也算是帮了我一臂之力，因为我即将融合这条圣臂，你可千万别死了，等着我，等我出关去斩你。秦天命将牙齿都要咬碎，每一次当他承受不住想要放弃的时候，就会想起陆长生。而此时的陆长生则是还在问道摘星的过程当中，他与那斗战圣体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激战。斗战圣体，天下间特殊体质排名第9，生来就是为了战斗。此时在陆长生对面的那一道光影，举手投足之间都是有着一道道的金光涌动，充斥着一股神圣非凡的气息。他的招式大开大合，明明是一套简单的拳法，在他的手中却是能给人一种无可匹敌的感觉。整个天玄圣学府都在震荡，无数道目光死死盯着光幕之上的战斗。轰！只见又是一次猛烈的对碰过后，二人分别倒退。陆长生甩了甩拳头，吐出一口浊气，眼中金芒爆闪。劲敌，这是他出道以来所遇到的最为强大的一名对手。而这一场战斗，他也是用出了全身的解数，却依旧不相上下。斗战圣体果然名不虚传，如果是同境界战斗，我有足够的把握战而胜之。但现在我们双方并非同境这么简单，而是同等力量的设定，我使出多少力量，这斗战圣体就有多少力量。同境状态下，陆长生的力量绝对是会远远超出对手的，根本不用管对方是什么特殊体质，因为无论是什么样的特殊体质，也都强不过他的混沌仙魔体。可这问道摘星是同等力量之下的对拼，比的是武学，比的是战斗，不相上下。已经很久都没有看到过这么精彩的战斗了，长生学弟加油！斗战圣体果然名不虚传，此人是哪一代的摘星楼主？那已经是100年前的事情了。这位斗战圣体名为洛凡，后来他晋升5尊境，成为了那一代的天玄圣学府之主，地位就相当于如今的江上院长。后来呢？后来怎么样了？他现在何处？唉。后来在魔窟当中，魔族出动了一位半圣来对付他，洛凡前辈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与那名魔族半圣同归于尽。暗无天日的魔窟埋葬了我天玄圣学府太多天骄，太多强者。一道道的感慨之声传遍全场。而此时在那光幕画面当中，陆长生已然是手捏印诀，施展出一整套山海印来，是陆长生的那一门印法武学。这门武学比江上院长所创的天玄大手印还要更加的高级与强大。陆长生究竟从何处得来？就连我沈家也都没有此等武学。人群后方，沈傲天目光怨毒，看着那光幕之上的身影。现如今的陆长生在整个东域炙手可热，万众瞩目，而这样的待遇本该属于他沈傲天才对，极度让他脸色扭曲，面目全非。轰轰轰！一道道轰鸣之声爆响开来，陆长生结印压下。而对面的洛凡也是不甘示弱，同样手捏印诀，打出一套印法来。斗战圣印，那是专属于斗战圣体的印法，与生俱来，除了斗战圣体之外，其他武者是不可能学会的。云端之上，素心院长骤然握紧了手掌，他的目光当中泛着一丝担忧，死死盯着光幕当中的画面。素心，你真把陆长生当作你生的了？江上院长的一道化身在旁边笑着说道。闻言，素心院长狠狠剐了他一眼，但随后他就叹了一口气，嘴里没有一句正经的话。院长，这才是你啊！自从10年前浩气楼之灾后，你就变得沉默寡言，脸上再没了笑容。素心院长心中一酸，开口说道：这10年我内心备受煎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如何笑得出来？可现在一切都在慢慢变好，至少已经可以看到希望。江上院长安慰着素心院长，目光看向光幕当中的少年身影。只见随着洛凡施展出斗战圣印来，双方的印法展开猛烈到极致的对碰，就连那光幕似乎也都颤抖了起来。一道道的印法在大量震惊的目光当中对轰在了一起，恐怖的光芒掩盖住两人的身影。紧接着又是有着刺耳的爆鸣之声炸开，印法对碰的剧烈波动还未曾完全消散，两人已经再一次战斗到了一起。陆长生的身上同样是有着金光在闪耀，伴随着大鹏鸟的啼鸣之声，清亮而高亢。天蓬纵横，金龙震魔。陆长生的身形画出一道道的残影，
快到模糊，让人难以捕捉到他的行动轨迹。这两门武学同时施展出来，那拥有五品魔体的魔王境强者也都不是一合之将。只见那洛凡同样是展开急速，战意惊天之间也打出一套掌法来，斗战胜体，遇强则强，遇战愈勇。但陆长生竟是也同样如此，他享受着这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全身的气势疯狂鼓荡，锋芒毕露。看到这一幕，沈开天赋在背后的手掌已经悄然紧握，为了确保此次问道让陆长生必败，他不仅请出了斗战胜体，更是与沈观其通讯过，留下了最后的一道手段。但那手段能不用最好不要用，陆长生最好是在前面9层便是折戟沉沙，不要让他站到沈观其的对面。可现在看来，竟是连斗战胜体也都拦不住陆长生，因为时间正在快速流逝，天色已经暗淡了下来。可战斗还在继续，这一场战斗竟是不分胜负。学姐，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该如何判定？光影不知疲倦，力量也是无穷，这本就不公平。所以问道当中有一则规定，那就是双方战斗12个时辰，依旧不相上下，便算是问道成功。原来如此，多谢学姐解惑。学姐您累不累？想不想吃东西？不要白费心思啊，我看不上你。哦，那好吧。其实我没什么心思，是学姐你想多了。夜已深，但在那光幕当中，陆长生与洛凡却还在战斗，距离12个时辰越来越接近。轰！陆长生与洛凡在一次猛烈的对碰之后，双方全都是身形后撤。陆长生大口喘着粗气，明显是消耗不小，但他的脸上却满是笑容，全身鼓荡而出的那股无敌锋芒也是越发惊人。圣体魔剑，陆长生锋芒更胜以往。沈家这一手非但压不住陆长生，反倒是抬了他一手。天际之上，江上院长抚须长啸。沈观其的光影在最后一层，我怀疑这其中有阴谋。素心院长有些担忧，看向那第10层的光幕，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任何的阴谋都会灰飞烟灭。不然你以为我为何现身观战？江上院长露出一个高深莫测的笑容，难道不是因为长生点亮离宫区域，让你压力大减？素心院长阴阳怪气道。闻言，江上院长脸上笑容一滞，他伸手轻轻点了素心院长额头一下，两人全都笑了起来。轰轰轰！剧烈的轰鸣之声不断，陆长生与洛凡持续激战，逼近12个时辰的极限。此时只剩下1炷香的时间，那光影并非生命，自然是不知疲倦，就仿佛可以战斗到时间的尽头。但陆长生竟是也还在坚持着。只见陆长生全身都在蒸腾着大量的白气，那是他的汗水被高温蒸发，就仿佛化作了一条长龙，有冲天之势。他的战意甚至压过斗战胜体。一时间，很多人的心中都生出一种疑惑，究竟谁才是斗战胜体？就连一些观战者也都开始感觉到疲倦，可陆长生却依旧还在战斗。在这般激烈的战斗当中，他不断施展着一门门的武学，进进飞快。魔元撼地拳已经真正达到了化境。一瞬间，陆长生的心中生出一种感觉，那就是他仿佛化身成为一头太古魔猿，要以极致般的愤怒与凶狂砸碎这世间的一切。下一刻，他猛然出拳，再度轰击向对面的洛凡。在所有人的眼中，陆长生的气势变得更加凶猛与暴躁，就仿佛化身成为一头野兽，白气如龙自他鼻孔喷出。每一招每一式已经抛弃了一切的花哨，化繁为简，为的是追求极致的杀伤力。陆长生将那一门拳法提升到了化境，他在利用这一次的问道来磨砺武学。圣体竟然被他压制，这怎么可能？等等，圣体同样施展出化境武学，双方再一次纠缠，太精彩了！我甚至感觉到我的武学也有所进步。原来这就是观摩强者战斗的好处。时间马上到了，陆长生闯过了圣体这一关，天地间响起一连串的惊呼之声。只见那正在战斗当中的洛凡光影却突然停下了所有的动作，站在原地，被陆长生一拳硬焊在了胸膛之上。紧接着，这一道光影开始缓缓消散。洛凡含笑对着陆长生拱手，陆长生收拳拱手，然后迈步而出，登临下一层。战意在勃发，激进疯狂。第6层、第7层、第8层、第9层，陆长生层层攀登而上，蕴养那一股无敌的气势愈发惊人，恐怖的锋芒如同利刃，欲要刺破苍穹。无敌，无敌，无敌！历代摘星楼主一一败在陆长生手中。他登临第10层，站在了沈观其的对面。沈家家主沈观其，你不配待在第10层。历代摘星楼主当中，你也就是第1层守门的水准。陆长生冷笑一声，看向沈观其的光影说道。顿时，那沈观其的光影一颤，眼神当中浮现出一抹厉色。所谓东域第一世家不过如此，什么青云榜首，什么沈家四子，在我的面前都是垃圾，完全不是我一合之将。
陆长生继续喝骂。只见那沈观其的光影竟是嘴唇微微一动，仿佛要开口说话一般，但最终这光影还是未曾开口，因为光影是不能开口说话的。他如果说话，那就露馅了。待到我去往沈家古风王台，定要再斩你沈家天骄，杀到你沈家无人。有朝一日，我还要摘你圣童，踏破你沈家。陆长生毫不客气，继续输出。整个天玄圣学府都沸腾了，很多遭受到沈家人欺辱的学子纷纷跟着叫骂。见状，那人群后方的沈傲天面色发紫，脚步后退，气得全身颤抖。而在那光幕当中，沈观其的光影则是二话不说，直接攻了过来。也就在此时，天际之上，江上院长的化身踏出一步，消失在了原地。他准备出手，既然沈家玩不起，那他也只好亲自下场，略施小惩。但也就在江上院长即将现身的时候，他却突然看到陆长生站在原地，对着他所在的方向伸出一只手掌，隔空下压，这意思已经非常明显了，那就是不让他出手。可眼前这道光影里面可是有着沈观其的一缕意识存在的啊，和其他的光影有天差地别，陆长生如何应对？江上院长犹豫了。而也就在此刻，他看到陆长生的眼瞳当中竟是闪烁起一抹浓郁的紫色光华，神秘而伟岸，让他的全身都是骤然紧绷起来，就仿佛遭遇到了不可应对的伟力，心头剧颤。长生这小子究竟还有多少秘密？江上院长心惊不已，看来这一次真的是不需要自己出手了。紫月，陆长生已经听到了一阵温柔的笑声在心头响起。紫月女帝苏醒过来，二话不说，直接便是有着一股神秘但却温和的力量在缓缓地掌控着她的身体。夫君，紫月女帝称呼陆长生为夫君，那声音软糯柔和，让陆长生就仿佛泡在了温泉里面一样舒服。接下来由我来掌控你的身体，与这小老一战，你仔细体悟每一门武学，这对你有帮助的。紫月女帝温柔说道。其实她早就想这么做了，有朝一日陆长生遭遇大敌，由他来掌控这具身体，力挽狂澜。只可惜上次被那个耀天尊给抢走了陆长生的第一次，真是晦气。也就是那老小子挺有礼貌，还送了陆长生一尊炼药鼎，紫月女帝这才没有计较。轰！下一刻，沈观其的攻击已经来到了陆长生的面前，他点出两指，欲要洞穿陆长生双目，出手便是最阴毒的招式。天地间响起一道道的惊呼之声，所有人都为陆长生捏了一把汗，感觉这一道沈观其的光影有些不对劲。之前的那9道光影可从未有人施展这般阴狠的手段，但此时陆长生已经彻底放开了对于身体的掌控，把一切都交给了紫月女帝。他能猜到沈观其的光影出现在此必然有阴谋，但是没关系，无论沈观其有什么阴谋手段，都不可能是紫月女帝的对手。如果把紫月女帝的武学比作大海的话，那陆长生的武学就只是沙滩上的一片贝壳。瞬息之间，陆长生眼瞳闪耀紫光，抬手一拳砸出魔元撼地拳。所有人全都惊愕无比的看到，这门武学竟然又有了新的变化。刚才明明已经达到了化境，但现如今却给人一种难以言说的奇妙感觉，就仿佛陆长生的拳头已经化作了这片天地的大道，给人一种根本就挡不住也躲不开的无力感。隔着光幕都有很多人感觉到心惊胆战，可想而知那首当其冲的沈观其又是何等的震惊。夫君，这便是寂静呼道，还要在化境之上，寻常人终其一生也都不可能将一门武学给修炼到此等程度。我会把你目前修过的、没修过的武学一一展示出近乎道的威能，你看好。紫月女帝轻声细语抚过陆长生的心田，但她接下来的动作却是无比的狂暴，对那沈观其的光影形成了一种暴力至极的碾压。这怎么可能？已经不是化境武学了，这是传说中的道啊！寂静呼道。沈观其内心在疯狂的咆哮，他只感觉整个人的感知都开始变得恍惚起来，感觉这个世界都是假的。陆长生施展出来的每一门武学全都是寂静呼道，假，太假了。他陆长生才多大年纪，就算是再苦修100年、1000年也做不到这等程度啊！长生已经施展出18门武学了，全都是寂静呼道。这里没有我的事儿了。江上院长身形一闪，重新回到了高空之上，来到了素心院长的身旁。素心啊，长生他母亲究竟什么来路？有这样的手段？江上院长忍不住问道。但素心院长置若罔闻，他甚至有一种跪下来的冲动。实际上，整个天玄圣学府已经跪倒了一大片。素心，回答我！江上院长很急，他想知道这到底怎么回事。院长，我也不知道啊。长生他施展了23门近乎道的武学，我觉得他母亲也不会这么多。素心院长头皮发麻，但这个数字还在继续增加。
光幕当中，沈观其已经放弃了反抗，纯粹是在被鞭尸。他开始思考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最终他想到了沈傲天，都怪沈傲天，是他得罪了陆长生，都怪他。沈观其恨不得现在就去杀了沈傲天，全然忘了那本是他最疼爱的一位后代，寄予厚望。几种了？动作太快，我看不清。我数了19种就跟不上了。长生学弟究竟在干什么？原来在此之前，他竟然还隐藏了实力，只等着打上第10层来殴打沈观其。此战过后，沈观其在整个东域都会抬不起头来。我感觉这不是我跪着就能看的战斗，我得给长生学弟磕个头。要不然等长生学弟从摘星楼出来，咱们直接去打到元圣学府吧。我觉得长生学弟能一招秒了宗万道那条老狗。你虽然是体修，但我觉得你说的有点道理。整个天玄圣学府气氛都相当的诡异，每个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眼前所见。紫月女帝彻底放飞自我，疯狂暴击沈观其。他已经施展出足足99种武学，全部都是既近乎道的程度。夫君，差不多了。这99种武学全都刻录在武学碑林当中，有我记录的心得体悟，加上你亲身感受了一番，修炼起来也会更加的容易。有朝一日，当你把这99种武学全部融合起来的时候，就可以去修行第100种武学。紫月女帝对陆长生说道，但陆长生彻底沉浸在了对武学的体悟当中，并没有回应。见状，紫月女帝并没有生气，而是温柔一笑，这光影内寄存了一丝意识，想来对付你，我现在把它烧了。紫月女帝说着，手掌一招，掌心当中已经出现了一朵红色的火莲，紧接着她轻轻挥手，火莲拖曳出一条绚烂的尾迹，落在了沈观其躺在地上的光影上，融入其眉心当中。刹那间，一声刺耳的惨叫传出。陆长生，我要杀了你，我杀了你啊！陆长生，你该死，你作弊，我不服，我不服啊！沈观其疯狂犬吠起来，再一次震惊了整个天玄圣学府。他竟能开口说话，摘星楼内的光影怎么可能会具备自己的意识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答案只有一个。沈观其暗中寄存了一丝意识来掌控这道光影。他贵为东域第1世家的家主，5尊境强者，竟然使出如此下三滥的手段来欺负一个5将境的小辈，简直就是恬不知耻啊！短暂的沉默之后，海量的骂声冲破云霄。有体修疯狂叩首，求江上院长出手斩了沈观其；有见修拔剑划破手掌，立下谢世。整个天玄圣学府愤怒。此时，陆长生迈步走出摘星楼，他看到了面无人色的沈开天，将手中一枚玉简扔在了地上，踩在脚下。那玉简当中，赫然便是问道成功的奖励——摘星手传承。这一脚踩的不是摘星手，也不是摘星楼，而是沈家。咔！玉简破碎开来，就仿佛沈家的威严从此荡然无存。所谓东域第1世家，彻底成了一个笑话。陆长生迈步走向沈开天，下一刻，沈开天不由自主侧身让开一条路，他甚至都已经不敢面对陆长生。这位沈家4子之首，5皇境强者，东域乾坤榜第8，不战而败。唰！江上院长的身形出现在了此地，目光环视，尽显威严。自今日起，所有沈家人逐出天玄圣学府，陆长生兼任摘星楼主。江上院长开口，声音传遍整个天玄圣学府。一名名沈家人根本抬不起头来，用最快的速度离开了天玄圣学府，返回沈家。江上，陆长生，天玄圣学府，沈家。沈观其面色苍白，发出怒吼声。他沈家，他沈观其已经彻底成为一个笑话，沦为笑柄。长生，此事不是你的错。沈家人坐镇摘星楼作威作福，我早就想整治一番，并且沈家派出天骄来我天玄修行，背地里却一直和道元圣学府有所勾结，我只是一直没有时间分心来管而已。好气楼顶层，江上院长对陆长生说道。因为此举，沈家与天玄圣学府已经彻底站在了对立面。沈家虽然让人不齿，但无论如何也都依旧还具备着强大的实力，算是一个大敌了。长生，那些武学是否与你母亲有关？99种技近乎道的武学需要花费多长的时间来修炼？1万年、10万年？素心院长忍不住开口问道。陆长生想说，他其实还是保守了，不妨再大胆一点，往3000亿年去猜。见陆长生摇头，笑而不语，素心院长也是白了他一眼，不再多问。跟你爹一个德行。他嗔怪了陆长生一句，然后继续开口。接下来准备一下，3日之后就要去参加炼药师大会。这次我不跟着了，是四星院的院长卓不凡带队，你也跟他多沟通一下，将来要修复那面古镜，还要求到他。放心，他虽然性格有些怪异，但却是个好人。性格怪异，陆长生没有在意，
因为他的心思都在即将开启的炼药师大会之上，那将是整个东域炼药师的一场盛会。接下来的3日时间，陆长生全都闭关苦修，他意识进入炼仙鼎内，口含9天青罗叶片，疯狂消化着那一战的感悟。前面的9场战斗，他用来磨砺自身，磨砺武学，磨砺战意，磨砺那股不败的气势。最后的一场战斗，他全程旁观，但却收获最大。99种技近乎道的武学，大量的感悟在他心头狂涌。那是紫月女帝掌控他的身体来进行施展，这种体悟就如同是醍醐灌顶一般，可让陆长生少走许多弯路。最正确、最完美的道路，他已经亲身走过了一遍。此等机缘，哪怕是放在繁华无尽的中州大地，也都前所未有。再有3日的话，我现如今修行的几种武学，便是全部可以达到化境，然后就可以去修行更多的厉害武学。可惜时间不够，我需要去参加炼药师大会。陆长生睁开眼睛，意识退出炼仙鼎，起身而立，恰好看到面前的一众身影。为首之人双目如同星辰般闪亮，容貌俊朗，竟是仅次于陆长生。只见他竟是凌空而立。卓不凡院长是5尊境强者吗？陆长生心头一震，赶紧对卓不凡行礼，但同时他却能够感受到一阵风声，就仿佛是有人在煽动着双翼一般。真是奇怪。陆长生四下看去，也都没有发现任何一名武王境强者存在。除了卓不凡傲立空中之外，其他的一些参赛学子全都是乘坐在一艘灵舟之上。长生学弟，快上来！你放心，这一次我会为你取来玄重水。李青囊在灵舟之上对着陆长生招手，多谢青囊学长，不过我的炼药实力也是不差的。陆长生笑着登上灵舟，这灵舟是一件相当不错的宝物，属于卓不凡所有，但他并不乘坐灵舟，而在手掌一招操纵灵舟前进，他自己则是在空中迈步前行。5尊境，咱们天玄圣学府有几位5尊境？陆长生坐在了李青囊的身旁问道。长生学弟就一个，江上院长。李青囊看了前方天空之上的卓不凡一眼，然后压低声音说道：只有江上院长是5尊境吗？可卓不凡院长分明是在御空而行啊。陆长生也是压低了声音，卓不凡院长是5皇境，还不到5尊境，没有掌握空间之力，无法御空而行。他是装出来的，实际上他背后有双翼煽动，是在借助武王之翼飞行。李青囊对陆长生耳语，生怕被卓不凡给听到。旁边几名天药楼的学子全都在憋笑，十分辛苦啊。陆长生面色变得怪异起来，他为了人前显圣，特地找到了一门秘法修炼。这秘法没有其他作用，只是能让武王之翼变成透明色，肉眼不可见，这样他就能假装自己是5尊境强者了。李青囊嘴角根本压不住。陆长生听懂了，他也终于明白素心院长为什么会说这位卓不凡院长性格怪异了。原来他喜欢装逼，怪不得自己刚才感觉到有风声，那是卓不凡的武王之翼煽动引发，只是那武王之翼透明，根本看不到而已。天际之上，灵舟疾驰，卓不凡在灵舟前方迈步御空而行，好似神仙人物。陆长生眼角抽搐，他看到卓不凡竟然还时不时取出一个酒壶喝上一口，偶尔喝完了酒，他还会出拳打出几招酷炫的武学招式来，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灵舟之上，一众学子为了不笑出声，赶紧开始聊了起来。长生学弟，我是天药楼的安安，咱们见过的。一位身材火辣的学姐身上散发着好闻的丹香，拉住陆长生的胳膊。我记得安安学姐。陆长生说着，不动声色抽回胳膊。炼仙鼎内3道隐晦的波动安静了下来。长生学弟，我叫周化。我是赵飞尘。长生学弟你放心吧，我们这么多人拿下一个前3名不成问题，你的玄重水包在我们身上。青囊的实力毋庸置疑，他已经可以炼制出5品丹药来。以往的每一次东域炼药师大会，只要是5品丹药，就必然能够进入前3名，没问题的。诸多天药楼的学子全都在热情与陆长生交流着。5品丹药吗？陆长生没有炼制过，但他感觉不成问题。东域炼药师大会即将开启，这是整个东域的一场盛事，自然是非常的热闹。诸多势力都有属于自己的炼药师陆续到场。道元圣学府方妹带队，骑乘5皇境妖兽出云霄，带领4名炼药师赶到。东域第一世家沈家派出3名炼药师参加，万剑灵学府派出1名炼药师，天魁灵学府派出2名炼药师，大荒灵学府、弃泉、血云殿派出1名炼药师。除此之外，还有炼药师联盟的官方炼药师，诸多普通学府甚至是散修的炼药师全都接踵而至。这炼药师大会没有名额的限制，只要是能炼制丹药就可以参加。有人纯粹就是来凑个热闹，炼丹的实力恐怕还不如当初白云城的那个秦河。
但对于诸多的大势力来说，那都是有头有脸的，寻常炼药师就不来丢脸了，能够派出来的，那起码也都是要具备前10实力。像是天玄圣学府的队伍当中，最强的是李青囊，可以炼制5品丹药；安安学姐、赵飞尘都是可以熟练的炼制出4品丹药；周化稍微差了一点，勉强可以炼制4品丹药，失败率不低。陆长生的话，其他人都不知道他能炼制几品丹药，他自己也不知道。本来是想着参加炼药师大会之前可以炼丹试一试的，但奈何根本没有时间。不过陆长生是有信心的，他不仅有红莲业火，有红莲女帝的炼药师传承，更有炼仙鼎帮忙，想要拿下前3名应该不难。就算他失败了，还有李青囊保底呢，玄仲水肯定可以得手。而也就在此时，他们5人全都是感觉到灵舟的速度降了下来。不凡院长，怎么了？陆长生有些疑惑，于是开口问道。但他话音未落，就看到李青囊等人面色变得复杂起来。长生，不要着急，真正的强者总是在最后关头才会登场，在万众瞩目之下降临，引发天大的震惊。所以我们要在最后的时刻赶到。放心吧，我有足够的经验，不会错过的。卓不凡取出酒壶喝了一口，哈哈大笑道。陆长生沉默了下来。半日之后，在东域大地之上有一座宏伟的丹塔耸立，这里便是炼药师联盟东域分部。在这座丹塔的前方，早已是布置好了一处处的高台，有海量的身影汇聚，等待着炼药师大会的开启。现如今已经只剩下天玄圣学府一家还没有赶到，很多人都是想到了什么，面色开始变得怪异了起来。这一次天玄圣学府带队的，不会是卓不凡那个蠢货吧？肯定是他，他怎么还不死啊？我跟你们说一个秘密，卓不凡原来的名字叫做卓小兵，他后来自己把名字改了。哈哈哈！妈的，这种人怎么修炼到5黄境的？我也不知道，我不认识他，但我听说过他的故事。据说有一次他的徒弟遇险快死了，他却躲起来根本不出手，等他那个徒弟马上咽气的时候，他才出场救人。天地间响起一连串的嘈杂声，全都在骂卓不凡。而也就在此时，一道身影踏空而来，凌空迈步而行，手持一把折扇，仰天大笑。天不生我卓不凡，东域万古如长夜。天玄圣学府，卓不凡，见过诸位。卓不凡高声吟诵，收起折扇指天，背后出现异象，天穹摇晃，虚空泉涌，天花乱坠，神意非常。他一步步踏出，脚下生出一朵朵的莲花，将他托举住，步步生莲。卓不凡登场，背后异象层出不穷，脚下步步生莲，带领天玄学子从天而降，逼格拉满。但是在他的身后那一艘灵舟之上，陆长生等人却全都是抬不起头来。果真是卓不凡，烦死了。据说他这些异象都是特地修炼的，没有任何战斗力，纯粹为了好看，简直就是个神经病，耽误时间。如果不是他，炼药师大会已经开始。卓不凡在血云殿的悬赏榜排名第几啊？在5黄境的悬赏榜上，他是第1，这是几乎整个东域众筹的结果。天地间响起一阵阵的骂声，直冲云霄。但陆长生却看到卓不凡满脸笑容，不断挥手向所有人致意。长生学弟不必惊讶，不凡院长还修炼了一门秘术，可以让他听到自己想听到的话语。现在他听到的全都是一些吹捧他的话，听不见骂声。李青囊给陆长生解惑，一瞬间陆长生肃然起敬，这狠人竟是连自己都骗。随着天玄圣学府赶到，所有参赛的势力以及参赛的炼药师终于是全部到齐。前方的丹塔之中，一名老者迈步而出，竟是骑乘着一条粗壮的藤蔓，盘坐在空中。这藤蔓仿佛扎根在云层当中，通体呈现出一种墨绿色，散发出极为旺盛的精纯生命力，赫然便是天药当中的魔云青藤。天药！陆长生瞳孔骤缩起来，炼仙鼎内的9天青罗都震颤了起来。这是因为遇到了同类。天药有灵，但因为极其罕见，所以极少会出现2株天药相遇的景象，这导致9天青罗有些激动。咦？天空之上，那老者也是轻咦了一声，目光扫视了过来。陆长生不动声色，利用炼仙鼎掩盖住9天青罗的波动，他不想暴露自己拥有天药的事情。青藤，你是否感应错了？放眼整个东域，也只有你一株天药而已。老者抚摸着身下的藤蔓，轻声开口。但下一刻，他的话音突然停下，忍不住身躯一颤，因为他猛然想到，似乎在前不久，古皇遗迹之内传出天药现世的消息。难道是那陆长生成功摘的天药吗？有点意思。老者浑浊的目光亮起。长生学弟，那就是炼药师联盟东域分部的掌控者，那是一位药尊，8品炼药师，名为张太上，世人尊称他为太上药尊。李青囊一脸崇拜，看向这老者，开口对陆长生讲解道：太上药尊，
齐成天药。相比之下，卓不凡院长差了不止一筹。陆长生心里暗暗可怜不凡院长，但他却发现卓不凡根本不看太上药尊，而是背过身去，用屁股对着太上药尊。陆长生恍然，原来在不凡院长的眼中，没有人能够胜过他，真有那种人，他不看便是。此时，那太上药尊已经是宣布，此次的炼药师大会正式开始，接下来便是要进行第一轮的比拼。所有参赛的炼药师全部登上了一座座高台，开始炼药。陆长生也是踏足而出，登上了一座高台。唰，高台之上有道道光纹亮起，随后便是有着一株株的药材显化而出。这一手乃是空间之力，是太上药尊出手降下药材，每一种药材都有3份，意味着有3次炼制的机会。如果3次全都失败的话，那便算是被淘汰掉了。用这些药材来炼制出最为高级的丹药，取前100名。这便是第一轮的比试。陆长生呢喃着，目光快速扫过这些药材。不愧是炼药师大会，第一轮的比试就如此的艰难。甚至开始有人弃权，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利用这些药材能够炼制出什么丹药，手里根本没有丹方。还有人连这些药材都认不全，有好几种不认识的，这怎么炼丹？难，太难了。当然了，有人不行，也有人把握十足。我明白了，这一轮比的其实是基本功。很明显，这些药材是用来炼制3品丹药青灵散。药尊他老人家竟然在药材里面掺杂了几种毒药来混淆视听，哈哈！成功将青灵散炼制出来，自然可以过关，但那样太简单了。我要炼制地品青灵散，震惊全场。来吧，苦修10年，今日就让整个东域都见识到我的炼药术。已然是有人开炉炼丹，天地间开始飘散出一缕缕的丹香，随风飘扬。陆长生同样是如此，他取出了天地万物鼎，顿时全场震撼。只见高台之上，一尊白色的方鼎矗立，散发出温润的玉色，其上还有着诸多鸟兽虫鱼的光影在快速游走，散发出一股玄异无比的气息来。老朋友，你选择了他吗？天际之上，太上药尊苍老的身躯猛然一震，他瞪大眼睛看着这尊天地万物鼎，浓浓的回忆涌上心头。与此同时，所有人都在发出惊呼，只因陆长生的药鼎太过特殊，那是传说中药皇寒风的炼药鼎天地万物鼎。陆长生在古皇遗迹当中得到了药皇寒风的真传。没错了，陆长生同样要走药皇寒风的路，药武双绝。我听闻此次问道摘星施展出技近乎道的武学，暴打了沈家老族沈关起，他现如今是何等境界？哼，陆长生那是作弊而已，不作数，并且他就算得到寒风传承又能如何？炼药师是需要大量时间沉浸其中的，他不行。人群中有一位少女面色不忿，眼神充满怨念，盯着陆长生的身影。她来自沈家，名为沈凤清，虽是女子，但同样觉醒了细命圣童，现如今乃是武王境修为，位列东域大帝龙虎榜第5名。对于炼药，她同样是具备一定的天赋，但她并未选择炼药师这条路，而是一心修行武道。据说她还曾经拒绝了炼药师联盟东域分部当中一位5品炼药师的邀请。此时，随着陆长生取出天地万物鼎，全场所有的目光全都聚焦在了他的身上，甚至有参赛者盯着这尊药鼎，忘记了自己还在炼丹，导致失败。根据药材来看，这一轮比试应该就是要求参赛者炼制出青灵散，其中掺杂着几种毒药，是用来混淆视听，很容易就能够看出来。但在红莲给我的药道传承当中，却恰好有一种奇门丹药，可以用到这几种毒药来炼制出一种4品丹药。陆长生心中呢喃着，已经做出了决定。青灵散的炼制太过简单，并且这仅仅只是一种3品的丹药而已。陆长生当即做出决定，他不炼制青灵散，而是要炼制太清丹。太清丹便是红莲女帝药道传承当中记载的那一种4品丹药。青灵散的作用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清除掉体内的一些毒素，包括负面状态等等。而太清丹不仅增强了这方面的效果，更是还多出了一个新的功效，那就是能够让心境都澄澈清明下来。多加了几种有毒的药材，却让药效倍增，发生神奇的变化，这就是炼药之道的魅力所在。陆长生心中想着，手上已经开始动作。天地间一道道的目光尽数汇聚到陆长生的身上，只见陆长生双掌贴合在那天地万物鼎之上，顿时就有一道红色的火焰自他的掌心涌动而出，灌注进入到药鼎当中。哗！刹那之间，天地间掀起一股狂烈的高温，空气变得扭曲起来，紧接着便是有着一道道的呜咽之声响起，那是其他参赛者的火焰全都受到了影响，被死死压制。砰砰砰，红莲业火出，万火悲鸣，炸炉的声音不绝于耳。
陆长生还不曾真正开始炼药，仅仅是施展出火焰来，便是引发了如此的变故。一座座高台之上，大量的参赛者炼制失败，因为他们根本就无法操纵自己的火焰。这魔云青藤之上，太上药尊豁然站起身来，瞪大眼睛看向陆长生的红莲业火，至少是圣火，圣火！太上药尊瞳孔骤缩，呼吸急促。难道说老朋友他在最后关头成圣了吗？或许他没有死。不对，他的火焰也并非是红色，这不是他的火焰。世人都以为陆长生得到了药皇寒风的真传，要走他耀武双绝的路，但太上药尊却很清楚，陆长生绝对是得到了药天尊的传承，这才能够获得这一尊天地万物鼎。因为没有药天尊的认可，陆长生是不可能拥有天地万物鼎的。可现在太上药尊却有些迟疑了起来，他想不明白陆长生施展出的这一道火焰究竟是从何而来。刷刷刷！但现在不是去想这些的时候，太上药尊隔空挥手，顿时便是有着一道道的光照出现，笼罩在了每一处高台之上，这才隔绝了红莲业火对于其他火焰的影响。这就是地火的威严啊！一火出，天下万火臣服颤抖。陆长生心头激荡，心念一动之间，已经是有着一株药草被他投入到了天地万物鼎当中。他的举动顿时引发了轩然大波。人群前方，沈凤清先是一愣，然后就露出了讥讽之色。空有这么好的炼药鼎，还有那么强大的火焰，没想到却根本不懂炼丹。他竟然用云露草来炼制青灵散，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沈凤清虽然不走炼药之道，但在闲暇时间还是会偶尔开炉炼丹。对于青灵散这种三品丹药，他是了解的。用云露草，陆长生在干什么？他难道不知道青灵散的丹方吗？不应该啊，在天玄圣学府的天药楼当中有着诸多丹方，难道陆长生没看没学？哼，我早就说过，陆长生此人极为嗜杀，绝不是炼药师的料。可惜了药皇寒风的传承，这传承给我该多好，给陆长生就是浪费。人群一片哗然，在那一座座的高台之上，同样是有着其他的炼药师也看到了这一幕，全都是眼神露出讥讽之色。还以为你陆长生炼药之道也很厉害，结果就是个笑话，连第一轮都无法通过的水平来参加炼药师大会，那就是丢人现眼。长生学弟用云露草来炼丹，难道说这些药材还能构成除了青灵散之外的丹方？李青囊手上动作不停，同时看向陆长生，心中若有所思。他也是刚才极少数在红莲业火的影响下没有失败的炼药师，可见其炼药的水准的确不凡。是要先放云露草吗？接下来又是什么顺序？该如何操作？所有人都没有发现，那魔云青藤之上的太上药尊已经重新盘膝坐下，并且目光炯炯盯着陆长生的动作。他的身体微微前倾，就仿佛生怕错过任何一丝的细节。接下来，陆长生的动作如同行云流水一般，一株株的药材投入鼎中，红莲业火焚烧之间，不断逼出其中的药力，将所有的杂质全都烧成了虚无。一丝一缕的丹香已经开始飘散而出，刺激那天地万物鼎之上的一道道光影都在飞快地游走着。嗡！此时已经有其他的炼药师承丹，率先完成的是一名来自炼药师联盟东域分部的炼药师，他名为欧远，五品炼药师，是此次炼药师大会的夺冠热门之一。只见他伸手一拍面前的一尊古铜色药鼎，自其中飞出一枚丹药，被他一把握在手中。所有人都看到他的手掌微微下沉，天际之上也是有着一道丹药的光影出现，正在缓缓的旋转。重若千钧，天地异象，这是地品丹药。这才第一轮比试，居然就炼制出地品丹药来，不愧是出自炼药师联盟的药道天骄。欧元面带笑容，扫视全场。当他看到陆长生的时候，眼神露出一丝不屑。紧接着又是有着一名炼药师完成，沈家沈天耀，他炼制出一枚极品青灵散来，并且十分接近地品，距离欧元只有一步之遥。天耀哥哥好厉害！人群前方，沈凤清一脸的欢欣，看着那高台之上的沈天耀。据说在沈天耀出生的时候，天际之上出现了一株天药，一闪而逝。他的母亲梦到有一株天药化生成了婴儿，投胎到了他的体内，因此得名沈天耀。天耀哥哥才是真正的炼药师，天生的炼药师。那陆长生不过是一个哗众取宠的小丑罢了。沈凤清再度看向陆长生，眼神鄙夷。而第三个承担的则是李青囊，他同样是炼制出极品青灵散，并且很接近地品，和沈天耀的那一枚不相上下。嗡嗡嗡，浓烈的丹香味在天际上方弥漫，仿佛要化作实质。一名名炼药师完成了他们的炼制。第一轮的比试进入了尾声，除了一开始的大量弃权者之外，剩下的炼药师当中还有一些屡次失败最终被淘汰的，剩下的基本都可以承担。
转眼之间就只剩下寥寥几人，还没有完成炼制。这其中便是包括陆长生。但是对于其他炼药师的承担，陆长生置若罔闻。他全身心投入到眼前的炼药鼎当中，正在进行最后一步的操作。几乎没有人察觉到太上药尊已经站了起来。这种顺序我也尝试过，但最终却无法承担。陆长生难道会有办法？他的心中疑惑，同时也隐隐有着一种期待。因为从陆长生的表情来看，似乎是半点的担忧都没有，仿佛成竹在胸。紧接着他便是倒吸一口凉气。他看到陆长生猛然之间双手狠狠拍击向面前的药鼎，将药鼎之中那被火焰包裹的精纯药力给狠狠拍散掉。一瞬间，太上药尊豁然开朗，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这一枚丹药竟然是要采用破而后立的办法来炼制。太上药尊恍然大悟，终于解开了心头的疑惑。他偶然之间得到了一副残缺的丹方，上面只记载了炼丹所需的药材，至于炼制的方法、丹药的名字、功效，则是全都没有。太上药尊见猎欣喜，于是尝试将这种丹药给炼制出来，想要看看这究竟是一种什么丹药。但只可惜他一次次的尝试，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都无法承担。此次他给出这些药材作为第一轮的考核，也是想要试试能否有人将这种丹药给炼制出来。本就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却没想到陆长生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惊喜。嗡嗡。此时在那天地万物鼎当中，药力被陆长生狠狠拍散，发出嗡鸣之声来。那原本泾渭分明的诸多药力，终于是开始了快速的融合。白玉色药鼎内，一朵红色的火莲旋转，将所有的药力糅合到一起，逐渐凝聚出一颗浑圆的天青色丹药来。丹药表面道道云纹流转不止，赫然是一枚极品丹药。但这还没有结束，所有人都无法察觉到，在陆长生体内炼仙鼎发出一丝颤动，一丝奇妙绝伦的伟力顺着他的手掌渗透进入药鼎当中，与这枚丹药融合在一起。轰！轰鸣声响起，天际之上出现这枚丹药的光影，瞬间盖压住欧元的丹药光影。地品，他也炼制出地品丹药来。这是什么丹药？一瞬间，欧元脸上的笑容消失。他没想到自己居然在第一轮就被压住。这是一枚4品丹药，怎么可能？沈家沈天耀倒吸一口凉气，我就知道。那些嘲讽长生学弟的人，都是一些鼠目寸光之辈。李青囊放声大笑起来，他目光看向人群前方的沈凤清，眼神不屑。他记得刚才此女一直在针对长生学弟。沈凤清只感觉呼吸一滞，好似被掐住了脖子。哼哼，不过是运气好罢了，这不算什么。陆长生本身炼药水平也就那样，全靠药鼎、火焰还有丹方而已，这样的炼药师走不远。但下一刻，沈凤清就找到了理由，咬着牙开口说道。至于陆长生，则是完全没有在意那些针对他的嘲讽之声，根本就没有听进他的耳朵里。狮子岂会因犬吠回头？好好好！也就在此时，一阵笑声响起，只见那天际之上，赫然是有着一道粗壮的青藤蔓延开来，铺就出一条道路。太上药尊迈步来到了陆长生的面前，伸手将太清丹摄入手中，仔细观摩起来。4品丹药，地品层次，药效与青灵散相似，但却更加强大，并且仿佛多出某种效果。咦，竟是能够让心境澄澈清明。太上药尊的眼中闪过一抹异色。闻言，陆长生也是心头一惊，不愧是太上药尊，竟然仅仅是看了看，闻了闻就能知道丹药的功效。长生小友，这丹药叫什么名字？太上药尊将丹药还给陆长生，笑着问道。他观摩陆长生炼丹，已经学会了这种丹药的炼制手法，也知道了其功效作用，现在就只差名字不知道了。回太上前辈，此丹名为太清丹，4品丹药。陆长生回答道。太清丹，太清丹，不错，此丹就应该叫做太清丹。长生小友，炼药大会结束之后，你不要走，我还有许多事情想要问你。太上药尊面色温和笑道，然后看了那天地万物鼎一眼，转身回到原来的位置。陆长生心中一动，他猜测太上药尊和药天尊极有可能是旧相识，等到炼药师大会结束，便是可以知晓。并且陆长生正好也有一件事想要询问太上药尊，那关系他敬重的一位前辈，或许可以从太上药尊的口中得知他的下落。接下来太上药尊亲自宣布了第一轮的结果。天玄圣学府陆长生炼制出4品丹药，地品层次名列第1。炼药师联盟欧远3品丹药，地品层次第2名。沈家沈天耀3品丹药，极品层次第3名。天玄圣学府李青囊3品丹药，极品层次第4名。道元圣学府宗纪3品丹药，极品层次第5名。散修炼药师孔案3品丹药，
极品层次第6名；炼药世家李家李北海3品丹药，极品层次第7名；天玄圣学府周化3品丹药，中品层次第99名；万剑灵学府于城3品丹药，中品层次第100名。前100名出炉，这100人顺利通过了第1轮，前10名全都是极品丹药，并且还有2个地品的，如此盛况难得一见。大势力不愧是大势力，大势力派出的炼药师全都通过第1轮，真没想到竟是陆长生拔得头筹，看来大家都小看了他的炼药水平。陆长生现如今可是东域大地青云榜首，天玄圣学府浩气楼主，摘星楼主，据说他还会剑术，现在还会炼药术，真是逆天。柳如烟、秦天命他曾经的大敌都被斩落，此子要横压一代。刚才我看太上药尊他老人家对陆长生也是青睐有加，据说太上药尊寿元将近，他或许生出了收徒的心思。哼，陆长生只是侥幸通过了第1轮而已，接下来他就会原形毕露。许多人都是墙头草，开始夸赞陆长生，但那沈凤清却依旧嘴硬，就连那背对众生孤傲无比的卓不凡院长也都十分诧异，忍不住扭头看了他一眼。世上竟有如此嘴硬之人，他倒是很想看看这个小女娃还能嘴硬到什么时候。而接下来第2轮的比试紧锣密鼓地展开，天际之上的一座座高台被撤下，仅剩100座。唰，陆长生的面前再一次出现了一株株的药材。这第2轮依旧是需要用这些药材来炼制出最佳的丹药，不过难度却大大提升。这些药材构成不同组合，囊括足足18种丹药。陆长生目光扫过面前的药材，与红莲女帝留下的大量丹方对比，心中已经有了18道丹方。当然了，这是对于他来说，对于其他人最多也就只能看出9种丹方而已。9种丹方，其中最强的是4品丹药天罡丹，不过我却没有把握炼制出地品天罡丹，只能尝试一下，成功率至多3成。欧远盯着面前的药材，做出决断，想压住欧远和陆长生，恐怕是需要炼制出地品天罡丹。我尽力一试吧。沈家的沈天耀也是有着同样的打算。天罡丹我不熟啊，不过同为4品的临江丸也可以，并且这种丹药我有一定把握地品。李青囊着手开始炼丹，能够进入前100的炼药师都是有着一定底蕴的，基本全都可以看出至少3种丹方来。他们快速做出选择，然后开始炼丹。而此时的陆长生也是已经有了决断，这一次他要炼制5品丹药。刚才炼制4品丹药太清丹，陆长生感觉非常轻松，所以他觉得炼制5品丹药对自己来说应该也不成问题。于是他选择了18种丹方当中最强的一种5品丹药赤阳丹。陆长生这一次要炼制哪一种丹药？足足15种丹方，其中最强的并非天罡丹，而是半步5品的焚灵丹。太上药尊的心思都在陆长生身上，而与此同时，在那天玄圣学府当中，诸多的天玄学子也都是在关注着这一场盛事。最新消息，长生学弟炼制出4品丹药，以第1名的成绩进入第2轮。什么？4品丹药？整个天药楼当中，能够炼制4品丹药的人也不会超过双手之数啊！先别着急惊讶，长生学弟不仅炼制出4品丹药，那丹药更是地品层次，重若千钧，生出异象来。地品丹药，长生学弟竟如此逆天！先别急着倒吸凉气，炼药师联盟东域分部的掌舵人8品炼药师太上药尊亲自请教长生学弟丹药的名字。什么？天玄圣学府彻底沸腾，关于陆长生参加炼药师第1轮的事迹口口相传，最终甚至有人称太上药尊跪求陆长生教他炼丹。此时在那巨大的丹塔前方，一座座的高台之上，诸多炼药师全都在全神贯注炼制丹药。看来陆长生就是要炼制焚灵丹了。所有人当中也只有他看出焚灵丹的丹方。太上药尊看着陆长生将一株株药材投入天地万物鼎当中，怎么看怎么满意。老朋友，我感觉你这一次没有看错人，长生此子不似那寒风，当初我也曾劝说过，说那寒风脑后生有反骨，可你不信我啊。想到药天尊的陨落，太上药尊心中暗叹不已，但看到陆长生，他又心情愉快。想必药天尊那老家伙找到陆长生这样的传人，应该也是欣慰的吧。但下一刻，太上药尊却是突然皱起了眉头，因为他看到陆长生将一株紫色的药材投入了炼药鼎当中。苦子参，这不是焚灵丹所需的药材啊？难道是自己想错了吗？陆长生并不是要炼制焚灵丹，可他之前使用的药材，每一道步骤都是在炼制焚灵丹无疑。等等，似乎是想到了什么，太上药尊全身一震，欧远第一个丹成，不愧是炼药师联盟内部的炼药师，专攻炼药。他炼制出一枚4品天罡丹，
并且是极品层次，很接近地品，真是可惜。快看，欧远继续炼丹，他要尝试炼制地品天罡丹。沈天耀同样成丹，但他竟然直接把丹药扔掉，重新炼制。李青囊已经落后了，他炼制的是临江丸，不如天罡丹。一道道的议论声不断响起，人群前方，沈凤清冷笑了起来。他同样是看出这第二轮就是要炼制天罡丹，但陆长生明显没有在炼制天罡丹，真是一个小丑。呵呵，陆长生果然不行了。我说过，他第一轮纯粹就是运气好而已。这第二轮，他立刻露出了马脚来，要被淘汰掉。沈凤清冷笑着说道：“临江完成了，直接就是地品层次，已经到了我的极限。这第二轮，我应该是能保住前5名。”此时，李青囊丹成，地品临江丸，虽然不如的品天罡丹，但有几人能够炼制出地品天罡丹？李青囊的心里是算过的，第1名留给长生学弟。虽然他也不知道长生学弟在炼制什么丹药，但他敢肯定，长生学弟必然是第1。第2名、第3名可以留给沈天耀和欧元2人，然后是道元圣学府的踪迹有些危险，所以自己这一枚地品临江丸应该能够保住前5名。于是李青囊停下来，一边调息状态，一边关注着陆长生。他实在看不懂陆长生的操作，但越是这样，他就越是欣喜。这证明长生学弟的药道在他之上，这是好事。天玄圣学府的李青囊完成了炼制，他仅仅炼制临江丸，真是可笑。地品又如何？临江丸就是不如天罡丹，此次第1必然是天耀哥哥。至于陆长生那个小丑，马上就要被淘汰掉，不值一审。人群前方，沈凤清心中想到。而此时，欧远已经完成了第2枚丹药的炼制，又是一枚4品天罡丹成功，但依旧不是地品，只差一丝。我是可以炼制出地品天罡丹的，再试一次。欧远深吸一口气，背后已经被汗水湿透。他开始第3次炼制。随后，沈天耀也完成了第2枚天罡丹的炼制，与欧远一样，没有能够达成地品。他咬了咬牙，甩手直接将这枚丹药扔掉，完全不留后路。像是欧远，前面2枚丹药都是留下来了的。如果第3次炼制失败，或者层次更低，他依旧可以选择使用前面2枚丹药来评比名次。但沈天耀的做法却是破釜沉舟，不成功便成仁。他将2枚地品天罡丹全部扔掉，如果第3次失败的话，那他在第2轮便是会被淘汰掉。比赛进入白热化的阶段，这简直就是神仙打架，极品丹药都不够看。如此盛况，难得一见。地品临江丸已经相当可以了，如果那是我炼制出来的，我能吹一辈子。陆长生恐怕要被淘汰了，他似乎并不知道天罡丹的丹方。沈家的沈凤清说的对，他第1轮就是运气比较好。在一道道的议论声当中，陆长生即将成丹，一股奇妙的波动以天地万物鼎为中心荡漾开来，大量的鸟兽虫鱼光影欢快地游走着，围绕药鼎飞舞不止。下一刻，陆长生伸手一拍药鼎，一枚丹药飞出，被他握在手中。天际之上出现丹药的光影，缓缓旋转。地品，又是地品丹药。只见这丹药的光影呈现出一种赤红色，闪耀而滚烫，好似一轮太阳，照耀天地。李青囊地品临江丸的光影异象当场破灭掉。长生学弟这枚丹药竟然如此的霸道，直接破我临江丸异象。等等，这股气息，这是5品丹药的气息，这怎么可能？李青囊狂喜，豁然站起身来，看向陆长生，恭喜长生学弟炼制出5品丹药。李青囊哈哈大笑，开口对陆长生喊道。此言一出，全场震撼。5品丹药，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些药材至多只能炼制出4品天罡丹来，怎么可能炼制出5品丹药？沈凤清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自陆长生掌中那枚赤阳丹当中传出的气息，却在告诉他，这确实是一枚5品丹药，是他不认识的丹药，并且还是地品层次。陆长生再一次镇压全场，哪怕欧远和沈天耀都还没有结束，但结局却已经注定。谁能压得住这枚5品丹药？怎么可能？这陆长生是不是提前知道比试的内容，得到了丹方？他不仅提前得到丹方，更是早就练习过，否则怎么可能次地品？沈天耀面目扭曲，死死盯着陆长生头顶的丹药光影。嗡嗡，下一刻他全身一颤，因为分心的缘故，他面前的炼药鼎之内，一枚即将成型的丹药开始走向崩毁。沈天耀心底一沉，急忙开始挽救。该死，都怪陆长生，是他干扰了天耀哥哥炼丹。沈凤清看到这一幕，也是握紧了拳头，心中焦急。同时，欧远第3次成丹，异象出现，地品天罡丹成。相比之下，他的心态超出沈天耀不少。
并没有被陆长生给影响到，反而是在压力之下，终于炼制出地品天罡丹来。呼，欧远长出一口气，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看向陆长生，他的目光当中涌现出一抹异色，心中感慨不已。而紧接着，太上药尊再一次来到了陆长生的面前。第二轮并未结束，但他已经迫不及待。长生小友，这是什么丹药？贵为太上药尊都不认识这种丹药。全场一片哗然。太上前辈，此乃五品丹药赤阳丹。陆长生递出手中丹药。太上药尊接过这枚丹药，仔细端详起来，原来如此，原来如此，这是焚灵丹的进阶版，真正做到了极致。太上药尊双眼放光，感慨不已。这第二轮给出的药材能够炼制出半部五品的丹药焚灵丹，这是他的设定。如果将焚灵丹更进一步的话，那便是可以达成真正的五品丹药。可惜太上药尊也都没有钻研成功，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没时间了。但没想到陆长生再一次给了他惊喜。五品赤阳丹。听闻此言，看到太上药尊的反应，沈天耀死死咬牙，心中生出浓烈的嫉妒，但他不敢多看，赶紧将全部的心神都投入到了面前的药鼎当中，最终勉强炼制出一枚下品层次的天罡丹来。下品丹药，炼制出这种丹药，沈天耀满面通红，心中羞愤不已，这是耻辱啊！在众目睽睽之下炼制出一枚下品丹药，太丢人。至此，第二轮也是结束。陆长生第一，欧远第二，李青囊第三，宗纪第四，孔岸第五，沈天耀第29名，安安第30名。第二轮只取前30名，沈天耀排名倒数第二。他双拳紧握，头颅低垂，只感觉这片天地之间都传来一道道的嘲讽之声。都怪陆长生，他肯定是作弊了，他会什么炼药？等着吧，最后一轮他不可能继续拿第一，他注定要失败。沈凤清充满敌意的目光盯着陆长生，陆长生有所察觉，低头看了一眼，然后摇了摇头，应该是一只井底之蛙。在第二轮结束之后，前30名的炼药师可以休息一番，调整一下状态，然后才会开启第三轮，也就是最后的一轮，直接决出最后的名次。而此时，在前方那一座通天般的丹塔之中，正有着一名4品炼药师眉飞色舞。看到没有，我曾说过陆长生是天生的炼药师，只可惜当初我游历到白云城，想要收他为徒，他不愿离开陆家，所以没有答应我。如果陆长生在这里的话，便是会发现此人正是当初欲要收他为徒的那名炼药师。虽然陆长生拒绝了他，但他还是送给了陆长生一尊炼药鼎以及诸多的丹药。纪明，自从陆长生崛起之后，你就一直在吹嘘这件事，你混得差，过得不如意，就想从这方面找不回来吗？简直可笑。这时一道尖锐的声音响起，赫然是一名5品炼药师，眼神轻蔑看向纪明。刘海，我没有说谎，更不是要借陆长生找回面子。纪明脸色通红喊道，哼，我还曾经要收沈家沈凤清为徒呢，只是沈凤清无意走药道之路而已，否则的话他当了我的徒弟，参加炼药师大会，还有陆长生什么事？这陆长生走不远的。刘海讥讽道，沈家家主沈关奇都被陆长生暴打，什么沈凤清又算是个什么东西？纪明为陆长生据理力争。哼，好啊，纪明，你区4品炼药师敢侮辱沈家？啪！刘海出手，一掌扇在了纪明的脸上，将他打倒在地。而后他拎住纪明的衣领，拖着他走出丹塔。此时陆长生盘坐高台之上，正在调息状态。长生学弟，我说错了，我还真不一定能够拿下前3，没想到你的炼药水准如此之高，就连太上药尊他老人家都十分赞赏。李青囊面带愧色对陆长生说道，青囊学长，你是诚心想要帮我，何错之有？我认为你一定可以进入前3，最起码也能压住那个沈天耀。沈家人心性都是极差，他在第3轮的表现绝对不行。陆长生笑着对李青囊说道，长生学弟好厉害啊，回头有空能不能教学姐炼丹？安安学姐眼眸如水，看着陆长生，谢谢学姐，下次一定。陆长生婉拒，哼，陆长生你竟敢公然嘲讽我沈家，最后一轮我沈天耀必然拿下第一。沈天耀听到了陆长生的话语，怒吼开口。闻言，陆长生皱起眉头，你该庆幸这是在炼药师大会，否则我直接斩了你。陆长生身上涌荡出一股杀机来，让沈天耀面色一变，他咬着牙却不敢再言语。该死的陆长生，炼药比不过天耀哥哥，就想用武力镇压，真是卑劣，我沈家迟早会灭了他。人群前方的沈凤清心中愤恨不已，开口念道。闻言，卓不凡再次诧异看了他一眼，你哪只眼睛看到陆长生炼药
不如沈天耀的，竟然能完全抛开事实。这一手不错，我可以学来。只要我认为我是东域最强，那我就是东域最强。江上那老贼，我单手就能镇压。卓不凡眼前一亮，而也就在此时，丹塔当中走出一群炼药师的身影。为首的一人面色冷傲，拎着另一人的衣领，拖拽着他前进。大量的目光顿时全都看了过来。一座高台之上，陆长生也是目光看去，然后他就是全身一震，豁然站起身来。所有人都看到陆长生竟是直接御剑飞下高台，同时全身鼓荡出一股极致的愤怒之意。唰，剑鸣之声破空响起，瞬息之间，陆长生已经降临到了这一群炼药师的面前。恐怖的气势让那刘海下意识松开手掌，季明挣扎着站起，全身沾满灰尘。前辈，却见陆长生对着狼狈不堪的季明躬身行礼，搀扶住他，为他拍打去身上的灰尘。季明瞬间鼻子一酸，红了眼睛。长生，我没事，没事的，你快回去调息状态，不要耽误了炼药大会。季明笑着对陆长生说道。前辈，这是怎么回事？此人为何如此对你？陆长生冷眼盯着刘海。没事的，长生，就是一点小矛盾而已。季明生怕影响到陆长生，所以不说实话，但陆长生却能看出来，明显是季明遭遇了欺辱。当年季明游历到白云城，想要收下陆长生为徒，他对陆长生视若己出，陆长生一直记得这份恩情，想要报答。现如今故人被欺辱，陆长生岂能不管？天地间所有的目光全都是看了过来，不断议论着。此时季明已经不在乎刘海的欺辱了。这么多年过去，现如今陆长生已经名声大噪，今非昔比，却依旧记得自己，这证明自己没有看错人，所以他发自内心的高兴。哼，陆长生，众目睽睽之下，你难道想行凶不成？我炼药师联盟的事情，哪里轮得到你插手？此时刘海也是反应了过来，开口喝骂道：这里是炼药师联盟的地盘，正在进行炼药师大会，他就不信陆长生胆敢出手。刘海，长生可什么都没做。季明急忙说道。刘海前辈，这陆长生公然侮辱沈家，人品卑劣无比，我怀疑他在炼药师大会当中作弊，请前辈严查。这时候沈凤清迈步走来，他虽然拒绝了刘海的收徒，但刘海还经常送给他丹药，以此来拉近自己与沈家的距离。青儿说得好，这陆长生何时学会的炼药，整个东域都不知道，此事必有蹊跷，他定然通过某种手段作弊。刘海看到沈凤清，顿时笑了起来，开口高声说道，却丝毫没有注意到那天际之上的太上药尊脸色已然铁青。这一届的炼药师大会是他太上药尊一手操办，刘海这意思，难不成是他太上药尊帮助陆长生作弊？有趣，陆长生和沈家的恩怨还在继续，那是沈家的天之骄女沈凤清，东域大地龙虎榜上有名。陆长生竟然对季明如此尊重。我听说季明在炼药师联盟里混得很差，经常被打压。刘海背靠沈家，是沈家的人，平日里作威作福，经常欺负季明。陆长生此子锋芒太盛，我怕他过刚一折啊！分明就是沈家目中无人，遇到陆长生算沈家倒霉。一道道的议论之声不断响起，谁都没想到在中途休息的阶段还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此时那太上药尊已经打算开口结束这一场闹剧，但却听到陆长生笑了起来。季明前辈对我有恩，我这个人向来恩怨分明。刘海是吧？你欺辱我季明前辈，此事过不去。还有你，刚才就一直在对我出言不逊，区区武王境，真不怕我翻手拍死你？陆长生长笑一声，伸手指向刘海与沈凤清。今日我参加炼药师大会，的确不便出手，但往往在这种时候，就会有一位英雄出现，他看不惯你们的恶劣行径，要替天行道。听到陆长生的话，那背对众生的卓不凡全身一颤，英雄这个词让他感觉脑袋里有一股电流传遍全身。果然，下一刻陆长生对着卓不凡的背影抱拳一拜，请我天玄圣学府卓不凡院长出手，惩治宵小。陆长生高呼。一座高台之上，李青囊眼前一亮，他立刻学着陆长生的模样，请卓不凡出手。然后是安安、赵飞尘、周化全部齐声开口。天地间一道道目光全都看向了卓不凡。卓不凡大笑，一道道神奇的异象出现，将他的身形笼罩，宛若谪仙人。下一刻，他的身形直接出现在了刘海和沈凤清的面前，单手压下，扑通，两人当场跪下，让地面破碎，膝盖剧痛不止。紧接着，卓不凡取出酒壶痛饮，将酒壶高高抬起，酒水哗哗流淌而下，沾湿了他的衣襟。快哉快哉！卓不凡彻底爽了。陆长生，你这是公然扰乱炼药师大会，伤我炼药师联盟的人，
太上药尊他老人家不会放过你的。刘海怒吼出声，挣扎着想要站起来，但却根本就做不到。陆长生，你已经有了取死之道，你人品卑劣，武道药道也都不行，你该死。在他身旁的沈凤清更是面色狰狞，眼神怨毒无比，满口胡言乱语。闻言，陆长生笑了起来，你还敢提太上药尊之名？身为炼药师联盟的人，却质疑太上药尊行事不公。陆长生的话语让刘海呼吸一滞。炼药师联盟刘海不仅欺压同门，更无中生有，说我作弊。我如果真的作弊，太上药尊他老人家岂能不查？刘海这是在质疑太上药尊的品行，其罪当诛。陆长生话音落下，刘海瞬间面色惨白，这顶帽子太大，就这么扣在他头上。我不是，我没有。刘海还想争辩，但下一刻，一道冷哼声自天际之上落下，同时落下的还有一根手指。轰！这手指点在刘海的丹田之上，发出一声爆响。刘海大口喷血，当场晕死过去。刘海欺辱同门，仗着自己与沈家交好，作威作福，如今更是胆大包天，公然辱我。即日起废除修为，逐出炼药师联盟，以儆效尤。太上药尊的声音传遍全场，很多人噤若寒蝉，都是刚才质疑过陆长生的人。他们这才明白，他们质疑的不仅是陆长生，更是太上药尊。那可是一位武尊境，岂能轻辱？沈家沈凤清目无尊长，出言不逊，略施小惩。太上药尊说着，屈指弹出一枚丹药来，打入沈凤清口中。沈凤清想要开口说话，但却发现自己双唇紧闭，根本就张不开。他眼中流下泪水，心中惊惶不已。4品丹药闭口丹，据说这是一位古代炼药师创造。那位古代炼药师有一名徒弟，废话非常多，这炼药师不堪其扰，所以创造出闭口丹，逼迫徒弟服下。吃下闭口丹之后，1个月之内都无法张口说话。而后太上药尊下令，一炷香之后开启最后一轮比试，决出此次炼药师大会的最终排名。纪明前辈，待到大会结束，我们再来叙旧。陆长生对纪明说道，然后回到了高台之上，开始调整状态，准备迎战最后一轮。此时已经是有人将那如同死狗一般的刘海抬走，至于那沈凤清则是目光怨毒，死死盯着高台之上的陆长生。虽然1个月的时间无法开口说话，但他依旧要留下来，因为他要亲眼看着沈天耀在最后一轮夺魁，碾压陆长生。陆长生，此仇不报，我沈凤清誓不为人。沈凤清的心中疯狂呐喊着，而在天地之间，一道道的目光则是时不时会看向纪明，眼神羡慕。这纪明真是好运气，居然与陆长生有救。太上药尊他老人家似乎极为重视陆长生，恐怕以后这个纪明在炼药师联盟之内的地位也会水涨船高。没想到陆长生如此重情义，我看他对纪明的敬重不似作假。早知道这样，我以前就教好一下纪明了。哎，最后一轮马上就要开始，我感觉此次炼药师大会的难度要超出以往。没错，不知道这最后一轮会是何等的难度。大量的议论之声不断传开，这一炷香的时间眨眼便过。天际之上，太上药尊盘坐，宣布了最后一轮的比试内容。仅剩的30名炼药师的面前，全都是出现了3份药材，但这一次3份药材却完全不同，分明就是用来炼制3种丹药的药材。从3种丹药之中挑选1种来进行炼制，这3种丹药分别是4品、5品、6品的层次。我肯定是要选择6品丹药小生死玄丹。陆长生目光灼灼盯着其中一份药材，那赫然是用来炼制6品丹药小生死玄丹。生死玄丹这种丹药极为的特殊，有3个层次：小生死玄丹6品丹药，生死玄丹7品丹药，大生死玄丹8品丹药。据说在大生死玄丹之上还有着更强的丹药，乃是9品层次，只不过世上无人知晓其丹方。4品丹药肯定不用考虑，谁如果炼制4品丹药，那就相当于是放弃了这最后一轮。可是6品丹药我根本炼制不出来，所以只能选择5品丹药小回天金丹。李青囊快速做出了决定，开始着手炼制起来。小生死玄丹真是天助我也。沈家沈天耀眼瞳深处闪现出一抹狂喜之色，但他掩饰得非常好，表面之上不动声色。我能够炼制小生死玄丹，但却至多只能炼制出上品层次，连极品都难。但无论如何，哪怕只是炼制出上品小生死玄丹，也比5品丹药强，应该是比不过陆长生的，只能拿到第2。可即便如此，我也要展现出我最强的炼药术。欧元眼神坚毅，开始炼丹。前30的炼药师很快就全都开始着手进行炼药，只有3人选择6品丹药。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他们3人便是最终的前3名。陆长生肯定是第1，欧远和沈天耀争夺第2。可惜了，
李青囊选择炼制五品丹药小回天金丹，沈天耀也配争夺第二。陆长生说了，他是沈家人，心性极差，越是到了关键的时刻，就越是容易心态失衡，导致炼丹失败。这最后一轮可是仅有一次炼药的机会，一旦失败，那就彻底完蛋。嘿嘿，还有人选择4品丹药的。天地间响起一道道的议论之声，不绝于耳。而此时，陆长生则是已经全身心沉浸到了面前的天地万物鼎当中，一株株的药材被他投入到了鼎中，承受着红莲业火的炙烤，化作浓浓的药力悬浮在天地万物鼎之内。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只见那天地万物鼎之上的一道道光影投身到了鼎内，托举着那精纯的药力，将其缓缓融合在一起。当炼制6品或者6品以上的丹药之时，这一方炼药鼎的神异之处才会开始真正显化出来。鼎身的大量鸟兽虫鱼光影全都会进行辅助，让炼药师更加得心应手。该死的陆长生，辱我沈家，欺我凤青妹妹，哼，且看我如何将你踩在脚下。沈天耀目光看到这一幕，眼神极度，心中暗恨。小生死玄丹，天耀哥哥赢定了。陆长生，等你来我沈家古风王台，我定要亲自斩你。沈凤青下意识想要开口说话，但却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嗡嗡嗡。此时已经开始有着炼药师成丹，只不过全都是那些炼制4品丹药的炼药师，也很少有人会去关注他们。踪迹即将成丹，他和李青囊一样，都是选择5品丹药小回天金丹。如果放在以往，他有夺魁的实力，只可惜此次炼药师大会乃是龙争虎斗，他略逊一筹。据说他是道元圣学府院长宗万道的后代，一心走炼药之道。李青囊也快要成了，越来越多的5品丹药即将攻城。散修炼药师孔案能走到这一步，殊为不易。伴随着一道道的议论之声，诸多的丹药开始成型，被炼制成功。前30之列，只有5人选择炼制4品丹药，足足22人全都是选择了5品丹药小回天金丹。浓郁的药香近乎是化作了实质，天际之上有道道金光冲霄而起，场面蔚为壮观。一枚枚小回天金丹攻成，只可惜却是并未有异象生出。这意味着没有人炼制出地品层次的小回天金丹，始终还是难度太高了一些。就是现在，所有人的目光都被那大量的小回天金丹所吸引。沈天耀心中一震，手上的动作也是出现了变化。刹那之间，在他的炼药鼎之内，竟是有着一枚半成品的小生死玄丹出现，直接取代了他正在炼制的那一枚小生死玄丹。偷天换日，沈天耀居然早就在炼药鼎之内用特殊手段藏了一枚半成品的小生死玄丹，用来作弊。他和沈凤青2人口口声声说陆长生作弊，但实际上却是他沈家人早就准备好了要作弊。此番在炼药师大会开启之前，沈家特地提前准备了3枚半成品的丹药，藏在沈天耀的炼药鼎内。只要决赛当中需要炼制这3枚当中的任何一枚，沈天耀都可以暗中调换丹药，稳拿第一。因为这3枚半成品丹药全都是100%可以炼制出地品丹药来。轰！随着沈天耀这一手偷天换日的操作，一阵轰鸣之声爆发开来。只见那天际之上赫然是出现了一道虚幻的光影来，散发出一股超脱出生死般的气息。一瞬间，天际之上的重重金光被彻底碾压。地品小生死玄丹震惊全场。地品小生死玄丹，天地间猛然一滞，紧接着便是响起了一连串道吸凉气的声音。好！人群前方，沈凤青面色激动，忍不住挥拳，心中疯狂呐喊。尤其是当他看到陆长生脸上的疑惑之色时，更加感觉到一阵畅快。陆长生，你这蝼蚁，我看你如何应对。我就不信你能炼制出超越地品小生死玄丹的丹药。沈凤青发出呜呜的声音，无比的想要开口说话。沈天耀竟然能炼制出地品小生死玄丹。李青囊眉头紧锁，他觉得不太对劲。难道说沈天耀对这枚丹药非常熟悉？欧远没有想那么多，他是个药痴，一门心思全都在炼药之上。他决然想不到会有人在炼药当中作弊，因为在他看来那是毫无意义的事情。沈天耀作弊了。陆长生抬眼看去，虽然没有证据，但他敢肯定沈天耀绝对作弊了。这是出于他对沈家人的了解得出的判断。敢在太上药尊的眼皮子底下作弊，会是什么手段？难道是偷天换日之术？陆长生想到了一种手段，那是在红莲女帝传承的药道当中有所记载。这种所谓的偷天换日之术，常用于各种炼药比赛当中，极难被发掘。但这世上可没有完美的作弊手段，任何一种手段都是会有着破绽。沈天耀，你最好不是用的偷天换日之术，否则我让你身败名裂。陆长生看着那面色狂傲的沈天耀，心中冷笑不止。此时欧远成丹，
小生死玄丹，丹成，极品。他将丹药捞在手中，看着丹药之上不断流淌的云纹，长出一口气，全身都已经被汗水所湿透。他真正达到了极限。天下英才如过江之鲫，我还差得远。此次炼药师大会结束之后，我要闭死关，争取突破成为7品炼药师。欧远心中立下宏愿，接下来就只剩下陆长生还不曾成丹。陆长生还要挣扎吗？沈天耀手握那一枚地品小生死玄丹，仰天大笑。但陆长生却一言不发，继续炼丹。本来他打算炼制出一枚地品小生死玄丹来，拿下第1名。现在看来地品已经不够了，那就天品吧。青囊，你能否看出那沈天耀是如何做到的？我怀疑他作弊。没错，他的炼药之术不可能这么强。如果他真的用卑劣手段夺走长生学弟第1名，我绝对不答应。不是偷梁换柱，否则瞒不住太上药尊他老人家，只能是传说当中已经失传的偷天换日。据说在中州大地有着偷天换日的术法，但也并非完整。实在不行，请不凡院长出手，杀了沈天耀吧。天玄圣学府几人都在暗中交流着，而此时那太上药尊也是眼神极为的不悦。他敢肯定沈天耀作弊，但关键在于没有证据，绝对是偷天换日的术法。沈天耀换了丹药，这偷天换日之术存世只有4种手法，我全都会，但沈天耀用的却不是这4种手法当中的任何一种。太上药尊恨不得一巴掌拍死沈天耀，但他所代表的却并非是他自己，更是炼药师联盟东域分部。以他的身份，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绝对不能轻易动手。所以他刚才对付沈凤清也只是略施小惩而已，否则的话，以他的性格，最起码要打爆沈凤清满口牙齿。而此时却见那高台之上，陆长生全身猛然一震，双手狂舞，打出一道道的印法来。刹那之间，天地万物顶爆，发出轰鸣，更多的光影悬浮而出，围绕着药鼎疯狂旋转起来。一道恐怖的红色火柱飙升而起，直冲天际。在那火柱的顶端，赫然是有着一枚黑白相间的丹药，正在承受着千锤百炼。这赫然是一枚极品小生死玄丹，通天九炼。那是传说之中的通天九炼之法，可强行提升丹药的品级。放眼整个东域，会这通天九炼之法的人，也绝对不会超过1手之数。陆长生炼制出极品小生死玄丹，要将其提升到地品，不虚此行，不虚此行啊！好，胜负还未可知，那沈天耀高兴得太早。天地间一道道的惊呼之声响起，所有人的目光全都是汇聚到了那通天般的红色火柱之上。只见那一枚极品小生死玄丹正在悄然发生着某种变化，天际之上也是开始缓缓有着一道光影浮现而出。陆长生竟然会通天九炼，哼，他炼制出地品又如何？我先承担，我依旧是第一。沈天耀先是一惊，而后便是冷笑了起来。该死的陆长生，肯定是太上药尊那个老不死叫他的通天九炼，他们全都该死，我要杀光他们！沈凤清目光怨毒，看向陆长生和太上药尊。下一刻，在一道道炙热目光的注视之下，天际之上的异象光影彻底成型，仿佛是有着一股重压凭空出现，竟是让那通天般的火柱都硬生生变矮了一截。重若千钧，天降异象，地品小生死玄丹成。看到这一幕，太上药尊忍不住心中喟叹了一声。丹成地品，但却依旧拿不到第1名。沈家人当真卑劣至极。但也就在此时，他却看到陆长生的嘴角悄然扬起。沈家人注定要活在我陆长生的阴影当中。诸君，且看天品丹药现世。陆长生长啸一声，双掌猛然拍击向那扶摇而上的火柱。紧接着，在陆长生的体内，那炼仙鼎当中，一股超出想象的奇异伟力悄然迸发而出。这股力量顺着陆长生的手掌传递到了那通天的火柱之上，就如同甘霖般降下，灌注到那丹药之中。轰轰轰！霎时之间，那枚丹药疯狂颤抖起来，其上黑白2色光芒旋转不止，释放出一股难以言说的气势来。恐怖的爆鸣声以这丹药为中心轰然爆发开来，形成一道道黑白2色的环形气浪，横亘在天际之上。咔咔咔！所有的参赛者全都惊恐地看到自己手中的丹药居然在此刻裂开，出现了一道道的裂纹，根本承受不住。一丹成，万丹碎，这便是天品丹药之威。沈天耀面色惨白，体若筛糠，他头顶上空的丹药光影早已是轰然破灭，就连他手中的那枚地品小生死玄丹也都是在此刻化作了齑粉。而紧接着，在所有人震撼绝伦的目光当中，天际之上掀起一阵仿佛要毁灭一切的狂风，席卷向陆长生的天品丹药。天品丹药现世，3灾降临。天品丹药太过逆天，
已经为天地所不容，故而丹成之际会降下3灾，只有度过3灾，才算是彻底攻城。古往今来，有数不胜数的炼药师倒在了这一步，他们炼制出来的天品丹药被3灾毁灭，功亏一篑。而此时，陆长生这枚天品小生死玄丹，便是即将经历3灾当中的第1灾——风灾。只见那天际之上，一道恐怖绝伦的龙卷已经悄然成型，疯狂旋转之间，仿佛可以撕碎这世间的一切。一座座高台之上，甚至已经开始有着炼药师仓皇逃窜，不敢停留。天威不可敌，风火雷3灾，这第1灾就已经如此的恐怖，可见这枚丹药之强。李青囊激动无比，全身颤抖，哪怕他的身形在那高台之上已经是摇摇欲坠，但他却仿佛毫无察觉一般。快碎掉，快碎掉！只要3灾毁掉这枚丹药，我就还是第1。沈天耀已经逃离了天空之上，回到地面躲避风灾。他正在不断诅咒着一枚丹药被毁掉。天品丹药又如何？扛不过3灾，终究是一场空。陆长生马上就会从云端跌落到尘埃，就像是他当初被夺走霸体一样。沈凤清目光阴毒，盯着陆长生。而此时，在这片天地的中心，一座高台之上，陆长生身形傲立，岿然不动。小小风灾，如何坏我天品丹药？陆长生手捏印诀之间，那龙卷当中的小生死玄丹骤然开始旋转起来，只不过却是与那龙卷呈相反方向，双方竟是在角力。而接下来，所有人都是无比震惊的看到，随着那小生死玄丹疯狂的旋转，竟是生出了一道黑白2色的反方向龙卷，与那风灾龙卷互相抵消。渐渐的，那原本威严无比，让人生不出抵抗之心的风灾龙卷，其速度竟然是开始飞快的下降，最终彻底消弭于无形，就仿佛从不曾存在过一般。呼呼呼！但紧接着，随着风灾结束，火灾立刻降临，不给陆长生丝毫喘息的机会。天空之上凭空出现一团火焰，将小生死玄丹包裹在其中，疯狂灼烧起来。看到这一幕，陆长生的脸上却是生出了笑容来。他这一枚小生死玄丹乃是地火淬炼而成，更有炼仙鼎加持，区区火灾如何炼得了？恐怖的高温甚至让空间都扭曲起来，让人不敢直视。可是被火焰包裹的小生死玄丹却是纹丝不动。该死，陆长生的丹药竟能扛过风灾与火灾，他不可能撑过最后的雷灾，不可能。沈天耀面容扭曲，心里正在疯狂的咆哮，但不知为何，他的心中却突然生出了一种预感来，那就是恐怕雷灾也奈何不了这枚丹药。陆长生，一个被夺走霸体的废物，凭什么走到这一步？天耀哥哥是凭借自己的实力炼制出地品丹药，他却是作弊，这不公平。沈凤清心中发出尖叫声，已经在逐渐失去理智。其实他很清楚，沈天耀才是那个作弊的人，但他一次次告诉自己，沈天耀没有作弊，是陆长生作弊，到最后他自己都信了。火灾结束了，只剩雷灾。魔云青藤之上，太上药尊看向陆长生的眼神当中满是赞许之色。这小生死玄丹，他也能炼制出天品层次来，但那是他进银丹药之道上千年的底蕴积累，而陆长生才多大？前途似海，来日方长。此时，在那天际之上，火焰消散掉，只剩下那一枚小生死玄丹静静地悬浮着。下一刻，一股恐怖的威压降临，层层的乌云密布，凭空而现，其中有电闪雷鸣，声势浩大。紧接着，陡然一声霹雳炸响，几乎全场所有人都感觉如遭雷击一般，脑海当中轰鸣，双耳暂时失聪。更有实力较弱者直接晕倒在了地上，眼耳口鼻全都在一血。雷灾降临，一道难以形容的恐怖雷霆笔直降落而下，狠狠击打在小生死玄丹之上。咔嚓，刺耳的破裂之声传遍全场。只见那小生死玄丹之上，赫然是有着一道裂纹显现而出。好！沈天耀忍不住大吼一声，脸上瞬间布满了笑容。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沈凤清也是满脸笑容，心中快意无比。可惜，太可惜了，那炼药师联盟的欧远却是一脸的心痛。一枚天品丹药即将攻城，却倒在了最后的一步，何等的可惜啊！糟糕！李青囊等天玄圣学府的学子们全都是呼吸一滞，仿佛连心跳都停了下来。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那丹药之上道道裂纹快速蔓延，但却什么都做不了。难道说最终还是要失败吗？天品之难，难于上青天。3灾从天而降，不留任何余地，那是一种让人绝望的强大。在场甚至有炼药师忍不住哭了起来。就连陆长生此等精彩绝艳之人也都失败全场，唯有2人面色淡然，一个是陆长生，另外一个便是太上药尊。咔嚓，又是一道破碎之声响起，
只见天际之上那一枚小生死玄丹之上，透过一道道的裂隙，竟是有着金光在溢散而出，一股非凡的气息传遍全场。紧接着，在丹药的表面，竟是有着一层层的丹皮开始脱落剥离下来，显露出一枚崭新的丹药。除了小生死玄丹原本的黑白二色之外，更是多出一股神秘的金色。这丹药在空中缓缓沉浮之间，最终落下，被陆长生接入掌中。而后，陆长生抬手将这一枚天平小生死玄丹高高举起，刹那之间，全场震撼绝伦。原来那雷灾并没有毁掉这枚丹药，反而是完成了最后的淬炼，助其脱胎换骨，终成天品。天品小生死玄丹成。陆长生高举天品丹药，堪称举世无双。他便是这片天地唯一的中心，整个东域都要为之震惊。人群当中，沈天耀面色惨白，站立不稳，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沈凤清脸色发紫，全身剧颤不止。他想要开口，但却说不出话来。急火攻心之下，他只感觉一股鲜血在上冲，从喉咙喷到了口中，可却吐不出来，只能再咽下去。难受到极点的感觉让他一阵眩晕，双眼翻白。但这还不算完，只见那太上药尊在此刻站起身来，迈步走到了沈天耀的炼药鼎前方。我怀疑沈天耀炼制出地品小生死玄丹乃是作弊，现在我要检查他的炼药鼎。太上药尊说着，手捏一道印诀，打向沈天耀的炼药鼎。什么？太上药尊的话让全场再一次震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沈天耀作弊？他真是胆大包天，竟敢在太上药尊的眼皮子底下作弊。他用了什么手法作弊？我听闻有一种手法叫做偷梁换柱。不，偷梁换柱太低级了，多是一些散修炼药师行走江湖骗人所用，应该是传说中的偷天换日。存世仅有4种手法，刚才太上药尊他老人家便是用的其中一种。我来讲讲吧，简单来说就是提前将半成品的丹药利用特殊手段藏在炼药鼎内部，然后寻找时机调换。对，不过这虽然说起来简单，但真要操作起来，想要做的隐蔽不被发现，还是需要大量的练习，其难度不亚于将一门武学修炼到化境。天地间响起一道道的议论声，而此时那沈天耀忍不住全身一颤，但当他看到太上药尊所使用的手法之后，顿时就悄悄松了一口气。老东西，我用的手法可不是存世的4种之一，你是不可能找到证据的。沈天耀心中怒骂不止，这该死的太上药尊！陆长生炼制出天品丹药，已经夺得第1名，可这太上药尊却还要针对他沈天耀。哈哈，太上药尊即将查出沈天耀作弊。现如今长生学弟第1，沈天耀第2，欧远第3，青囊你应该是第4。如果沈天耀作弊，那你就能进入前3。沈天耀绝对作弊了，别忘了长生学弟问到摘星的事情，有那个沈官齐老狗带头，整个沈家都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他就算是作弊，也不是长生学弟对手。天品丹药镇压一切，震惊整个东域。没错，作弊还输了，真是可笑到极点。天玄圣学府的几名学子全都在嘲讽着沈天耀。而此时，眼看着太上药尊已经连续打出了现如今存世的全部4道手法，可那药鼎却没有任何的反应。沈天耀心中大定，他深吸一口气，看向那天际之上的太上药尊。太上药尊前辈，您说我沈天耀作弊，但口说无凭，整个东域见证之下，如此如我沈家，如我沈天耀，此事是否该给一个说法？沈天耀有十足的把握，太上药尊查不到任何证据。眼看着太上药尊已经打出足4道偷天换日手法出来，沈天耀开始逼宫。查不出来，我看你怎么收场。很好，公然作弊，还敢跟我讨要说法，今天我就让所有人都亲眼见证你沈天耀是如何作弊的。太上药尊只感觉心中有一团怒火在熊熊燃烧，这沈家人当真卑劣。随着太上药尊话音落下，天际之上顿时便是出现了一道光影，显示出沈天耀的药鼎之内的画面。紧接着，在沈天耀惊恐的目光当中，太上药尊竟然又打出一道新的手法，拍击着他的药鼎。什么？一瞬间，沈天耀如遭雷击，心脏狂跳不止。他万万没想到，这太上药尊居然还会那4种手法之外的手法，这怎么可能？偷天换日的手法虽然原本有9种之多，但传世只有4种啊。沈天耀敢肯定自己学到的这一种，当时不可能有其他人还会，因为那是出自他沈家的古风王台遗迹，一直都是他沈家不传之秘。不过让他稍稍松了一口气的是，太上药尊使出的这一道手法依旧不是他的那一道。这老狗居然还会第5道手法，但他不可能查出来的，绝对不可能。沈天耀心中暗道。可紧随其后，太上药尊施展出第6种手法，震惊全场。怎么可能？足6道偷天换日的手法，不是说偷天换日之术早已失传，仅存世4道吗？
应该是太上药尊他老人家因缘际会又学到2种，可能是在一些古迹当中有所发现。等等，不是6种，而是7种。看来太上药尊是铁了心要找到沈天耀作弊的证据啊。其实我也觉得沈天耀作弊了，据说沈家人总是喜欢在各种比赛当中搞一些小动作，非常恶心。天地间一道道的议论之声不断响起，而此时太上药尊则是神情淡漠，打出第8种手法来嗡。也就在此时，所有人全都看到那天际之上的光幕陡然出现了变化。只见随着太上药尊出手，那药鼎之内顿时发出了一道嗡鸣之声，紧接着药鼎当中的2侧内壁之上竟然有一股玄奇的扭曲之力出现，弹出2枚半成品的丹药来，全都是6品丹药。刹那之间一片哗然，沈天耀真的作弊了，在他的炼药鼎内显现出2枚半成品的6品丹药，这分明就是为了炼药师大会准备的。沈天耀，你还有什么话说？太上药尊目光冰冷，看向已经瘫软在地的沈天耀。无需多言，沈天耀的表现已经证明了一切。不，这不是天耀哥哥做的。沈凤清急得不行，他想为沈天耀辩解，可却无法开口说话。下一刻，他灵机一动，取出纸笔来，开始写字。天耀哥哥没有作弊，这丹药是张太上用手段放入天耀哥哥的药鼎当中，栽赃陷害。沈凤清快速写下2行字迹，高高举起。看到这一幕，太上药尊气笑了。已经数百年不曾有人敢直呼我张太上之名了，真是有趣啊。太上药尊面带微笑，开口说道。也不见他有任何的动作，下一刻便是有着一道粗壮的藤蔓破空而来。啪！藤蔓之上显出一片叶子，狠狠扇在了沈凤清的脸上。受了这一击，沈凤清半边脸颊瞬间变得通红，嘴里的牙齿也都碎了好几颗。关键是他还无法吐出这满嘴的鲜血和牙齿，只能咽下去。但他依旧不服，他被打趴在地上，咽下口中的鲜血和牙齿，继续书写。陆长生也作弊了，你为什么不查陆长生？你明显是在偏袒陆长生，包庇陆长生。他高举起手中的字迹，这一刻就连卓不凡也都对他刮目相看。世上竟有如此蠢货！啪！那青藤叶片再一次狠狠扇下，这一次直接打爆了沈凤清满口的牙齿，将他击晕在地。紧接着青藤缠绕着他的脖子，直接把他给狠狠甩飞了出去，彻底滚出了炼药师联盟的范围。所有人都突然有一种感觉，这个世界干净了。沈天耀在炼药师大会之上作弊，人赃并获，从此被炼药师联盟除名。接下来我将宣布此次炼药师大会最终排名。太上药尊飞起一脚，踢飞沈天耀的炼药鼎。这炼药鼎从空中落下，砸在沈天耀的身上，让他大口喷血，身形倒飞出去。然后沈天耀落地，在地上翻滚不止，彻底晕死过去。那2枚半成品的6品丹药也是从药鼎内滚落出来，沾满了灰尘，躺在沈天耀的面前。太上药尊屹立在虚空之上，俯瞰全场。直至此刻，所有人才终于回想起太上药尊之名，那是多么的狂躁。据说当年他性格暴躁，谁都不服。他曾打上沈家，逼得沈关奇低头；他曾杀上血云殿，拼着重伤斩了2名天品杀手；他曾在道元圣学府堵门，让宗万道都无比的头疼，并且他还驾临天玄圣学府，评价天耀楼就是小孩子过家家。那时候整个东域听闻张太上的名字都会忌惮不已。此人不仅耀武双绝，更是脾气暴躁，做事不计后果。也就是近100年，他寿元将近，这才收敛了许多，整日在炼药师联盟之内钻研药道，轻易不会再现身。如果是以前的他，今日恐怕会直接杀了沈天耀和沈凤清。接下来太上药尊公布了最终的排名。第1名，天玄圣学府陆长生，6品丹药小生死玄丹，天品层次。第2名，炼药师联盟欧远，6品丹药小生死玄丹，极品层次。第3名，天玄圣学府李青囊，5品丹药小回天金丹，极品层次。这便是前3名，其中竟是有2名天玄学子。而前3名不仅能够名扬东域，更是可以在诸多的奖励当中进行挑选。此时太上药尊手掌一招，天际之上顿时便是出现了一道道的光团，每一个光团之内都是有着一件宝物。从第1名开始进行挑选，陆长生抬眼看去，已经看到了在一个光团之内，赫然是有着一滴奇异的黑色水滴悬浮。玄重水，这便是他修复乾坤古镜所需要用到的第2种真材。当即陆长生便是想要选择这滴玄重水作为奖励，但与此同时，在他的丹田之中，炼仙鼎却突然有了反应。嗡嗡，炼仙鼎传出嗡鸣，给陆长生做出了指引。陆长生目光看去，只见那是一个角落里的光团，其中悬浮着一尊古老的石印。炼仙鼎指引，
必是全场最佳的宝物。可如果选了这神秘石印，就无法选择玄重水。陆长生心中有些纠结。而也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响起：“长生学弟，玄重水交给我。”李青囊开口说道。随后他还看向了欧远：“欧远兄，你应该不需要玄重水吧？”他这么问，是怕欧远第二个选择奖励选择了玄重水。青囊兄，我用不到玄重水，我想选择天药叶片或者云中叶。欧远笑着回答道。这两种奖励都是他想要的，就算是陆长生选了其中一种，他还可以挑选剩下的那种。无论如何，都可以得到自己所需的宝物。听闻欧远的话，陆长生松了一口气。这样的话，玄重水就万无一失了。于是，陆长生对着欧远和李青囊点头致意，然后选择了那神秘的古老石印。看到陆长生的选择，太上药尊的眼中闪过一抹诧异之色。他伸手一指，那石印已经飞到了陆长生的手中。古老的气息扑面而来，陆长生观摩着手中的石印，莫名感觉有一股熟悉的气息，就仿佛曾经在哪里感受过一样。这股气息，陆长生握着手中的石印，缓缓抹撒后，他全身猛然一震。他想到了，是擎天命。这股气息，他在擎天命体内的那滴圣血上感受到过，并且最后来救走擎天命的那只仙鹤身上也有这股气息，绝对没错。这一方古印竟是和擎天命有关。或许我可以通过这方古印找到擎天命。陆长生心中想着，将这古印收好。而后欧远选择了天药叶片。这来自太上药尊座下的魔云青藤，对于任何一位炼药师来说，天药都是梦寐以求之物，哪怕只有一片叶子。最后一个是李青囊，他毫不犹豫选择了玄重水，并且直接把玄重水送给了陆长生。多谢青囊学长，如有机会，长生一定报答。陆长生收起玄重水，对李青囊道谢。长生学弟，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还欠你一条命呢，你让我怎么还？李青囊连连摆手，他心情非常愉悦，总算是能帮到长生学弟了。而随着前3名选择了奖励之后，这一次的炼药师大会也终于是彻底结束。很多围观的人群都已经开始散去，他们迫不及待要将这里发生的事情给分享出去。随后，陆长生则是跟着太上药尊进入了前方的丹塔当中，一路来到了最顶层一处静谧的大殿内。在这大殿中心，有着一尊巨大的丹炉摆放，并且还有着熊熊的火焰正在不断炙烤着这一尊丹炉，其中飘散出浓郁的丹香，宛若实质。长生小友，随便坐，正好这一炉丹药即将炼成，你倒是来得巧。太上药尊迈步来到丹炉面前，只见他手掌一招，便是从那魔云青藤之上摘下一片叶子，丢入丹炉当中。嗡嗡，有嗡鸣之声传荡开来，更加清冽而浓郁的药香流淌而出，宛若化作一泓清泉，在这大殿之内流淌。紧接着，太上药尊双手打出一道道印诀，烙印进入丹炉内部。大殿上空出现异象，一枚枚丹药的光影悬浮而出，赫然是一整炉的地品丹药工程。嗖，太上药尊抬手，一枚枚闪烁着金光的丹药快速旋转，悬停在了陆长生的面前。7品丹药，小乾坤金丹，一整炉的金丹全部赠予陆长生，足有18枚之多。此丹可帮助武者掌控天地之力，而天地之力是武皇境强者的专属。长生小友，等你到了武王境，才可以尝试服下此丹，去尝试感悟天地之力，并且1个月只能服下1枚，否则会受到反噬。太上药尊笑着对陆长生说道：“多谢太上前辈赠药。”陆长生收起丹药，恭敬行礼：“敢问前辈，与药天尊是何关系？”陆长生明白，太上药尊对自己态度这么好，是在他取出天地万物鼎之后，所以说这2位前辈之间必有关联。他是我的老朋友了，也是我张太上这一生最好的朋友。闻言，太上药尊眼中浮现出一抹追忆之色。长生小友，可否与我说一说，我这老朋友最后如何了？可有留下什么话？太上药尊问道。药天尊对天地万物鼎说，给他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归宿，并且他还说让我不要悲伤，人生就是一场场的告别。陆长生描述了一番当时的景象。良久，太上药尊喟然长叹一声，他说的不错，人生正是一场又一场的告别啊。岁月如刀斩天骄，1000年光阴如弹指一瞬。故人白首，红颜老去，而今我也行将就木。太上药尊感慨不已，眼前仿佛看到了一幕幕的往事，如同过眼云烟一般。他摇了摇头，唤来魔云青藤，轻轻抚摸着这一株天药，而后并掌成刀斩落。他竟是斩下一节魔云青藤，送到陆长生面前。长生小友，我不甘就此化作尘埃，我还想再拼一把，请长生小友为我换一片7星轮回叶。太上药尊开口说道。
太上药尊此举让陆长生心头一震，又惊又喜。惊的是，方才9天青罗杆映到魔云青藤之后，传出的波动终究还是没能瞒得住太上药尊。不愧是整个东域最强炼药师，目光如炬。喜的是，他正想要一劫魔云青藤种在炼仙鼎内，没想到太上药尊居然先开口了。不过陆长生却并没有收起这一劫魔云青藤，因为他的手里可没有七星轮回液。长生小友，你有何顾虑？但说无妨。太上药尊见陆长生没有动静，还以为陆长生是有什么顾虑。前辈，实不相瞒，我的手里并没有七星轮回液，古皇遗迹当中那一株天药其实是9天青罗。陆长生笑着取出一枚9天青罗的叶片。闻言，太上药尊全身一震，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是9天青罗伪装成七星轮回液，此种天药最为狡猾，哈哈哈！太上药尊伸手接过这枚叶片，忍不住大笑了起来。这一枚9天青罗的叶片蕴含着庞大而精纯的特殊生命力，可为他延寿150年。如果是七星轮回液的话，仅仅只能延寿100年，足足差了50年。并且9天青罗的叶片更有妙用，能加持悟性，这对于太上药尊追寻圣道帮助巨大。这对于太上药尊来说是一个天大的惊喜。小心翼翼将这枚叶片收入一个玉匣之内，贴身藏好。太上药尊继续看向陆长生，怎么看怎么满意，不愧是能够让药天尊托付天地万物鼎之人。其实陆长生刚才还有所隐瞒，没有说出药天尊的敬畏。当初药天尊附体陆长生斩杀逆徒，他对陆长生甚至生出了一股敬畏之心。此子身上大秘密太多。看着陆长生收起那一截魔云青藤，太上药尊继续开口，敢问长生小友是否另有名师？我观你那火焰恐怕至少是圣火，并且你竟然还掌握完整的偷天换日之法，这在整个灵域大陆都是已经失传了的。太上药尊问出心中疑惑，方才正是陆长生传音给他告知完整的偷天换日之法，他这才查获沈天耀作弊的证据。小子的确侥幸得到高人药道传承，并且不便拜师，请前辈谅解。陆长生点头说道。他看出来了，太上药尊动了收徒的心思，但他的药道老师可是红莲女帝。红莲女帝是肯定不会答应让陆长生拜师太上药尊的，因为他不够资格教陆长生。放眼这天下，谁人之药道能比得上红莲女帝？原来如此，太上药尊颔首，但眼中却有着浓浓的失望之色。他倒是有2个徒弟，都是药道天骄，只可惜跟陆长生一比，全都是不够看。但陆长生已经有了名师，不便拜他，他也无法强求。接下来2人在这大殿当中盘坐，继续交谈起来。我早对药天尊说过，那寒风生有反骨，他不信我。哼，那一方古印是我偶然所得，其上有圣人气息遗留，应当是与一处圣人遗迹有关。只可惜我一直没有找到遗迹所在，与秦天命有关。原来如此，长生小友，你必能斩掉天命。10年前号弃楼之灾，此事我也不了解。近100年来，我寿元将近，一直在努力闭关，寻求圣道。对了，江上曾经还请我去天药楼讲道，我没有给他面子，但是我愿意给你这个面子。稍后我随你一同返回天玄圣学府，以后在东域遇到任何事情都可以用这枚玉符传讯联系我，并且只要捏碎玉符，我很快就可以赶到。管他什么沈家，什么到元圣学府，我都可以帮你杀。无妨，我在这炼药师联盟不过就是一个虚名，只要我不高兴了，随时走人，谁人能奈我何？太上药尊十分兴奋，他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他提出要亲自护送陆长生回天玄圣学府，并且还给了陆长生一枚玉符。只要不是在魔窟之内，陆长生在东域任何一处捏碎玉符，他都可以踏破空间来助阵。陆长生也没想到，此次炼药师大会居然会有如此巨大的收获。玄重水、神秘古印、一炉18枚7品地平小乾坤金丹、一节魔云青藤天药，以及太上药尊这位真正药物双绝的强者青睐。放眼整个东域，太上药尊也都是金字塔顶端的那一小撮人，是屈指可数的强大。所谓药皇寒风药物双绝，在太上药尊的面前不过就是一个笑话而已。而在离开之前，陆长生又与几名叙旧一番，聊了聊当年的事情以及这些年的境遇等等。太上药尊得了9天青罗叶片，心情大好，当场提拔季明为炼药师联盟东域分部的大管事，地位仅次于会长和副会长，这让季明受宠若惊。同样是想要收徒，然后被拒绝，但季明与刘海的结局却是天壤之别。天际之上，一株天药在云层当中穿梭，太上药尊盘坐在魔云青藤之上，在他身旁则是陆长生。后方卓不凡倒立而行，背对着太上药尊，不去看他。
而灵州之上的李青囊等人则是眼神艳羡不已，看向陆长生的背影。长生学弟得到了太上药尊的青睐，太上药尊亲自护送他返回天玄圣学府。我也想骑乘天药，那会是何等感受？我现在特别期待咱们回到天玄圣学府的时候，到时候肯定所有人大为震撼。你们快看不凡院长，他脸色非常难看。哈哈哈哈！有太上药尊在，不凡院长无法装逼，全身难受。小点声，不凡院长好像听到了。灵州之上，几人窃窃私语。此时的卓不凡的确是相当的难受，他甚至开始幻想，如果自己是陆长生就好了。从陆长生进入天玄圣学府之后，就一直在装逼，装的还都是大逼、天逼。新生试炼剑斩擎天命9重华盖，力挽狂澜，重开浩气楼，打破炼心纪录，做到极致。古皇一记制霸全场，碾压柳如烟和擎天命2尊大敌。手撕魔王，点亮离宫区域，让右于大尊不死河后退1000丈。炼药师大会，炼制天品丹药，震撼整个东域。卓不凡把自己带入进去，爽到头皮发麻。他甚至能够想象，接下来陆长生骑乘天药，由太上药尊亲自护送回到天玄圣学府，又是会引发何等的震撼？这让卓不凡羡慕到发紫。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也印证了卓不凡的猜测。当他们一行人穿过云层，看到前方那天玄圣学府山门的时候，虽然还隔着一段距离，但却已经是有着排山倒海一般的呼声响起。恭迎太上药尊驾临天玄圣学府，某位体修，长生学弟名扬东域，凯旋归来。恭喜长生学弟炼制天品丹药，拿下炼药师大会冠军，震惊东域。长生学弟耀武双绝，摘星拿月。不凡院长辛苦了，一路护送，劳苦功高。大量的欢呼声当中，竟是还夹杂着一道阴阳怪气的话音，明显是在嘲讽卓不凡。卓不凡眉头一皱，他听出来了，是江上老匹夫。这老家伙最近死灰复燃，相当的过分。卓不凡咬牙回过头看去，正看到江上院长凌空迈步而来，身后还跟着笑盈盈的素心。晦气，真晦气。他身形一闪，快速消失在原地。整个天玄圣学府热闹非凡，已经有10年不曾有此等盛况。太上药尊驾临，坐镇天药楼讲道，并且还赐下诸多丹药，让天药楼的学子们欣喜若狂。而与此同时，在那道元圣学府当中夜色下，一只仙鹤悄无声息降临，来到宗万道的面前。在仙鹤的口中衔着一枚玉符，宗万道激发着玉符，眼前顿时出现了一道光影。在那光影之中，赫然是出现了擎天命的身影。天命，你现在如何？看到擎天命的身影，宗万道立刻问道。院长，陆长生坏我乾坤古镜，夺我圣血，断我一臂，但我秉承天命而生，已经融合一条圣臂，破入武王境，修出36重华盖，今非昔比。擎天命面色傲然，开口说道。好好好，天命，你何时归来？宗万道面露喜色，急忙询问。他接下来的许多计划都是离不开擎天命的，比如说在之后的灵域学府大赛当中，肯定就少不了要擎天命参战，否则的话，他想不到道元圣学府还有谁能够钳制住陆长生。但这一次，擎天命却并未回答他的问题，而是自顾自继续开口。在鹤尊口中有3个锦囊，派人进入古风王台遗迹当中，打开标有一道鹤羽的锦囊，可坏陆长生修行。灵域学府大赛开启半个月之前，打开标有2道鹤羽的锦囊，可摘天玄之圣字。而当最后一个锦囊之上3道鹤羽拳都亮起的时候，便是我成圣出关之日。什么？宗万道瞬间头皮发麻，擎天命这个意思竟然是不成圣不出关。天命，你听我说，成圣之难难于上青天，你不能躲在遗迹之内苦修，你要入世，你需要战斗魔力。宗万道急忙呼喊起来。等到擎天命成圣，那要等到什么时候？还不如他宗万道自己琢磨琢磨如何成圣呢。可是擎天命留下的这一道光影，明显是不具备交流沟通的能力，只是一段提前留下的影像而已。话语说完，光影便是消散掉。那只仙鹤张口吐出3个锦囊，被宗万道接在了手里。而后仙鹤振翅飞入夜色当中，快速消失不见，只留下宗万道手持3个锦囊。古风王台遗迹，我已经联合沈关奇准备了万全之策，哪里还需要你的锦囊？宗万道咬牙，心中非常不满。整个东域谁不知道他宗万道运筹帷幄，还需要你擎天命给锦囊？下一刻，宗万道冷哼一声，直接打开了第1个锦囊。在这锦囊之上标有一道鹤羽的印记，按照擎天命所说，是要派人带着这个锦囊进入古风王台遗迹当中开启的。而现在距离古风王台遗迹开启还有足足1个月的时间，可宗万道并没有听擎天命的，
他直接打开这个锦囊，其中赫然是出现了一条大蛇。刹那之间，一股凶威将此地笼罩，浓重的腥味蔓延开来，让人闻之几欲作呕，并且还有阵阵的黑色气流涌动而出，与这片天地格格不入，那是魔气。宗万道瞳孔骤缩，他看到这竟是一条全身生满尖刺的黑蛇魔兽。秦天命从何得来魔兽？他究竟得到了什么传承？这便是古风王台遗迹吗？很好，陆长生现在何处？我去斩了他。下一刻，这魔兽口吐人言，声音扭曲而诡异。天命！宗万道眼皮狂跳，看向黑蛇魔兽。院长，这里不是古风王台遗迹，你提前打开了锦囊。黑蛇魔兽全身冒着黑气，眼中闪过一抹凶光，盯着宗万道。怎会如此？这魔兽体内有我一丝意识，但仅能维持1炷香的时间。你现在打开锦囊，我还如何用这魔兽之身去杀陆长生？秦天命愠怒不已，黑蛇张口发出咆哮。无妨，古风王台遗迹内我自有安排。宗万道面色不快，开口冷哼一声。他能够察觉到秦天命似乎对他失去了原有的尊重，或许这是因为意识寄存魔兽体内造成的影响，但依旧让宗万道非常不满。秉承天命，不过是我宗万道手中一枚棋子罢了，凡体之躯却屹立在东域之巅，靠的便是他运筹帷幄的谋算，举世无双。唉，罢了，那就让陆长生多活一段时间，待到灵域学府大赛，他必死无疑。黑蛇魔兽摇头，发出叹息。天命，你究竟得到何等传承？怎会意识寄存在魔兽体内？宗万道感受到黑蛇魔兽体内的那一丝意识正在快速泯灭，于是赶紧开口问道：院长，这你就不用管了，我自有分寸。切记，第2个锦囊万万不可提前开启，这会影响我的计划。黑蛇魔兽提醒道。宗万道无奈，只得答应下来。这里是在道元圣学府的最深处，所幸有重重阵法，早已被宗万道激活，这才没有魔气外泄。1炷香之后，这黑蛇魔兽突然倒地暴毙，其体内秦天命的意识彻底消散掉。宗万道面色铁青，处理掉这魔兽的尸体。他心中不愿承认自己确实草率了。这魔兽实力极强，如果在古风王台遗迹当中出现，就算杀不死陆长生，也定能给陆长生造成极大的阻碍。但事已至此，后悔也没有任何作用。与此同时，而也就在这黑蛇魔兽体内的意识消散掉的时候，在那虚空深处隐藏着的巨大宫殿内，一处天地不断扭曲的黑色石台之上，秦天命睁开眼睛，脸上露出笑容。时间过得竟然如此之快，古风王台遗迹已经开启。有我的锦囊，加上院长的手段，以及沈家对陆长生的仇恨，他就算不死，也难有收获。秦天命开口呢喃着，然后重新闭上眼睛，陷入苦修当中。如果有外人在此的话，就会惊讶地发现，在秦天命周身，时间的流速似乎有所不同，比外界更快，足足12倍的时间差。也就是说，秦天命在这里修炼1年，外界也才过去1个月的时间，这便是他的底气。他要在这里成圣，然后出关灭敌惊世。此时的陆长生自然是不知道秦天命的事情，他正在浩气楼顶与太上药尊相对而坐，江上院长的化身也在。太上那枚石印与秦天命获得的圣人遗迹有关，那股印我也曾观摩过，的确是有丝丝圣道气息。我也曾经想去寻找圣人遗迹，寻求圣道，但自10年之前浩气楼之灾后，我便被困在魔窟深处，无法脱身。江上院长摩挲着手中的古印，然后将其丢给了陆长生。遗迹必然在东域范围之内，但放眼整个东域的历史上，有记载的圣人全都不符合这古印以及古镜的特征，所以我怀疑应该是一名外来的圣人留下遗迹，被秦天命得到。太上药尊沉声说道：长生，现在还不是去寻找圣人遗迹的时候，你的实力还不够，你接下来的首要任务是在1个月之后的古风王台遗迹当中追寻武王的道路，为灵域学府大赛做准备。江上院长替陆长生做出安排。陆长生也是这么想的，他现在仅有这一枚古印，想要闯入圣人遗迹去杀秦天命并不现实，更何况那只守护着秦天命的仙鹤非常强大，足有半步5尊境，远远不是现如今的陆长生能够抗衡。随后江上院长的化身带着太上药尊走了一趟魔窟，陆长生则是意识进入炼仙鼎内，去查看那一节魔云青藤的状态。炼仙鼎内神秘而古老的混沌空间当中，武学碑林的前方2株天药并排，扎根在混沌中，若隐若现。9天青罗少了3片叶子，略微有些萎靡。魔云青藤只有手臂长的一节，同样是暗淡无光。不过二者却全都在炼仙鼎的滋养之下，在不断的生长着。所以说无论如何，陆长生都是拥有2株天药。天药，寻常人毕生难得一遇，
就算是红莲女帝的一生，也仅仅遇到过2次天药而已。而此时的陆长生却是已经拥有了2株天药。9天青罗的主要作用就是辅助我修行，其叶片也可以用来炼制诸多高品丹药。陆长生伸手摸了摸9天青罗，让9天青罗吓得一颤，生怕陆长生又要摘叶子。放心吧，我接下来的主要精力会放在武道境界的提升上面，并且我的炼药水准应该也到了极限，至多只能炼制出6品丹药，暂时用不到你的叶片，你先好好养养。陆长生笑着对9天青罗说道。天药有灵，9天青罗闻言这才放松了下来，原本蜷缩起来的叶片也悄然舒展开来。魔云青藤则是一株罕见的攻击类型天药，可骑乘魔云青藤御空飞行，也可下令让魔云青藤参加战斗。当然了，既然是天药，那自然也是有着极强的药用价值，能炼制诸多强大丹药。陆长生看向那一节努力生长的魔云青藤，他能够感受到，在这一节魔云青藤之内，正有着一丝刚刚诞生的微弱意识，正在缓缓地成长着。太上药尊的那一株魔云青藤，自然是具备着自主的灵性，已经认了太上药尊为主。而这被斩下的一节，则是没有自我的意识。太上药尊将其送给陆长生，是让陆长生留着炼丹使用。但他没想到的是，陆长生拥有炼仙鼎，可以栽种天药。等到这一节魔云青藤成长起来，便是可以拥有独立的思维，认陆长生为主，成为一株新的魔云青藤。所以说，有炼仙鼎在，我只要遇到一种天药，得到其一部分，就可以栽种下来，培育一株新的天药。而天药最多的就是炼药师联盟。陆长生心中激动不已，看来以后还是要多和炼药师联盟打打交道才是。接下来的日子里，陆长生专注于修为境界的提升，在进入古风王台遗迹之前，尽可能提升境界，然后进入古风王台寻求武王之道，争取在古风王台之内进入武王境，到时候也可以进行第2次双修。陆长生动力十足。3日之后，太上药尊走出了魔窟，那不死河当真诡异，乃是魔域一件至宝，想要破那不死河，恐怕是至少需要半圣出手。太上药尊摇了摇头，此番进入魔窟，他并未出手，倒不是因为他不敢，而是他一旦出手，魔族那边就会派出另一名魔尊境强者来，而他又不可能一直陪着江上守在这里，到时候等他走了，江上可就要一己之力应对2大魔尊，那是害了江上。所以他只是查看了一下那条不死河，就离开了魔窟。接下来他在天药楼讲道，整个天玄圣学府之内的炼药师全都来聆听，如痴如醉。以太上药尊的药道修为，教导天药楼学子绰绰有余。听着这些学子的吹捧赞叹，太上药尊心中很是满意。如果能破入圣境，哪怕是半圣、寿元也都可以大大提升，到时候来这天玄圣学府挂名当个院长也不错。太上药尊心中想到。他此番讲道足足持续了半个月的时间，这才恋恋不舍离去。毕竟他有职务在身，不便长时间离开炼药师联盟，并且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那就是借助9天青罗的叶片去提升寿元，追寻圣道。临走之前，太上药尊看了看正在苦修的陆长生，没有打扰，骑乘魔云青藤离去。而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陆长生已经将修为给提升到了武将境3重天，这个速度可以说非常之快。但陆长生却依旧不满，古风王台遗迹开启在即，恐怕到时候他也就是武将境5重天左右的修为。看来还是要借助古风王台遗迹当中的奥妙来继续提升境界，又是半月的时间，眨眼便过。古风王台即将开启，整个东域的目光都是投向了沈家。作为东域第一世家，圣统沈家向来都是整个东域的焦点，任何一代那都是人才辈出，横压一代。不过在这一代似乎是出现了一点意外，青云榜首沈无忌在那古皇遗迹当中被陆长生所斩杀，沈家4子当中，沈傲天、沈问天先后败在陆长生手中。沈开天邀请陆长生问道摘星，最终反而成就陆长生无敌气势，他自己和弟弟沈拜天更是与大量的沈家人一道被逐出了天玄圣学府。然后是沈家年轻一代最强炼药师，据说是天药转世而生的沈天耀，在炼药师大会之上颜面扫地，被炼药师联盟除名。天之娇女龙虎榜第5的沈凤清被太上药尊打爆满口牙齿，颜面扫地。放眼整个沈家年轻一代，居然全都是被一个陆长生给压得抬不起头来，这是何等的奇耻大辱！此时在沈家当中，古风王台遗迹前方正有着一众沈家子弟严阵以待，为首一人身材魁梧，好似一尊铁塔，正是沈家4子当中的沈拜天。作为半步武王境的强者，他自然是具备着进入此次古风王台遗迹的资格，占据一个名额。除此之外，还有诸多沈家武将境天骄灵力，
等待着进入古风王台当中去追寻那武王之道。沈问天、沈君文二人也赫然位列其中，他们两个全都是武将境，此番自然也是要进入古风王台之内。沈傲天也在，但他的修为还不曾达到武将境，所以不在此次名单之内。傲天，你放心吧，此番我沈家天骄其出，那陆长生只要敢来，就必会命云古风王台。沈问天拍了拍沈傲天的肩膀，开口说道。他知道弟弟心里难受，因为在这段时间里，沈傲天拼了命的修炼，就是想要将修为给提升到武将境，然后进入古风王台去对付陆长生。可似乎在沈傲天的心中已经有了心魔，好几次修炼途中，他都差点走火入魔，尝试突破武将境，更是失败了足足2次，这已经对他的武道根基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看来在那新生试炼当中，陆长生给他留下了太深的心理阴影，只有陆长生死去，这一份阴影才可以被缓缓的磨灭，否则的话，沈傲天武道之路难有进境，陆长生此番必死无疑。在天际之上，沈观其遥望着远方，心中阴狠无比念叨。此时他的脸色依旧有些苍白，当日那红莲叶火飞，但是焚烧掉他一缕意识，更是穿透虚空，伤到了他的心神。沈观其不明白陆长生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一步，但他清楚，此子若是不死，他沈家迟早要灭亡。沈观其目光阴翳，遥望着远处的天空。下一刻，他便是看到已然是有着3道身影，驾驭着一柄青铜巨剑破空而至，为首2人，赫然是素心与卓不凡，分别是天玄圣学府内的3星院院长与4星院院长。而在这2人身后，则是被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陆长生。陆长生，你竟然真的敢来！很好，既然来了，那就不要走了。我沈家在这古风王台之内，可是为你准备了一份大礼。沈观其咬牙，心中怒吼不止。唰，巨剑破空而来，降临到了沈家深处禁地。陆长生自巨剑之上一跃而下，双足落地，身形笔挺，锐利的目光环视全场。那为首的魁梧之人，明显是个体修，应该就是沈家4子当中的沈拜天了。沈君文、沈问天、沈傲天、沈天耀、沈凤清，全都是老熟人。陆长生脸上露出笑容来，一群手下败将，陆长生，你死定了！炼药师大会之上的耻辱，必须要用你的鲜血来洗刷。一道尖锐的声音响起，赫然是沈凤清正在怒目而视，看向陆长生。闭口丹的药效已经过去了。陆长生摇了摇头，有些不满。那闭口丹的确不错，就是药效的时间太短，仅仅1个月的时间，现在已经过去。只可惜沈凤清已经是武王境，此番无法进入古风王台，否则的话，陆长生不介意让他永远闭嘴。陆长生，炼药师大会上有太上药尊偏袒包庇你，但这一次是在我沈家古风王台，你必死无疑。沈天耀也是开口喝道。在场所有沈家人全都是对陆长生怒目而视，纷纷开口放出狠话来，但陆长生却是置若罔闻，因为素心院长正在对陆长生继续交代着一些事项。长生进入古风王台之后，最重要的就是收集王道灵犀，此物不仅可以滋养武将境层次的武者，帮助提升境界，更是一种底蕴。体内的王道灵犀越多，将来突破武王之境的时候就会越发顺畅。素心院长对陆长生说道。其实在来的路上他都已经说过2遍了，但却还是想要再叮嘱一番。陆长生没有厌烦，只感觉到素心院长对自己浓浓的关心，心中生出一股暖意。他自小就没有见过母亲，还不曾长大，父亲也离他而去。霸体没有被夺走之前，陆家人虽然捧着他，但也并非是真正的温情。只有素心院长让陆长生感受到亲情的温暖。长生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这古风王台遗迹被沈家发现，独占了数百年，其中有诸多沈家强者埋葬在其中，不得不防。除此之外，那宗万道肯定也会针对此次古风王台遗迹之行布局落子，这是一场针对你的杀局。素心院长悠悠一叹，他是极力想要阻止陆长生进入古风王台遗迹的，但却根本拦不住。陆长生要在古风王台遗迹之内为突破武王境做铺垫，这里是整个东域大地之上效果最好的地方，并且他还想摘几颗圣铜下来滋补魔元虚影。有危险又如何？纵然是刀山火海，陆长生也要搅得他天翻地覆。陆长生，你在磨蹭什么？如果怕死，那就滚出沈家。现在后悔，交出古风王台玉牌还来得及。这老女人难道是你娘吗？沈凤清忍不住出言嘲讽道。聒噪！陆长生眉头一皱。沈凤清此女不仅极为的嘴硬，更是人品卑劣至极。他嘲讽陆长生没关系，陆长生只当他是一只井底之蛙，懒得计较。但他竟敢侮辱素心院长！轰！下一刻，陆长生踏出一步，身形闪耀金光，
纵的而出。天蓬纵横身法，他直接出现在了沈凤清的面前，一掌扇下，啪！沈凤清眼瞳当中有银色光芒流淌，急忙抬手想要抵挡，但却慢了一丝。陆长生这一掌狠狠国在了他的脸上，打出一道鲜红的掌印，让他站立不稳，险些栽倒在地。好快的速度，好恐怖的力量！放肆！陆长生，你竟敢当众行凶！沈观其暴怒，发出一声怒喝，全身气势鼓荡而出，压向陆长生。但也就在此刻，只见那青铜巨剑竟是疾驰而来，剑锋直指沈观其的眉心。一瞬间，沈观其大惊失色，脚步连连后退。沈观其，你想死吗？江上院长的声音自青铜巨剑当中传出，让沈观其脸色发白。江上，你天玄圣学府莫要欺人太甚，这里是我沈家。沈观其死死咬牙，心中恨意滔天。自从9宫前元大阵离宫区域被点亮之后，江上压力减轻不少。以往他就连化身都很少出现，现在竟然是可以用一缕意念附着在这青铜巨剑之上出手。废话少说，区沈家我翻手可灭，赶紧打开古风王台遗迹，莫要浪费长生的时间。巨剑嗡鸣，江上冷声开口说道。他话语之间丝毫不留任何情面，让沈观其脸色青一阵白一阵。好，江上，此番陆长生若是死在古风王台遗迹当中，你可怪不得他人。沈观其冷哼之间抬起手掌，顿时天地间一股强大的空间之力涌荡不止，前方的一座山峰竟是从中间被打开一条缝隙，显露出一线天。神秘而古老的气息自那一线天当中流淌而出，弥漫全场。刹那之间，在场的几名沈家人全都是眼瞳当中忍不住有着银色光芒在缓缓涌动，他们的神色也全都变得激动莫名，甚至有几人对着那一线天跪拜了下来，因为那是被埋葬在古风王台遗迹当中的沈家先辈所流传出来的气息。爹！被打倒在地的沈凤清看向那一线天，忍不住流出泪水来。他爹就被埋在里面，晦气！陆长生挪开脚步，不再站在沈凤清的前方，让别人看到，还以为沈凤清在喊自己是爹呢。他可不要这样的女儿，生下来就该被掐死。陆长生，我起码还能祭拜我爹，你爹连死在哪里都不知道，你甚至还杀了你爷爷，你叔叔，你就是一个魔鬼！沈凤清神色怨毒，开口喝骂道。他明显调查过陆长生的事迹，知道陆长生的父亲陆天神秘失踪，以及陆长生灭掉陆家的事情。闻言，陆长生眼睛一眯，然后他飞起一脚，狠狠踢在了沈凤清的脸上。咔！这一脚直接把沈凤清的下巴都给踢歪了，骨骼断裂的声音传出，让人牙齿发酸。紧接着，陆长生没有又是一步踏出，脚掌踩踏在了沈凤清的头颅之上，暴起发力，整个人宛如化作一支离弦之箭，飙射而出，直取前方的一线天而去。与此同时，一众沈家天骄纷纷出动，争先恐后冲向那一线天。这一线天便是进入古风王台的必经之路，穿过一线天可入古风王台，并且这里面还有一条规则在，那便是第一个穿过一线天的人可直入沈家墓园。在沈家墓园所在的区域，不仅王道灵犀十分浓郁，更是可以得到沈家诸多先祖庇佑加持。只见此时陆长生一马当先，身形化作金光的同时，赫然是有着金翅大鹏的啼鸣之声响起，贯穿这一线天。在他的身后是一众沈家天骄，以及那头颅都被踩踏进入泥土当中的沈凤清。一时之间，竟是无人能追赶上陆长生的步伐。好，你陆长生事事都要争第一，那就让你第一个进入古风王台，入我沈家墓园。沈观其眼睛盯着陆长生的背影，嘴角扬起冷笑。他等着陆长生第一个进入古风王台，因为那就是自寻死路。顷刻间，陆长生的身形已经来到了一线天的尽头之处，在他的前方赫然是有着一道银色的光门横亘，那便是古风王台的入口。但出乎意料的是，陆长生并未选择踏步进入其中，而是停下了脚步，回转过身来。只见他傲然而立，面带冷厉的微笑，看向后方诸多沈家天骄。他怎么停下了？沈观其咬牙，心中暗恨不止。愚蠢！你难道以为我天玄圣学府对古风王台一无所知不成？那沈家墓园之内必然有着你沈家留下的手段，岂能现在就进去？素心院长见状冷笑一声，听到他的话语，沈观其握紧了拳头，他恨不得一拳打死素心院长，但又不敢出手，因为江上院长一缕意念所操控的青铜巨剑依旧悬浮在他的面前。如果他敢出手，那江上院长就敢灭了沈家。一旦逼得江上院长真身出动，那对于沈家来说便是一场灭顶之灾。陆长生这一次恐怕又要大装特装一波。如果人生可以重来该多好，让我回到过去，重活一世，我也要做陆长生这样的人。
卓不凡背对着沈观其，看向一线天最深处陆长生的身影，心中想到，他的周身都笼罩着层层异象，背后无形的武王之意煽动，就仿佛在凌空而立般，但他却总感觉自己距离陆长生还差得远。据说在古皇遗迹之内，陆长生就曾堵在了武皇宫的门前，现如今他又堵在了一线天的尽头，他为什么总能做出如此装逼的事迹来？下一次有机会，我也要堵门。卓不凡心中暗暗下定决心。而此时，陆长生在那一线天的尽头站定不动，他的身后是古风王台遗迹的入口，他的面前是一众沈家天骄纷至沓来。陆长生为首之人，赫然是半步武王之境的沈拜天。他发出一声怒喝，挥拳砸向陆长生面门，但陆长生却是身形纹丝不动，直接打出一招金龙镇魔掌与之对碰。咚！沉闷的碰撞之声在这一线天当中不断回荡开来，金光与银光爆闪，沈拜天只感觉拳头之上传递出剧痛来，脚步连连倒退，他竟不是一合之将。沈拜天发出狂怒的咆哮声，仿佛化作了一只人形的巨熊，再一次冲击而来，但结果依旧，陆长生一掌横击而出，让他的身体狠狠砸在了山壁之上，砸出一个人形的凹陷，将他镶嵌在了里面。难道说陆长生不打算让任何一个沈家人进入古风王台吗？他要在这一线天当中击杀所有沈家天骄。卓不凡的身躯开始站立起来，大脑当中仿佛有着一道道的电流淌过，带来一种酥麻的感觉。他怎么就没想到居然还能这样操作，根本就不需要进入古风王台就可以结束斗争。霸道，太霸道！我如果是陆长生该有多好。卓不凡心中的这个念头如同野草疯长，但实际上陆长生并不是这么打算的。虽然他也能做到这一步，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众目睽睽之下，他还如何利用沈家人的性命圣铜来滋补魔元？他只是不想要第一个通过一线天进入沈家墓园而已，在那里肯定有沈家留下的杀局，并且也不能让太强大的人进入沈家墓园，那样的话会助长此人快速成长为大敌。比如说沈拜天此时已经是半步武王之境，如果让他进入沈家墓园，得到沈家先辈庇佑加持，获得大量的王道灵犀，此人战力必定暴涨。所以说陆长生要挑选出一个废物，让他第一个通过一线天进入沈家墓园，而这个废物就是沈君文。陆长生目光看向人群后方的沈君文，脸上露出笑容。此人在新生试炼当中，面对柳如烟和秦天命的时候，竟是试图通过装死逃生，放他进入墓园，他也难当大人。唰！下一刻，陆长生踏出一步，金光纵的，他的身形化作一道残影，抬手一掌，直接拍飞面前一人，啪啪啪啪啪，一道道的拍击之声不绝于耳，在这一线天当中回荡不止。陆长生以武将近五重天的修为力压全场，镇压全部沈家天骄。拜天，速速进入古风王台，你是进入墓园最合适的人选，快！此时，那沈观其忍不住开口高呼了起来。陆长生真是愚蠢，他妄图在这里拦住我沈家所有天骄，但这根本就不可能做到。沈凤清满脸泥土，下巴破裂，但依旧开口嘲讽：沈家有此等人物，何愁不灭？卓不凡看了沈凤清一眼，心中感慨不已。一线天当中听到沈观其的呼声，那沈拜天也是赶紧冲向了前方的银色光门。陆长生，只要我进入墓园，你就难逃一死！哈哈哈！沈拜天踏出一步，已经笑了起来。但也就在此时，他看到一道身影，面色金黄，正在半空之中倒飞。此人正是沈君文，他人在半空张口不断喷血。下一刻，沈拜天便是看到这沈君文一头栽进了银色光门当中，第一个通过了一线天，进入沈家墓园。不！沈拜天伸手想要抓住沈君文，但却是徒劳。人群后方传出一阵长啸之声，陆长生身形腾空一跃，飞起一脚踹在了沈拜天的后腰之上，把沈拜天给踹进了银色光芒内。而后陆长生这才身形落地，迈出一步进入到古风王台遗迹内。为了保险起见，他甚至都不打算第二个进去，而是要第三个进去。看到这一幕，沈观其面色无比的阴沉，那附在背后的双手也是死死握紧，指节发白。谋划落空，最终竟是那沈君文第一个进入了古风王台遗迹，直达沈家墓园。此刻就算是沈观其也都不得不承认，叶寒真的很会挑人。这一次进入古风王台遗迹的所有人当中，以这个沈君文最为废物，天赋不行，修为不行，心性更是不行。现在沈观其只能祈祷，这沈君文可千万不要引动墓园当中的手段，他最好等到沈拜天赶到墓园，让沈拜天来做这件事，否则的话，墓园当中留下的手段可就几乎白费了。而在沈君文、沈傲天、陆长生之后，
余下的诸多沈家天骄也都是纷纷鱼贯而入，进入那银色的光芒当中。转瞬之间，一线天当中已经没有了任何的一道身影，所有人全部进入古风王台当中。随后，这一线天缓缓合拢，重新变为一座青山。只是在那山巅之上，赫然是有着一道光幕榜单出现，上面出现了每一个人的名字。这光幕会标记出每个人在古风王台当中所获得的王道灵犀数量。目前所有人都是0，不过很快，光幕之上就出现了变化，所有人全都看到沈君文的名字后面数字变成了9，这意味着沈君文已经得到了9道王道灵犀，并且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加着。该死，快停下，不要再增加了！沈君文，你这个废物，你要王道灵犀有什么用？沈观其目光盯着那光幕之上的数字，心中正在怒骂不止。他现在非常后悔，不该让沈君文进入古风王台，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而似乎是听到了沈观其的祷告，最终沈君文名字后面的数字在达到了13之后彻底停了下来。13道，还好，沈君文应该是已经退出了墓园的范围。沈观其心中松了一口气，算这个沈君文还有自知之明，没有坏了大事。此时在古风王台遗迹当中，陆长生的身形出现在一片古老的天地间，四下看去，只见在前方的遥远之处，赫然是有着一座通天般的高台耸立，古老而苍茫，传递出一股沉重的气息来。那便是古风王台，登此台者有王道之资，可得万道王道灵犀灌顶。在灌顶之下，有人直接冲关破境，成就武王境。陆长生看向那高耸的古风王台，常人得万道王道灵犀灌顶，大概率可以直入武王境，但陆长生却怀疑，对于自己来说，只怕是还不够，尽力一试吧。就算是无法突破到武王境，至少也可以达到武将境的极境。陆长生心中想着，然后顺着炼仙鼎的指引开始前进。炼仙鼎真是妙用无穷，此时鼎中栽种2株天药，还能给丹药升级，更能在一处处的遗迹当中给予陆长生指引。陆长生迈步向前而去，很快便是看到了一只兽类。只见这是一头猛虎的形状，但却并没有血肉之躯，而是完全由一股明黄色的气流构筑而成。这明黄色的气流便是王道灵犀，击杀这王道灵犀所化作的凶兽，便是可以获取1道王道灵犀。陆长生脸上露出笑容，踏出一步，已经是一掌镇压而下。轰！地面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掌印，这头猛虎凶兽直接被陆长生拍散，天地间只剩下一团明黄色气流静静地悬浮着。陆长生伸出手掌，将这道气流纳入体内，顿时一股奇妙的感受涌上心头。陆长生感觉到自己的境界被推动了一丝，并且更重要的是，还有一股玄妙的气息沉淀在了体内，隐藏在血肉深处，那才是王道灵犀最为重要的部分。现如今虽然还看不出什么端倪来，但是当陆长生想要突破到武王境的时候，这股气息便是会开始发力。好东西，继续！陆长生身形化作金光，消失在原地，向前而去。此时在外界青山之上，那光幕之上的排名也是开始不断出现变化。沈君文13道王道灵犀高居第1，然后是沈拜天5道王道灵犀，其次陆长生3道王道灵犀。陆长生已经落后，一步落后，步步落后，他会死在古风王台当中。此时沈凤清已经服下了疗伤丹药，将错位破碎的下巴复原，继续开口嘲讽陆长生拜天哥定能斩下他的人头。沈傲天也是开口说道，陆长生不死，他破不开心魔，甚至都难以突破武将境，古风王台还要持续1个月的时间，江上我就不陪了。沈观其开口对面前的青铜巨剑说道，事情虽然有所波折，但最终的结局不会改变，此番陆长生必死无疑。行，你滚吧。巨剑当中传出江上的声音，这让沈观其面容都扭曲起来。双方已经彻底撕破了脸，又何必客气？放肆！江上，你必要死在魔窟当中，你天玄圣学府要被摘掉圣字，彻底走向覆灭。当即沈观其就忍不住骂了回来，你敢说我放肆？沈观其，你太叛逆了。江上的笑声从巨剑当中响起，而后只见这巨剑一横，扫出一股气浪来，狠狠拍击在了沈凤清的脸上。啪！沈凤清的满口牙齿被打爆，整张脸都被打烂，血肉模糊，他都来不及发出一声惨叫，当场就倒地昏迷了过去。江上！沈观其暴怒，发出嘶哑的怒吼，全身的气势狂涌不止。江上欺人太甚，完全没把他当人看，喊我作甚？莫不是要我走出魔窟？江上大笑道，你不敢，你绝对不敢走出魔窟。你一旦走出魔窟，右于大尊会立刻毁掉9宫乾元大阵，甚至冲出魔窟，到时候你便是整个东域的罪人。
沈观其面容狰狞，伸手指着青铜巨剑：“我当不当罪人无所谓，反正我只要走出魔窟，第一个杀了你，灭你沈家。你不敢拿自己的命，拿整个沈家跟我赌，那就给老子放尊重点！”青铜巨剑狠狠插入地面当中，让此地巨颤，道道粗壮的裂纹快速蔓延，整个沈家摇晃。见状，沈观其站在原地，双目通红，大口喘着粗气。他气到全身颤抖不止，但同时他也终于想起10年前的江上究竟是何等的人物。枯坐魔窟不死河畔10年光阴，但江上还是那个霸道蛮横、蛮不讲理的江上。沈观其也再一次想起被江上支配的恐惧。